你这人走路怎么不看道的？女子声音软软绵绵，没有一点威慑力，让对面的谢渊给怔住了。江南人士。虽说他谢渊不欺生，但是也不会让别人撞了还倒打一耙，哪怕对方是位女子。于是谢渊薄唇轻启，正想开口，可对面的女子却突然抬起了头。以前谢渊经常听好友说起，人呐会偏向长相好看的人，他总是对于此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再好看的容貌那都是一副皮囊而已。可是今日他才知道，以前的他是没遇到那个让自己能够偏向的人。更何况看着面前的少女，反驳的话已经到了嘴边，谢渊还是咽了下去。你都撞疼我了，即便你长得好看，撞到了人也要道歉的，不能持美行凶。持美行凶，这次倒是新鲜。抱歉。我原谅你了，以后走路注意些，下次你可就不一定能遇到我这般好脾气的人了。多谢姑娘提醒，以后我一定注意。这男人笑起来真好看。江明月都看呆了。可需去医馆？不用了。连连摆手的江明月重新赶起路来，他可再也不敢低头走路了。小黄，吃饭了，身体可舒服些了？江明月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姐姐，直到现在还有一种近乡情更怯的感觉。他很怕这是一场梦，他怕这是一场美丽的梦，梦醒了姐姐就会消失不见。还是很不舒服吗？话音刚落，弟弟突然扑进了他怀里，紧紧地抱住了他。其实早在弟弟生病之初，江明月就发现了弟弟的不对劲儿。他们虽是亲姐弟，可性格却是南辕北辙。其实无论前世今生，江明月都是被家人们娇养长大的，只要他开心，怎么样都行。凡事家人们都是替他安排的妥妥当当，轮不到他去操心。所以过往那么多年，江明月过得都是极其安逸的，也就造成了他性格单纯、偏软、活泼，吃不到苦，又有一些小小的娇气。可是弟弟江明宏和他则是完全不同。3岁启蒙，6岁开始就随着爹爹一起待人接物。弟弟虽小，却比他还要稳重独立懂事。江明月垂着眼帘，看着怀中小小的少年，想到弟弟反复高烧那几日断断续续说的那些胡话，他灵动的眼眸微微的闪了一闪。阿姐，对不起，这段时间让你担心了。傻瓜，生病是不可控的，只要你好了就好了。我喂你喝药。好。江明宏低头看着姐姐拇指上的水泡。被烫伤的时候一定很疼吧？姐姐以前哪里做过粗活呀？背井离乡之后，为了照顾她，姐姐被迫成长了许多，她要快些好起来才行。咱们现在在哪儿？宛平县。1个月前，江明月的家中突遭变故，爹娘连夜将他们姐弟送出城，托付给了北上的镖局，让他们去投奔居住在京都的小姨家。姐弟2人即将抵达京都之时，这11岁的江明宏突然生了病，反复高烧，偶有清醒的时候，一再叮嘱姐姐不要进京，不要投奔小姨。而江明月听从了弟弟的话，主要是江明月也不想投奔从未见过面的小姨和姨丈，他不想过那寄人篱下的生活。宛平？和镖局的人分开时，我特意向他们打听了一番京都附近各县的情况。怎么了？没想到姐姐考虑的这般周全。以前我只是懒得去想罢了，其实姐姐还是很聪明的。姐姐很聪明。我弟弟敏而好学，自是不能来京都就荒废了学业。再则爹娘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能中举呢，咱们定居之地自然是要选择人杰地灵、私塾众多的宛平县啦。说到人杰地灵，江明宏想起了一个人。他就是宛平县人，这会儿他应该还未进京，如果能与他交好。在想什么？阿姐选得很好，咱们就在此定居了。小姨那边咱们可要去拜见？不必，等我中举了再说。怕就怕爹娘与小姨通信后致咱们不在京都担忧，咱们是不是给爹娘写封信报声平安，顺道将定居宛平县的事情告诉他们？当日咱们走得匆忙，也不知家中发生了何事，我很担心爹娘，也不知家中现在是何情况了。别担心，爹娘会没事的。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江明宏点点头，他也不想让姐姐整日的忧心忡忡，更怕姐姐会背着他偷偷给爹娘写信。别的姐姐或许做不出来这样的事儿，可他姐姐一定会，所以他必须要让姐姐不敢给爹娘写信。离开元江府时，爹向我提了几句，去年因一批瓷器，爹得罪了一个大人物，他怕那个大人物会对咱们不利，所以才让咱们来京都避祸。咱们不在爹娘身边，他们也就没了软肋，可与那大人物好好周旋一二。江明月知道事情绝不像弟弟说的这么简单，要不然爹娘不会那么慌慌张张的送他们出城。
更不会将半数家产都给了他们。不过爹娘都好好的，他倒是放心了不少。为了咱们的安全，爹娘短时间内不会和小姨他们通信的。为了爹娘，咱们暂时也不能和他们写信。我知道了，没有你的同意，我绝不给爹娘写信。等过个1-2年，那些大人物不再盯着爹娘，咱们就可以和他们联系了。少顷，姐姐江明红看着睡着的弟弟，神色有些复杂。如果说之前他还只是猜测，那现在他已经可以肯定，弟弟重生了。前世都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弟弟突然这般的依赖自己呢？为何弟弟那般的厌恶小姨呢？栾大夫，劳你再给我弟弟看看吧，他的病是不是好了？可需继续吃药。旁边那个被几位姑娘围在中间正在写方子的男人，突然听到了陌生又有些熟悉的吴侬软语，他下意识地抬起了头，而这一抬头就对上了一张痴迷的脸。谢渊定了定神，低下头写下最后一个药名。可否排好队一个个来？我今天会在这里待上1天，大家不用着急。他为病人诊脉的时候，把脸侧向了右边，自然而然的就看到了那个一帘之隔的少女。哪怕只看到的是背影，他也已经确定就是她。如何？我弟弟病可好了？基本已无碍，只是先前大病伤了些元气，好在令弟底子不错，只需调养半月即可。只是补元气的药有些贵，姑娘要开吗？你开吧，我受得起。我给开了7天的药，回去煎了喝，7天后再来复诊。好，谢谢栾大夫。江明红有姐姐牵着往外走时，扫视了一眼左边的看诊点，当目光落到看诊的大夫身上时，瞳孔猛地一缩，他站在了原地。江明月察觉到弟弟停了下来，回头，是他是大夫。江明月这会儿总算明白为何会有这么多少女来看病了，他们哪里是看病啊，明明是来看人的。谢大夫，我病得很严重吗？这声问话让谢渊被迫地收回了视线，他抬头淡淡看了一眼面前这个有些紧张的病人，然后才后知后觉发现自己已经诊了许久的脉。别怕，只是有些上火，我给你开点去火的药，2天就会好了。另一边的江明月垂下了眼帘，看了看出神的弟弟。你认识那位大夫？不认识，咱们走吧。江明月哦了一声，可他并未相信弟弟说的话。而江明红呢，一边随着姐姐往药堂走，一边又忍不住的回头望了一眼谢渊。真没想到谢渊还会医术。姐，咱们去趟牙行吧。咱们既然选择在此定居，就不能再住客栈了。买个多大的宅院啊？咱们姐弟2人居住，一进的小院就可以了。宅院可以小些，但是房子要好。再就是四周安静，左右邻居最好都是和睦之人。最好离各个私塾近一些，这样以后你上私塾也方便。买了宅院后，咱们再每一个粗使丫鬟请一个厨娘，这样以后姐姐就不必再做那些粗活了。这段时间他生病都是姐姐帮他煎的药洗的衣裳，每一次都将自己搞得很狼狈不说，手比之前也粗糙了许多。他心里不知有多心疼，他的姐姐那是被爹娘教养长大的姐姐，以前何曾做过这些事儿啊？哟呵，我上辈子肯定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才得来你这么一个好弟弟。我上辈子肯定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才得到你这么一位好姐姐。这边的谢渊寻了个借口，暂时将病人交给栾伯父。喝茶的时候打开了栾伯父的医案，就好像只是很随意的在翻看，又像是在寻找什么。这宅院是你的？谢渊点点头，温和而又言简意赅地嗯了一声。本来弟弟江明红注意力都在谢渊的身上，可听到姐姐和谢渊的话，他一脸疑惑地看向了姐姐，没等说话呢，就听到伙计替他问了：你们认识啊？这句话江明月也不好回答呀。那他们算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呢？他并没有回答伙计，而是微微地歪斜脑袋望向了谢渊，将这个问题抛给了他。谢渊将视线从少女身上移开，看着伙计：认识。既然大家都认识，那就更好办了。这宅院谢举人的标价是450两。江姑娘、江少爷，可有异议？本来是有异议的，可是江明红看了看谢渊，现在没了。江明月看着弟弟迟迟没开口，只能亲自上阵。谢举人，你这宅院很好，我们姐弟2人十分喜欢，只一点，屋内太空了，我们想要入住要添置不少东西，能否便宜一些？谁不知道谢渊这个人就是一只吞金兽，只进不出。姐姐想让他降价，恐怕不可能吧。可是弟弟江明红也没有阻止，任由姐姐发挥发挥。举人老爷，江姑娘家中落了难，带着弟弟来咱们这边投奔亲人，那亲人又不在了。前些日子他弟弟大病了一场，身上的银钱已剩不多，如果可以，你能否降价呀？
他说的都是真的？谢主人便宜一点可好？被少女可怜兮兮的大眼睛瞅着，谢渊的胸口起伏了一下。可看着少女的双眼瞬间明亮了几分。350两如何？看看他多么慷慨，他真的是一点儿都不贪财，真的。江明红和伙计都惊呆了，这直接就降了100两。眼前这个人还是那个谢渊吗？伙计看了看江明月，又看了看谢渊，突然间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咧开嘴笑了。而江明月的唇角更是勾出一个清晰的笑容，心里更是乐开了花。100两，我竟砍下来100两。江明月，你可真了不起。举人老爷是个好人，谢谢您。谢渊克制的将视线从他脸上挪开。不客气，可还有其他问题？没有了。谢渊视线下垂，第一次认认真真的看了一眼小小的少年。既没别的问题，咱们现在就可去衙门过房契。好。我来带路。3个人先后跟着他走出了胡同。你们买宅院可是打算定居于此？谢渊仿佛只是在和他们随意闲聊，而江明月正愁怎么和他搭话，不曾想他竟主动开口。我有这个打算，不过要先等弟弟入了私塾再做安排。准备进哪家私塾？我或许可为你们参考一二。刚才人家姑娘也说了，他是个好人，那总得对得起好人这2个字吧。于氏私塾。真巧，我正是于氏私塾的先生。可启蒙了。江明红听到谢渊打算考教他，精神大振，认识谢渊的机会来了。他压下脑中各种的念头说：3岁家父就为我启了蒙。平日里都读了哪些书？中庸、论语、大学、孟子。君人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何义也？为人臣者，当以正君为极。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行，小人怀惠，何义也？江明月在旁边听了一会儿，才发现谢渊考教的这些问题开始由易逐渐变难，并且包含了四书。弟弟面对谢渊，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和平日没什么两样，但态度极其的恭敬。想来前世谢渊应该成就不凡，是弟弟需要仰望的存在。不错，基础扎实，对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你若进于氏私塾，我可帮忙引荐。多谢先生。不客气。我弟弟可真棒。本来还算淡定的江明红听到姐姐的夸奖，耳朵慢慢的红了。少女脸上挂着一抹浅笑，整个人是灵动鲜活而又明艳。谢渊费力的收回视线，看向前面已经是衙门，他提醒了一句：咱们到了。一行4人走进县衙，向谢渊打招呼的人是络绎不绝，他们一个个目光温和又和善，有些说要请谢渊吃饭，还有些说谢渊许久没来了。江明月有些诧异的看了眼男人，他怎么会和衙门里的人这般熟悉呢？4个人来到户房。谢老弟，你怎有空过来了？我名下有个宅院卖了出去，过来变更一下房契。哦，我来给你们办。有牙行伙计和谢渊在，小李很快的给他们办完了所有的手续。谢渊接过崭新的房契，不着痕迹的扫了一眼房契上的名字：明月，皎皎如月，灼灼其华，这名字当真贴切。江明月接过房契，将350两银票递给谢渊。我以前曾做过县令大人的幕僚。原来如此啊。我表现的有那么明显吗？很明显。谢渊又这么轻声一说，让江明月瞬间瞪大了眼睛，很震惊地看着谢渊。这个人是魔鬼吧？怎么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少女丰富的面部表情愉悦到了谢渊，她唇角微微的向上勾了一勾。麻烦你了，中午我请大家吃饭。大伙要是听到这个消息，肯定会非常高兴。我们早就想跟你聚一聚了。看着谢渊一时半会儿不离开，江明月3人先行一步离开衙门。送走了一脸高兴的伙计，谢渊出来就望向了树下的2人。许久未回衙门，和大家多聊了几句，等着急了吧？没有，先生太客气了。今日多谢先生了，也不知先生喜欢什么，所以我和阿姐买了我们都很喜欢的一支笔送与先生，还望先生能够收下。那我就却之不恭了。想到这是2人一起挑的，他轻轻地摸了一摸。谢谢，我很喜欢。那我们就不打扰举人老爷了。我就住你们隔壁，你如要进于氏私塾，可随时来找我。谢先生好。您这是刚从私塾回来？谢渊点点头。你们准备搬过来了？还得2天，被褥之类的家姐还未做好。2人正说着话，谢渊就见江明月提着裙摆跑了出来。她活了21年，这还是头一次见一位急了鸡的大姑娘还这般的活蹦乱跳。少女看到谢渊，很明显的吓了一跳，来了个急刹车，停下之后又默默地返了回去，而且越走越快。望着江明月瞬间变红的双耳，谢渊想，
这会儿他应该很窘迫吧，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出现在自己面前了。毕竟姑娘家的脸皮很薄。只不过让谢渊没想到的是，一会儿江明月重新从家里走了出来。他莲步轻移，姿态万方，脸上挂着一丝得体的笑。他由远及近走于他们的面前，然后俯身向他施了一礼。举人老爷，下午好。说完眨了眨灵动的大眼睛，仿佛在说，你刚才什么也没看到，对不对？谢渊的心情瞬间就好了。你好。我一点也不好，真是丢死人了。只要他脸皮够厚，他不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他礼貌地朝男人笑了一笑，然后转头看着弟弟。家里又没有水了。前世今生他还是头一次为了吃水的事情发愁。他们这个小宅院什么都好，就是没有水井。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江明月知道宛平县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水井，因为挖一个水井要花很多很多钱。现在水库恐都已经无水，我去茶馆直接买些茶水回来。阿姐意下如何？你在这看着，我去吧。倒也不用再特意去买茶水，我家有水井，你们只管来取就行。会不会太打扰了？不会，左邻右舍的理应互相帮助。那就多谢举人老爷了，我回去取桶。谢渊就看江明月噔噔噔的又跑回了家。这是不装了，还是忘记装了？佳姐性格比较欢脱，让欣赏见笑了。她这性格挺好的，灵动又活泼，喜怒都写在了脸上，一眼就能看透，倒是省心，不用费心去猜了。灵动又活泼，这是形容小孩的吧？原来在谢渊的心里，阿姐还是个孩子。江明月取了木桶出来。进来吧。谢渊家的院子比江明月家要大一些。举人老爷，这些菜都是你种的吗？谢渊嗯了一声。没想到举人老爷还会种菜呢，关键是还种得这般好，真了不起。不觉得有点本末倒置？这有什么本末倒置的？在座，你本末倒置了吗？谢渊轻轻地摇了摇头。那不就行了？管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开心快乐就行了。咱们又不是为别人而活的。谢渊唇角微微勾起，平日里有些冷淡的脸上竟浮现了一丝笑。原来这女孩这般的通透啊！这是江明月第2次见谢渊笑了，直接看得有些吃住。发什么呆？啊！天哪天哪，我今又看呆了。哎呀，江明月，你可真没出息，花痴，犯花痴还被人给逮着了，你就不能收敛点？我在看你，你应该多笑笑，很好看的。谢渊呆愣了一下，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别人这般直白地夸他好看。他转头，视线落在了江明月的脸上。少女仰着小脸迎视他，那句很好看让他脸颊上出现了一抹云霞，眼中却是一片赤诚。你也很好看。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一句话瞬间暴露了自己张扬自信又欢脱的性子。算了，暴露就暴露吧，况且他也不认为自己能瞒多久。他们和谢渊左邻右舍，抬头不见低头见，总是装模作样，那不是太难受了吧？谢渊又愣了一下，很没有想到他会这般回答。你倒是自信。不止自信，还很敢说。我这不叫自信，我这是有自知之明，因我生的本就好看。原来自知之明还可以这般的用啊！谢渊移开了视线，将水桶提了上来。江明月看他把水打了上来，给我吧。我帮你，有些重，你可能提不动。江明月心想，这不是太小看他了？前世因为心脏病的原因，他不能做剧烈运动。今生拥有一个好身体之后，他特别喜欢运动，因此还跟着母亲学了几年舞。虽然是花拳绣腿，可是提上一桶水的力气还是有的。那可不行，举人老爷已经帮了我们许多了，哪好总是麻烦您的。你不必想那么多，再则我这会儿正好无事。江明月看着男人提着水往外走，着急地跟了上去。谢谢举人老爷。我比你虚长几岁，你要是不嫌弃，以后可唤我谢大哥。好，谢大哥。江明月笑盈盈地看着他，乖乖地喊了一声谢大哥。而这一声谢大哥，直接让谢大哥呼吸瞬间乱了。不过只用了几息的时间就平静了下来。当江明月领着谢渊回到家中的时候，看到的是灶房内狼烟滚滚。阿弟，你这是将灶房给点了？我本想先将火给升起来，谁知道这烟这么大。我进去看看。江明月走到灶房门口。算了，等烟没那么大了再进去。谢渊看了一眼站在外头不敢进去的姐弟2人，哑然失笑。他舀了一瓢水，沾湿了手帕，捂住口鼻，端着瓢就进了灶房。一瓢水泼到了柴火上，火熄灭了，自然也就不冒烟了。谢先生，谢谢你。无事，你们买柴时因被骗了，只有半湿的柴点燃后才会有这么大的烟。
以后再去东市买柴，你们可买徐老汉家的柴火。他50出头，皮肤很黑，左边脸上有一疤痕，很好辨认。他的柴火虽比着别人贵上2文钱，却十分耐烧，且没有太大的烟。想的灶房里还空空的，谢渊紧接着嘱咐道：像锅碗瓢盆之类的，你们清早可去东市逛一逛，一般都能买到。米面之类的就去沈家粮铺，沈掌柜做生意很厚道，且不欺生。再就是谢渊零零总总地给江明月姐弟说了许多。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多谢先生，等我们姐弟安顿下来，必将登门拜谢。你们先忙，如需要帮助就去隔壁寻我。这个点来打水可是搬过来了。下午搬过来的。谢大哥，我日后能经常来打水吗？可。咱们按市场价格来算吧，1桶水2文钱如何？可以。谢渊很清楚，如果他不答应的话，江明月以后恐怕都不会来打水了。谢大哥，谢谢您。不客气。江明月觉得对面的谢渊仍还是那个人，他的神色也和往日并无二样，可却感觉他的情绪好像有些不对劲儿。而谢渊也察觉到了少女的视线于自己身上停留许久。在看什么？谢大哥，你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啊？这话一出，谢渊抬起了头，他的心中微微有些诧异，为的是江明月的敏感。人生在世，总会有很多不开心的事儿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心情是咱们自己可以调节的，开心是一天，不开心也是一天，所以每天都要开开心心的，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谢渊看着绞尽脑汁试图安慰他的人，心情突然好了许多。多谢，你说的不错，我实在不该因别人的过错影响自己的心情。你想开了就好。谢大哥后天有时间吗？晚上有。这段时间您帮了我们姐弟很多，不知我们是否有荣幸请你去酒楼吃顿晚饭？买些菜在家里吃吧，方便又实惠。谢渊第一次觉得自己竟是如此体贴而且善于为他人着想的人，只不过江明月的表情怎么有些怪怪的。谢大哥，必须在家里吃吗？可是有什么为难之处？江明月在选择说真话还是假话之间犹豫了几息，最后还是选择说真话。我不会做饭。哈？谢渊好像觉得自己出现了幻听，难道做饭不是生活的必备技能吗？看着面前乖乖巧巧的江明月，好吧，对别人来说或许是的，但他这样的很明显是被父母教养长大，从未吃过什么苦头。你们平日吃饭怎么办？初离开家那会儿，跟着镖局的人吃大锅饭，你都不知大锅饭有多难吃，也不知是不是水的原因，土腥味很重，且少盐又少油的。谢渊在外游历之时，也曾经跟着镖局的人结伴而行过一段时间，整个镖队的人在一起吃饭，饭菜自然是好吃不到哪里去。我和我弟都吃不习惯，且吃了2顿就开始闹肚子了，后来我们就忍着，即便是饿也不吃菜的。谢渊闻言看了一眼江明月，这姐弟2人竟然没有被饿死，还真是奇迹呀。好在除了菜，镖局里头日常啊还有窝头、馒头、饼子之类的，饿得撑不住了我们就吃这些。有些镖师可坏了，会故意往窝头馒头上吐口水呢。谢渊挑挑眉，看着貌美如花的江明月，同为男人，他立刻就明白了那些镖师这样做的原因，可真够瞎做的。你们吃了吗？没有。后来每到一处码头，我们都会下船买一些糕点、果脯和当地的小吃。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心有余悸的，也不知这一路我们是怎么撑过来的。好在你们熬过来了，很棒。是呀，好在我们熬过来了。来到宛平后的日子就好过了许多，向君又来4味楼的饭菜都很好吃的。谢渊心想，那可是啊，君又来4味楼都是他们县里最好的酒楼，那招牌菜乃是宛平一绝呢。我和阿弟嘴馋了，就会去这2家酒楼点上2、3个菜犒劳自己。以后呢？以后你们也准备天天买着吃？自然不是，这段时间我已经开始学做饭了。哦，都学会做什么了？煮粥。煮粥还用学呀？看着说起此事就神采飞扬、一脸自豪的江明月，谢渊颔了颔首。不错。这应该是他迄今为止说的最为违心的一句话了吧？我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呢。看他还挺有成就感的。光喝粥恐怕不行吧？所以我还买了馒头、包子、馅饼之类的。不打算学做菜？好难的，好复杂，我恐学不会，而且我也不想每天围着灶台转。谢渊失语了片刻。好吧，他知道了，这就是一朵需要人精心浇灌的花吗？后天你们买食材，我来做。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后天也可以帮忙打打杂。
我很喜欢做饭，且很享受这个过程。你们请我吃饭，其目的是为了让我开心，所以就按照我的安排来吧。好，到时候我帮谢大哥摘菜烧火。谢渊走进了灶房，将那爆炒好的兔肉盛出了一大半，又将那排骨蘑菇汤倒出来一碗。菜做的有些多，我自己也吃不完，你要是不嫌弃就端回去吃。江明月看着递过来的菜，不争气地咽了口水。他一点都不嫌弃，只不过……小姑娘一双清亮的大眼盯着她手中的菜，明明都拔不出来了，却还犹豫不决。谢渊将碗进一步推到了小姑娘的面前。快接着吧。谢谢谢大哥。要不要尝尝？好啊。小姑娘吃东西虽然很秀气，可是看起来却是极香。看她眉眼舒展，吃的是一脸愉悦，很明显就能知道爆炒兔肉很合她的胃口。等她吃完，谢渊才张口问道：如何？可好吃了，谢大哥你厨艺真好。谢渊嘴角上勾，笑了一笑。你喜欢就好。送走江明月，关好院门。本没什么食欲的谢渊想到江明月刚才吃的那么香，突然就有些饿了。他将剩余的兔肉盛出来放于桌上，开始慢慢的吃起来。味道的确不错。一个馒头进了肚，谢渊这才意识到了一件事情，自己的心情变好了。本来从谢家村回来，他心中满是暴烈和杀意，可是现在呢，他却是心情愉悦，吃嘛嘛香。怎去了这么久？在谢先生的书房读了会儿书。以后清晨我都可去谢先生那里读半个时辰的书。真的是太好了，看来谢大哥很喜欢你呢。他看着弟弟脸上并没有多少喜色，于是问道：怎么了？阿姐，我心中有些不安，咱们和谢先生非亲非故的，他为何要处处照拂咱们？你是怕他别有所图？你觉得你身上有什么是他可图谋的？江明红闻言沉默了。没有，对不对？你可还记得杨大哥？江明红知道姐姐说的杨大哥是镖局里的杨镖师。记得。从咱们进入镖局，他就处处关照我们。我可以说，如果没有他，咱们走不到宛平。阿爹，这世上有坏人，但好人总比坏人多。况且我弟弟聪慧又好学的，也许谢大哥只是起了爱才之心呢。姐姐的一番话暂时打消了江明红心中的疑虑。今生也和前世不一样了，他不应该用前世的目光来看今生的谢渊。况且前世他所了解的是35岁的谢渊，而现在的谢渊才21岁。多谢姐姐，弟弟明白了。你先自己看，有不懂的再问我。是。江明红恭敬地接过书，打开来，发现竟是前10年各县同生试的考题，顿时一惊，也不知谢渊是如何收集到的。静心。江明红当即收敛心神，专心致志地看了起来。谢渊看了一眼专心致志看书的江明红，已经起身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灶房里，谢渊看着面已经发酵好，着手开始做馅饼。肉馅儿是江明红来之前他剁好的，腌制了这么久已经入味了。平日里他的早饭大多是1碗粥1个馒头，外加上1个煎蛋，很少像今日这般麻烦又费时。但是谢渊今天却是乐在其中。我已吃好早饭，吃了再回去。多谢先生，不过阿姐还在等我回去，改日再陪先生一起吃早饭可好？谢渊点点头，端起了早就装好的馅饼递给了江明红。多做了些，你拿回去吃吧。江明红本想拒绝，可是这馅饼实在是太香了。多谢先生。江家灶房里面，阿姐在煮什么？牛乳，刚才去东市逛了逛，看有卖牛乳的就买了回来。江明月看着盘子里的馅饼，谢先生给的。这么多牛肉，阿姐打算怎么吃？买的时候光想着牛肉水饺、红烧牛肉好吃了，离开东市我这才想起来我不会做。你将这些加牛肉、牛骨一并送去给谢大哥吧。成。谢渊送走了江明红，提着篮子来到灶房，先将牛乳取了出来。他吹了吹上面的热气，喝了一口，还不错。看来那丫头除了煮粥，现在又学会了煮牛乳，还有鸡蛋呢。谢渊坐下来，一口牛乳一口鸡蛋，辛辛苦苦自己做出来的馅饼反倒是一口都没动，好像那鸡蛋牛乳比他做的馅饼还要好吃。姐，谢先生会留下来和咱们一起吃晚饭。好，快去陪谢先生吧，我在灶房吃。
谢先生这里不用刻意避嫌，在谢先生的心里，姐姐和我并无太大的差别。什么意思呀？虽说不用刻意避嫌，但是自己已经及笄，到底没有入正堂。再就是吃饭的时候，为了江明月的名声着想，二人特意的敞开了大门。我和阿姐之前去君佑来吃饭，她每每都会点上一盘红烧牛肉。大厨做出来的虽然好吃，但远比不上先生做的。先生这厨艺这般好，可是跟师傅学过。看着丫头果然很喜欢吃红烧牛肉。倒不曾特意去学过，只是做法不复杂，吃个2-3回也就会了。灶房里，江明月听着正堂里说话声音不断，也知道气氛不错，收回视线专心吃饭。这红烧牛肉做得太合他的胃口了。1刻钟之后，江明月看着二人吃完，他走出了灶房。家里也没备什么菜，如有招待不周之处，还请谢大哥见谅。我不挑，且粥很好喝。谢渊觉得他煮的粥很好喝，江明月瞬间成就感满满。那我明日清晨多煮一些，让阿弟给你送去，谢大哥就不用特意煮粥了。好，明日清晨我用牛肉包子和你们换。不用，那怎么好意思？该不好意思的是我，毕竟牛肉是你们买的，就这样说定了。江明月二人送走谢渊。你之前说在谢大哥心里，我和你并无多大区别，是什么意思啊？江明红沉默了，他觉得答案并不是姐姐想要听到的。有日我和谢先生闲聊时谈起姐姐，他说你灵动又活泼。他还挺会夸人。阿姐觉得灵动又活泼这2个词汇像是在夸一个积极的姑娘。姐姐才16岁，的确还是个小姑娘嘛。阿娘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和爹成了亲了，还能不能好好聊天了？江明月撅着嘴不高兴了。江明红右手捂着嘴回了屋子。闺房里面，江明月站在镜子前照了又照，镜中的少女玲珑有致，脸上虽然还有点婴儿肥，但她身体发育的已经很好了，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小姑娘。她埋汰谁呢？哼！谢渊可不知道，因为这一句话，他将江明月给得罪了。将板车上的这些东西一并送去谢先生那儿。好吧，连谢大哥都不叫了，姐姐果然是故意的。阿姐，是不是有些多了？谢先生说让咱们准备食材，又没有说都准备哪些食材，那我自然是多多益善啦。可是……别可是了，快送过去吧，阿姐等你回来吃早饭呢。江明红只好望着走开的姐姐哦了一声，惹不起呀，惹不起。佳姐也不知该准备些什么，就都买了一些，先生看着安排即可。谢渊觉得自己应该早就想到，看来采买的事情日后还得他来呀。阿姐，你换身衣裳如何？我这样穿不好看吗？好看，但是……好看就行，快走吧，不要让谢先生等久了。如果知道那句话对姐姐刺激会这么大，他江明红绝不会说，可惜现在后悔也晚了。二人来到谢家灶房内，谢渊听到敲门声，知道是姐弟二人来了，走出灶房。他一眼就看到了江明红身后的那个少女。如果世间有妖精的话，谢渊想一定是江明月这样的，让人甘愿付出生命。他这安分了21年的心，就随着江明月的靠近不受控制的快速跳了起来。平日里毫无动静如同死物的传家宝，在这一刻更是迫切的想要证明它的存在。谢渊修长的手开始慢慢的握成了拳头，他极力压下了心中的蠢蠢欲动，为了避免自己失态，克制的移开了视线。屋里请。谢先生，这段时间您帮了我们甚多，我和小红心中不胜感激，略备薄礼，表表心意，盼望你能收下。谢先生。谢渊立刻感觉到他语气中微妙的变化，客气之中又带着一点点礼貌的生疏。这昨日不还好好的？不必客气，小红是个聪明又好学的孩子，我很喜欢她。江明红闻言适当的露出了些许欢喜。谢渊关照我们，真的是因为喜欢我的缘故？今日登门除了表示感谢，我们姐弟还有一件事情想和谢先生商量。但说无妨。家里这边已经安顿好了，我想明日就送阿弟去御史私塾，不知可否？于是私塾一共有12个班，你有2种入学方式。第一种是由我推荐，你不用考试就可入于氏私塾，但最多只能入丙班。丙班1年的束修加上其他开销大约需要30两，书籍另算。这第2种就是由我推荐，你参加甲班入班考，一旦考过，不但束修全免，
每月1至3名，还有纸、砚、笔等奖励。你不妨考虑一下，是入丙班还是甲班？先生的建议呢？以你现在的学识，入丙班已学不到什么有用的东西。如果你不想浪费时间的话，就入甲班，努力攻读1年，明年的童生试应不是问题。只是童生考吗？2辈子的经历加在一起，还要刻苦攻读1年才能考中童生。看来前世弟弟并未科举入仕，发生了何事，让他改变了人生的规划？和小姨他们有关吗？好，我听先生的建议，愿意参加甲班入学考。你随我来。江姑娘，可否帮我淘洗一下野菜？江明月哦了一声，转身进了灶房。这是甲班上月考试的试题，入学考的话，难度英语这差不多，你做完后再出来。是。谢渊看着江明红已经沉浸在考题之中，悄无声息转身走了出去。小红在做题。江明月哦了一声，往外走时，男人突然后退了一步，也不知道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正好挡住了他的去路。江明月抬头，有些疑惑地望向谢渊。再生我气，为何？再生我气，为何？谢渊目光直直地看着他问。江明月轻轻地咬了一下嘴唇，脑袋一低，留给男人一个后脑勺。今又被他看穿了，我的表现有那么明显吗？男人低沉的声音响起的同时，一个高大身影突然笼罩住了他。江明月下意识地抬头，这才发现谢渊不知何时已经走到自己身前。这么近的距离让江明月心中有些不安，他抬脚之后后退2步。你说我灵动又活泼？那软绵绵的声音里带着纸腔，大大的桃花眼看着他时透出了些许的委屈，好像他欺负了他似的。虽然这一刻他很想很想。我不是小姑娘了。谢渊的视线有点不受控制了，扫视了一眼他那波涛汹涌的胸，声音暗哑道：急了鸡，的确不是小姑娘了。察觉到自己想得越来越过分，谢渊缓缓地吐出了一口灼热的气，脑子冷静下来的同时，开始收拾好自己情绪。再开口时，声音已经恢复了正常。很在意我的看法。江明月反应过来，再次低下头。谢渊心情极好，翘了翘嘴角，并未继续追问这个问题，免得他恼羞成怒，以后见到自己就躲了。我为之前所说的话向你道歉。没关系了。听到谢渊转移话题，江明月突然松了口气。以后不要这样穿了。为何？江明月有些不解。不好看吗？不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婉平并不像你想的那般安全，像我这样的正人君子并不多，你可懂？男人的视线在他身上流连，眼中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悠悠的看得人心里发慌。江明月垂下眼帘，避开他视线。懂了。看着他有些局促不安，谢渊让开了道路。去洗野菜吧。江明月拿着盆篓飞快于他身边走过去。谢渊并没有马上进灶房，视线虚停在那道纤细的身影上，很久没有挪开。直到一阵清风吹来，他深吸了口气，压下所有的躁动，进厨房准备晚饭。水井边上，江明月打水清洗野菜的时候，脑海之中不由得浮现起谢渊刚才看向自己的眼神，有一种被他视线灼透的感觉。谢渊处理好了河虾，望着还在清洗野菜的人询问了一句：洗好了吗？洗好了。谢渊想，自己要是不催促一声，他恐怕还不知要洗到什么时候。看来刚才吓到他了。帮我烧火吧。这些河虾你想怎么吃？买虾的时候光想着要为难他，并未想着要怎么吃。这虾挺大，清蒸如何？谢渊看少女没什么主意，就商量道：好。这是什么？我称为果醋。去年游历时跟着几位朋友进山，偶遇一山泉水十分干裂，就摘了些山果酿了些果醋。没想到谢大哥还会酿醋呢，真了不起。听到他的语气恢复了往日的亲近，谢渊抬头看着他，饱含深意地说：醋很好酿，你要是想学，日后我可教你。江明月并未听出他话语中的深意。你刚才给我的茶水也用了果醋吗？不是果醋，而是果醋中的山果，喜欢？江明月重重点头。灶房里还剩一些。谢谢。谢渊垂眼看着粉唇贴着竹杯喝茶的人，喉结耸动了一下，他移开了视线。
鱼红烧还是清蒸？红烧吧。谢渊轻轻地嗯了一声。江明月喝着茶，视线有点不受控制地落到了谢渊的身上。没想到他看起来很瘦，身材还挺好。在看什么？低沉声音响起的那一刻，江明月心中一跳。看到谢渊并没有抬头看他，江明月缓缓地吐出一口气，胡乱地找了个理由。在看你怎么做鱼。学会了吗？没有。江明月说完，低头专心地烧火。谢渊扫视了一眼他那微红的脸，嘴角微微地勾了一勾，然后又迅速放平。第二天，姐弟二人换上了相对体面一些的衣裳，这才出了门。谢渊背靠墙看书的时候，听到隔壁的门响了，他并没有马上分神去瞧，专注地看完这一页，一转身对上了江明月那明亮干净的眸子。谢大哥。谢渊温和地颔了颔首。走吧。三人来到于氏私塾，江明月停下了脚步，目送二人进了私塾，这才离开。阿姐，我通过了考核，明日某时去私塾读书。我弟弟真棒，明日都去带些什么？四书、笔墨纸。笔墨纸家中有的，下午姐姐陪你去买四书。不用，归来时谢先生赠了我一套四书，还将日后的读书时间改到了虚时。谢大哥可真是个好人，日后若独有所成，千万不要忘记他今日的恩情。我记下了。如果他真的只是惜才，没有任何图谋，自己自然会将谢渊当作恩师敬重。可是如果……这是我刚买的粗使丫鬟，名唤石榴。石榴，这位是少爷。奴婢见过少爷。这丫鬟品性不错，为了家人肯自卖自身，说明她心地纯良又孝顺。这样的人，咱们用着也放心。据红所知，今日并无先生的课，先生怎起得这般早？我与栾大夫约好，今日一起上山采药。哦。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了胡同。焦明红来到私塾，向他打招呼的人络绎不绝。2辈子经历让他明白人脉有多么的重要，所以他虽然才来几天，但是甲班里大部分的人他都已经认识了，而且能说上几句话，当然沈瑜除外。不过他倒是一点都不着急，因为他相信他一定会成为沈瑜的朋友。你有段时间没来医馆坐诊了，近来很忙？的确有点忙。栾毅好奇地问了一句。在忙什么？教徒弟。你竟收徒了？可是那位少年神童沈瑜？不是他。那是谁？日后你就知道了。栾毅看着从他身边走过去的人，跟上了他。总感觉你近来怪怪的呀。谢渊笑了笑，并没说什么。还不到时候。下午，栾毅从山上下来，看着谢渊没好气地说：让你采药采药，你倒好，一点也不上心，非摘什么山果。这季节的山果有什么好吃的？又涩又酸，我不吃还非让我吃，牙都倒了，晚上我还怎么吃饭啊？喝粥。下次就请老夫我再带你进山。谢渊看着走得飞快的人，笑着跟上前去。饭后，焦明红来到了隔壁。可吃了？已经吃过了。那你先进书房，我稍后就来。书房内，焦明红找书的时候，这才发现后墙上竟挂着一幅画。这是沅江湖，难道谢先生之前还去过他们那儿？先生去过沅江府？昔日游历路过沅江府，曾停留过几日。这幅画画的应该是先生游湖时的场景吧？谢渊轻轻地点了点头。焦明红看他眼神温和地看着画卷中的少女，于是好奇地问了一句：水中的这位姑娘？她是我的救命恩人。恐怕不仅是救命之恩那么简单吧，不然的话他的眼神不会饱含深情。难道前世他没有娶妻，并不是因为朝阳公主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已经有了心悦之人吗？没有等焦明红细想呢，谢渊把他叫到了书桌前。学习中的时间过得飞快，转眼虚时已过大半。先到这里吧，很晚了。今日进山摘了些山果，你带回去吃吧。多谢先生。掌柜的您好，店里招人吗？我懂刺绣，熟悉各种的布料，且会简单的心算，应能适应这一活计。姑娘不是我们本地人吧？我来自沅江府。江明月将之前那套说辞给掌柜又重复了一遍，只不过这一次他又加了一些，告诉掌柜的他已经定了亲，
他的未婚夫功名在身，在书院求学等等。你会刺绣？会。江明月拿出了自己的绣帕，递给了掌柜。好绣工。关键是他的绣品很有灵性，看起来栩栩如生。你有这么好的绣工，怎么不想着做绣娘？怕伤着眼睛，也怕累着手。当伙计也很辛苦，却很有意思，且这苦我能吃。那就先试10天，如果你能坚持下来，咱们再签契约。多谢掌柜的，我一定好好干。我姓韩，他们平日都叫我韩掌柜，你怎么称呼？我姓江，名明月，在家时大家都唤我明月。韩掌柜点点头，将3个伙计都叫了过来，介绍他们认识之后，和江明月说了明日上工的时间，然后就又忙了起来。离开锦绣坊前，听掌柜说道：尽快学会我们这边的方言。语言不通的确是一大障碍。我在县里找了一份活计，明日就去上工。江明红闻言有惊无喜，他本欲反对，可是看着一脸雀跃的姐姐，反对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阿姐怎想着要找活计了？一是不想虚度光阴，2就是想尽快融入宛平，3则是为了掩人耳目。大家都知读书是个很费银钱的事情，而咱家又落了难，如果我不找份活计，岂不是告诉别人咱们手里有钱吗？姐姐的理由很充足，充足到江明红也不好反对。姐姐找的什么活计？你可还记得锦绣坊？记得。宛平最大的绣坊，之前她和姐姐曾经进去买过布料的。我日后会在锦绣坊当伙计。江明红闻言心疼地看着姐姐。阿姐，当伙计会很辛苦的。姐姐可是爹娘教养长大的江家大姑娘，即便他们现在落了难，她也不想姐姐去受这份罪。如果你想找个事做，咱们可买个铺子自己经营。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咱们人生地不熟的，开铺子哪有那么容易啊？况且我也不想操那份心，现在这个活计就正好适合我。阿姐，你已经积极，这样整日抛头露面不好。之前在家的时候，爹娘就不打算让我嫁出去呢，现在家里出了事儿，你又小，我就更加不能嫁出去了。况且我也不想嫁人，所以也就无所谓抛头露面了。嫁不嫁人，咱们日后再论。阿姐长得虽然不是倾国倾城，但也称得上是国色天香。锦绣坊生意好，每日进出的人不知有多少。如果这些人中有人起了贪念，存了强取豪夺之心，咱们该怎么办？你说的这些我也考虑过了，日后出门我都会化妆，遮一下自己的容颜。再就是我已经告诉掌柜的，我定了亲，未婚夫有功名在身，且在书院求学，这一消息慢慢就会传开的。有这么一位未婚夫在这儿，一般人想来是不敢打我主意的。谢大哥，我来给你们送牛乳。少女乖乖地站在那儿，右手端着一个小托盘，里面放着2杯还冒着热气的牛乳，还有着一小碟摆放的很好看的点心。这些东西被她举着的时候，显得是那样的温馨和美好。你们晚上还要学习，辛苦了，要多补补。谢谢，进来吧。江明月走进小院子，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到了谢渊身上。他肩膀宽阔腰窄，穿的虽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长衫，却是很好看。果然，长得好看的人穿什么都好看。江明月随着男人走了几步之后，视线落到眉头紧蹙的弟弟身上，他停下了脚步。谢渊听到一直跟在他身后的脚步声没了，停下脚步，回头询问地望向了江明月。阿弟在看什么？很难吗？随着少女靠近，谢渊嗅到了一股淡淡的清香。昏暗之中，他并没有注意到她裙摆正垂在了自己鞋上。谢渊垂眸扫视了一眼左右摇曳的裙摆，只感觉喉咙有些发痒。不难，只是他还没有领悟。哦。江明月并没有听出来谢渊的声音带着一丝暗哑，他只是随着男人走了几步，发现是正堂的方向，不解地望了一眼。不应该是书房吗？小恒正在认真看书，咱们还是别打扰他了。谢渊语气极为自然，一副我为小红好的样子。好。天黑注意脚下，我去点灯。喝水吗？江明月轻轻地摇了摇头。谢渊转身打开抽屉，拿出里面的油纸包，递给了江明月。江明月看着鲜红欲滴的樱桃，忍不住地吃了一个。很好吃呢，谢谢谢大哥。红色的汁液仿佛染上了他粉唇，分外的水润诱人。谢渊只觉得自己口干舌燥，他移开了视线，端起竹杯喝了一口。街上有卖的了吗？我怎么没瞧见？这是私塾里一位夫子给的，他家樱桃成熟比较早，街上樱还没有开始卖。江明月闻言
觉得手里的樱桃有些烫手，第一时间就杵到了谢渊面前。谢大哥也吃。你吃吧，我不爱吃。哦。江明月瞬间淡定，这樱桃真的很好吃呢。谢渊喝的牛乳视线直直地落于少女身上，她真的很好懂，而且极其单纯，就这么相信自己的话。不知对别人，她是否也是这样的，没有一点警惕之心。谢大哥，是不是有话要说？你能教我说婉平话吗？一再麻烦谢渊，让江明月挺不好意思的，所以他的声音此时非常小。声音虽小，可谢渊还是听清楚了。他并未立刻就答应下来，虽然他很想。怎突然想起要学婉平话了？我找了一伙计，需要和人打交道，客人们大多数都是说本地方言，我听不懂，和他们沟通起来有障碍，所以要尽快学会说婉平话。谢渊闻言皱起了眉头，第一反应就是反对，太不安全了。可是反对的话到了嘴边，他又咽了下去，因为没有立场。他现在终于知道江明红刚才为何心不在焉了。我知我有些冒昧了，谢大哥就当我没有提过此事。很晚了。我并未觉得冒昧。啊？手里没钱了？江明月摇摇头。那为何要找伙计？江明月再次低下头。我想成为弟弟的依靠，想要尽快成长起来，也想尽快的融入婉平。这句话触动了谢渊，他想到了自己的姐姐，那个努力的要为他撑起一片天的姐姐。你们都是个好姐姐。你们？我可以教你。谢谢谢大哥。找的什么伙计？到锦绣坊当伙计。锦绣坊他是知道的。在那里当伙计要保护好自己。谢渊最终是没忍住提醒了他一句，也不怪他这般的不放心，主要是他长得太招人，而且已经及笄。别的姑娘像他这般大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等着出嫁了。想到这儿，谢渊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这么久以来他竟忽视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之前家中可有为你说亲？谢渊好像只是随口一问，但他紧握竹杯的手却是出卖了他。他的心并无表面上那般的风轻云淡。江明月不明白话题怎么突然就转到了自己人生大事上。没有。谢渊突然就松开了竹杯。我性子软，这些年从未吃过什么苦，一直无忧无虑的。爹娘担心我嫁出去后会被夫家欺负，就想着为我招个夫婿，所以一直没有给我议亲。谢渊心情颇好，勾了勾唇角，又迅速放平。甚好。谢大哥呢？怎么是孤身一人？谢渊有功名在身，长得好看，性格又好，按理说早就该成亲了。要知道在这个时代，20多岁还未成家，那已经属于大龄剩男了。一直都没碰到喜欢的，我不想凑合。他以为他的人生会像之前规划的那样一步步的前行。谢渊看着面前的少女，其实遇到她是个意外。人生漫长，的确不能凑合。江明月说完，察觉谢渊的视线在自己脸上停留了许久，他睁着那双清澈的双眼，困惑地回视男人。谢渊薄唇轻启，突然就说了一句宛平方言。江明月的表情更加困惑，因为他一个字都没听懂。谢渊脸上露出一丝温和的笑。婉平话，我来教你说婉平话。好。这就开始了。其实江明月都没有准备好呢。男人的声音很清朗，教的也很好，江明月听得津津有味，学的也很认真。时间就这么一点一滴的过去了。江明月连弟弟什么时候进来的都不知道。很晚了，今晚就先学到这里。江明月哦了一声，这才发现弟弟。学习结束啦。江明红嗯了一声。那咱们回家吧。今日多谢谢大哥，晚安。晚安。姐姐和谢先生是怎回事？我在跟着谢大哥学婉平话呢。江明月将学婉平话的原因给弟弟说了一番。困了，早些睡吧，明日咱们还要早起呢。这些时日，谢渊对他们姐弟太好了，好到让他感觉很是不安。难道谢渊真的无所图吗？卯时1刻，天边虽然刚出现一丝亮光，但是锦绣坊已经开门了。早上好。早。韩掌柜韩兰兰抬头看着江明月，竟愣住了。你的脸？我特意画的，这样安全些。这倒是个聪明人呐。
卯时2刻，店里的人已经全部到齐了。这时已经陆续有客人上门，江明月并没有去争抢客人，而是跟在他们身后，一边听一边学。等到店内的客人多了起来，他这才去招待客人。当日头缓缓地移到头顶，弟弟江明红和小伙伴们分开，第一时间赶往了锦绣坊。这时姐姐正和一个中年妇女在说话，温声细语，脸上挂着礼貌而又得体的笑，介绍各种布料如数家珍，一点都不胆怯。这样自信认真做事的姐姐是他从前从未见过的。这一刻江明红只感觉姐姐很陌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姐姐很好，眼中透着光，也更加鲜活。暗暗地看了一会儿，他并没有打扰姐姐。走出绣坊时，他好像看到了一抹很熟悉的身影，只可惜那身影一闪而逝，他并没有看清楚。再说街角处，谢渊看到江明红离开了，这才从暗处走出来，他再次望向了锦绣坊。正如他之前所想的那样，进出锦绣坊的大多是女客，人员并不复杂，而且这些人比他想的还要好招待。谢渊躲在暗处观察江明月在锦绣坊里和顾客相处起来很是得心应手，即便是语言上有障碍，他也都克服了。江明月虽然看起来很柔弱，可是谢渊发现他比自己想象的要坚韧，特别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浑身都好像散发着光，耀眼到让人有些移不开眼睛。观察了2个多时辰，看到江明月在这里适应得很好，谢渊正准备离开，就见江明月随着一个客人走了出来。慢走，欢迎下次光临。这一次谢渊并没有躲藏，所以江明月一抬头就看到了他。少女先是惊，紧接着就是喜，他笑着朝他招了招手。谢渊轻轻的颔首，不得不承认，看到江明月如此欢喜，他的心情也跟着很好。谢大哥，你怎么在这儿？去药堂路过这里，想到你在这里当伙计，就停下来看看。现在走得开吗？走得开，中午有2刻钟的休闲时间。一起去吃午饭。虽说不合规矩，但谢渊还是说了出来。好啊。来2碗阳春面。嘿嘿，马上就来。江明月在谢渊对面坐下，望着滚水冒泡的锅炉，热气混着面香阵阵扑来，他的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更加饿了。谢渊看着江明月望着锅炉直咽口水，只怪自己考虑不周，刚才应该先给他买些吃的垫垫肚子。稍等片刻，马上就好。一杯水进肚，因为说了一上午的话，有些干的嗓子得到了一些滋润。谢大哥怎会学医？是因为喜欢吗？不是，是因为有人告诉我学医可以赚钱。赚钱？读书是个很费银子的事，如果直接行商贾之事，会被其他读书人排挤看不起。可我又需要钱维持生计，行医是最好的选择。哦。谢渊的事情，江明月之前听牙行里的伙计提到过一些，他知道寒门弟子想要读书有多难，更何况谢渊得完全靠自己，不用想也知道他以前应该吃了很多很多的苦。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一切的苦难都已过去，谢大哥将来一定会仕途平顺，阳关万里，鲜花沿路开放。借你吉言了。二人说话之间，老板端着2碗热气腾腾的面放到了桌子上。2位客官慢用。多谢老板。哎，不客气。吃吧。看着双眼明亮吃得很愉快的少女，谢渊声音很温和。喜欢。离开元江府后，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正宗的阳春面呢，太好吃了。要不要再来1碗？其实这1碗面也挺多的，再来1碗他可能吃不完。而谢渊就像他肚子里的蛔虫一样。咱们可以分着吃。这是不是有些不妥？可是看着谢渊一派自然。那就再来1碗。谢渊点点头，当即又朝老板要了1碗。他不算太饿，所以捏着筷子欣赏了一会儿吃饭的少女。江明月吃的虽然快，却是一点都不粗鲁，反而是极其优雅，而且因为吃得很香的缘故，看着也很下饭。连谢渊都觉得这面比平时要好吃一些了。对不起，我睡着了。没关系。谢谢。谢大哥，咱们开始吧。谢渊扫视了一眼被他放在腿上的薄毯，嗯了一声。二人先复习了之前所说的方言，然后谢渊才开始教新的，只不过今日并未教那么多。
好了，今日先学到这里，早点回去休息吧。江明月嗯了一声，起身时却忍不住地打了个哈欠。很累吗？我倒也没觉得累，今日应是喝了酒的缘故吧。我先回去了，谢大哥晚安。晚安。目送少女离开之后，谢渊将宝毯放回了卧房，这才去了书房。晚间，躺在床上的谢渊闻着身上宝毯散发出来的幽香，他缓缓地闭上了双眼。这天晚上，他再次做了一个香艳无比的梦，只不过对比上一次，这次的画面更加清晰。清晨，谢渊起来，看着已经不能再睡的被单，他神色平静地换了下来。小妹妹，是你呀？姐姐好，这是我阿娘。婶子好。我夫家姓林，不知姑娘如何称呼啊？我姓江。原来是江姑娘啊！前几天多谢你了，帮我们找回了手链。那手链虽不值什么钱，却是先夫留给小菊的唯一一件东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再次谢谢你啊！举手之劳而已，林婶子不必客气。其实我早就想来了，可一直都没有抽出时间，就拖到了今日。自家做的，还望江姑娘不要嫌弃啊。林氏说着，拿出了一个纸包，塞进了江明月的手里。这怎么好意思？我不能要。收下吧，不值当什么的。江姑娘不收，可是看不起这点吃食。姐姐就收下吧，这是我娘做的豌豆糕，可好吃了。三人这边的情况早就引得店内其他人的注意。吴梅听了一会儿三人的对话，视线在小姑娘身上打了个转，也不知想到什么，轻哼了一声。林氏二人盛情难却，江明月最后只得收下了豌豆糕。二人说了一会儿话，他才拉着闺女离开。而林氏母女离开之后，吴梅立马来到江明月的面前。有些人呐，仗着自己长得好看，天天像只鸡似的到处搞关系，难怪那么瘦，脑袋都钻尖了。明月，过来。伙计贺婶朝明月招了招手，江明月直接无视了吴梅，走到了贺婶面前。婶子，可是有什么事？刚才吴梅跟你说什么了？没什么。我听到了一点儿，她又是发癫是吧？真是有毛病，口水吐不出什么好话来。别搭理她啊，仗着自己丈夫是东家跟前的管事，就拽得不得了，在我们面前摆什么谱啊？你呢还未出嫁，和他争吵起来，无论谁对谁错，对你的名声都不好。谢谢贺婶，我晓得啦。这吴梅虽然话说的难听，不好相处，但是这个贺婶和另外的一个伙计王栓都是极其好相处的人，这段时间没少帮他。接下来的半个时辰，吴梅抢了他几个客人，每次抢完都挑衅地看着他。江明月没有和他置气，因为太忙了，直到中午没了客人，他们才有空休息一会儿。你们要是喜欢，往后可去东市照顾一下林氏的生意。掌柜的和他很熟吗？林氏绣工不错，年轻那会儿常来咱们店接活，接触的多了，也就知道了他的一些事。他命不好，年纪轻轻的就守了寡，家里的担子就这样全都压在了他的身上。她是个坚韧的，即便丈夫死了，也没有让儿子退学，一直刺绣供儿子读书。后来他眼睛渐渐就看不清东西了，他那个儿子是个孝顺的，考中童生后就在县里谋了一个差事，从那以后就不准他再接绣活了，还请了药铺的大夫给他看眼睛。刚才我们闲聊了几句，知近来他儿子要参加府试，没空管他，他就悄悄做些糕点出来卖，补贴家用。姓林，那他儿子可是叫林寒山？对，你知道他儿子？知道，和我侄儿一个私塾，很有名的。那孩子求学的时候非常节俭，那练字的纸都是反复用的，为了省钱，从来不在外面吃饭。贺婶接下来又说了些什么，江明月已经听不清楚了，因为他想到了谢渊。谢渊和林寒山一样都是寒门子弟，林寒山最起码还有母亲供他读书，而谢渊一路来全都靠他自己，也不知求学那些年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现在他哪怕成了举人，依旧会在药铺里坐堂，在书院里教书，这说明他手中应该是不丰的。想到往后他还要参加会试，又需要很多钱，江明月突然有些后悔，自己当初买宅院的时候不应该和他讲价呀。那要怎样才能把钱给他呢？
江明月跟着谢渊学习宛平方言的时候，偷偷的看了谢渊一眼，而谢渊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想看就大大方方看，我不介意。男人揶揄的看着他，眼底隐隐带着笑，成功的让江明月红了脸。可是有什么事？江明月摇了摇头。谢大哥，你真好。突然被夸的谢渊笑了，深邃的眸子里温和的看着他。哪里好？哪哪都好。谢大哥让我阿弟在这读书，现在又教我宛平方言，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了。如果您不嫌俗的话，我给您些钱吧。如果是束修的话，我的束修可不低。500两够吗？谢渊看着少女巴掌大的脸上写满了认真，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怎么，觉得我缺钱？你不缺钱吗？你是怎么得出我缺钱的结论的？谢渊颇为好奇。今日我们店里来了一位姓林的客人。他有一儿子。江明月小嘴说了很多。谢大哥现在都是举人了，还在药铺里给人看病，又在私塾里当先生，所以……说到最后，他抬头飞快地看了一眼对面的男人。那翟月你标的价并不高，可我却还下去那么多，挺不应该的。看着自责愧疚的江明月，谢渊却是很高兴，他在为自己着想呢。谢渊抬起手来，犹豫了片刻，还是没忍住的放到了江明月的小脑袋上，轻轻的揉了一下。和他想象的一样，手感极好。他就像是做贼一似的，在他没有反应过来之前，又把手缩了回来。没有考中举人之前，我手里的确不丰，但考中举人后，我就不缺钱了。看着少女一脸的懵懂，你可听过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句话？江明月轻轻的点了点头。我中举后，宛平的富户、码头那边的地主、有脸的商户全都来了，他们送来了很多金银珠宝，还有很多房契地契。江明月闻言恍然大悟。我虽没有全收，但有些是推脱不掉的，所以我并不缺钱。况且在外游历的这3年，我赚了不少。回到宛平后，之所以到于氏私塾教书，更多的乃是还人情。当初我在于氏私塾读书时，私塾里的于老先生帮了我很多。至于到药堂坐诊……谢渊顿了顿，看着认真倾听的江明月，并没有隐瞒他。药堂是我和栾伯父合开的，作为另一个东家，我自然要常去看看。江明月的眼睛睁大，看着谢渊，他惊呆了。这是江明月怎么都没想到的事情。我现在或许没有富商富，但绝对不缺钱，所以不要胡思乱想了，知道吗？谢渊微微低头看着他，深邃的眼底闪过了一丝柔情。我晓得了。谢大哥相识以后，为何没有参加会试，而是出去游历呢？我这游历不但辛苦，且是件很危险的事情。毕竟游历的过程中什么都可能遇到，迷路、碰到山匪黑店、坐的船翻了等等。之前在家的时候，江明月就听到了几起这样的事情。因为那时我没有把握考中进士，若是天佑于我，说不定可以再榜。当然最大的可能是落榜，如果仅落榜倒也罢了，怕我极有可能落到后面，再榜却为同进士。江明月知同进士，俗话说得好，同进士如夫人。真要是当了同进士，以后就没有科考的机会了，并且只能做小官，仕途上几乎没有上升的空间。像谢大哥这样的人，中了同进士又岂会甘心呢？那时我的老师与我说，我的文章实册都没问题，但身上还欠缺一些东西。江明月想了想，有些不确定地问他：阅历？聪明，我欠缺的就是阅历。老师说我的文字太过空洞，缺乏灵性。他告诉我这个世界很大，趁着年轻不妨出去走走。这应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不错，老师让我边走边看边想，这样我的文章诗才会有所突破。谢渊和江明月说了一番出去游历的原因，这时江明红走了过来。回去休息吧，明日再来学习方言。谢大哥，晚安。4月19日清晨，江明月早早的就出了门，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去锦绣坊，而是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东市。自从知道了林氏的情况，他就经常来这里照顾他生意。你是林公子？林寒山只是看他一眼，就很守礼的收回了视线。姑娘可是姓江？江明月点点头。林寒山将早就包好的豌豆糕递给他。多谢江姑娘帮我阿妹找回了手链，也多谢你照顾我家生意。林公子不必客气，婶子今日怎么没来？阿娘有些咳嗽，我就没让她过来。严不严重？可请大夫瞧过了。多谢江姑娘关心，请过大夫了，也抓了药。江明月点点头。
想到他前几天刚考的府试，祝你榜上有名。谢姑娘吉言了。江明月离开之后，林寒山这才抬起头来，他又看了一眼阿娘时常夸奖的姑娘，然后才收回视线，专心的卖糕点。随着天越来越暖和，锦绣坊内是一天比一天忙。夏天马上就要来了，手里有余钱的都想买上几尺布，做上一身下山穿。每日招待的人挺多，天气又有些热，难免会有些心浮气躁。江明月还好，他性子一直都很好，招待起客人来耐心十足，即便有时候客人有些难缠，他也不会表现出丝毫的不悦。但吴梅就做不到这一点。当吴梅再次和一客人争执起来之后，明月，你来招待吴梅的客人。吴梅，你随我来。江明月看到吴梅走之前，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得，这梁子又结下了。不过他也不怕，他花了一炷香的时间将客人安抚好，又根据客人所需要裁布时多裁了一些，将笑容满面的客人送出锦绣坊回来之后，这人有不足的地方，还是要多跟人学习，谦虚一点。吴梅把脸一侧，并不当回事儿，只是看向江明月的目光越发的不善了。哟，布剪坏了，那你可真是够不小心的，连这点事儿都做不好。吴梅挑衅的看他说了几句风凉话，哼着小曲儿就离开了。江姑娘，这布我再给你重新剪。哎呀，我刚才看得很清楚，那吴伙计是故意的，往后啊，你防着他点儿。多谢您提醒，我晓得了。江明月将客人送出了锦绣坊，揉了揉疼得有些麻木的胳膊，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有时锦绣坊下工之前，江明月将布料的事情告诉了韩掌柜，只字未提吴婶。他赔了16文钱之后离开了锦绣坊。贺婶看着江明月走了，他来到柜台前，哎呀，兰兰呐，这样长期下去也不是个事儿，这吴梅近来太过分了。我知，容我想想办法。听你声音有些哑，喝口水润润嗓子。谢谢。胳膊受伤了。男人虽是在询问，却是肯定的语气。江明月心想，他还真是心细如发呀。不小心撞了一下。可抹药了？还未来得及。谢渊闻言进了卧室，一会儿过后，拿了一小瓶活血化瘀的药酒递给了江明月。抹药。睡前再抹，阿弟要是闻到药酒的味道，该担心了。说到这儿，他又补充了一句：我不想他担心。谢渊闻言换了一盒药膏给他，药气很淡。谢谢，谢大哥。不客气。谢渊说完就转了身。江明月看了一眼背对他而站的男人，大胆地将衣袖捋起来，低头开始涂抹。很疼？很疼。很疼？很疼。他的语气里透着一丝丝委屈。敏锐如谢渊立马就察觉到了，如果是不小心撞伤的，怎么会委屈呢？谢渊回头一眼就看到他胳膊上有大片的淤青，他的皮肤很白，衬得那片淤青格外的刺眼，有点触目惊心。谢渊忍不住皱起了眉，看伤不像是不小心撞的。谢渊收回了视线，明日要去一趟锦绣坊了。药膏涂抹在淤青上，冰冰凉凉，一开始有些刺痛，但很快就舒服了过来。谢大哥，我好了。谢渊转过身来也没有问，我来给你把把脉。知道他也是为了自己好，他把右手伸了过去。谢渊将手搭在江明月白皙的手腕上，定了定神，然后才诊脉。你身体很好，并无什么大问题。我也觉得我身体很好呢。谢渊又教他说了会儿方言，看江明红来了，把药膏递给他，低声的说：明日清早再涂抹一次。江明月以最快的速度藏好了药膏，随着弟弟回了家。胳膊上的伤可好些了？那药膏很有用，再抹个2-3次应该就好了。多谢谢大哥关心。伙计无事所为。男人嗓音平静，可是听在江明月的耳中犹如灌雷。他猛地抬头瞪大了眼睛，一脸震惊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想到今日看到的那抹熟悉背影，他紧接着问：你今日去锦绣坊了？谢大哥，千万不要告诉小红。谢渊望着这一颗犹如惊弓之鸟的江明月。好，我不告诉他。喝茶。谢渊使自己声音尽量温和。江明月喝了口茶。谢大哥放了金银花，好像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护嗓的，你多喝一些。闻听此言，江明月心里暖暖的，充满了感动。谢谢，谢大哥。我感觉我这段时间说的谢谢，都快赶上我前面16年说的了。那我应该感到荣幸。你和吴氏是怎么回事？江明月往外面看了一眼，确定弟弟不会来，然后低头将他和吴梅之间的事情说了一番。你打算怎么办？这样一直忍着受他欺负？江明月看着谢渊笑了，只不过这一次他笑得蔫儿坏蔫儿坏。谢大哥，我这样一直忍着，其实就是一种反击。谢大哥可知捧杀？近来掌柜的对吴梅已越来越不满了。谢渊靠在椅背上，看着面前的小人儿，忍不住地牵起了唇角。不错，看起来好欺负的一个人，却是实打实的有点脾气。光是这样还不够。江明月坐直了身体，双手放在膝盖上，一脸求教地看着谢渊。这副模样让谢渊心情又好了一些。温水煮青蛙，虽能将青蛙煮死，但太慢了。现在已是4月下旬，这月底锦绣坊的东家会来巡查铺子，这对你来说是个机会。江明月闻言陷入了沉思。记住，一旦出手就要一击毙命，绝不能给敌人翻盘的机会，懂吗？江明月点点头。能否做到？江明月又点了点头。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江明月嗯了一声，低头喝茶时，却听谢渊说：“你只有10天的时间。”我知道了。这10天保护好自己，别再受伤了，不然他恐怕会忍不住直接出手的。好。忙忙碌碌中，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经到了月底。这日下午，一个20出头、身着青衫、长相英俊的客人进了锦绣坊。这位客人要买什么布啊？张子静看了一眼一脸不高兴的吴梅。下等棉布。吴梅撇撇嘴，转身道：“许我来吧，自个儿看，瞧上哪匹布了再换我。”你能否给我讲讲哪种布料相对好一些？江明月距离二人并不远，听男人问得很细，好像很了解布的样子。江明月扫视他一眼，哎，这一次他看得很仔细。江姑娘，哎，将这种纱布给我来上8尺。好的。江明月收回视线，飞快地裁剪完布，然后递给了客人。你慢走，欢迎下次光临。张子静问完下等棉布，又询问中等棉布的时候，吴梅表现得已经很不耐烦。你到底买不买布啊？不买就不要妨碍我做生意。买，不过你能否告诉我，为何要将有瑕疵的布放在这里售卖？我想卖就卖，关你何事啊？这人问题还真是多，你不买就赶紧走，别耽误我做生意。这布虽有瑕疵，但几乎可以忽略。农家人穿衣是不讲究这些的，他们在意的人是价格。正是因为这些布有瑕疵，所以比其他中等的棉布要便宜1文钱，买者甚多，这也是我们将布放在这儿的原因。当然，卖之前我们会向客户说清楚，绝不会欺骗客人。张子静轻轻地点了点头，对江明月的回答甚是满意。就你知道的多，谁让你多管闲事了？这是我的客人。能否请你将那匹绸缎拿给我看看？看什么看啊？你又买不起。江明月看着转身准备离开的吴梅，这位客官，我给你拿吧。我婶家里出了点事情，近来心情不好，望您大人有大量，不要和他计较。他倒是挺会为别人开脱的。你个死丫头，你诅咒谁呢你？你家才出事了呢，我家里好着呢。老娘的客人用得着你插手吗？你算哪根葱啊你？看什么看呢？光忙了你负责吗？张子静淡淡的看了眼吴梅，转身就走了。本来他心情还挺好，现在全都因为这个伙计给败坏了。江明月余光瞥见男人已经走出了锦绣坊，他抬起头来，深深的看了一眼吴梅，什么都没说，转身继续工作。今日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江明月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现在一切都只是自己的猜测，等到事情有了结果，再告诉谢大哥也不迟。这几句方言好难啊，我发音总是发不准。谢大哥，明日再学好不好？他的声音又甜又糯，听起来就像冲他撒娇。谢渊心头一软，很没有颜色就答应了。只不过明日他恐怕是无法教他了。明日我要去京都，后日才能回，后天晚上你再过来学习。京都啊，我们那边有句俗话，想长见识就去京都。说来我和阿弟来宛平这么久，还未去过京都嘞，改天一定要过去玩玩。谢大哥经常去京都吧？可是京都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很多。谢渊挑拣着和江明月说了一些，然后很随意地问：
如果让你在京都买处宅院的话，你想买一处什么样的宅院？2进2出吧，这样家里要是来个客人什么的，也不用担心没地方住。再有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水井，前院最好有一棵枝繁茂盛的大树，夏天可以在树下乘凉，还要做一个秋千。同一时间，人家，兰姨，我是张子骥，3年前你去府里，咱们还曾见过一面。韩兰兰看着面前的男人，恍然大悟，怪不得今儿个瞧见他，只是觉得有些眼熟呢。原来是少东家，少东家快请坐。兰姨，你们这一辈的老人也算是看着我长大的，叫我子骥就好。少东家这般的平易近人，韩兰兰更是不敢托大。东家近来可好？他一直都以为今年和往年一样，巡视各店的都是东家，没想到来的竟是少东家。多谢兰姨关心，阿娘身体极好，只不过作为小辈，我们都希望她能放下担子，多休息休息。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会慢慢接手家里的铺子。二人聊了一会儿家常，张子敬问起了铺里的情况，韩兰兰是言无不尽。聊到最后，二人自然就聊到了4个伙计身上。韩兰兰将他们的情况分别给张子敬说了一番，提起江明月时又多说了几句，赞不绝口。听他口音，倒不像是宛平人。他是江南人士，家中落了难，带着弟弟来咱们这儿投奔亲戚，谁知那亲戚早几年前就搬走了，好在这边还有一未婚夫。张子敬点点头，吴伙计，一直都是如此。关于吴梅，韩兰兰一句坏话也没有说，但她又好像什么都说了，什么年纪大脾气暴，总是得罪客人，不好沟通，简简单单几个词儿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了张子敬，吴梅已经不适合当伙计。毕竟是店里老人，在锦绣坊做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让他自己请辞，多付他2月月钱。少东家仁义，我晓得了。今日怎下学这么晚？于夫子邀请了新晋秀才林先生给我们讲课，故迟了些。哦，听到新晋秀才姓林，江明月想到林婶儿，所以多问了一句：这秀才叫什么？林寒山。就是他。姐姐认识林秀才？有过一面之缘，谈不上认识，不过我和他娘妹妹很熟悉。这些时日我带回来的豌豆干就是在他娘那里买的。他娘可知咱家的情况？知，林婶知我有一弟弟在于氏私塾的甲班读书。怪不得林寒山今日对他那般的和善，怪不得临走之时还特意的赠送他一本书，原来是因为阿姐的缘故。在想什么？没什么。姐，明日我们会随着于夫子前往于家庄参与夏收，3天后回。我去帮你收拾几件衣裳。不用，一会儿我来收拾即可。我不在的这3天，阿姐要保护好自己，暂先不要去谢先生那里学习方言了，传出去对你名声不好。江明月闻言突然想到，昨天晚上谢大哥说的是你来学习方言，而不是你们。那谢大哥是不是早就知道弟弟他们会去于家庄呢？我知道了，你也是。现在天气热，到于家庄收麦时戴上草帽，多带点大盐水，小心别中暑了。我知道了。今日可是有什么喜事？我发月钱了，这算不算喜事？吴梅的事情呢，他并不打算告诉弟弟。的确是个喜事，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姐姐。这月月考的成绩已出，我是第2名。我弟弟真棒呢，私塾里讲的什么？300张纸。就在姐弟2人分享喜悦的时候，周家，别哭了，事已发生，哭有什么用啊？当家的，那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不甘心，回来这么久，我算是想明白了，我绝对是被那个贱蹄子给算计了。就这样放过他，我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周大山眼中寒光一闪，正欲开口，门突然被推开，紧接着浑身痞气吊儿郎当的周兴走了进来。娘，这口气我帮你出。去，你怎么帮我出气啊？别瞎捣乱。周大山看着小儿子，双眼闪了一闪，别说，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行，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无论你怎么做都可以，只一点，不准闹出人命，等东家走了再行动。爹娘，你们就瞧好吧。不过，他笑嘻嘻地搓了搓手。周大山掏出1两银子丢给了儿子。还是爹大方。吴梅看着儿子拿着钱乐呵呵走了，眉头紧蹙。小心能行吗？别的事他或许不行，但这件事他绝对能做好。
咱们等着瞧就是了。谢大哥，我在。江明月还没有走进书房，就闻到了一股酒气。谢大哥，你喝酒了吗？谢渊嗯了一声。我去给你沏杯蜂蜜水吧。他找到蜂蜜，沏了一杯浓浓的蜂蜜水，然后拿着走进了书房。谢大哥，你还好吗？离开医馆的时候，谢渊其实并没有醉。回来的途中，风一吹，他就有些不舒服了，头重脚轻，总之感觉很不好。他本想睡一觉或安安静静的眯上一会儿，没想到江明月这么早就来了。少女说话的时候，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清香随风吹了过来，十分勾人。谢渊忽然觉得有些口干舌燥。谢大哥，你没事吧？认识谢渊这么久，江明月还是头一回见他这样，脸色潮红，双眼迷离，一副醉态。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吗？要不然他为何喝这么多酒？没事，我一会儿就好。喝杯蜂蜜水吧，解酒。谢渊接过来喝了一口，不由得紧蹙双眉。有些甜是不是？我记得很浓，你喝了我再给你倒杯水。谢大哥，我帮你将窗户打开，凉快。谢渊喝着水，视线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了江明月身上。她这身衣裳真好看呐，而且十分贴身。谢渊双眸颜色转深，喉结开始微微滚动。谢大哥，你眯会吧，等舒服些了就早点回屋休息。谢渊嗯了一声。江明月见他听见了，转身正要走。明月啊，他叫他明月。江明月还没有回过神来，一只手突然搭于自己腰上，紧接着他整个人不受控制的跌坐在了谢渊的怀里。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快到江明月没有反应过来，男人的薄唇已经印到他粉唇上，异样的气息带着温热铺天盖地而来。江明月的眼睛瞬间睁大，整个人僵在了谢渊的怀中。夜很静，窗外的风悠悠的，书房内烛光摇曳，地上清晰地倒映出两道纠缠在一起的身影。谢渊的唇就这么贴在他的唇上，有些迟疑，也许有些贪恋。夜很静，窗外的风悠悠的，书房内烛光摇曳，地上清晰地倒映出两道纠缠在一起的身影。谢渊的唇就这么贴在他的唇上。当他开始试探地扣开他齿背深入的时候，江明月瞬间清醒过来。江明月双脚触地，迅速离开他怀抱，慌慌张张地就站了起来。可谢渊的身体比脑子反应还要快，伸手就握住了少女的手。挣脱不开的江明月又慌又怕，失措之下抬起另外的一只手，啪的一下就扇了下去。男人握住他的手松了开来，江明月得到自由，连忙后退几步，与谢渊拉开了距离。脸上的刺痛感让谢渊瞬间恢复了理智。他起身的那一刻，江明月本能的后退一步，显然被他吓得不轻。谢渊就这样站在原地，并没有靠近他，免得再吓到他。明月，对不起。看着江明月睫毛微抖，一滴晶莹的泪水就顺着眼角滑了下来。谢渊好心疼啊，抬手想将他脸上的眼泪擦掉，他却缩着脖子往后躲了躲。谢渊终究放下了手。明月，我会负责。以我现在的状态，不适合谈论人生大事。你先回去，咱们明日再聊。江明月闻言提起裙摆跑了出去。谢渊望着离开的人儿，喉咙轻滚，又坐了下来，一脸的懊恼。他从未想过要轻薄他，最起码现在不行，无名无分的。他本来想着慢慢来，谁知会突然失控。哎，看来往后真的不能再喝这么多酒了。谢大哥，天热了，我做了炸酱面，你是随我回去吃，还是我端过来在这里吃？谢渊很强势的，并没有给他第三种选择。稍后我过去吃。好。灶房里，谢渊知道江明月来了。明月，摘2个黄瓜。又是如此亲昵的称呼，江明月的心不受控制的快速跳了几下，缓缓吐出一口气。好。谢渊接过黄瓜，眼神温柔的看着面前的人。灶房热，快出去吧，午饭一会儿就好了。江明月有些不自在的避开他视线，嗯了一声，然后就走了出去。早上我见灶房的面板上放着一道菜，昨天晚上在军又来吃的饭。前天东家来了。
江明月将认出东家，故意挑衅吴梅，又引发吴梅发怒的事情给谢渊仔细讲述了一番。你做的不错，不过略有不足之处。江明月闻言求教地看向了谢渊。你不该直面吴梅，应将自己摘出去，事后他恐怕会将辞职之事怪到你的头上，难免不会报复你。他倒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再就是你的伎俩恐瞒不住你的东家。江明月一副这你都知道的表情，这倒是让谢渊取悦到了。你太好懂了。再就是这伎俩并不算高深，只要你们东家不蠢，事后必然能猜到。吴梅那边别太担心，只是我的猜测罢了。不过日后在锦绣坊要多长一个心眼。江明月轻轻地点点头。谢渊看着江明月逐渐放松下来，他说起了正事儿。这2天我会请官媒到你家提亲，咱们先定亲，年后成亲如何？啊？这2天我会请官媒到你家提亲，咱们先定亲，年后成亲如何？啊？江明月都惊了，现在定亲，年底就成亲？不行。谢渊嗯了一声，静静地看着他，好像在问理由呢。如果你只是想负责的话，大可不必。一辈子那么长，总要找一个喜欢的人过日子。我可以当这件事情从未……明月，看着我的眼睛。二人对视，有些情绪不打算藏的时候，就这样从眼中透了出来。江明月有点承受不住他那灼灼的眼神，别过头来。明月。谢渊在开口的时候就直接握住了江明月的手。江明月心中猛地一跳，下意识地想将手缩回来，男人却是强势地握住他的手，并没有松开。很久之前我就想这么叫你了。这些年我见过很多被誉为神童的学子，私塾里就有一个。江明宏和他们相比，并不是最出众的那一个。我不是闲着没事干，喜欢教人。我最喜欢做饭，但以前也鲜少下厨。我做这些事，皆是因为我对你存了那份心思。明月，我心悦你，知道了吗？男人表情严肃，目光无比的认真，这让他的心忍不住的砰砰乱跳起来。知道了。明月，你可愿嫁我为妻？我知道，我父母双亡，资产不丰，只是一举人，在做父母的眼中，实在不是这么良配。哪有这样贬低自己的？你很好。谢渊眼底闪过了一丝笑。我会一辈子待你好的，也会好好的去努力，做一个能保护你的人。江明月低着头，半晌才小小声地说：我考虑考虑，还要和阿弟商量一下。他抬头看了一眼谢渊。我父母健在的。好，我知道了，考虑好了就早点告诉我，知道吗？江明月嗯了一声，然后抽了一下自己手，可他没有抽出来。你是不是可以松开我了？谢渊哪里舍得放手啊，另外一只手也盖在了二人手上。不想。江明月没想到他会这么说，面孔当时羞得通红。邓秃子，骂起人来都这样的勾人。谢渊微微的眯起眼睛，深邃的瞳眸含着一丝笑，大拇指情不自禁地与他细腻柔和如玉的手背上摩挲了几下。只对你一人如此。他的话语中满是柔情，浑身上下透着舒心。我出去看看。我随你一起吧，该回家了。谢渊在少女羞羞答答的脸上扫视一眼，虽不想她回去，但最终还是点了点头，不能逼得太紧了。好，家里有排骨有虾，晚上做红烧排骨红焖大虾如何？男人在打什么主意，江明月再清楚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院门被打开的时候，谢渊忽然灵活地侧了个身子。谢公子，人家摔得好疼啊！原来是林姑娘，不知林姑娘今日登门所谓何事？谢公子，能不能扶我一下？男女授受不亲，所以抱歉。谢公子，不请我进去坐坐吗？有什么话，林姑娘还是在这里说吧。家里近来正在给我议亲，我不想嫁，我心悦的是谢公子。多谢林姑娘厚爱，不过谢某已有心悦之人，不敢耽误姑娘，姑娘还是嫁了吧。谢渊身后再次听到他表白的江明月还是有些不自在，他好想回家，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时候。林秀秀闻言脸色一白，人家可以和他共侍一夫。我不愿他受委屈，此生有他一人足矣。此生只他一个人足矣，这
这是他给自己的承诺吗？林秀秀抹着眼泪跑着离开了。这样的事时有发生吗？谢渊摇了摇头，像林姑娘这般大胆的姑娘少有。哦，我回去了。稍等。谢渊先出去看了一眼，然后才说道：回去吧。江明月坐在正堂，他活了2辈子，虽然单纯，却并不傻。谢渊喜欢他这一点，他早早就察觉到了。当然了，一开始他并不确定，但是穿黑裙子的那一天，谢渊眼底的炽热早已出卖了他，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他不说，自己只当是不知道，一切顺其自然。而这段时间，江明月也很明显的感觉到谢渊在一步步的朝他靠近，他并没有拒绝，甚至有时候会主动的引他靠近。今生有一件事情自己是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自己是商户女的身份，而且还是个漂亮的商户女。如果不是家中突遭横祸，他会按照爹娘安排的人生一步步的往前走。可现在一切都变了，他爹娘虽然还健在，却是已经庇佑不了他，反而还等待着他的救命。江明月并不知道上辈子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但从小红偶尔流露出来的恨、不甘还有只言片语，他猜上辈子他们的结局恐怕并不好。将来会发生什么他也不知道，他能做的就是抓住目前所能抓住的一切。他想救爹娘，想保护弟弟，只能寻找一个靠山，而谢渊就是目前他能抓住的最大的靠山。况且不否定，自己确实对谢渊也动了心，如此自然就更要抓牢他。本来一切都是有条不紊，但昨天晚上却失了控。好在结局还算是让他满意，谢渊准备明媒正娶，而且还许了一世一双人。他知道男人的话不可信，但他愿意去试着相信谢渊。这一日，江明月在正堂里想了很多很多，他对未来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划。吃饭吧。谢渊夹了一块排骨放到了他的碗里。江明月看了一眼正在剥虾的男人，光是他这一手好厨艺就让自己多喜欢他几分。就见谢渊将剥好的虾放进了碗里，一并推到了他面前。谢谢。小红可是明日回。江明月点点头。往年也是如此吗？夏收秋收都是如此。哦，阿弟在私塾里可还好？江明月担心弟弟像他一样的报喜不报忧。他适应得很好，周夫子、于夫子都很喜欢他。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对江明红也算是有了一些小了解。谢渊只能说，他这位未来的小舅子可不简单。我能选本书看吗？你想看什么书？介绍各地风土面貌的游记。谢渊闻言走向了书架，江明月的视线越过替他找书的男人，落到了一幅画卷上，诧异的移了一声。他走到画卷跟前，细细观察起来。你去过沅江府？你瞧出来了。其实谢渊更想问的是，他可有想起什么？这是沅江湖，我自是瞧出来了，以前还常和小伙伴们去游玩呢。江明月说这话时再次望向了画卷，这一次他在画卷中的少女身上多停留了几息。这位姑娘是？是你。江明月微微一怔。是我？你到沅江府游历时曾见过我？不只见过那么简单，你可还记得去年5月份你曾救过一位落水之人？是你？谢渊笑着点头。你前后的变化可真大。那时我从边城游历到幻江府，整天风吹日晒，再加上吃不好睡不好，人十分憔悴，自然好看不到哪里去。哦，没想到咱们还有这样的缘分。咱们这是天定的姻缘。俗话说得好，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江明月脸红了红，压下了羞涩。你早就认出我来了？咱们第一次见面我就认出了你。怪不得这男人一开始就对他处处不同，怪不得他会处处照顾他们，怪不得他的好感来得如此之快。原来你是蓄谋已久。谢渊并未反驳，他扬了扬手中的书，转移了话题。这是我游学归来，根据各地的习俗风土面貌整理出来的，你看喜不喜欢？可有副本？有，你只管拿回去看。江明月嗯了一声，暂时放下了游记，跟着他学习方言。至始至终，谢渊虽然很守礼，不过或许是捅破了那层窗户纸的缘故，他每次望向江明月的时候，目光都会异常的专注，从青丝到眉眼，从眉眼到红唇，
那么的仔细，那么的认真，好像它是一件他最爱的宝物，怎么看都看不够似的。你怎么在这儿？今日无事，我就来了。说着，把手中竹筒递给他。谢谢。江明月喝了一口，眸子骤然亮了亮。酸梅汤，里面加了薄荷、橘皮和乌梅，好像还有甘草、山楂。除了这些，我还加了桑葚、洛神花，好喝吗？好喝，如果再加些冰的话，就更好喝了。冰伤肠胃，不行哦。家中还有许多，一会儿我带你回去晚间喝。好。小红他们回来了，晚间在我那儿吃如何？我想先和阿弟聊聊。也成，和小红好好说，有事就来隔壁寻我。二人一边说，一边很快地离开了锦绣坊。他们兄妹怎么回事啊？焦明红倒了一杯茶递给姐姐，将出狱鱼根的事情给姐姐说了一番。你的意思是鱼根力大无穷？他应还会一些粗浅的武功。当时我虽起了将他带回来的心思，却并未下定决心。他不是正常人，一个不好就会伤到我们。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下了决定呢？知道了于根的身世后，于根的爹乃是一位镖头，武艺非凡，他嫉恶如仇，好打抱不平。年轻的时候是十里八乡赫赫有名的存在。于根8岁那年，他爹押送一批镖到了边城，谁知中途竟遇到了山匪，几个镖头力战山匪，最后虽打退山匪保住了镖，但是他爹在那一战中受了重伤，还未回到宛平就死了。因他是护镖而死，又是镖头，镖局的人给了于恨他娘500两的抚恤金。500两？镖局里的人还算仁义了？有些人仁义，有些人却是包藏祸心。镖局的人离开后，500两抚恤金的事突然就泄露了出去。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于根爹年轻的时候因好打抱不平，得罪了不少地痞恶霸，又因这500两银子的事，一些人联合在一起，铤而走险，在一个电闪雷鸣的夜晚潜入于根家中。他们先是用迷药迷晕了于根3人，等找到那笔抚恤金后，他们将罪恶的手伸向了于根的娘。江明月的心瞬间提了起来。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轮奸途中，于根娘竟然醒了过来，在他拼死挣扎下唤醒了于根。于根看母亲遭恶人欺凌，拿着大刀就砍了过去。他虽然力大无穷，但又哪里是那些人的对手？更何况这些人中还有镖局的人。他们制服于根后，当着他的面继续行恶。江明月的心里像是压了一块巨石一般，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畜生啊，真是一群畜生！于根眼睁睁地看着他娘被恶人们欺凌致死，等他们又将手伸向年仅5岁的于杏儿时，于根大受刺激下先挣脱了绳子。这次他连伤3人，那些人看闹出的动静有些大，本想一不做二不休杀了于根兄妹，突然响起了锣声，惊扰了他们。至于氏族人很快就会赶来，他们丢下奄奄一息的于根、于杏儿跑了。于氏族人可有抓住他们？只抓住了3人，逃了4人。可有查出那4人是什么人？江明红摇了摇头。那3人之绝对没有活命的机会，被于氏族人抓住后就咬死自尽了。该死！于氏族人事后就没有调查过那4个人吗？哈姐，家丑不可外扬。那晚于恨受了太重的伤，最后虽然保住了一条命，人却傻了。傻了也好，不然他有一生恐怕都会生活在仇恨之中。于家中的人跟我说，他虽傻了，却从未伤过人，也没有做过恶事，只是偶尔的拿他们一些吃食，而他拿食物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照顾他的亲妹妹。所以综合考虑一番后，我将他们兄妹带了回来。你将他们带回来是对的，最起码跟着咱们吃穿不愁。关于他们兄妹2个，你是如何打算的？阿姐，我还缺一书童。至于于杏儿，她很聪慧，阿姐先和她相处看看，如果合得来，可以当贴身丫鬟培养。成，我晓得了。明日阿姐能不能休一天？可是有什么事？咱们的户籍也该落下来了。成，明日我去锦绣坊给掌柜的说一声，调休1天。姐弟2人正说着话，4味楼的伙计来了。江明月这才知道弟弟订了5道菜。江明红吃了一口红烧牛肉，评价道：还是谢先生做的最合胃口。听到弟弟提起谢渊，江明月的眼神飘忽了一下，就是有些心虚。他原本是想将他和谢渊的事情告诉弟弟，可他现在实在是没那个心情，再加上弟弟满身的疲惫，明日清早再说吧。
怎么了？我管你也累了，一会儿吃了饭就休息吧，今日就不去谢大哥那儿了。好。卯时1刻，二人坐在一起吃早饭的时候，江明红察觉到姐姐看了他3回。可是有了什么事？你昨晚睡得好吗？睡好了。江明红对上阿姐亮晶晶的双眼，心中咯噔一下，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因为以前姐姐每次做惊世骇俗的事情之前都是这副眼神。江明红放下了筷子，伸手给自己倒了杯茶，先是压了压惊。江明月看着高度戒备的弟弟，温声软语：阿弟，让谢大哥做你姐夫好不好？江明红喝茶的动作一顿，他就像是被火烧到了屁股，倏地蹦了起来。爹娘啊，这个惊他压不下去呀。知道你高兴，但反应也不必这么大的，快坐下。他这是高兴吗？他这是惊吓好不好？阿姐，你刚才说什么？幻听，他刚才一定是幻听。让谢大哥做你的姐夫好不好？不好。为何？你不喜欢他吗？不只喜欢，我还很仰慕他。那是为何？难道你觉得他配不上姐姐？自信是好事儿，但阿姐好像自信过头了。姐姐没你想的那么完美了，她勉强配得上姐姐的，咱们也不能要求过高嘛。江明红想哭了，他都肖想谢渊了，这要求还不高吗？阿姐，谢渊不行，你还是早些打消这个念头吧。为什么？我不好吗？不是你不好。那是什么？谢先生心中也有心悦之人，他书房里有一幅画。江明红将画的事情仔细地给姐姐说了一番。先生虽只说那少女是他的救命恩人，但我看得出来，他应该是心悦那少女，因他望着那画卷时，眼神甚是温柔。你说的这个人就是我呀。那个人是你？看着一脸惊诧的弟弟，江明月轻轻点头。江明红的脑子里有了片刻的空白。你们早就认识了？不应该呀，我之前问姐姐，你还说你们不熟的。可还记得去年奇迹前，浅浅他们邀我去沅江湖游玩的事儿？江明红点头，他当然记得了。那你可还记得我回到家后为何受罚？因救人之事。江明红脱口而出后，然后立刻就反应了过来。阿姐，你当时救的是谢渊？那时候他从边城游历到咱们那儿，又黑又瘦的。江明月将那时候的事给弟弟仔仔细细地讲述了一番。我们谁也没想到会在宛平再相遇，他前后变化太大了，我一直没有认出他来，不过他倒是第一眼就认出我了。如此说来，一切就都解释得通了。谢渊并不是没有图谋，只不过他图谋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的姐姐。有了这个认知，江明红想起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都恨不得抽自己2巴掌。谢渊明明对姐姐处处不同，现在自己才反应过来，蠢呐，当真蠢，亏了自己还是活了2世的人。阿姐是何时认出谢渊的？前天晚上我在谢渊的书房里也看到了那幅画，听他主动说起沅江湖的事儿，这才认出他来。他向你表露心意了？江明月有些羞涩地低下了头，轻轻地嗯了一声。江明红这会儿心情有些炸裂，他想了很多。前世姐姐应该也救了谢渊，他们有没有在京都见过？谢渊前世帮了我好几次，可是因为姐姐的缘故，他一直未娶，除了朝阳公主，难道还有姐姐的缘故？让他做你姐夫如何？姐，你喜欢他吗？当然喜欢啊，谢大哥长得好看，才华横溢，性格又好，做饭又好吃，还特别的体贴，像他这样的好男人，恐怕没有人会不喜欢的。再者，他是我目前最好的选择，如果有朝一日他能踏入官场，说不定就能帮到爹娘，你觉得呢？阿姐，喜欢谢先生的人有很多很多，这其中不乏有很多贵女，将来你如果对上他们怎么办？你也说是将来，将来的事谁又说得准呢？这句话瞬间点醒了江明红。姐姐说的不错，今世和前生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命运是可以改变的。我要和谢先生聊一聊。吃完饭再去。我已吃饱了。我和你一起。不行，阿姐乖乖在家等我。成吧。可吃过早饭了？多谢先生关心，我也吃过。这3日去余家庄可有收获？江明红定了定心神，这才开口。二人闲聊了几句之后，谢渊察觉到江明红心态还算平和，于是开门见山地问：我和你姐的事你可知道了？江明红点点头。听你阿姐说未来岳父岳母健在，
你能否告诉我家里发生了何事？听到未来岳父岳母二字，江明红的眼皮子跳了一跳。他从谢渊的话中听出了他对阿姐的志在必得，就是不知道知道了他家的情况之后，他还会不会像现在这般的坚定。我阿爹名唤姜文，是远江府有名的富商，他乐善好施，与人为善，喜结交好友。前些年国库空虚，他带头向朝廷捐了10万两，被朝廷特封为7品乡郡。现任远江知府，昔年曾受过阿爹恩惠。即便如此，我和姐姐依旧要连夜出逃。爹娘现在虽然性命无忧，却被困在了远江府，随时都有可能丧命。知道了这些，你还想知道我家发生了何事吗？江明红好像什么也没有说，却又什么都说了。他只是告诉他，未来岳父岳母犯的事儿极大，一旦和他们牵扯上，即便他恐怕也自身难保。二老可有罪？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谢渊闻言指了指天。和他有关？江明红摇了摇头。谢渊瞬间放松了许多。二老为何让你们姐弟来京都？可是因为那人的手还伸不到京都？是因为在京都他会有所忌惮，不敢乱来。他做的事，他的主子暂时还不知。那就是在谋私利，而且他的主子来头应该不小。心中有了一个大致的推测之后，谢渊看着面前的人，这个江明红果然不简单呐，最起码不能将他当成普通的11岁的少年看待。现在你还想知道我爹娘的事吗？我愿洗耳恭听。你真决定了，不再想想？我也想得很清楚。哪怕因为我们，你也会深陷泥潭，也不悔。不踩一踩，怎知是泥潭？我这个人前21年除了钱几乎无所求。如果没有遇到你阿姐，我的人生会像我和老师事先规划好的那样，一步步前行。虽一马平川，却也一眼就望到了头，未免太无趣了些。再次遇到你姐姐后，我发现相比她来说，以前我所在乎的钱都变得索然无味的，它关乎着我的后半生。江明红有些诧异地看着谢渊，他突然就想起了阿娘以前说过的一句话：无欲无求的人动了情最为可怕，要么是和喜欢的人长相厮守，要么就是山崩地裂。所以道路曲折一些也无妨，说不定会遇到不同的风景，生活也会变得有趣很多，总比现在索然无味要强。江明红闻言深吸了口气，等到心绪重新恢复了平静，他慢慢的将爹娘的事情告诉了谢渊。谢渊听了江明红的讲述，有些吃惊，但仅此而已。毕竟他已经猜出了个大概，心里已经有准备了。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前，岳父岳母应是安全的。所以他绝不会放过我和阿姐。我们是爹娘的软肋，只要抓住我们，他就可以逼爹娘乖乖就范。今日我得到消息，他的人也来到了京都，正在秘密寻找我们。你打算怎么办？先落户宛平，在他的人没有找到我们姐弟之前，考取功名。只要我有了功名，又身处京都，那些人就不敢乱来。你想法不错，但忽略了一点。阿姐，他们或许不好对你出手，但要对付一个无所依靠、漂亮却云英未嫁的女子太简单了。拿捏住你的姐姐，还对付不了你，还怕岳父岳母不乖乖就范？江明红知道谢渊说的是事实，这也是他一直以来最为担心的事情。毕竟前世那些人就是这么做的，只不过嫁给我，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先生有趁火打劫之嫌，再则先生只是举人。你说的不错，我只是一举人，但我不是一普通的举人，我师承沈墨。江明红猛地睁大了双眼，似乎不敢置信一般。怪不得前世谢渊即便得罪了那么多人，依旧在朝堂之中混的是如鱼得水，也怪不得他敢公然的拒绝公主，怪不得呀。这沈墨是一位很传奇的人物，只要是读书人就没有不知道他的。两朝老臣，当世大儒，有经纬之才，善策论，通古今等等。谢渊看着一脸震惊的小舅子，温和一笑：这个身份可够了？够了。我会尽快找好媒婆，先定亲，然后选一个好日子，今年就成亲。今年就成亲？我只有些赶，但你放心，3媒6聘一样都不会少，我会将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岳父岳母那边我暂不好插手，等明年中了进士，我会谋一个原江府的官职，将岳父岳母救出来。这是谢渊对江明红的承诺。会很危险。对于别人来说或许是龙潭虎穴，但我不同。是啊，他有一个名扬天下的老师，他
大老师除了他还有很多弟子，而这些弟子现在大多是朝中重臣，在各地任职，那些人自不敢明着对付他。可先定亲，成亲的事我还需与姐姐商量。再就是爹娘那边，我也要想法子去一封信告知他们此事。应该的，那就先定亲。定了亲，那就距离成亲也不远了。这时江明红想起了前世谢渊和朝阳公主的事儿。明年您高中好，若有郡主公主瞧上了您，且不介意和阿姐平起平坐，你会怎么办？原来在你心上我竟这般出众啊！皇室应该还丢不起那人。是啊，皇室还要面子，所以如果他们欺负阿姐，逼迫你解除婚约或者休妻，你又当如何？定亲后，我会将你姐姐对我有救命之恩这件事慢慢的传扬出去。江明红双眼微微一亮，好主意！读书人最看重的就是名声，救命之恩不能负，不然日后事情暴露，寡恩之名对于读书人来说那乃是致命的，必然受到天下读书人的唾弃。即便是谢渊师承沈墨，那这一辈子仕途也就到头了。而如果朝阳公主敢欺负姐姐，或者是逼迫谢渊休妻，更会让整个皇室都蒙羞。可还有忧虑之处。阿姐是被爹娘教养长大的，之前在家里时，她开开心心，从未为钱财琐碎而烦心，吃穿用度无一不精。我家中虽资产不丰，但会尽力给她最好的，绝不让她受委屈。你们聊得如何？阿姐，弟弟真不想你现在就出嫁。都怪他没有本事保护不了姐姐，不然他绝不会这么便宜了谢渊。傻瓜，只是先定亲罢了。再就是我即便是出嫁了，也只是嫁到隔壁，姐姐永远不会离开你的。谢先生近来会请媒婆来家里提亲。我醒得了。阿姐，你不是一直想和爹娘写封信吗？现在可以写了。近期我会想法子给爹娘通信，禀明此事。离开这么久，我好想爹娘啊，也不知他们现在过得好不好。我要给他们写一封长长的信，我有太多话想跟他们说了。江明红看着一脸高兴的姐姐，声音沙哑地嗯了一声。她也想爹娘，很想很想。对于姐姐来说，他们和爹娘才刚刚分开小半年，但对江明红来说却是一生。谢大哥早，你怎么在这儿？我在这等你。怎么不在胡同？话说到一半，江明月想的弟弟又把话咽了回去，突然有种偷偷摸摸的感觉。等咱们定了亲就不必这样了。走吧，我送你去锦绣坊。哦。谢渊看这会儿街上行人不多，在宽大袖子遮掩下拉住了江明月的小手。江明月有片刻的紧绷，抽了几次也没有抽脱，不禁脸色绯红。想到现在是在街上，也不好与他计较，也就由着他了。谢渊握住江明月的小手，心情颇好，嘴角往上勾了一勾。谢渊认为自己还算是沉稳，而且一向的严于律己，可是他小瞧了江明月对自己的影响力。没有亲吻过，没有牵过手，是不知道滋味的。他勉强还能克制住自己的冲动。现在喜欢的女人就站在他的面前，他总是想碰碰她，牵牵她的小手。如果可以，视线从她水润粉嫩的唇上掠过，谢渊喉结微动，急忙收回视线。现在还不行。今日他方知何为20出头血气方刚。他呼出2口有些灼热的气，压下了心中的蠢蠢欲动。这段时间正值夏收，大家都很忙，媒婆要初9才能登门。我不急。我知，但我急。江明月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那笑容因为发自内心深处，竟如百花齐放，艳光四射。谢渊都看呆了，半晌才回过神来，看着笑得如此灿烂的人，只觉得心中是莫名的喜欢。岳父岳母都不在你们的身边，你们在宛平又没有亲人，媒婆上门那日，我请族里的人过来帮忙，如何？我也有了人选。如需要我帮忙，就来隔壁寻我。江明月轻轻地嗯了一声。就送到这儿吧。谢渊头一次觉得这段路程是如此之短，他虽然有些不愿意，但还是主动地松开了他的手。下午我来接你。我晓得了。谢渊看着他越过了锦绣坊，走到了对面的包子铺前，买了4个包子。看他拿起包子走到一个乞丐面前蹲了下来，他应该是经常做这个事情，二人看起来很熟。那位公子是你的未婚夫？还不是，不过我们正在议亲。他是个读书人。江明月点点头。已考取了功名。他也是举人。素娘眸光闪了一闪，看着面前一脸羞涩甜蜜的人，忍不住地提醒他：
自古男儿多薄幸，他或许现在对你很好，但不代表以后会一直都这么好。这过日子呀，谁也说不准。这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守住自己的本心，这样才能永远处于不败之地。这一刻，江明月眼前的这个人已经不是乞丐，而是一个睿智的长辈。他恭敬地冲老乞丐施了一礼。多谢您的教导，明月记住了。一会儿过后，素娘望着离开的江明月缓缓地坐了起来。她低头看着手中刚刚出笼的大肉包子，咬了一口。之前她是一心求死，可到了现在，她突然不想死了，她要活着。江明月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儿，有人在跟踪她。她极力地控制住想往后瞧一瞧的冲动。跑什么？怎么了？谢大哥。娘子，别跑了，和我置气也不能离家出走啊！相公知道错了。前方的江明月听到周兴的高喊，恶心坏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再一次加快了速度。因为于夫子，谢渊在私塾里耽搁了一会儿，离开私塾，他是一路抄近道，刚拐到溪水街上，迎面就叫江明月跑了过来。跑什么？怎么了？谢大哥。谢渊见他双眼雾蒙蒙，一副吓坏的样子，眸光微暗，面色沉了一沉，可再开口的时候，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温和。我在，怎么了？有人跟踪我。谢渊抬头，一眼就看到了追过来的周兴，二人对视，他的眼中寒意凛然。兴哥，你得停下来了，快追啊！绝对不能放过那个臭娘们儿。追什么追？咱们走。周兴转身就走，他常年在街上混，自认为还是有几分眼力劲儿。那小白脸一看就是个读书人，而且恐怕是个有个功名在身的读书人。虽不愿承认，但事实就是这样，他招惹不起这种人。谢渊记下了二人的相貌，抬手轻轻地理了理江明月因为奔跑而凌乱的乌发。别怕，他们已经走了。刚才真的是吓死我了。前世今生，他还是第一次经历这种事儿，知道这会儿手还有些抖呢。对不起，我来晚了。这跟你没有关系啦，你不要把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嘛。再说，我这不是好好的。你可认识那男人？认识，前天他曾经来过锦绣坊。江明月缓声把那天的事情给谢渊讲述了一遍。听江明月说完，谢渊心中有了打算。不过事情没有成定局之前，他并不打算给江明月说。别怕，以后我绝不会再迟到了。这件事万不可告诉小红，我怕她担心。好。江明月看谢渊答应了，安下了心来。走吧。来，擦擦汗。江明月擦擦汗，又扬了扬手中的帕子。洗干净了再还给你。这帕子我已经用了大半年了。啊？听小红说她的背包是你做的，绣工真好。江明月眨着眼睛，总算明白了男人的意思。回头我给谢大哥绣个帕子，再给你绣一荷包。他们马上就要定亲，到时候他以未婚妻的身份送给他一点东西，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儿。谢渊唇角上勾，双眼温和地看着他。好，我自个儿写。那多不好意思。对我不用不好意思。离开私塾后，于夫子找了过来，和我聊了几句。这是他来迟的原因吗？哦，你们聊了些什么？他说小红悟性好，且一点就通，敏而好学，又十分的刻苦，乃是难得的好苗子。于夫子起了收徒的心思啦。谢渊点点头。谢大哥是怎么说的？我顺着他的话将小红夸了一番。他只是夸了夸弟弟，却并没有告诉于夫子在私下里已经教导弟弟，这是为何呢？谢渊好像知道他在想什么似的。比起我来，于夫子更适合当小红的老师。可我觉得你是最好的呀。一句话让谢渊的心情好了很多，眼中也染上了几分笑。原来他在江明月的心中是这么优秀的一个人呐。小红是个很有主意、很有想法的人。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察觉出他对自己的未来已有规划。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将来应是想进吏部。吏部掌管天下百官的任免、考察、升调、调动等事务，是6部中最为重要的一步。不得不说，他的好弟弟的野心还真是不小。好，真是好得很呐。于在宛平是个大姓，族人甚多，在朝为官的也甚多，而这些人大多在吏部当差。于夫子虽只是个举人，但他却是于家嫡系，他的亲哥哥现任吏部侍郎，颇为圣上看重。这事你和阿弟说了吗？没有，我暂时并不打算告诉他，
于夫子只是动了心思，恐还要再观察小红一段时间。等他确定了，我再给他说。你呢？你未来的规划是什么？有了他，他的规划自就不同了。明年我中了进士后，谋一个元江府的官职，到时候带着你去元江府如何？可以吗？自然。等咱们安定下来了，你就带着我去拜见岳父岳母如何？他这会儿总算反应过来，他被男人套路了。他双手通红，抽回了自己的手。你长得美，就不要想得太美了。这话并不是谢渊想要听到的。他正欲和江明月好好的商讨商讨，江明红突然推开门走了出来。这时他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二人已经回到了枣林胡同。江明红视线于二人身上打了个转，看看谢渊还算守礼，先给谢渊打了声招呼，紧接着插到二人中间，牵起了姐姐的手。回家了。江明月嗯了一声。谢渊看着姐弟二人握在一起的手，挑挑眉，看向江明红。不合规矩了。这是我亲姐，我很乐意和姐姐这样亲近。突然就觉得这位未来的小舅子有些碍眼。江明月看看男人，又看看弟弟，低头偷偷地笑了笑。我有事要出去一下，家里的门我给你开着，你一会儿直接过来，自己点油灯。谢渊看着江明红说。江明月闻言抬头看了男人。我要去一趟医馆。谢渊特意向他解释一句，虽是个善意谎言，但他心中却是有种负罪感，只觉得不应该辜负他的信任的。哦，谢大哥再见。谢渊看姐弟二人回了家，收拾好了自己情绪，直奔县衙。小赵，前天下午是否有一年约17小眼，左边脸上长了一黑痣的男人在锦绣坊闹事？是，那人名唤周兴，是街上有名的混混，近来手中犯了不少事儿，我正准备将他缉拿归案。倒是个聪明人。犯了事自然要将他抓回去，你既然认识他，这件事就交给你了。是，属下这就去办。谢渊望了一眼离开的人。曹叔，都说强将底下无弱兵，今日我算是见到了，恭喜你手下又多了一位强兵。能得到谢渊这位举人的夸奖，曹捕快心情大悦，哈哈大笑几声，凑到了谢渊身边，小声地问：老弟，那人如何处置为好？这人身上应该背了不少的事，先关押，然后收集证据。他这是并不打算放过周兴啊，也不知周兴做了什么，竟让如此好脾气的谢渊动了杀心。今日就先到这里吧。多谢先生。我会将你调到沈瑜的身边，这样日后你就可以和他一起作伴了。为何？我只是观你好像对他很感兴趣。江明红心中顿时一惊，他自认为他隐藏得很好，没想到还是被谢渊发现了。他文采出众，是个很好的对手。谢渊不置可否的点点头，他这个小舅子藏得真深的。谢渊并未戳穿他，而是顺着他的话。他的确是个很好的对手，且是沈家嫡系。如果你能与他交好，日后进入官场，你们二人可相互扶持。洪听先生安排。先生，他既是沈家嫡系，为何要来宛平求学？可是因为先生的缘故。是老师让他过来的，一是希望我能收他为徒，二就是于氏私塾学习氛围好，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先生为何一直没有收他为徒呢？我嫌麻烦。沈瑜就像是这颗石子，棱角分明，想要将它打造成光滑的石子，绝非易事。他爹娘叔叔们都不愿意操这份心，我为何要揽这个麻烦？江明红觉得说的好有道理呀。你正好和他相反，又太过圆滑了，都挺让人头疼的。你呢，也就有一个好姐姐的缘故。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如果不是因为你姐姐，老子才不教你呢。一直都认为自己还算优秀的江明红，确实有点受打击，不过很快就调节过来。不错，我姐姐的确很好，前日里最在乎我这个弟弟。因为姐姐，你就得教我，就得巴结着我。江明红想到这儿，心情大好，他的姐姐干得漂亮，竟能让谢渊情根深重。谢渊看着一脸得意的小舅子，冲他摆摆手，果然小舅子什么的最让人讨厌了。姐，我打算教鱼跟兄妹读书写字，你意下如何？当然好，但不能操之过急，就像让他们兄妹俩分开睡一样。江明月将昨天晚上的事情向弟弟讲述一番。阿爹，我觉得于根很可能没有傻，我觉得应是那晚的事情对他伤害太大了，大到他无法承受，所以他才会像现在这样刻意的去麻痹自己，刻意的去遗忘那晚的事情。虽忘记了，但一到晚上他就变得十分的暴力和焦躁，看不到于杏儿他会极其不安，即便是睡觉的时候他也必须要抓住于杏儿才能睡觉。
或许他潜意识里觉得只有如此才能保护好妹妹吧。他每天晚上应都会做噩梦，我发现他黑眼圈很重，眼中带着红丝，这都是没有休息好的状态。但今日很明显的就是他眼中的红丝没有了，黑眼圈也消了很多。江明红仔细回忆一番之后，发现确实如此。如果不是姐姐提醒，他竟都没有发现。除了这些，再有就是昨天晚上他睡觉后，我听到他喊了一声娘。江明红眼中暗光一闪。所以于根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咱们要慢慢来。首先要先让他们熟悉咱们，熟悉这个家，等他信任咱们，适应这里的生活后，你再教他们读书写字吧。我听阿姐的。第二天，谢渊依旧是在拐角处等着江明月。不得不说，昨日发生了那样的事情，他直到现在还是心有余悸。不过有谢渊作伴，江明月倒是一点都不怕了。和昨日一样，谢渊将他送到锦绣坊才离开。江明月在附近的早餐摊子上买了一个肉饼，2个鸡蛋，来到乞丐面前蹲下来。天气热，食物不好存放，我只买了一个肉饼，不过我还给你买了鸡蛋，这个你可收着慢慢吃。素娘看着起身准备离开的人，她开了口：江姑娘，你可是还有什么事？我不想像现在这样活着了，我想找一个活计。这才对嘛，人生虽苦，但人间值得，你想开了就好。素娘看着面前的人，脸上慢慢露出了一丝笑，是江明月让她觉得人间值得。你都会些什么？想找个什么样的活计？我会的东西不多，只厨艺拿得出手，也不知县里有没有人招厨娘。还真巧，我家就在招厨娘呢，不知您愿不愿意来我家？愿意，素娘多谢姑娘收留。不必如此的，我家住枣林胡同左边第4户，家中除了弟弟还有2粗使丫鬟，大些的名唤石榴，小一些的名唤于杏儿，再就是一书童名唤于根。您是现在过去呢，还是晚间我带你回去？我现在就过去吧。那行，到了家中你就给石榴说你是我请的厨娘，让他将南厢房收拾出来，以后你住南厢房，月钱的事情咱们晚上再谈，如何？姑娘愿意收留我，给我一栖身之所，管我1日3餐，以是恩同再造，切莫再提月钱之事。成吧，你在这里稍等我片刻。二人认识这么久，江明月知道他并没什么家当，直接来到锦绣坊，选了2身衣裳，付了钱，疾步来到素娘面前，将衣裳递给她。拿回去穿，晚间我再扯些布带回去，咱们自个儿再做2身，暂时也就够穿了。多谢姑娘。我身为你的主顾，这是我应该做的，回家去吧。家吗？素娘心中微微的一暖。素娘，你会伤害我吗？素娘身体微微一僵。姑娘。素娘，你会伤害我吗？我绝对不会伤害姑娘少爷。我信你，回家去吧。林婶家中可是有什么喜事？我儿子要定亲了，就想着给他置办2身体面一些的衣裳，回头去姑娘家下聘，可不能穿得太寒酸。呀，这可是件大喜事呢，恭喜您啦！谢谢哈。将二人送出锦绣坊回来，贺婶走于他跟前，一脸八卦：“哎，他儿子要定亲啦？你可知是哪家姑娘啊？”江明月摇了摇头，他虽然好奇的不得了，但没好意思问：“哎，掌柜的，你知不知道啊？”那姑娘是京都人士。哟，京都人士啊！就连江明月也有些惊讶。那姑娘的爹还是礼部一官吏呢。乖乖，这样的人家怎么会看上林秀才呀？前2年，林秀才跟着同窗到京都游玩，救下了因追赶小偷崴着脚的他岳父。出于好心，林秀才亲自将人送回了家。听说他岳父一眼就瞧上了林秀才，这才有了今日这桩好姻缘。可见好人有好报。下工了。谢渊伸手从他手中接过瓜，然后牵住他的小手，动作一气呵成，并没有给江明月拒绝的机会。江明月就乖乖地任由他牵着，并没有拒绝。今日带的什么？你要茶喝吗？喝，喉咙正好有点不舒服呢。辛苦了。不辛苦。谢渊牵着江明月的手，一边走一边问：“喜欢吃丑瓜？”丑瓜？一个客人送的，我也不知好不好吃呢。今日的药茶冰冰凉凉，但江明月可以肯定，男人并未往里面放冰，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不得不说，被他用心投喂的感觉真的是太幸福了。江明月又喝了一口。家里还有很多，回去了我再给你盛一碗。江明月轻轻地嗯了一声。喉咙可舒服些了？舒服了很多。今日说了很多话？那倒没有，
这段时间大家都忙着夏收，铺内很清闲的，只不过今日天有些闷热，特别是申时前后，一点风都没有的，出了很多汗。哎，现在的我呀，就像是暴晒过后的花，极少雨水的浇灌。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一句话，却让谢渊浮想联翩。他的面上虽然没有任何的变化，喉结却是滚动了一下。现在都这般热了，往后可怎么办呢？谢渊停下了脚步，扭头看向身边的人，很认真地说：觉得累的话就不做了，我家底虽不丰，但养活你们姐弟二人还是没问题的。晓得啦，谢大哥，你咋这么好呢？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你了。一句话让谢渊瞬间停在了原地，此时的他只觉得如踏云端，满心全是欢喜。平日里深邃清冷的一双眼睛，现在变得浓稠灰暗。谢渊看着面前的人，正色道：明月，我也很喜欢你，比我认为的还要喜欢你。本是随口而出的一句话，却得到男人极其认真的回应。江明月开心的同时，又有着一点心虚。知道了，快走吧。定亲后9月成亲如何？那时候天高气爽，硕果累累，正是一年美好的季节。不要。为何？我对你还不够了解，我要再考察你一段时间。俗话说，这女人嫁人就像是第2次投胎似的，我总得看仔细了再投胎嘛。那你就好好看看。温和的语气此时全是包容和宠溺。江明月嗯了2声，看到前面已经是枣林胡同，将自己的手缩了回来。谢渊扫视了一眼自己空荡荡的手，哎，快些定亲吧，要不然想牵他都要偷偷摸摸。院中黄瓜菜瓜都可以吃了，你要不要摘一些带回去？要。他跟在男人的身后正要进去，旁边突然传来一声轻咳。江明月看着走出来的江明红，双眼飘忽了一下，有些心虚。阿姐，你是不是跟我说说厨娘的事？谢大哥，我改天再去摘黄瓜。谢渊看着手牵着手回家的姐弟二人，视线在江明红的身上多停留了几息，故意的，真幼稚。素娘见过姑娘少爷，我容貌有瑕，如吓到姑娘少爷，还请你们勿怪。我和阿弟最大的优点就是胆大了，如不嫌弃，我和阿弟以后唤你一声素姨可好？江明月这亲昵的态度让素娘平静的心里出现了一丝丝的涟漪。是我的荣幸。素姨，你受苦了。看着面部轮廓可以知道，素娘以前一定是一位风华绝代的美人儿，也不知道到底因为什么人，竟然这般狠心与她脸上划了7、8刀。这句受苦让素娘瞬间破防，用了几息的时间才勉强压下心中翻涌的情绪。弟弟江明红扫视了一眼素娘白皙的手腕，眼中暗芒一闪。好在苦难都已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多谢姑娘。江明红虽然顾虑重重，但还是表了态。素姨，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你只管安心住下，有我们姐弟在，就没有人再能伤害到你。多谢少爷，多谢姑娘。不客气。素姨，以后换我明月就好。好，我的过往如烟早已消散，现在只是素娘。江明红眼中金光一闪，好聪明的人呐，这是看他有所顾虑，给他吃一个定心丸吗？姐弟二人目送着素娘离开之后，江明月扭过头来看向弟弟。这下你该放心了吧？江明红点点头，他的确是安心了不少。我之前一直都在头疼，初九媒婆登门了该怎么办？现在问题倒是迎刃而解了。素姨的确是个很好的人选。那明日我和素姨说说。江明红点点头。如何呀？周大山摇了摇头，乌梅脸一白坐了下来，开始呜呜地哭起来。我的小心啊，这2日他不知会在衙门里吃多少苦呢。他爹呀，现在该怎么办呢？明日里你去锦绣坊。姚兴之所以会有今日之祸，是因为江明月的缘故。他害我没了活计，害得小新进了大牢。现在你竟然让我去锦绣坊，低声下气的去求他，我不甘心。娘，他的未婚夫名唤谢渊，你对这个名字应该不陌生吧？咱们周惹不起。有话就说，眼睛都在我脸上烧出来2窟窿了。我阿姐救了一人，她气质出众，不是小门小户能教养出来的，脸上的疤痕应该是别人特意画的。刚才她喝水时，我看到她手腕处的皮肤比其他地方略白。你担心她会给你们带来祸患？
我们姐弟身上的麻烦已经够多了，倒也不在乎再多他这么一桩。我只是觉得这事理应给你说一声。成，我知道了。虚实半，谢渊将早已装好的药茶递给了江明红，带回去给你姐姐喝。往后由我给你们讲故事，回屋吧。于杏儿神色没有多大的变化，于根就表现得很明显了，蔫蔫的哦了一声。素娘将这一切都尽收眼底，她发现这个家挺有意思的，除了石榴，他们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谢大哥，我都知道呀。知道什么了？我知跟踪我的那人名叫周兴，他被捕快抓走了。前些时日在锦绣坊巡逻的那些捕快也是你安排的。谢渊并没有否认。周家的人来找你了？上午来的，他们求我高抬贵手放了周兴。你是怎么想的？捕快们秉公执法，他们抓捕周兴肯定是因为他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情，放不放人衙门里自有决断，求我也没用啊。他的回答完全出乎了谢渊的意料，他以为江明月会心软求他放人。你说的不错，他们求你也没用。江明月眨眨灵动的大眼睛，直直的点头。谢渊忍俊不禁，他看起来是温和又柔弱，平日里几乎没有和任何人发生过争执，关键时刻来了劲儿，让谢渊有种他杀人他也会默默递刀子的错觉。心情愉悦的谢渊忍不住的捏了捏他柔软的小手。江明月象征性的挣扎两下，见男人不愿意松手，忍着手上传来的酥麻，任由他拿捏，直到手被他捏得有些红，双脚落在地上有种轻飘之感。你欺负我，好疼。谢渊只觉得仿佛有一根羽毛从他心头划过，有些痒又有些胀。他抬头看着双颊泛红一脸娇羞的人，瞬间呼吸乱了，平日里深邃清冷的眼睛彼此逐渐变得幽深起来。谢渊喉结滚动，克制住心里蠢蠢欲动，松开了他的手。几息之后平息下来的谢渊追上了江明月。明日我要去京都一趟，可需要我帮你捎带什么东西？烤鸭，听人说京都的烤鸭才是一绝呢，我也想尝尝。我晓得了，明日我恐不能接送你了。你只管放心，我现在一点也不怕了。谢大哥去京都可是有什么事情？二人马上就要定亲，姐姐的事情也该告诉他了。去见姐姐，将咱们的事告诉她，也让她欢喜欢喜。姐姐？谢渊的事情他听说了不少，竟还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姐姐。姐姐，亲姐姐。姐姐的事我日后再跟你说可好？江明月点点头，掏出昨日里绣好的方帕递到了男人面前。送你。没想到他这么快就绣好了。谢渊接过帕子，看着上面的小人儿，轻轻地摸了一摸。绣帕子时在想我？一句话瞬间让江明月红了脸。谢渊看着满脸羞红的人，无声地勾了勾嘴唇，嗓音变得异常温和。谢谢，我很喜欢。可是有什么心事？我今日方知谢大哥竟还有一位亲姐姐。亲姐姐？江明红瞬间想到了一些前世的传闻，难道那些传闻是真的？江明月看着弟弟一脸惊讶，微微地眯了一下眼睛。本以为还能从弟弟这里打探一点消息，可看弟弟的样子，他并不知道谢渊还有一姐姐。关于这位姐姐，谢先生可还有说别的？他说日后再告诉我。江明红眉头微挑，看来要抽空问一问谢渊的事情了，不能因为前世的那些听闻就什么都不问。今日于根可还听话？比我想的还要听话，他在丁班外旁听了许久。于根的种种行为让江明红清楚地认知到姐姐的猜测是对的，于根可能没傻。他比我想的适应的还要快呢。东方刚出现一缕亮光，谢渊就出了门。半个时辰之后，谢渊既放好了马，买了一些姐姐儿时喜欢吃的糕点驴肉火烧，又买了一个不倒翁，然后就来到了五皇子府后的门处。一炷香过后，谢渊望着抱着孩子疾步走过来的姐姐，冷淡的目光中慢慢地露出了一抹暖意。他抬脚往后门处走了5步，直到被守门的婆子拦下，他这才停下来。谢柔等着贴身丫鬟，领着守门的婆子去了假山那边之后，他才对女儿说：“兰兰，叫舅舅。”舅舅。嘿。外甥女儿长这么大，谢渊还是第一次见到她，心中既欢喜又有些酸楚。他急忙掏出了不倒翁，递到了小郡主的面前。谢渊看得出来小郡主很喜欢，但他并未马上伸手，而是先看向了母亲。舅舅给的，拿着吧。谢谢舅舅。不客气。
他看着姐姐，虽然知道有些不合规矩，但还是说了出来。阿姐，我能抱一抱兰兰吗？谢柔轻轻点点头。谢渊小心翼翼地接过孩子的那一刻，只觉得心中胀胀的。姐，兰兰鼻子很像你呢。姐姐谢柔看着此生她最在乎的两个人，别过头去擦干脸上的泪水。果观你比着上次瘦了一些，近来是不是很忙啊？姐姐一定看错了，弟弟明明比之前胖了，倒是姐姐比上次清瘦了很多。皇子妃可好些了？谢柔轻轻地摇了摇头。姐姐市集时也要照顾好自己，你现在有兰兰了。你放心，我会保护好她的。谢渊看姐姐已经明白了他意思，不再多言，从怀中刚掏出荷包，姐姐却是将一荷包递到他的面前。姐弟二人看着彼此手中的荷包都笑了。谢渊将荷包塞进了小郡主的口袋里。这是我给兰兰的，现在已不是从前了，姐，弟弟已长大了，我会照顾好自己，你别担心。反而是你这边，日后用钱的地方会比较多，不可再像之前那样处处节俭，该花的时候就要花，特别是小郡主这里。谢柔听着弟弟事无巨细的叮嘱，唇角含笑，心中温暖如春。她等弟弟说完，然后问道：咱们村今年收成如何？每亩平均增产20多斤。太好了，你有大好的前程，千万不要因为两个不值当的人断送了自己的前程，知道吗？姐姐，我要定亲了。真的？弟弟有了想要与之共度一生之人，那快给我说说他的情况。他姓江，名明月，是江南沅江府人士。去年夏天，阿弟游历到沅江。你们这也算是千里姻缘一线牵了。既然心悦他，就好好的对待他，知道吗？弟弟晓得了。那你们什么时候定亲呢？初9，官媒会到江家提亲。定亲礼你都准备了些什么？按咱们这边的习俗，我准备了簪、手链、耳环和布。谢柔正欲开口，看到贴身丫鬟和守门的嬷嬷走过来，知道她该回去了。你在这里等上片刻，我给你备着东西，稍后让绿娥给送过来。阿姐不用了，我已经准备好了。你会准备什么呀？再说你准备的东西能有我准备的好吗？在这里等着。应该是谢大哥，我出去看看。焦明红看姐姐放下筷子就要冲出去，心中突然有些不舒服。果然，姐夫之类的人最让人讨厌了。想虽然还是这样想，但他还是跟了出去。谢大哥刚回来。趁热吃，凉了口感会差很多。焦明月摸着还有些温热的油纸包，看着胸前的衣裳上染了一些油渍，知道他应该是揣了一路，心中是既甜蜜又有些担忧，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被烫着。咱们一起吃。阿姐说的不错，C先生进来吧，咱们一起吃晚饭。饿了吧？快吃。谢渊温和地看着面前的人，应了声好。被二人自动忽视的江明红突然不知该说些什么，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多余，于是默默低头解开了油纸包。吃呀，尝尝，看是不是你想吃的那个味道。如果不是，改天我给你做。还有什么是你不会的吗？有，以后你就知道了。谢渊看他吃得眉眼弯弯，只感觉胸膛仿佛都没那么疼了。他又将另外的一个鸭腿夹给他后，顺道夹了一块鸭肉放到了江明红的碗里。今日私塾里没有发生什么事吧？我听说于夫子打算再招2位夫子。明天我和周夫子都要参加会试，从下半年开始就要为会试做准备了。倒是私塾这边，我们恐就不能像现在这样天天给你们上课了，所以于夫子要提前招人，方便到时顶替我们。谢大哥可知于夫子招的都是谁？一位小红已经认识，可是之前给我们上过课的林秀才。谢渊点点头。谢大哥，你们月俸多少啊10两。哦，秀才也是如此吗？秀才是5两。还真不少，足够临时他们日常开销了。谢渊想，如果是他一个人花，确实是不少，但是不久的将来，他可能就是个拖家带口养家糊口的人了。夫人的月钱就那么多，小舅子还要读书，况且成亲之后，他并不打算再让江明月去锦绣坊做工。综上所述，谢渊还是觉得肩膀上的负担还是很重的，好在他还是负担得起的。不必想着为我节俭，别人有的你也会有，别人没有的我会努力让你拥有。正在啃着鸭脖的江明红抬头佩服地看向了谢渊，看看人家多会说话呀，怪不得姐姐会动心。如果换作是他，
江明红觉得，他恐怕也抵挡不住。哎，学到了。江明月反应过来之后，知道男人想岔了。那谢大哥可要好好努力了，养我还是很花钱的。江明红咳嗽了2声，这种话能这么搬上台面说吗？况且2人还未定亲呢，他都替姐姐臊得慌。好，谢大哥真好，好想抱抱呀。谢渊听了这个愣了一下，而素来波澜不惊的眸中有一抹炽热闪过，他的唇角翘起，正欲开口，可是一阵咳嗽声传入耳中。旁边的江明红大声的咳嗽，睁大眼睛望向了语出惊人的姐姐，好像在说：“你羞不羞呀？别再说了。”啊，好吧，说的时候真没什么感觉，现在被弟弟这么一警告，江明也突然觉得挺不好意思的。你要是喉咙不舒服，待会儿我可以帮你看看，想再咳时尽量忍着，别吓着了你姐姐。江明红毫无语呀，他是喉咙不舒服吗？我知道了，且再忍忍，明日前媒婆登门后，咱们定了亲就可以了。那低沉的嗓音里还带着哄。啊，江明红又想咳嗽了。这时候谢渊姐姐突然齐齐扭头，警告地望向他。要疯了，还能不能好好吃饭啊？吃饭。我之前听阿爹常常念叨，要科举入仕，首先要有一个好身体。夏天过后，谢大哥是不是要锻炼起来啦？我曾跟着栾伯父学了一套拳法，常练可强身健体，这些年从未懈怠过。什么拳？养生拳。哦，可以教我吗？现在天气炎热，秋天如何？好啊，那就秋天。到时小红也可过来一起学。谢渊对这位未来小舅子还是很照顾的。过去看你们黏黏糊糊、恩恩爱爱，哼，大可不必。谢大哥今日奔波了一天，肯定累了，早些休息。我阿弟今日就不打扰你了。也好，我送你。江明月随着谢渊往外走时，看弟弟跟了上来，回头警告地看他一眼。江明红立刻停下来，虽然有些不放心2人单独相处，但还是进了正堂。大多数的时候，姐姐都是十分听话，也十分温柔，但是偶尔姐姐来了脾气，她还真是吃不消。总之就是惹不起。院门外面，谢渊停下了脚步，看着跟出来的人儿。还想抱吗？啊！江明月反应过来他说什么之后，下意识地扭头扫视了前后，就听到谢渊说：“不用看了，没人。还想抱吗？”这一次的声音极轻，仿佛稍微大一点就会吓到他似的。本来江明月已经没那个心思了，但感觉到男人好像很小的样子，他朝着谢渊走近2步，还未靠近他怀里，他已经先他一步，伸手将他揽入怀中，身体跌进一个滚烫的怀抱，陌生又熟悉的气息瞬间就让他包围。不同于江明月的柔软，谢渊的胸膛十分的坚硬，手臂在这一刻就像铜墙铁壁似的，使他动弹不得，抱得有点紧。别乱动。少女的身子柔软到不可思议，浑身都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那样的熟悉又那样的让他着迷。谢渊没想到，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拥抱，就让他到了失控的边缘。江明月感觉到他的气息就在自己面前，异常的灼热，他当即不敢乱动。夜很深，近到他能清楚地听到他那强劲有力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很快。知道谢渊和自己一样的紧张激动，江明月反而平静了下来。一会儿过后，浑身往外冒汗的江明月声音软软：“你能不能别抱那么紧啊？我有点不舒服。”等多久啦？刚到，家里可都安排好了。有素姨呢。提起素娘，江明月想到昨日谢渊给他们看诊的事儿。谢大哥，素姨病得很重吗？谢渊早就料到他会问，嗯了一声。他的身体就像是破碎后重新粘合在一起的瓷器，随时都有重新破碎的可能。你也不用太担心了，短时间内他不会有事，调养得当还能多活几年。至于其他太过于阴毒的，他并不打算告诉江明月。哦，于根呢？他除了失眠还有其他症状吗？以前他是不是受到过很大的刺激？这和他身世有关。他缓缓地将于根兄妹的事情告诉了谢渊。谢渊自认为自己心态已经十分平稳，鲜少有什么事情能让他起波澜，但是于根的事情还是触及到了他。当人恶到极致，就已经不能再成为是人了，而是畜生，就像他的叔叔婶婶。谢大哥，于根不傻对不对？等到谢渊心情平复下来之后，他才开口：不错，他不傻，只是当初那件事让他大受刺激，自我封闭了一些记忆，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他这种情况很好治，只是……谢大哥，不治。
我觉得雨根现在这样也挺好的，记起一切对他来说太过残忍了。那就不至。谢谢季大哥。不知婶子怎么称呼啊？哟，这说的还是官话，看来江家不简单呢。哈哈啊，我姓钱，县里的人都尊称一声钱媒婆。啊，不知钱媒婆今日登门是有何事吗？哎呦，是喜事儿啊！钱媒婆请进。哈哈，不知夫人贵姓啊？我姓程。哦，原来是程夫人，老婆子今日给你道喜了。不知喜从何来？哦，我今日是特意来向你家姑娘提亲的。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了，4时末，谢渊提着定礼糕点来到了钱媒婆的住所。钱媒婆知道谢渊来了，亲自迎了出来。二人说了几句话之后，谢渊收下他递过来的羹帖，小心的放入怀中，然后将糕点定礼递给了他。劳烦你明日再跑一趟。说着又掏出2两银子递给他。哎呀，谢举人客气了，日后你成亲千万不要忘记请老婆子喝一杯喜酒啊。一定。一会儿过后，谢渊从钱媒婆的住所出来，摸着怀中的羹帖，他笑了。他定亲了，从今天开始，江明月就是他的未婚妻子，不久的将来还会成为自己的妻子。21年了，他头一次像今日这般的雀跃。谢渊回到家中，小心翼翼地掏出了怀中的羹帖，像是抚摸稀世珍宝似的。谢渊盯着羹帖看了一会儿之后，放进了柜子里。他觉得有些不安全，想了想，打开了抽屉，拿出了一把锁。一会儿，他看着柜上挂着2把锁，垂下眼，遮去了眼中的一言难尽。他觉得自己大概脑子被驴踢了。家里要是进了贼，看着柜上挂着2把锁，不用找就知道这里面有好东西。谢渊拿出钥匙，打开了一把锁。就这样吧。哎，你定亲这么值得庆祝的日子，你就给我1坛酒啊？太小气了吧？怎么着也得给个5、6坛呢？我给你5、6坛，你敢要？栾毅认真的想了想，他还真不敢。你定亲之事，可告诉你姐了？告诉了，她很开心。锦绣坊，如何？媒婆可来了？来了，素婶说来的还是官媒呢。谢先生很看重姑娘呢，素婶已将羹帖给了他，也收了谢先生的羹帖。江明月听石榴这样说，嘴角忍不住的往上翘了一翘，提在了半空中的心也瞬间落了地。定亲了，他和谢渊定亲了。我晓得了，天气热，回去吧。哎，一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酉时初，江明红看谢渊留了作业，收拾了课本就要走，他心思微动，举手恭敬的叫了声先生。我有一处不是太懂，还望先生解惑。谢渊看看还有点时间，走到江明红的面前问：哪里？这里。二人旁边的沈瑜在听到江明红问的是什么之后，眼中闪过了一丝困惑。昨日里二人还在讨论这句话，江明红明明已经理解，为何现在又装作不懂呢？谢渊以最简单的话解释了一番，然后问他：懂了吗？还有这里。谢渊看了一眼他指定的地方，耐心十足的又给他讲解一番。等到江明红再问，他眯眯眼睛，压低声音：故意的。我在很认真的向先生讨教，怎么能说是故意的？晚上再问也不迟。现在不解惑的话，我担心自己会食不下咽，到时阿杰肯定会担心的。他要是问起……大家都是聪明人，接下来的话里江明红虽然没说，谢渊却是懂了。算你狠！他快速讲完，并未再给江明红提问的机会，大步出了学堂。先生，我跟你一起回家。我知你和你阿姐感情深厚，现在她突然变成了我的未婚妻，你可能会有些不适应。没关系，我可以给你时间。不过江明红，你不是小孩了，所以我还是希望你能尽快的适应，早点接受我。江明红闻言沉默了。江明红推开院门，看到笑语艳艳的和素娘说话的人，想到前世的种种，他慢慢的红起了眼眶。谢渊的话点醒了他，前世如果不是自己太冲动，在陈富贵的挑拨下他得罪了大皇子，姐姐也不会为了救他委身于二皇子。如果不是他不够成熟理智，一直招惹二皇子，惹起了二皇子的杀心，姐姐又怎么会死呢？前世是他一手害死了姐姐。江明月听到门响，扭头见到弟弟眼睫微湿，嘴唇苍白，浑身散发着悲伤的气息，
让人看一眼就忍不住的跟着难受。他的心里咯噔一下。阿弟，你怎么了？姐，对不起。没关系，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没关系。江明红紧紧的抱着姐姐，眼泪顺着眼角滑了下来。可需我帮忙？不用，你稍等片刻，我马上就好。他虽是这样说，但谢渊还是帮他一起将凌乱的布整理好，这才提着事先准备好的糕点来到柜台处，分给了韩兰兰三人。明月平日里时常和我提起你们，说你们对她十分照顾，虽是在锦绣坊，她却有种在家的感觉。往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家明月恐还需要你们多照顾，日后但凡有用得到我谢渊的地方，你们只管说。走过来的江明月听到这一席话，心中像是吃了一颗糖似的，甜滋滋的。谢渊为了他，竟就这么的送出去了一个人情。举人老爷客气，我们一定会帮你照顾好明月的。哎呀，我们都十分喜欢明月，举人老爷放心，在锦绣坊中啊，我们一定不会让别人欺负他的。谢渊温顺有礼的朝三人点点头，然后转身牵着江明月走了出去。呀，明月这未婚夫真不错呀。可不是，虽是一位举人，却温和有礼，平易近人的。大街上，谢大哥，没想到你今日会进锦绣坊呢。之前为了你的名声着想，我不能进，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是你的未婚妻。这个词汇听起来是如此动听。谢渊眸中泛起了异样，温柔地看着他，低声道：以后也会是我的妻子。妻子吗？江明月的心中仿佛有只土拨鼠在叫，害羞的都想捂脸。谢渊看着小脸粉扑扑、乌黑的眼睛里透着喜悦和羞涩的少女，唇角微微的往上勾了一勾。今日钱媒婆来送了定礼，分别是金簪、手链、耳环和布。布名唤云雾绡，乃是贡布，柔软又透气。为了弄到这匹布，谢举人想必费了不少心思。谢举人有心了，姑娘好福气。江明月闻言，眸光闪了一闪，一脸羞涩地低下了头。少顷，闺房内，江明月轻轻地抚摸着云雾绡，陷入了沉思之中。贡布是专供皇室的，朝中大臣家中即便有，也都是皇室赏赐的，绝不可能外送。所以谢渊是怎么搞到这种布的？云雾绡，寻常人是接触不到的。江明月敢说，朝中半数的官夫人恐怕都不认识这种布。那素娘是怎么认识这种布的呢？素娘在提点她的同时，也暴露了自己，也不知道她有没有想到这一点，或者是想到了，根本就不在乎呢。江明月揉了揉眉心，天哪，头好疼啊！她最不爱动脑筋了，这种事情还是弟弟谢渊去头疼吧。既然这种布这么好，姐姐不妨给自己做2身衣裳，夏日穿着也凉快些。我回赠什么礼比较好呢？玉簪和玉佩都可。那就玉簪吧，明日我抽空去银楼逛逛，你要不要？江明红摇了摇头。我现在还用不到。那成，以后我再给你买。晚上你自个儿看书，我有应酬，应会回去的很晚。我晓得了。回去告诉我未婚妻，我恐要过个2-3天才能去接她了。江明红哦了一声。江明月回到家中，听了弟弟的话，知道谢渊晚上应该有应酬，他问道：什么应酬？没问。下次要问知道吗？江明月叮嘱了弟弟一句，进了灶房。素爷，晚饭过后煮点喜酒汤。是。戌时初，江明月叫住了准备去隔壁的弟弟说：家里煮了醒酒汤，谢大哥要是回来了，你别忘端碗过去。好。江明月看着弟弟好像不认识他似的。怎么了？只是突然觉得阿姐有贤妻良母的风范了。连阿姐也敢打趣呢，快去吧。谢渊回到枣林胡同已是戌时末，今日虽然没有人劝酒，但是知道他定了亲，架不住大家都来向他敬酒，一杯一杯的敬了肚，谢渊还是有些醉了。好在他早有准备，不至于醉到人事不省。还未回。江明红扶着一身酒气的谢渊坐下来，端起桌上还有些温热的醒酒汤递给谢渊。阿姐让我等你回来了再回去，她的话我不敢不听。谢渊闻言将醒酒汤一口饮尽，这种被人放在心里记挂的感觉真的很好呀。告诉我未婚妻我很好，让她别担心。我知我姐是你未婚妻，你不用反复强调，这样说话你不觉得别扭？我乐意。
看着那醉醺醺的男人，江明红很大度的并未和他计较。灶房里有烧的水，可能自个洗漱。这也是你姐叮嘱的。没想到被爹娘捧在手心里，一直都需要别人呵护的姐姐，有一天竟然也懂得关心别人了。我不是别人，而是你姐夫，是我的荣幸。你知道就好，日后如果敢辜负阿姐，我饶不了你。这句话是威胁，也是警告。谢渊笑了笑，闭上了双眼，什么都没说。他会用自己的行动去证明江明月没有选错人。江明红看着仿佛要睡着的人，随手拿起了椅子上的衣裳搭在他身上，刚往外走了2步，就听谢渊说：你姐救我之事我已经宣扬出去了，相信用不了多久，这件事就会在宛平传开。我知道了。不得不说，谢渊态度让他很满意，没想到他这么快就开始行动了，毕竟他和姐姐这才刚刚定亲。祖叔你在吗？在。他打开院门，看着一脸着急的虎子问道：可是村里出了什么事儿？村里好好的，出事的是吴奶奶，傻帽叔划了吴奶奶的脸，然后又哭又叫，还风言风语的说你害他。族长说您要是有空了就回去一趟。谢渊微微的眯了些眼，回屋打开抽屉，拿金疮药的时候，看着最里面的药瓶，沉思片刻，一并揣进了怀里。稍顷，他带着胡子骑马回到了谢家村锦绣坊。江明月送走一客人，看看已是辰时2刻。石榴想必已经将早饭送给了谢大哥，也不知道他醒酒没，难不难受。江姑娘想什么呢？这般入神。林婶好，好久没有见到您了。林秀才的亲事可定下来了？定下来了，这不18下聘，我特意来买2匹布。恭喜林婶双喜临门。我听阿弟说啊，于父子已经正式聘请了林秀才，你和小菊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借你吉言了。傻帽好像比以前疯得更厉害了，上了你婶婶后拿着刀从家里跑了出来，说什么你害他们。我们怕他再伤着人，就将他捆绑在了屋内。又让三爷爷和大家费心了。一家人应该的，不过总是这样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我之前曾向叔叔婶婶提议将堂哥关进屋里，每日只需给他送饭送水即可，可叔叔婶婶都不愿意，还说我没安好心。谢渊一脸委屈又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谢老族长安抚地拍了拍他肩膀：这几年难为你了。我倒无所谓，我爹和叔叔虽早就分了家，但他毕竟是我亲叔，我自然希望他们好。一会儿我回去了再劝劝他们，如果他们愿意，我再带着堂哥去医馆再看看。如果他们不愿意，以后你都不必再插手他们的事。分了家就是2家人，他们虽养了你几年，但你家的家财全都给了他们，早就两清了，没道理你往后还要管着他们，给他们擦屁股。谢老族长想到谢恒这2口子这些年干的事儿，就来了气。谢渊红起了眼睛：我听三爷爷的。老族长看着一脸委屈的谢渊，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打起精神宽慰起他来：谢谢三爷爷，听了您一席话，我心里好受多了。也不知婶婶如何了，我回去看看。回去吧，有什么事儿就来找我，我给你做主。好。你回来了？听说茂哥划花了婶婶的脸，我就回来看看，婶婶可还好？又让你担心了，我已经为他包扎过了，无事。婶婶被划花了脸，怎么能叫无事呢？我去看看她。不用了，你婶婶刚睡着，咱们就不要吵了。看着有些浑身紧张、上下戒备十足的叔叔，谢渊双眼微微的一眯。成，我听叔叔的，那我去看看茂哥。谢恒立马拦着他：不行。啊？如果说之前还只是猜测，那谢渊现在已经可以肯定，谢茂清醒了。他清醒的比他们预计的还要快。谢恒看谢渊走远，第一时间冲到了东屋。他晚上会在这里住上一夜，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咱们儿子可还好啊？一冷静下来，这会儿睡着了，我将他锁在了屋内，省得他再跑出去被族人打，也省得谢渊趁我们不注意进去害他。听到谢渊2字，赵小红的情绪有些激动。他就是个白眼狼，茂他爹，咱们必须要保护好咱们的儿子。咱们将茂儿藏起来如何？现在村里都是他的眼线，咱们能将茂儿藏到哪儿去啊？那你说怎么办？咱们干脆一不做
儿不凶。你以为现在还是以前？他现在可是举人，你疯了？我是疯了，如果不这样做，咱们都得疯。他是绝对不会放过咱们的。他那么聪明，肯定知道了以前的一些事儿。你觉得他会放过咱们吗？你让我再想想，再让我想想。半山腰处，谢渊眼神冰冷地望着下面的青砖大瓦房。他特意出来，就是给他们时间商量对策，希望他们不会让他失望。你今日可见到谢大哥了？他和周夫子调客了，并未去私塾。难道是在医馆？吃饭，谢先生不会有事的，不要胡思乱想了。江明月哦了一声，低头乖乖吃饭。再说谢家村，谢恒在媳妇儿的示意下搬出了一坛酒。你许久没在家里过夜了，叔今日高兴，咱们喝一杯如何？只要婶婶没意见，我就喝。你们喝，不必在意我。好，那今日侄儿陪叔叔好好喝几杯。谢恒和侄儿碰了一个，看他将酒喝了下去，顿时松了口气。几杯酒进肚，谢渊摇摇头，看着二人说：“我好像醉了，叔婶接着吃，我先回去了。”哎，你慢点。二人看谢渊回了屋子，无声地交流了一番。夜明星稀之时，赵小红和谢恒悄悄从屋里走出来，他们轻手轻脚地抱起干柴，放在了屋子四周。谢谢，好累呀，我只觉得浑身无力的。没屁用的东西，这才干了多久啊？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什么味儿？因为脸上抹了一层药膏，除了药味，他什么都没有闻到。好像是花香。应该是谢渊从山上带回来的。起来接着干活。不知为何，接下来他怎么也说不出话来了，张大嘴巴努力几次，却都没有发声。你怎么了？赵小红却突然摔倒在了地上，他吓了一跳，立刻将媳妇扶起来。你这是咋了？他没事，只是暂时无法说话罢了。这突来的声音就像一道惊雷，将二人吓得魂不附体。先将我迷晕，趁着我人事不省的时候，再放把火把我烧死。你们的计划还不错。这计划是婶婶想出来的吧？谢恒一脸惊恐地盯着眼前的侄儿，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你，我是怎么知道的？哼，我怎会在一个坑里栽2回？事先我已经吃了解药了。小渊，我们错了，我们知道错了，我们鬼迷心窍了，求你饶我们这一次吧，看在我是你亲叔叔的份上，饶了我们吧。我娘求你们时，你们可有想过饶过她？谢恒的声音戛然而止。我姐姐求你们的时候，你们可有想放过她？他知道了，他竟都知道了，那他可还会放过他们呢？生死危机之下，谢恒连媳妇儿子都不要，只想逃。他爬起来，刚往大门口跑了几步，双腿突然一软，倒在了地上。别挣扎了，你是走不出去的。谢恒身体微微一僵，张嘴想要呼救，可他努力了几次，却是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下药了，谢渊给他们下药了。茂哥，我回来了。谢茂望着走过来的人，呜呜的剧烈挣扎起来。嘘，茂哥要乖，不然弟弟会不高兴的。谢茂立刻安静下来，就这样直直的盯着谢渊，眼神深处流露出了一抹惊恐。想起自己是谁了？谢茂身体一抖，看着谢渊从怀中掏出了一个药瓶，再次挣扎起来。别怕，吃了药就好了。地上的谢恒、赵小红望到这一幕，啊啊的叫了起来。他们拼命的想站起来，想要去阻止，可身体却使不出一丝力气，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谢渊将药丸塞进自己儿子的嘴里。这一刻的赵小红恨不得喝他的血，吃他的肉。果然是谢渊害了他们儿子，茂儿根本就不傻，一切都是谢渊的缘故，是他做的。该死，他们都该死，他们杀了我娘，抢了我的家产，卖了我姐姐，我要杀了他们，杀了他们！看着谢茂再次将自己带入成了他，谢渊露出了今晚第一个笑容。你说的不错，他们都该死，杀了他们就可以为母亲姐姐报仇了。杀！昨晚是怎么回事？昨日晚间我整治了几个菜，小叔兴致极好，闹着非要喝酒，我劝说无果。陪他喝酒时，茂哥醒了，在屋里大喊大闹叫的。我本欲去照顾他，叔婶都不愿意，说有他们呢，让我回屋休息。我家里的事你们也都知，因姐姐失踪，因我考中功名，茂哥落榜，叔婶对我有了芥蒂。
我不愿惹他们不高兴，就回了屋。因喝了酒的缘故，我睡得有些沉，迷迷糊糊的，只听西屋起了争执。一开始我并没有在意，毕竟这样的事以前天天发生的。就在我快要睡着时，一声惨叫声将我唤了起来。我冲到西屋，婶子已被茂哥砍倒在地，叔和茂哥正在争执。我上前帮忙，不慎被茂哥砍了一刀。叔看着我受了伤，就让我出去喊人帮忙。我跑到宝叔家中，唤醒宝叔、四爷爷，再回家，西屋已着了火。之后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我和爹来到傻猫家里，先我们一步回到家的小渊冲进了火海中。他背着谢恒刚往外跑了几步，傻猫就追了上来，死死地抓住了谢恒，又将他给拽了回去。我和爹看火势越来越大，就先将小渊给救了出来。等我们再想进火海救人，也来不及了。几位族人知道事情的始末，纷纷安慰了谢渊一番之后，这才离开。三爷爷，我叔这里还请您帮我暂看一二，我得回县里一趟，安排好那边的事就回。好，你只管去，有我们呢。多谢三爷爷。你受伤了？一点小伤无碍。谢渊掏出了钥匙递给了江明红。未来几天我都不在家，你想看书的话就自个儿找，我未婚妻那里你帮我说一声。可是出了什么事？昨日李阿姐看你不在，也开始胡思乱想，所以你最好给我一个合理的说法，不然下午回去我没办法给姐姐交代。叔婶儿的事情，谢渊本不打算告诉江明红，可想到江明月，他又改变了主意。回村奔丧。你知我还有一叔叔婶婶，昨晚他们丧生在了大火中。您节哀。我走了。晌午谢先生来了私塾。江明月的双眼瞬间明亮几分，扭头看向弟弟。他是来请假的。江明红将事情给姐姐说了一番。好好的，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江明月的心里有些担忧起谢渊来。他亲人本就不多，现在又痛失叔婶和堂哥，现在的他想必很难过吧。明日里我想去看看谢大哥。江明红好像早就料到姐姐会这样说似的。为夏于夫子请了1天的假，明日里陪你一起。阿爹，你真好。第二天，姐弟二人用过早饭之后，江明月去锦绣坊请了假，江明红带着鱼竿租了马车，买了纸钱等等。1刻钟之后，姐弟二人带着鱼竿16出了城。谢家村的人很是和善，看他们是来奔丧的，直接将他们领到了设置灵堂的地方。江明月转身隔着人群，一眼就看到了跪在灵堂中的谢渊。或许是察觉到了他的注视，谢渊突然就转过了头来。二人隔着人群对视，谢渊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就是惊，再然后那清冷的眉眼瞬间就温和了下来。谢大哥。对上女人写满了担忧的小脸儿，谢渊温声道：我没事，你们怎么来了？我觉得你应该想见我，就过来了。那你还真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谢渊说着主动握住了他的小手。江明月身体微微一僵，下意识地缩了一缩。别怕，也不用紧张。这样的场合，四周又都是他的族人，自己怎么可能不紧张呢？江明红看了一眼两个人紧握在一起的手，这一次他没有一丝的不悦。江明月在众人的注视下，由谢渊牵着进了灵堂。正欲叩拜，就听谢渊说：不用。他并不愿意让明月叩拜他们，他们不配。江明月闻言有些惊讶的飞快与弟弟对视一眼。上炷香即可，他们虽是我的叔叔婶婶，但我们早已分家。话外的意思就是关系并不亲厚。江明月二人听话的上了香，就跟着男人进了西厢房。我听小兰说你受伤了。只是一点轻伤罢了，无碍，别担心。我想看看。真没事？如果真的没事，为何不愿让我看看？谢渊听他话语中带了些许的小情绪，不愿他不开心。我已上了药且包扎了，你忍心我再拆开绷带？除了胳膊，可还有其他地方受伤？没有了。江明月知道即便有，男人恐怕也不会告诉他了。弟弟在这儿，自己又不好强行查看，只能作罢。谢大哥，你要照顾好自己，人死不能复生，你别难过。谢渊闻言轻笑了一声，面对着江明月，他一点都不想隐藏真实的自己。他不管别人如何，但江明月是会和他携手走一生的人，彼此应该坦诚相待。虽然极其的有可能会吓到他，但他还是说了出来。我不难过，反而还很开心。这些年从未像今日这般开心过。我现在这个样子都是做给外人看的罢了。正往桌子上摆饭的江明红扭头看向了谢渊。江明月看着面前的男人，
有片刻的呆愣，是幻听了吗？谢渊好像知道他在想什么似的。你并没有出现幻听，我的确很高兴。人是我杀的，我又怎会难过呢？江明月的瞳孔猛地收缩，一脸震惊地看向了男人。谢渊的声音虽低，但在没有刻意隐瞒的前提下，江明红听得是一清二楚。他虽和姐姐一样的震惊，但第一反应则是快步走到窗边，看向了外面，确定无人，微微地松了口气。现在知道了吗？我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好，甚至不算是个好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可以不择手段。谢渊眼神专注地看着面前的人，没错过他脸上任何一丝表情的变化。明明男人做的那般笔直，可江明月却感觉他的脊背好像弯下来似的，心疼压过震惊，正想开口，就算你觉得我可怕，今生也只能与我在一起。你知道了我最大的秘密，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你离开我的。江明红微微的挑眉，望向了姐姐。在姐姐眼中，谢渊是谦谦君子，是完美的。现在知道了他的另外一面，姐姐会如何选择呢？他不知道姐姐会怎么选，但他知道他的选择，那就是毫无保留的支持姐姐，哪怕是与谢渊为敌。江明也突然想到了谢渊之前说过的那句话：我喜欢你，比我以为的还要喜欢你。江明也觉得这会儿他必须要做点什么，所以他整个人起身，以不容拒绝的态度直接坐到了男人的身上，来了一个投怀送抱。谢渊身体僵硬了一下，他刚才已经想了很多种可能，唯独没有想到这一种。江明红看着相拥在一起的二人，并没有打扰他们，而是走到门口坐了下来，开始为二人把风。谢渊克制再克制，亲了一下怀中他的额头。不怕？不怕。为何？你是我熟悉的那个谢渊，是那个喜欢我的谢渊，我为何要怕？我只需要知道，无论你怎样都不会伤害我就够了，别的我不在乎。你不要再讲那些不好的词了，我听着难受。今生只要你不负我，我一定不会离开你。谢渊心中慢慢的起了阵阵涟漪，而这涟漪很快的就变成了滔天巨浪。江明月的这番话好像抚平了他心中所有的伤痕，这会儿他心里胀胀的，有欢喜也有歉意，更是从未像现在这样满足过。今生只要你不负我，我一定不会离开你。不会，此生我绝不负你。我信你。她漂亮的小脸蛋儿近在咫尺，小巧挺翘的鼻子，淡粉的唇，淡淡的清香。此时此刻对于谢渊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虽知不合时宜，但他还是控制不住的缓缓地低下了头。江明红太无语了，真当他是个死人吗？就在江明月羞涩地闭上眼睛，就在男人的气息距离他越来越近，一声咳嗽打断了二人。江明月的脸瞬间像是熟透的苹果，重新埋在了男人的怀中，他就忘了弟弟还在。突然被打扰，谢渊多少有些不悦，他淡淡抬头瞥了一眼江明红，低头把碗落在了少女的乌发上，安抚地拍了拍怀中江明月的后背心。先生，为何？江明红看到气氛刚刚好，把握住机会，这是一次探知谢渊过往的绝好机会。如果再错过这一次，他觉得往后恐怕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我阿爹是村里第一个读书人，可惜他生来体弱，考中秀才，熬去了他半数的精神气。为了我们这个小家，为了我和我姐，他放弃了继续参加科举，而是将他的梦想寄托到了我的身上。读书是个很费钱的事，为了供我读书，为了给姐姐攒一份体面的嫁妆，他做起了生意。我阿爹很聪明，再加上气运好，短短3年的时间就积累了一份不丰的家业。可惜好景不长，因劳心劳力，我8岁那年的冬日，我爹病倒了。虽然我们第一时间就请了大夫，可最终还是没有留住他。男人声音虽然很平缓，但江明月却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他些许的悲伤。他安抚地与他怀中蹭了一蹭。我阿爹去世没多久，叔叔婶婶就起了霸占我家家业的心思。他们以我年纪还小为由，说要帮我们暂管家业，我娘不愿，强势拒绝了。之后他们又以各种手段，明里暗里地逼迫过我娘好几次。我记得闹得最凶的一次，我娘请来了族老，这才保住家业。而我娘的这些行为彻底激怒了二人，让他们起了杀心。江明月闻言，心头微微一凛，难道他娘是被他叔叔婶婶杀死的？为了取信我娘，二人很是下了一番功夫。他们先是各种认错赔礼，然后又制造机会帮着我娘解决了好几桩麻烦，
如此这般，过了大半年后，我娘对他们慢慢放松了警惕。12年前的10月初6，他们支开了我和我姐，以为我娘庆生为由，将她请了过去。席间，我娘在他们一再力劝下，饮了2杯酒。她怎么也没想到，二人竟会在酒水里下毒，更没想到，他们竟丧心病狂地将她和一二流子关在了一起。谢渊深邃的眸中渗着丝丝杀意，哪怕已经是12年之前的事，他依旧是杀意凛然。江明月闻言，心中的火噌的一下升了起来。他们怎么可以这样坏？太可恨了！看着情绪激动的少女，谢渊反而平静了下来。事后，阿娘自认对不起我爹，本想一死了之。二人却进了门，拿出早就写好的家业转让书，让我娘签字。我娘不签，他们就威胁我娘，说是要将昨晚之事宣扬出去，说我和姐姐有一个不守妇道的母亲，我姐以后也别想嫁到好人家去。我将来如果入世，这将会是我一生的污点，连着我爹的名声也会受损。我娘为了我们屈服了。他们拿到了想要的东西后，将我娘带进了山，说既然她也无言苟活于世，就帮帮她。赵小红，我的那位好婶婶，亲手将我娘从山上推了下去。二人确定她再无生还的可能，这才下山。江明月的心里这会儿像突然压了一块大石头似的，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了。谢大哥刚没了爹，时隔1年又没了娘，也不知道他当初是怎么熬出来的。他们都没有想到我娘滚下山后并没有死，她强撑着最后一口气，用鲜血将这件事写了下来，丢进了附近的灌木丛中，并给我和我姐姐留下了记号。那日安置好母亲的尸身后，我在姐姐的帮助下，避开所有的人来到山上，找到了那份血书。我们虽恨，但那时我和姐姐都太弱小了，根本就报不了仇。再加上叔叔婶婶平日里面子功夫做得极好，在村里的威望很高，我们谁都不敢告诉，只能和他们虚与委蛇。明明杀母仇人就在眼前，他却什么也做不了。谢渊永远忘不了那时的无力和无助。后来他考取了功名，虽然强大到可以独当一面，可母亲却再也回不来了。这些年他一直都没有杀他们，不是他仁慈，是因为他要他们生不如死。听着男人略微沙哑的声音，江明月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那时的他才9岁，明明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被害死的，却不能为母亲报仇，那种恨和无助，没人能够感同身受。谢渊很快察觉到江明月满脸的泪水，顿时都慌了。怎么了？我好难过，替谢大哥难过。谢渊怔了一怔，抬手仔细又温柔地替他擦去眼泪。我都没哭，你也别哭了。哭得让他心疼呢。我替你哭一哭，替你难过，你就不要难过了。谢渊沉默半晌之后，轻轻一笑，重新地将江明月拥入怀中。我不难过了。一会儿过后，弟弟江明宏见二人情绪已经稳定下来，他问道：然后呢？江明月抬起头看向弟弟，他撅着嘴巴，一脸不满。他不想谢大哥再提起那些伤心的往事。弟弟江明宏也知道，一再让谢渊自揭伤疤，显得自己有些铁石心肠，但他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今日不问，往后恐怕都没有机会了。然后他们许是做了亏心事，心中不安，怕我和姐姐成长起来会成为他们的大患，几次3分想除掉我们。如果不是我和姐姐机灵，对他们始终保持着警惕之心，恐活不到现在。如此1年后，他们看非但没能杀死我们，一系列的行为还引起了族人的怀疑。再加上那二流子以我娘的事要挟他们，时不时就会来向他们索要一笔钱。二人暂且罢手，一门心思对付那位二流子，我和姐姐这才得以喘息。他们和那二流子斗了2年，这期间谢恒跟着那二流子学会了赌，学会了逛青楼。最后他们虽弄死了二流子，但偌大的家业也已被谢恒败得一干二净。江明宏的眸光闪了一闪，一个二流子吧，他的叔叔婶婶竟和他斗了2年，这其中恐怕还有谢渊姐弟的手笔。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他们过惯了富裕生活，再让他们过穷日子，二人自然不愿意，所以他们又将主意打到了我姐姐的身上。他们又将姐姐卖了？他们对外说带我们姐弟去京都逛一逛，实则是想以高价将我姐姐卖到京都最大的百花楼。幸好我们及时察觉到了他们的意图，那时正值宫内招收宫女，姐姐为了摆脱二人的控制，为了能供我继续读书，背着他们在我的掩护下偷偷报名进了宫。
我利用姐姐消失这件事，暂且拿捏住了二人。之后的3年里，他们虽一再阻止我读书，却并未再敢对我下手。直到他们得知我准备参加童子试，他们慌了，先是在我的吃食里下药，紧接着又安排人路上袭击我。如不是我事先有准备，又和几个人结伴同行，我恐进不了考场。江明月知道了谢渊的过往，又想哭了。谢大哥，真不知道他的谢大哥那些年是如何熬过来的。他可怜的谢大哥呀！谢渊看着怀中的人儿，眼中再次蓄满了泪水，安抚地拍了拍他背心。都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明明需要安慰的人是他，现在却变成了自己。以后我们只生一个孩子，不，咱们只生一个儿子，可以多生几个闺女。江明红和谢渊突然无语了。江明月看着男人面无表情。你一个孩子也不想要？这个话题转得有点快呀，怎么突然变成他不想要孩子了？阿姐，姑娘家的矜持一点，你羞不羞啊？我和谢大哥已经定亲了，那距离成亲孩子还远吗？你知道姐姐这人没什么本事，你的那些私房钱就别花了，给你未来的外甥女攒着。阿姐，我是你亲弟弟，你们这还没成亲呢。外甥女什么的还没有影呢，现在就惦记她私房钱，这合适吗？很快了。说的爹娘好像一定会答应似的。看着江明月求助地看向自己，谢渊勾唇，颇为自信。我一定会让岳父岳母同意的。听到没有？那要还是不答应呢？那就私奔。江明月，你最近画本子看多了是不是？听听，这是一个姑娘家该说的吗？叫姐，没大没小的。谢渊看着斗嘴的姐弟二人，脸上露出了一个很清楚的笑容。经二人这么一闹腾，心中那低沉悲伤的气息也就随之散去了。我一定会让岳父岳母答应这门亲事的，我可舍不得让你自损名声来和我私奔。记住你今日说的话。谢渊轻轻地嗯了一声，将头靠在了江明的肩膀上，闭上了眼睛。让我靠会儿。放松下来的谢渊这会儿只感觉非常的困。好。江明月一动不敢动，乖乖地任由他靠着。仇人死了，明明很高兴，却在众人面前要装作很悲伤，还要为仇人送终。他想，这2天他一定是身心俱疲，憋屈坏了，也不知道自己这种安慰的方式有没有令他好受一些。看着睡着的谢渊，他心中并不像表面上表现出来的那般平静。一，他确实挺高兴的，谢渊肯将他灰暗的人生经历告诉他们，说明他已经足够信任他们。二，他看了一眼温柔的姐姐，经过今日之事，他们2个和谢渊算是彻底的捆绑在一起了，姐姐再也没有离开谢渊的可能。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了，未时末，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说话声。我出去看看。好。江明红刚往外走了2步，便传来谢渊沙哑的声音。什么时辰了？末时末了，要不要再睡一会儿？不睡了。哪怕只是相拥了片刻，谢渊已经开始有些贪恋这种滋味了。不过他的理智告诉他，他必须要出去了。江明月闻言急忙从他身上下来，理了理衣裳，双腿有些发麻。谢渊缓了一缓，这才起身往外走了几步，突然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扭过头来看着江明月说：别忘吃饭。江明月乖乖地嗯了一声。姐弟2人吃了饭，又待了一会儿，已经是申时。这时谢渊走了过来。我送你们出村。江明月闻言抓住男人的衣袖，声音软软糯糯：我想留下来陪你。谢渊心中微微一暖，抬手轻轻揉了揉他的头。我可不舍得让你待在这里，2天后我就回去了，别担心。可我就是想留下来嘛。江明月踮起脚尖，在男人耳边低语了一句。谢渊的眼中闪烁着某种光芒，有些心动。不行，咱们老江家丢不起那人。江明红面无表情地看着姐姐。谢渊淡淡地瞥了一眼小舅子，他要是真敢将明月留下来，小舅子非得掀桌子不可。听话，回去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谢渊柔声哄他。江明月看着2人态度都很坚决，只好哦了一声。为了避免姐姐改变主意，江明红拉住姐姐就往外走，谢渊紧随其后。一会儿后的村口，江明月颇有些恋恋不舍地看着男人。我走了。路上慢点。你真不挽留我一下？江明红脸一黑，抬手按在姐姐脑袋瓜上，将她按坐进了马车里。
然后放下车帘，一鞭子甩在了马背上。谢渊还隐隐地听到江明月在抱怨：“哎呀，你慢点，我后背都硌到车厢了。”谢渊嘴角微微向上勾了一勾。江明月这次到来，让他彻底地放下了过去，宛如重获新生。我想谢大哥了，我想喝冰冰凉凉的酸梅汤，想喝果茶，也想喝药茶。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江明红看着颇有些望眼欲穿的姐姐，安慰道：“别急，我想这2天谢先生也该回来了。”我管你这几天心情好似很好，可是有什么喜事？喜事没有，只是交到了一个好朋友。哦，回头有空了可以请他来咱家做客。江明红轻轻地嗯了一声。就在姐弟2人一前一后往正堂走的时候，他们口中的谢渊此时正受邀来到老族长家。人死不能复生，你要尽快振作起来才行。这几日让三爷爷担心了。书审的身后事我也处理完，明日就会献礼。又到了1年1度交下税的时候，昨日里五子他们天不亮就去了县里，排了1天的队，都没有轮到咱们谢家村。谢渊闻言也知道老族长把他叫过来的原因。交下水的事就交给我吧。往年咱们交的是粮食还是钱？粮食，今年怎么交？你看更方便一些。交钱吧。自从他成为举人之后，族人们为了免交税收，将大部分的地都记在他的名下。现在全村真正需要缴税的地只有20多亩，以族人们现在的情况，轻轻松松就能把钱拿出来。成，一会儿我就通知下去，明日早晨让虎子将钱给你送过去。可这一日，谢渊是在老族长家待到了戌时末才离开。也许是喝了酒的缘故，也许是月色好，他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江明月。当日答应他2日就回，可竟拖了4天，他应该很着急了吧？想到明日就能见到他，谢渊顿时有些归心似箭。你可有7、8天没来了，在忙什么？在处理谢恒3人的丧事。栾毅闻言顿时一惊，看向了谢渊。他不明白他怎么就突然动手了。谢茂提前清醒了。栾毅蹙眉，怎么这么快？那迷幻药是他和谢渊一起研制出来的，所以2人都十分了解那药的药性。当时他们推断的是4、5年，没想到才3年半，那谢茂就清醒了。谢恒2人想要杀我，以绝后患。没露出什么马脚吧？谢渊摇了摇头。人死如灯灭，这么多年了，你也该放下了。我有了想要守护、保护的人，自不会再让过去的事影响到我。走。成，改天咱们聚聚。好。栾毅望着离开的人，不由得就想到了昔日那个身体单薄的小小少年。好在他并未被仇恨蒙住双眼，现在的谢渊让他突然就想起了破茧而出的蝴蝶。明月。江明月身体微微一僵，倏地转身。谢渊走到少女面前站定，看着双唇微张、美眸惊愕的女子，他俯身，近距离地看着她，温声地问：“不认得我了？”谢大哥。欢快的声音响起的那一刻，江明月热情地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怀里突然撞进了一副温柔。谢渊愣了愣，然后伸手立刻环住那纤细的腰身，恨不得将人嵌入怀中。他心软得一塌糊涂。谢大哥。想我了？谢渊明知故问。我表现得还不够明显吗？少女的诚恳愉悦到了谢渊，他敲了敲唇角，抬手时揉了一下他头发。我也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清晨，那时看你正忙，就没有打扰你。原来他那时就来急救房了。哦，家里的事情都处理完了吗？咱们回去吧。谢渊扫了一眼少女通红的耳朵，温声道了一声好。我给你带了药茶，可要喝？张明月接连点头，这几天不仅想他，还想他煮的这些茶，和之前喝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夏天天气炎热，所以我加了些夏枯草、野菊花和桑叶，有去火、疏风散热、清肝明目的功效。哦，还挺好喝的。有一个会医的未婚夫就是好。谢大哥，晚间咱们一起吃饭吧。我看你这几天清瘦了许多，要好好补补才行。谢渊握着他小手，应了声好。这几日可有发生什么事？你过得可好？江明月闻言，立刻想到了周兴的事儿。还真的发生了一件事。
江明月当即将周兴的事给男人说了一番，看他一脸平静，并没有半丝惊讶，江明月已经确定这件事情的确和他有关。吴梅可有为难你？江明月急忙摇头。谢大哥，谢谢你，谢谢你为我做的这一切。我怎么可能让别人随意欺负我的未婚妻？江明月听此像是吃了一颗糖似的，嘴角忍不住的上扬，心里甜滋滋的。谢渊直接将江明月送到家中。彼时的江明红正准备写文章，望着一同走进来的二人，他先是扫视一眼他们紧紧握在一起的双手，然后看着姐姐笑颜如花的脸，垂下了眼帘。爸，只是牵牵手，也不算太过分。咱定亲后我就想给你的，没想到竟拖到今日，你看喜不喜欢？谢渊打开锦盒，看着里面的玉簪，喜欢自然是喜欢的，不过这簪子一看恐怕就花了不少钱。现在他家里人口这么多，日常开销也大，也不知道他手中的钱还够不够花。手里的钱可还够花？江明月仰头望着男人，不明白他怎么会突然这么问。这玉簪花了不少钱吧？一会儿随我一起回家，我拿些钱给你。江明月听了这话，心里甜滋滋的，笑容甜美的看着男人。咱刚定亲，你就准备养我啦？谢渊对上小女人亮晶晶的桃花眼，温柔的嗯了一声。这些年，谢大哥攒了多少钱啊？女人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耳畔，谢渊只觉得有些痒，这丝痒顺着耳朵快速蔓延到了心脏。他转过头来，略微凉薄的唇蹭过怀中人的耳垂，低声地说：“3万多。”江明月闻言瞬间瞪大了眼睛。那谢大哥准备给我多少呢？我的都可以给你。舍得？舍得。江明月捂着嘴开心地笑了起来。你也知我平日里花钱大手大脚的，不怕我全给花掉啊？钱财身外之物，没有了再赚就是。谢渊抬手将他一缕秀发别于耳后。我不想你在钱财方面受委屈，也不舍得委屈你。江明月的心不受控制的加速跳了一下，男人这几句话说的他是脸红耳赤，心花怒放。谢大哥，你真好。只对你一人好。看他这般高兴，他的心情也随之好了许多。谢大哥，你是怎么挣到这么多钱的？谢渊见他感兴趣，仔仔细细开始和他说了起来。自从身上有了功名，就不再入不敷出了。写书赚了一些，在衙门当幕僚的那段时间又赚了一些，再就是药铺这边的收益。当然，这些钱只占很少一部分，大头在江淮那边。江淮？我之前游历时途经江淮，救了几个人，其中一人极善经商，却苦于没有本钱，我给了他一笔钱，算是入股。这2年，随着他生意越做越大，我得到的分红也就越来越多，所以加在一起正好3万多。哦，谢大哥写的什么书啊？现在书铺里还能买到吗？买不到了。谢渊眼神飘忽了一下，当即转移了话题。喜欢我送你的定礼吗？喜欢，手链我已经戴在手腕上了。好看吗？好看，和你很配。谢渊还记得，这手链是如嫔娘娘赏给姐姐的。那时候的她还是一个白丁，姐姐为了供她读书，但凡手中有点什么好东西，都会第一时间送出宫，让她变卖，以供她日常所需。这手链是她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东西之一。当时想的是，日后姐姐出宫了再还给姐姐，没想到……那金簪也好看，但我不敢戴，怕弄丢或者弄坏了。金簪和那匹布是不是都是姐姐给的？你看出来了？是素姨告诉我的，她说那布是贡布。谢渊闻言眸光闪烁了一下。所以姐姐现在还在宫内？4年前，她随着5皇子离开了皇宫，现在是5皇子的如夫人。咱们还有一外甥女，叫宋兰，今年1岁半。江明月有些惊，但更多的是对这位未曾蒙面的姐姐的佩服。在宫内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她能保住性命，而且5皇子开府时能随着她出宫，还为她生了一闺女，足以说明姐姐是个聪明人。我记下了。既然已经提到了姐姐，谢渊就多给她说了几句。你去过谢家村，虽整个村的人都是我的族人，但咱们的至亲现在只有姐姐、外甥女。不过族人们的事，我也不能完全就不管。我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嘛。昔年咱爹没有发达之前，出人出力最多的就是江氏族人。后来咱爹发达后，又是为族人们建私塾，又是修路、修桥，那些年所赚的银子，有一半都花在了族人身上。
那时好多人都说咱爹是个傻子，和同族的人已经出了五福了，还这么劳心劳力的帮助族人，属于有钱人没处花等等，反正说的可难听了。结果有一年我们那边啊连降大雨，因天气恶劣，所有的舟啊船啊都停了，阿爹的一批瓷器就这么困在路上了。偏偏那时候客人没有催得急的，阿爹本已经做好了赔钱的准备，是族人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用木筏勇闯险滩，将瓷器运到了沅江府。你都不知当时的场面有多么的壮观，有多么震撼人心。谢渊听江明月的讲述，对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岳父起了几分好奇之心。他一定是一位大智若愚之人。看着少女眼中的亮光逐渐暗淡了下去，知道她应该是想爹娘了。别担心，我一定会让小红一起早些救助岳父岳母。我相信你们。谢大哥，我前些时候买了几尺好布，可做一身夏衣，你起来，我给你量量尺寸。听江明月说要给他做衣裳，谢渊开心的同时想到他现在这般的忙，又嘱咐道：衣裳的事不急，可慢慢来，不要晚上灯下熬，小心眼睛看坏了。谢渊低头，只见那娇俏少女眉眼如画，胸前波涛汹涌，他喉结滚动了一下，强迫自己移开了视线。抬手。江明月绕到了他身后，两个人不免挨挨蹭蹭，这对谢渊来说是一种幸福，也是一种煎熬。好了。谢渊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顿时放松了下来。男人的反常，江明月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他只当不知。谢大哥，你过来。他伸手将荷包挂在了男人的腰间。好看吗？很好看。还有一个再过2天就做好了，到时候你可以替换着戴了。谢渊嗯了一声，拉住他的小手，牵住他就往外走。去哪儿？回家拿钱。哦。男人愿意给他钱花，江明月十分高兴，并未拒绝。江明宏望着离开的二人，下意识想要跟上去瞧一瞧。走了2步之后，他又停了下来。姐姐谢渊应该不会乱来。阿姐怎将钱拿出来了？这钱是谢大哥给我的。江明宏闻言顿时一惊，3万。谢大哥所有的家底都在这儿了。这谢渊家底竟这般的丰厚。当然让他最为震惊的是，前世那个铁公鸡一毛不拔，视钱财如命的谢渊竟大方到将自己所有的身家都给了姐姐。这一刻的江明宏清楚地认知了一件事情，谢渊真的很喜欢姐姐，比他想的还要喜欢。望着姐姐，他心里突然有些感慨。姐姐虽然长得好看，但也不算倾国倾城，虽然温柔，但心思太软。姐姐这样的人并不适合当家主母，说实话并不是妻子的好人选。可偏偏谢渊就是栽了。姐姐当真是好福气啊。我是不是将这些钱还给谢大哥？先生为何会突然给姐姐钱？我不是回赠了他一只玉簪吗？他怕我手里没钱。咱们平日里伪装的这么好的吗？看着像是很没钱的样子。不是咱们伪装的成功，是谢大哥害怕你没钱花受委屈。江明月听了弟弟的话，幸福的都要冒泡泡了。那这些钱我该怎么处置啊？既然谢大哥给你了，姐姐你就收起来吧，这样他也安心。好，我听你的。当他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就听弟弟的准没错。彼时的谢家，早已躺在床上的谢渊却是久久都没有入睡。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将财看得很重，以前的他也是这样认为的。如今3万两的银子他说给就给，并没有一丝的犹豫和不愿，也没有后悔。以前他手里如果没有钱，会觉得心里很空，而现在哪怕将所有的身家都给了江明月，他依旧觉得很踏实，甚至透着一丝丝的欢喜，有人替他管钱了。没想到心悦一个人后，他会变成这样的谢渊。今日带的药茶不够喝的。谢大哥煮的药茶太受欢迎了，贺婶、王叔他们各讨一杯，就有些不够喝了。那日后多带些。江明月嗯了一声。我方才杀了只鸡，晚上你和小红过来吃饭，咱们都补补。好呀。二人往家走时，锦绣房内，韩兰兰看贺氏、王栓都走了，对张珊珊道：走吧，晚间在姨家吃饭。好。可了解锦绣坊了？多亏了兰姨让江明月带我，他对各种部都了如指掌，这一天跟着他，我受益良多呢。通过1天的相处，张珊珊对江明月的印象极好，她
他性子温和又温柔，无论是做事和待客都极其的有耐心。江明月是店内最出色的伙计，他对各种布料都很有研究，且为人处事有自己一套原则，往后跟着他好好学。你心不静，可是有什么心事？明日我想请1000假。请假的原因，这事可告诉你姐姐了？没有，我并不打算告诉姐姐。江明红顿了顿，诚实以告：我要去救一个人。什么人？江湖人，一位武功极高的江湖人，只有救下他，我才能和爹娘取得联系。他可以避开监视岳父岳母的耳目。江明红点点头。谢渊沉思片刻之后，看向江明红：这位江湖人武功这般高，却需要你这位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去救，说明他的敌人很强，身上的麻烦很大。你确定不会因为救他将自己搭进去，将明月卷进去？小舅子在做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一个不慎就有可能将他们全都卷进去。谢渊觉得自己很有必要问清楚。他这句话也深深地刺疼了江明红。江明红的胸口剧烈起伏一下，压下心中所有的情绪，用最为平缓的声音说：今生我绝不会给别人伤害姐姐的机会，哪怕这个人是我。江明红的声音虽然没有多大的起伏，但谢渊看得出来，这一刻他身上的戾气很重，这让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昔日的自己。你打算如何救他？救下他很容易，根据最新得到的消息，他摆脱了追杀他的人，藏在了一枯井中，我只需将他从枯井中救出来即可。难就难在安置上，他一路逃亡，受了很重的伤，需要人救治。敌人如果寻不到他，势必会监视各个要破，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将你的详细计划跟我说一说。江明红闻言说了起来，没有一丝保留。当然他主要也是怕自己考虑的不够周全，会有遗漏的地方。告诉谢渊，谢渊也能帮他参谋一二。计划可行，那您能否帮帮我？我需考虑考虑。江明红闻言顿时有些急，但是面上却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我之所以这般迫不及待的想要和爹娘取得联系，是为了将你和姐姐的事告诉二老，征得二人的同意后，你们今年就可成亲。否则……谢渊放下了茶杯，瞬间重视起来。毕竟事关自己的终身，不得不说这位小舅子还真是会拿捏他。江明红看着认真思索的谢渊，乘胜追击：姐夫，请你帮帮我。谢渊深邃的双眸瞬间亮了一下，这还是江明红第一次叫他姐夫。你刚才喊我什么？没听清。看着这个得意又高兴的人，这次江明红心甘情愿了。姐夫，请你帮帮我。心情愉悦的谢渊变得极其的好说话。成吧，一会儿我将家里的钥匙给你，救下人后你直接安置在我家里即可。多谢先生。谢渊不悦地了一声。你唤我什么？姐夫。记住了，我是你姐夫，以后别再忘了。我记下了。这件事千万不能让我阿姐知道，我怕她会担心。姐弟二人还挺会为彼此考虑，发生一点什么事情都不愿意让对方知道。你可是要买布？我们不买布，你们这卖的可有嫁衣？有的，二位请随我来，选中了可以试穿。左边这身嫁衣多钱？1两又230文。右边呢？3两。这么贵？江明月终于开口，觉得丢了面子的林秀秀不高兴了。阿娘，哪里贵了？咱家又不是买不起，我就要这件。林前是看闺女已打定了主意，嘴唇微颤，到底还是妥协了。成吧。去哪里试穿啊？你随我来。江明月将她领到了隔壁厢房。你过来，服侍我换衣。你们这种人啊，就是会服侍人，不当丫鬟真是太可惜了。江明月闻言抬头看向了林秀秀。看什么看啊？难道我说错了吗？虽是盛气凌人，底气明显不足。江明月平静地低头，继续为她穿嫁衣。你爹娘应该很疼爱你吧？你什么意思啊？你娘穿的衣裳乃是用下等棉布做的，且因有瑕疵的缘故，只需12文钱就能买到3尺。她那身衣裳做出来不超过25文钱，而你身上穿的衣裳乃是用中等布料做的，9文钱1尺，一身最少也要60文呢。林秀秀闻言愣了一下，这是她以前从未关注过的。我观你皮肤细腻，手上只有一层薄茧，而你母亲皮肤黝黑，想来是平日里风吹日晒的缘故。再就是她手上的茧子很厚，想来是天天干活磨的。
你娘平日里应是个省吃俭用且很勤劳的人，这样一位不舍得吃穿的母亲，却舍得掏3两银子为自己的女儿买嫁衣，只为自己的女儿出嫁那天能够漂漂亮亮的，足以说明他们很疼爱你。父母之爱子，则为至计深远。我相信他们为你挑的夫婿，一定是经过他们千挑万选打听之后才定下来的。这世上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害你，唯独他们不会。我知你喜欢谢大哥，假如我同意他纳你为妾，你可有想过日后的生活？林秀秀怔怔地扭头看向了江明月。身为妾要服侍主母，和丫鬟没多大区别，生下来的孩子只能换你姨娘，这一生都无法堂堂正正换你一声娘的。妾所生的孩子称为庶子庶女，永远都低嫡子一头，无论是分家业还是将来成亲出嫁，都得受主母的摆布。当家主母要是仁慈还好，如果是个面甜心苦的，庶女就只会是联姻的工具，庶子就更不可能存活下来。对上江明月杀业凛然的眼神，天气明明很热，可林秀秀却打了个冷战。她这番话宛如一盆冷水，瞬间将林秀秀泼醒了。你穿上这身嫁衣很漂亮，我就将婶子换进来，她看你这般美，一定很高兴的。林秀秀望了一眼离开的人，摆正脑袋看着镜中的自己，脑海之中想的却是江明月刚才所说的那番话。我家秀秀今日可真漂亮。林秀秀转过身，望着头发斑白皮肤黝黑衣裳洗得发白的母亲，她瞬间红了眼眶。阿娘，对不起啊。站在门外的江明月听到二人的对话，悄悄走到了一处阴凉处坐下，并没有进去。一炷香过后，母女二人拿着嫁衣走了出来。确定要这件吗？要。不要，我们买那件1两多的。秀秀，阿娘，你就听我的吧，嫁衣只穿1天，成亲那日人多眼杂的，如果买这身，万一到时候有人给我摸毛了，我还不得心疼死啊。成，听你的。她颇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江明月。姑娘，麻烦你了，我们要刚才那件。没关系，还是穿吗？林秀秀摇了摇头。随我来。柜台前面，江明月等着林前世付了钱，取出了一朵红色绢花，递给了林秀秀。恭喜您。林秀秀收下绢花，薄唇微颤，她声音低到低不可闻。谢谢。望着离开的二人，江明月心情不错的笑了，不是因为解决了个情敌，而是因为林秀秀的态度。她能想开放开，江明月相信她以后的生活一定不会太差。明月姐，快过来帮帮我。江明月收回了心神，看着张珊珊又减缓了1尺步，急急的道：来了。张珊珊学东西很快，也很聪明，早在3天前就可以已经开始接待客人，唯独一点，她总是裁剪不好布，每一次都会剪坏或者是剪斜。江明月几人即便轮流的教她，也是如此。姐夫，他伤很重，劳你先给他看看。跟我来。江明红等着谢渊为茂子俊把完脉后，他说：他身上不仅有4处致命伤，还中了毒。他身上的毒我解不了，需要请栾伯父来一趟。我去请。那些人暂时应该不会追踪到咱们这边来。你顺道再抓一些药回来。1刻钟之后，谢渊端着煮好的药来到了东屋门前，推门看到床上无人，他的双眼微微的眯了眯，虽知这会儿进去会有危险，但他还是抬脚就走了进去。别动！谢渊端着药极其配合，并没有乱动。这是哪儿？我怎么会在这里？我对你没有恶意，如果想杀你的话，你昏迷不醒时就动手了。坐下，咱们可慢慢聊。茂子俊觉得他说的挺有道理，再就是他并未从谢渊身上感觉到杀意。小心点，不要扯到伤口。处理你身上这些伤，我家小孩用了不少好药，浪费了挺可惜的。小孩儿？是我家小孩将你救回来的，你除了外伤还中了毒，这毒我解不了。他出门去请我伯父了，有什么话一会儿你可当面问他。我之前还担心你伤得这么重会撑不过去，现在看你活蹦乱跳的，我也就放心了。谢渊看着本已是强弩之末却还在强枪的人，把药喝了，退烧的。这里是宛平，你暂时应是安全的。你弄脏了我的被子，再加上药钱和住宿费，一共50两，伤好后别忘付。50两？你要是觉得少，那就100两。你怎么不去抢啊？难道你觉得你的命不值100两？你的敌人应该很强吧？收留你，我冒了生命危险。不值，我的命1文不值。谢渊看着这个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去的人，
这事儿我们以后再议。毛子俊看人离开了，缓缓地坐了下来。50两？疯了吧？他看起来像是能拿出50两的人吗？他强撑着喝了药，栽倒在床上，再次昏迷了过去。那人刚才清醒了一会儿，生命力挺顽强的，应死不了。江明红闻言顿时松了口气。毛子俊伤得太重，他之前还真担心会救不活他。病人中的什么毒啊？一种混合毒，我第一次见。阮大夫，这毒你可解？就是有些麻烦。解毒的药草可不便宜啊。阮大夫只管解，红受得住。你准备去哪儿啊？去接我未婚妻。先别去了，我需要一人打下手。谢渊闻言挑挑眉，正欲开口，就听江明红道：姐夫留在这里打下手，我去接姐姐。这是谁去接的问题吗？他主要想和江明月多单独待一会儿。成吧。他最终还是妥协了。你怎么来了？今日怎下学这么早啊？周夫子家里有事，就让我们提前下学了。哦，你受伤了吗？没有啊，怎么了？江明红不动声色。江明月上下扫视一眼弟弟，看他不像受伤的样子，这才说：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江明红微微一惊：没有啊，姐姐闻错了吧？也许吧。这会儿的确闻不到了。姐弟二人边走边聊，走进了胡同，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家门口的谢渊。江明红先挤的一步走到谢渊面前，低声问：如何了？毒一解。江明红闻言彻底放心。你们在说什么？栾伯父来了，一会儿你们都过来，咱们一起吃晚饭。好。1刻钟之后，姐弟二人提着4道菜来到了谢家。江明月看到了栾大夫，弯腰向他行了个晚辈礼。栾毅笑呵呵地看着这个温暖的柔柔弱弱的小姑娘，正欲开口：一家人不用讲究这些虚礼，快起来吧。说着就将江明月扶了起来。栾毅有些意外地挑挑眉，护得还挺紧呢。小妾说的不错，一家人没那么多讲究，快进屋吧。好。暗中打量江明月几眼之后，栾毅温声道：以后谢渊要是欺负了你啊，你就来找我，我给你撑腰。主要是这小姑娘看起来太过单纯又柔柔弱弱，这会儿哪是老狐狸谢渊的对手吗？好，我醒得了。他顿了顿，扭头看着身旁的男人，打趣道：我也是有人撑腰的人啦。我好怕呀。谢渊一边配合，一边将包好的虾放进了江明月的碗中。江明月咯咯笑了2声，将虾吃了，然后软软糯糯地说：谢大哥尝尝这宫爆鸡丁，可好吃了。栾毅看着恩恩爱爱的二人，突然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多余。看了一眼飞快吃饭的江明红，他突然有点同情起他来。一顿饭下来，栾毅第一次知道谢渊原来这般体贴，这般会照顾人。之前他还担心小姑娘会完全被他拿捏住，现在他突然觉得谁拿捏谁还真说不准呢。送走了栾毅，江明红看在谢渊今日帮了他大忙的份上，转身进了书房，并没有再打扰二人。我刚才听阿弟唤你姐夫。谢渊轻轻点头。你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谢渊顺势握住他的手。没有，他只是认可了我。今日那位林秀秀姑娘随着她的母亲一起来了锦绣坊。她可有欺负你？我又不是面团，谁想捏就捏一下的。他刚说完，男人突然轻轻地捏了一下他的脸。不是吗？自然不是，她是随着她母亲一起来买嫁衣的。没有欺负他就好，对于其他的他并不感兴趣。不过江明月只要说，他就会认真的去聆听。在我的规劝下，他已经彻底放下，我相信他以后的日子肯定不会差的。你做得很好。我也觉得我做得很好呢。您可好些了？多谢你救了我。不用客气，我救你是因为我希望你能帮我一个忙。你认识我？不认识，但我知你应该是毛家人。你是怎么猜出来的？这少年身处京都，怎么知道他们毛家呢？我名唤江明红，远江人士，我爹名叫姜文。姜文？原来你是他的儿子。毛子俊是知道姜文的，准确来说，江南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姜文。我娘名唤沈冰心，你或许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你一定听说过沈家枪。原来你娘是沈家枪后人，怪不得你能猜出我是毛家人。还不知毛大哥怎么称呼？我名唤毛子俊。原来是子俊大哥，你怎会来京都？
毛子俊当然不会告诉他是偷跑出来的。他本想来京都游玩一段时间，谁知那些人那么过分，他刚进京都地界就被他们发现了。接下来他是一路跑，一路躲避追杀，差点命丧黄泉，想想都郁闷。来京都游玩的，谁知会碰到这种事。子俊大哥可知敌人的身份？知道，我爹娘昔日的一些仇敌，等我伤好了，我非得杀了他们不可。现在不是逞匹夫之勇的时候，仅凭借你一人之力恐打不过他们。病好后还是回远江府吧，进入远江地界，你才算真正的安全。说话要不要这么直接？很得罪人的，知不知道？而最让他郁闷的是，他偏偏还无法反驳，因为江明红说的是实话，现在自己小命要紧。好，等我伤势好的差不多了，就回元江府。你刚才说需要我帮你一个忙？我想让你帮我送一封家书。毛子俊不解地望向了江明红，什么家书这般重要，需要他亲自来送？我爹娘被人变相软禁了。同一时间，江明月蔫蔫地走出了锦绣坊，没想到他的鬼水会提前一天造访。或许是站了一下午，也或许是天太热，他的小腹有些疼，还有些头晕。不过看到谢渊之后，他还是强打精神。谢大哥。谢渊眉梢之间露出了一丝愉悦，拎着西瓜走到他面前，这才发现他脸色有些不对劲。不舒服吗？脸怎的这么白？没事，应该是太热的缘故。是吗？谢渊心中有些存疑，江明月嗯了2声，主动地牵住他那个空闲的手。咱快回家吧，我好累啊。软糯的声音里透着几分虚弱。好。谢渊大手穿过他指缝，和他来了一个十指相扣。什么时候可以休息？近来都比较忙，恐休不了了。谢大哥有事吗？等你休息了，我带你去京都玩，顺道去看看咱们未来的院子。如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也好及时请人改。好呀。不过到底去不去京都，他还要回去问一问弟弟。直到如今，弟弟对自己入京的事情都十分的排斥。二人说着话，谢渊很快就察觉到江明月的不对劲。往常他总是充满活力，走得很快，今日他走路的时候小心翼翼，时不时的蹙下眉，好像很不舒服的样子。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他低沉的声音里透着一丝严肃，开口的同时已经握住了他的脉搏。癸水来了。江明月小脸红了一红，声音细小无比的嗯了一声。之前我为你把脉，你的身体很好，按理说应该不会出现现在这种情况。近段时间累着了，或饮食不规律，还是吃了凉的。看着面前的人，眼神飘忽了一下，谢渊问他：贪凉了？男人虽是询问，用的却是肯定的语气。有一个会意而且聪明的未婚夫，就是这点不好。江明月冲他讨好的笑了一笑，比划道：天气炎热嘛，就喝了几次冷饮，只是稍微有一丢丢不舒服，明日就好了，你别担心。往年夏季的时候也多是如此，只要熬过第一天就好了。上来，我送你回去。不用了。听话。他声音虽然依旧沉稳平和，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强势。心思一直很软的江明月哦了一声，乖乖地趴在了他背上。谢渊稳稳地背着他站了起来。江明月将那滚烫的小脸儿埋于他脖颈处，小小声地问：我是不是很重啊？不重，比我想的还要清闲。买的冷饮？不是的，我们买的冰，冷饮没有你煮的药茶果茶好喝，我们通常都是……江明月很没有心机的都说了出来。很好，你喝了7、8天，而我也变成了共犯。想到今日刚煮好的果茶，自己喝也挺好的。江明月说完，看着突然沉默的男人，立刻察觉到他可能有点不高兴。你是不是生气了？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嘛，我忍不住，你别不高兴了。软糯声音中带着些许的哄。好吧，他总能第一时间察觉到自己情绪变化。谢渊轻轻地嗯了一声。江明月伸出了一根手指头，轻轻地戳了戳他的脸。那你笑一个。那温热的触感突然落在脸上，谢渊呆愣了一瞬，扭头与江明月对视。他一脸的乖巧，像只惹人怜爱的小兔子。谢渊觉得他暂时恐怕拿他一点办法都没。在女人期待的眼神下，他的嘴角上勾，露出一个浅笑。江明月看男人不生气了，
放松下来之后，只感觉小腹更疼，很是难受。他有气无力。我休息一会儿，到家了叫我。谢渊回答得很轻松，余光一直在他身上，看着江明月轻闭双眼，纤细的柳眉拧成了一团，那原本红润的脸有些苍白，唇瓣更是没了血色。看他这样，谢渊不知有多心疼。你且忍忍，回去了我给你扎上一针，再喝杯红糖香水也就好了。江明月一听这话，本能有些抗拒，他闭着眼睛撅了撅嘴巴。不扎针。扎针一点也不疼，且扎了后立刻就不疼了。真的吗？真的。不扎针。扎针一点也不疼，且扎了后立刻就不疼了。真的吗？真的。谢渊一边和他说话，一边加快了速度。同一时间，谢家，毛子俊听完了江明红的讲述，沉思片刻之后说：“这信我送了。”多谢子俊哥，如此算你偿还了我的救命之恩，咱们两清了。你和谢渊是什么关系啊？他是我姐夫。姐夫啊，姐夫好啊。江明红要是帮着我说说情，说不定谢渊就不收我钱了。你姐夫说药费加上住宿费、伙食费，我已欠他110两。近来手头有点紧，你能不能替我美言几句，让他少收我一点钱啊？江明红的眼中飞快地闪过了一抹暗芒。我姐夫收的不贵，你中的什么毒，我不说，想必你也知道。解毒的药草很贵，再加上你这几日涂在身上的金疮药、喝的药，加在一起，少说也得有50两。我姐夫是举人，你想一个举人老爷，天天跟老妈子似的，为你做饭，为你洗衣，收一点钱不过分吧？再在我姐夫收留你，担着很大的危险，谁也不知道你的那些敌人会不会找到这里来，所以收你110两，并不算多。听江明红这么一说，好像真的不算多，但他没钱呢，别说是110两，他全身上下连10两都没。毛子俊太好懂了，看他表情就知道他身上应该没什么钱。江明红心思微转，一副我为你考虑的模样。你身上要是没钱，可以写欠条，过后再还也是一样的。毛家人的声誉还是值得信赖的。你要实在是没钱，也可帮姐夫做事。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多谢明红弟弟。江明红微微一笑，那叫一个人畜无害呀。不客气，子俊大哥好好休息，改天再来看你。好。与此同时，谢渊背着江明月回到了扫林胡同。到家了吗？谢渊嗯了一声。阿姐，你怎么了？没什么，小腹有点疼。江明红秒懂。吃凉的了？不愧是亲弟弟，就是了解他呀。喝了几杯冷饮。以后你可忌嘴吧，我去给你沏红糖水。江明月哦了一声。谢渊小心地把江明月放在床榻上，温声地说：“你先躺会儿。”此时的江明月就像只受伤的小兽，乖乖巧巧，更加让人心生怜惜。谢渊收回视线，疾步进了卧室。几息之后，他拿着银针走了出来。江明月看着他手中的长针，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真要扎呀？谢渊嗯了一声，于他脚边蹲了下来。我都这么疼了，你还扎我？谢渊握着银针的手收了一收，心下有些发软。我向你保证不疼，且扎过后你会立马舒服很多。哦，扎哪？三阴交。哪个位置？脚踝的上方。你能不能先让我回去洗个澡，你再扎呀？我今日出了很多汗，身上黏糊糊的，很难受。扎完再洗。扎完再洗。我现在就想洗。江明红端着红糖水进来，看到姐姐双眼泛红，一脸委屈地问下来：“怎么了？”谢大哥要扎我，还不让我洗澡呢。谢渊突然感觉自己好像成了恶人。先将水喝了。江明月乖乖地喝了水，求助地看向弟弟。弟弟到底没有让他失望。咱们回家。说到这儿，他扶着姐姐起来，转头看向了谢渊。给阿姐一点时间，她怕针，也怕疼。谢渊点点头，他要是再不同意，小女人恐怕真的会哭。而江明月有了弟弟牵着往外走了几步，然后回头：“谢大哥，你别生气。”他的声音软绵绵，又带着一点点鼻音的娇气，这么可怜兮兮地望着他，即便心中有再大的气也消了。更何况他根本就没有生气，轻轻地嗯了一声。姐弟二人回到家中，
江明月在石榴的帮助下洗了个温水澡，换了身干爽的衣裳。他似乎回神了一些，虽然还是难受，但脑子清醒了许多。以前虽然也会疼，但我观你没有像现在这般难受过。一会儿姐夫来了，让他帮你诊诊脉。回来的路上他已经诊过了，我没事，你别担心。姐弟二人正说着话，谢渊敲了敲院门走了进来。别怕，我和你一起扎如何？江明月缓缓吐出一口气，尽量让自己放松。不用，我不怕了。扎什么穴位？3阴交。江明红点点头，让开了位子。谢渊走到小女人脚边坐下，温声地问她：害怕吗？不怕，你扎吧。谢渊伸手就握住了她小脚丫。江明月的身子不受控制抖了一下，男人的手掌太过于灼热，那热气仿佛顺着脚蔓延至了全身。她突然觉得好热，突然3阴交处微微一疼，就像被蚂蚁咬了一口似的，有些疼又有些痒。她极力控制住想要抓一抓的冲动。疼吗？不疼，有点痒。感觉到紧绷的小女人慢慢放松下来，谢渊拔出了银针，那有些灼热的指腹按在她娇嫩的肌肤上，开始轻轻揉起来。江明月只觉得那块肌肤越来越灼热，仿佛要穿透皮肤抵达血液深处。现在呢？好了，不痒了。她的声音有些颤，急忙将自己脚缩了回来。谢渊手中突然一空，下意识地抓了一下，可惜什么都没抓到。谢谢谢大哥。现在可舒服些了。江明月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小腹好像的确不像之前那般疼了。她双眼亮晶晶地看着男人。很有用呢，果然比之前舒服了很多。谢渊看他比之前恢复了些精神。一会儿我替你熬点药送来，喝完你早点休息。明日就进入伏天了，绝不能再喝冷饮，知道吗？知道了。谢渊转身看向了江明红，照顾好他，我回去煮药。好。谢渊看着走出来的少年，未醒。姐姐睡得很沉，还是不要唤她了。没吃晚饭？刚才姐姐说吃不下。明日我给她煮些红枣银耳莲子粥送来。好，明日清晨我会告诉姐姐。江明红靠近谢渊，将毛子俊的底细告诉了他。谢渊眼中闪过了一抹暗芒，低声道：我知道了。他端着还算温热的药回到家中，看着手中的药，想了想，进到了后院。一会儿过后，毛子俊喝了药，他问：这次的药怎这般好喝？这是什么药啊？滋补药，1两银子。毛子俊的表情微微一僵，不知道他现在吐出来的话还来不来得及。每天银子的，你钻钱眼里了。谢渊闻言与他对面坐了下来。我出身寒门，能走到今日实在不易。想当初……一会儿过后，毛子俊擦了擦眼角的泪，很是干脆的在谢渊临时写的契约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等到谢渊离开之后，他才渐渐的回过了神来。不对呀，谢渊不幸悲惨，走得艰难，关我何事啊？为何我要卖身给他呀？想到刚才自己已经在契约书上签了字，毛子俊真是恨不得将自己的手砍了，让你欠，让你欠。不过他想到只需要当谢渊3年的护卫，他的心又渐渐的平复了下来。3年也不算多，一眨眼就过去了。保护他3年，他就再也不欠谢渊了。到时候还不是天高任鸟飞。卧室内，谢渊看着手中的契约书，嘴角无声的往上勾了一勾，打开抽屉放了进去。谢大哥，身体好些了吗？已经完全不疼了。对不起啊，昨日里让你担心了。谢渊闻言走至他面前，放下托盘。不用给我说对不起，我是你未婚夫，将来也会是你的丈夫，为你做任何事都是应该的。我知道了。洗漱吃饭吧，我给你煮了红枣银耳莲子粥。好。早饭过后，谢渊亲自将江明月送到了锦绣坊外，然后才将水囊递给他。里面装的什么？你打开喝一口就知道了。江明月闻言喝了一口，是红糖姜茶，不过里面应该还加了一点中药，不是很好喝，但却很有用。虽然只喝了一口，他却觉得身子暖洋洋的。今日要将它喝完。江明月乖乖的点点头。谢大哥，再见。再见。谢渊离开锦绣坊，想到了毛子俊，顺手买了一些吃食。
他回到家中，将食物递给了毛子俊，这才去了私塾。以后毛子俊就是他护卫了，得对人家好一点。你好好休息，等铺内忙了，我再来换你。江明月轻轻地嗯了一声，看着张珊珊说完并没有走，他问道：可是有什么事情？我的确有件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你说。正式介绍一下，我姓张，张子静的张。果然和他之前猜的一样。你已经猜到啦？江明月点点头。那你是怎么猜到的？一是韩掌柜对你的态度，二就是你手上一点茧子也没有，三，你说的乃是很正宗的精话。聪明，我还以为我隐藏得很好呢。这些时日喝了你这么多的茶，我突然想开一个茶水铺子，专门卖酸梅汤、胖大海清音茶。江明月闻言也明白了张珊珊的意思。你想买方子？明月姐姐也可以方子入股我的茶水铺。哦，你知道这些方子并不在我手上呢。明月姐姐可以回去跟你的未婚夫商量商量，我这边不急的。好。那我就不打扰姐姐休息了。江明月望着离开的人，缓缓地闭上了双眼。他觉得他挺有钱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缺钱花。不过他不能只顾着现在，也要为以后想一想，总不能一直坐山吃空吧。入股张珊珊的茶水铺吗？江明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有时末，当姐弟二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江明月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弟弟。江明红沉思了片刻。我和姐夫的想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姐姐想和他合作开茶水铺吗？江明红相信西渊和他一样，都愿意做能为姐姐遮风挡雨的伞，姐姐只需要随心所欲、快快乐乐的生活即可。那我就和他试一试。江明红笑着点了点头。虚实办，江明月跟着西渊学了一会儿方言之后，看着男人说：谢大哥，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儿。你说。我们铺子新来的伙计名叫张珊珊，她是东家的亲妹妹。今日，江明月将事情仔细地和西渊说了一番。张家在京都商贾圈里虽名声不显，但他们家声誉极好。谢大哥知道张家？你在锦绣坊做工，我自然要打听一下锦绣坊的东家。江明月心中起了一阵涟漪，这男人竟默默地为他做了那么多事儿。如果不是他今日提到张家，他恐怕永远不会告诉自己这件事情。江明月拉着男人的手，轻轻地摇了一摇。谢大哥，你真好。不过像这样的事情，以后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不告诉我，我怎么知道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啊？西渊温声地应了声好。茶水铺的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和他试一试。有了其他的收入，到时候自己更好说服他辞去锦绣坊的活计。西渊并不是要将他困在家里，实在是锦绣坊的活计太过于辛苦，他不想他这般的累。再者，张家会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下午不用去锦绣坊了？明天后天都不用去，掌柜的给我们放了2天假。那明日咱们去京都如何？不行。江明红后知后觉，察觉自己反应过激，衣袖下的手紧紧地握成了拳头。他极力地压下了恐惧。不安全，还是别去了。看来小舅子隐瞒他不少事情，晚上要和他好好的聊一聊了。江明月看弟弟情绪有些不对，知道他应该是想起了前世的事情，于是温声安抚道：好，姐姐不去。看来明月也知道一些事儿。谢大哥，你吃午饭了吗？还没有。那咱们去吃午饭吧，我好饿。难得听他说饿，谢渊伸手牵起他的手。好。我们吃完饭就先回家了，下午好好听课，不要胡思乱想。江明红嗯了一声，他望着离开的二人，陷入了沉思之中。他刚才的反常，谢渊都看在了眼里，晚间他必须要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才行。至于姐姐这边倒是好说。另一边，我这附近有家凉面馆，他家凉面不仅好吃，铺内放的还有冰盆，很凉爽，我带你去尝尝如何？好呀。江明月由谢渊牵着来到了凉面馆，这才知道这里还能点菜。除了凉面，谢渊还为他点了一道鸽子汤。鸽子汤被男人推至面前的时候，江明月的耳朵瞬间起了一抹粉色。我已经好了。我知，所以才要补，毕竟流失了那么多气血。好吧。江明月的脸也跟着红了，他不再说话，低头默默地喝汤。西渊看着小脸红扑扑、乖乖喝汤的人，勾了勾唇角，
见他把鸽肉都挑选出来。不喜欢吃鸽子？我娘喜欢吃鸽子嘛，我爹就专门买了一庄子，为我娘养了很多很多鸽子。每到冬天，家里的饭桌上就会有一道鸽子汤。我从8岁喝到了15岁，整整7年。软糯的话语中怨气满满。谢渊忍着笑，将鸽肉连着汤一并端于自己面前，温声哄道：以后咱们都不吃了，尝尝他们家的凉面。江明月吃了一口，双眼微微的睁大了几分。这姜里面放了芝麻酱。喜欢。喜欢。我们那边不适合种芝麻，芝麻都是从别处运过来的，老贵了。每年爹虽然都会想法子给我买一些，但磨出来的芝麻酱根本就不够我吃的。芝麻产量不高，朝廷虽许多年前就开始推广，但种者甚少，流到你们那边的就更少了。不过我知京都有一芝麻磨坊，明日咱们去京都，我带你去买些。我不想让阿碧担心。谢渊看他唇角沾了一点酱，拿出手帕温柔地帮他擦掉。我会说服小红，你不用担心。江明月哦了一声。谢渊捏着筷子看着吃得很欢的人，只觉得比自己吃的还要香。就这样静静地欣赏了一会儿之后，他低头把鸽子汤喝了。下午有什么安排？回去后我要先休息会儿，然后继续做衣服。快的话，谢大哥今日就可以穿上新衣了。我不急，仔细眼睛。谢渊顿了顿，一副我为你着想的样子。你那屋应会很热，前几天我订了一些冰，每日的50墨，冰铺里的人就会给我送4块，你可到我家休息。江明月闻言有些犹豫了。那谢大哥呢？我到书房读书，到时会放几盆冰水，你不用为我担心。看着江明月犹豫不决，谢渊退了一步。我将冰送至你那里。这句话让江明月做了决定，他们已经定了亲，他相信谢大哥不会乱来，即便是他想做点什么，他也可以。想到这儿，江明月的脸不受控制的红了。谢渊看着突然一脸羞涩的人，我想什么？没什么。这边江明月一边摇头否定，一边透着几分欲盖弥彰的意味。我一会儿到你那边休息。谢渊瞬间若有所悟，只是休息。你想要做点什么的话也不是不可以。江明月说完，看着瞬间呆愣的男人，恨不得找个地缝将自己埋进去，怎么就将心里话说出来了？疯了，真是疯了。谢渊回过神来，望着脸红的像是煮熟的虾子，恨不得将自己埋起来的小女人，他笑了。我知道了。你知道什么了？你什么也不知道。刚才你是出现幻听了。谢渊轻轻的点头配合他。幻听。要不然呢，他还真怕这小女人羞愤几天都不搭理他。吃饱了吗？听到转移话题，江明月缓缓地松了口气。吃好了。谢渊点点头，起身走向了柜台。江明月看男人走了，拍拍自己小脸儿，矜持。江明月，你可得矜持点儿。走吧。这是什么？我本想买些芝麻酱，奈何掌柜的不卖，就退而求其次买了一些面酱。晚间在我那是如何？你是想吃拌面还是焖面？我想吃凉皮。凉皮？又是一个新鲜的名词。你可知这凉皮是怎么做的？先和一个面团，然后用水反复的冲洗。谢渊听得很认真，将每一步都记在了心里。等小女人说完，一会儿回家了我试试。少请，枣林胡同。我要先回家拿些东西。好。二人分开之后，谢渊回到家中，他放下了瓦罐，舀面和面。等他和好面之后，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他忘记给毛子俊做饭了。不过一顿不吃饿不死，他将面团盖好，走进了卧室。虽然每日都会打扫卧室，但想到小女人一会儿在这里休息，他又开始重新收拾起来。隔壁的江明月舒舒服服洗了个澡，换了身布料极其舒服的睡裙，拿着针线篓子，他就来到了隔壁。谢渊的视线在他露脖子露脚的衣服上扫视了一眼，不自觉地挑挑眉。您要休息吗？我穿的是舒服的睡裙。谢渊点点头，并未说什么，克制地收回了视线，领着他往卧室走。江明月跟在男人后面走了几步，发现是卧室的方向，他轻轻地咬了一下嘴唇。睡在他的卧室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呀？哎呀，但来也来了，现在又反悔，是不是显得自己有些矫情？他看了一眼男人高大的背影，而且还是那个卧室，总是让人浮想联翩。一会儿他要是要想那个啥，那自己是含羞带气的任由他，
还是拒绝呢？天哪，他是越想越纠结，不知不觉间已经跟着谢渊走进了他的卧室。单子薄被我已重新换过，冰盆放在了风口处，一会儿我将窗户关上，只留一点缝隙，这样冰融化的速度会慢些。感觉到了谢渊的用心，江明月只用了几息的时间就说服了自己，既然来了，那就好好休息，不然岂不是辜负了男人的一片心意吗？他要是真的想亲亲抱抱，也不是不可，毕竟他是他的未婚妻。休息吧。江明月轻轻地嗯了一声，看着转身往外走的男人，他就这么走了。本来有些紧张的他，这会儿心里反而有些不得劲儿了。谢渊对他竟没有任何想法吗？天啊，难道自己对他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想到这儿，他一把拉住男人的手。谢渊转头，目光柔和地看向他。怎么了？江明月哼了一声，嘴唇往上撅了一撅，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他很不高兴。可谢渊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不高兴了。怎么了？可是我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儿？我道歉，别生气了好吗？江明月这会儿像是泄了气的皮球，面对这样温柔的谢渊，他只觉得自己在无理取闹。你走吧，我要休息了。谢渊望着小女子气鼓鼓的背影，像是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深邃的眼眸突然转深了几分。他上前2步，一把握住了江明月的胳膊。干嘛？江明月一扭头，撞上他深黑炽热的眼眸，心猛地一跳。男人慢慢地俯下了身子，视线直勾勾地看着他，眼里带着他从未见过的汹涌情绪，像是要将他吸进去似的。二人四目相对，谢渊看小女人虽然紧张，却并未躲闪，又往他的面前凑了一凑，滚烫的气息喷洒在江明月的脸上，他的小脸瞬间爆红，身上温度骤升，只感觉有些口干舌燥。谢渊一开始只是试探，看小女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躲的意思，他便毫不犹豫地吻了下去。唇碰到唇的那一刻，谢渊整个人都是颤抖的。他的理智告诉自己要温柔一些，不要吓到他，可是感情却是不受控制。大手罩住他后脑勺，手指穿过他发缝，他姿态霸道凶猛地碾压着他的唇。他顺势而入，舌尖卷着他不断的索取，吻到深入缠绵。江明月只觉得浑身战栗，双腿更是软绵绵。为了站稳，他双臂环住了男人的脖颈，迎接他给予的一切。谢渊，你回来了吗？出来的男声将江明月吓了一跳，他瞬间回神。谢大哥，有人。谢渊，他摸了摸瘪瘪的肚皮，饿死他了。谢渊既然已经回来了，为何还不做饭呢？屋子里的谢渊虽然很不想，但还是松开了小女子。此时明月的眼尾晕开了一层粉，那双湿漉漉带着些许迷离的眼睛，红唇水润，脖子耳朵都是红彤彤，含羞带气的样子再次让他失控。他并没有回应毛子俊，单手温柔地抬起他下巴，对准他的唇再次吻了上去。江明月瞬间瞪大了眼睛，唇再次被男人碾磨吮吸，他掠过他舌尖，在他口中激烈翻卷，他的手被他带着重新环住了他的脖颈。谢渊，你在屋里吗？紧接着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知道有人正朝卧室靠近，江明月紧张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儿，他不断的挣扎，试图躲开男人的唇。有人来了。谢渊并未放开江明月，只是微微松开了他红唇，二人额头相抵，他气息粗重。在，我这就出去。外头的毛子俊闻言有些不解的挠挠头。屋里的谢渊听到脚步声，知道毛子俊走了，俯身再次吻了上去，而这一次他动作温柔了许多，只是在唇上吸吮出了一层层的粉。明月，真想现在就将你娶回家。江明月羞涩的将头埋于他怀中，二人相拥腻歪了一会儿，谢渊这才松开他。休息去吧。江明月轻轻地嗯了一声，等到男人离开之后，他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忘了一件事：谢大哥家怎么会有男人呢？人家都说金屋藏娇，怎么他藏了个男人？外头，谢渊看着毛子俊，淡淡地问：有事？不知为何，谢渊虽然神色如常，语气也和之前没什么差别，但是毛子俊本能地觉得他好像有点不太高兴，因此开口的时候他也变得小心翼翼。
是不是该做午饭了？你是病人啊？病人不宜多吃，吃的多了反而不易伤势的恢复。谢渊平静地说完，进入了书房。不就是因为他病了，才需要好好的补一补吗？他望着离开的谢渊，这午饭就没了？确定谢渊不会给他做午饭？毛子俊气呼呼地进了灶房，决定自力更生。一会儿过后，他又灰头土脸地从灶房走了出来。他不会做呀！怨念十足地望了一眼书房里的人。算了，忍着吧，不就是一顿不吃午饭吗？饿不死人。睡好了。焦明月点点头，指了指外面。谢家村人？他是小红的朋友。小丽的朋友？他受了点伤，又是外难，小红和我商量了一番后，就将他安置在了我这边。哦，这事情小丽竟从未跟我说过。果然，天下的弟弟都一样，长大了就会有秘密了。我对你没有秘密，永远。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哄我。话虽这样说，但焦明月嘴角上扬，心底就跟吃了蜜饯一样。明月看到了毛子俊，询问起他的事，我并未骗他，说毛子俊乃是你的朋友，因受了伤，暂且安置在了我这里。我想到了，今日那些捕快是姐夫安排的。他们昨日里来到宛平后，夜探客栈、药铺、牙行，打听毛子俊的消息，闹出的动静有点大。衙门里的人一大清早就收到了消息，我就顺水推舟给他们提了一个建议。多谢姐夫。不客气。为何怕你姐姐去京都？只是因为她的人在京都，怕他们会发现明月？因不止这么简单吧？你现在只是举人，我不敢赌。姐夫，我不想姐姐受到任何伤害，哪怕这个概率极小。有着他背后的人乃是大皇子，如果大皇子的人出了面，你确定能护得住姐姐？即便你护住了，开罪了大皇子，今生恐很难入世。但如果你中了进士，进入朝堂后，那一切就都不同了。到时我不会再阻止你带姐姐入京。谢渊不得不承认，江明红说的有几分道理。成吧，你说服我了。江明红闻言顿时松了口气，他知道并不是说他这些理由说服了谢渊，而是因为谢渊和他一样，都不想姐姐受到一丁点儿的伤害。给毛子俊送去。江明红端着凉皮刚走进后院，毛子俊就冲了出来。快，饿死我了都！没吃午饭？没有啊，也不知我怎么得罪了谢渊，他没有给我做。哎，这是什么吃食啊？竟这般好吃！这是凉皮。啊，劳烦你一会儿再帮我端一碗来。谢渊在家里藏了一位美人，他不让我去前院。为了让我尽快的恢复，谢渊前几天都会往我屋里放两块冰，今日连冰都没有了。我怀疑啊，他应该是去讨好美人了。果然无论什么样的人啊，都难过美人关。江明红淡淡瞥他一眼，然后才说：你说的这位美人是我的姐姐。真蠢呢，我怎么就忘记谢渊是江明红姐夫这件事了？怪不得我觉得他有些眼熟，你们姐弟还挺像的，哈哈哈。我姐姐是谢渊的未婚妻，她来这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要说藏，那藏的也是你。我看你恢复的挺不错的，想必一碗凉皮也就够了。我错了，我不该乱说话，对不起，你别和我一般计较啊！这一碗真不够我吃的，你就再帮我端一碗如何？只一碗。咱们恐不能进京了。没关系，本来我也不是很想进。虽不能进京，但我可以带你去上清观玩。上清观？观中风景极好，且因有一瀑布的缘故，那里甚是凉爽。咱们可在观中游玩一番，吃了午饭再回。江明月虽然很想立刻答应下来，但还是忍住了，扭头询问地看向了弟弟，迎上姐姐充满期待的眼神，又想到自从离开元江府，姐姐一直都是忙忙碌碌，还从未出去游玩过。走吧，跟着姐夫好好玩。明日清晨出发。西渊轻轻地点点头。可需要我准备什么？可以带一身换洗的衣裳，其他的我会准备。好，我晓得了。三人用过了晚饭，江明月拉着男人的手站了起来。快来试试衣裳合不合身。你做的一定合身。那也要试试，万一有不合适的地方，我也好改嘛。江明红看着二人进了正堂，认命地收捡起了碗筷。季大哥，你穿这一身可真俊呐。主要是衣裳好看。主要是穿衣裳的人好看。不，还是衣裳好，衬人。谢渊深邃的双眼对上那双清亮的双眸，眼底带着柔和，
里哪里，再好的衣裳那也得看什么人穿不是？我们就不要互相恭维了好不好？以后咱们2个都得飘到找不到北了。夕颜闻言，唇角往上勾了一勾。今日不许放言了好不好？我想早些回去睡，养足了精神，明日才能好好游玩。好，我送你。书房内，江明红看了一眼离开的2人，怎么姐姐竟这般早就回去了？家门外面，江明月正准备进去，夕颜突然抓住了他的手。怎么了？要不要抱抱？我刚才看到了胡同内这会儿无人。江明月闻言，笑着投入男人的怀抱，夕颜当即揽住他的腰。2人相拥片刻，夕颜心满意足地松开了小女人，柔声道：早点睡，晚安。江明月突然踮起脚尖，飞快地在他脸上亲了一下，笑容灿烂。晚安。夕颜抬手摸了摸被小女人亲过的地方，心情愉悦地回了家。谢大哥家中的那位少年是你朋友？他叫毛子俊，和咱们一样都是远江府人士，轻功极高。我之所以帮他，是希望他能帮咱们传一封家书。这些时日，江明月一直都在想，弟弟会用什么办法将书信送进爹娘的手中。原来是靠毛子俊呢。他能避开咱们府周围的眼线？只要他完全康复，能。这毛子俊不仅是毛家这一代最为出色的传承人，他的轻功更是传承了江湖第一轻功高手。如果他能成长起来，日后的成就肯定不低。只可惜前世他却死在了一个女人的手里，今生是他救了他，而并不是那个女人。希望毛子俊能避开那个女人，躲过死劫。他的伤多久才能好啊？大半个月应可痊愈。那也就是说，月底爹娘就能收到他们的信了。也不知爹娘现在好不好。别担心，爹娘很安全，并无性命之忧。江明月嗯了一声。时候不早了，阿姐快些出发吧，我让于根跟你们一起去。你这边怎么办？还有16呢，中午我会让16给我送饭。再就是逃到咱们县的江阳大道已经离开了，婉平现在很安全，姐姐不必为我担心。那好吧，我随谢大哥先去上清观探探路，如果好玩的话，下次咱们姐弟一起去。好，到了上清观，姐姐一定要跟紧谢大哥，别和他走散了。我知道了。你可是上清观？之前你曾给我讲过，说是京都10大景点之一。不错，上清观位于京都东边，前朝曾是皇家道观，后来毁于战火。大楚历朝后重新修建了一番。值得一说的是主殿的瓦是当年太高祖御赐的琉璃瓦，阳光照在上面，金碧辉煌，气象万千，甚是气派。上清观除了琉璃瓦还有瀑布吗？除了瀑布还有铁索道、石林、桃林。这季节有些成熟比较早的黄桃也可以吃了，到时咱们可买些回去。好呀。每年到上清观游玩的人是不是特别多？那你一定要抓紧我了，毕竟我是这样的貌美如花，万一被人拐跑了，你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西园眼底流露出了一丝笑意，和小女人来了一个十指相扣，她柔柔地说：我绝不让你离开我的视线之外。累不累？要不要去凉棚下休息会儿？不累，我体力好着呢。西园见他额头上虽然有汗，但呼吸还算平稳。那咱们就先逛，等一会儿你累了或太阳升起来后，咱们就到凉棚下休息。好。因为江明月的注意力都在两边的摊子上，他被男人拉的是跌跌撞撞。西园停下脚步，笑着望向他，等他站稳了才说：我是不是走得太快了？第一次陪姑娘游玩，照顾不周之处，还望你见谅。不是你快，是我太慢了。那我就按照你的步子来，走慢一点也无妨。听他语气里满是迁就，江明月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谢大哥，你真好，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未婚夫了。西园微微一笑，牵着他继续往前走。这地方真不错。你喜欢就好。西园说着，从他怀中取走了帕子，细心而又仔细地替他擦干了脸上的汗。江明月红着脸，柔顺地等男人擦完，朝旁边挪了一挪，示意他也坐下来休息。西园侧身与他身边坐下来，然后才问他：要不要喝点酸梅汤？好啊。你在这里坐一会儿，我去给你摘些山果来。去哪摘？他并不想西园离开，倒并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害怕，只是单纯的不想他走。感觉到他语气中的不舍，西园轻轻地抱了抱他。你看那边有几棵果树，我就到那里摘，一会儿就会。那你去吧。好，你在这里乖乖等我，不要乱跑，知道吗？江明月连连点头，他规规矩矩地坐在那儿，
那模样要多乖巧有多乖巧。谢渊没忍住，抬起他下巴，低头就吻了上去。与上次相比，这一次男人温柔了许多，而且带着几分真实。江明月并未抵抗，于是男人很快的便攻城略地。过了很久，他才松开了他。江明月睁着大大的桃花眼，眼神迷离的看着他。谢渊抬手捂住了他的眼，抱住了他的腰，然后低头与他耳边柔声道：明月，不要这样看我。要不然他怕自己会忍不住不管不顾的要了他。江明月的脑子有些懵，谢渊说完，看着他像贝壳一样小巧玲珑，那圆润的耳垂真是忍不住轻轻咬一口。而这一口，江明月只觉得一股酥麻之感通过耳垂瞬间传到四肢，他整个人瞬间如一滩烂泥，就靠在了男人的怀里。感觉到怀中人的变化，谢渊深邃的眼中涌现了一抹暗光，又轻轻地咬他一口。而这一下让江明月浑身轻轻一抖。别！谢渊剧烈喘息了一下，用了极大的毅力，这才压下了心中的蠢蠢欲动。之前面对那些少女，他怎么就能那么清心寡欲呢？可见什么事儿都得分人呢。江明月被男人轻轻地咬了2口，就像是喝醉了酒，脑子昏昏沉沉。要赶快将毛子君医好才行，他病好后就可回元江府将咱们的事禀明岳父岳母，征得了二老的同意，咱们就可以成亲了。到时候什么？到时候咱们就可以成亲了。到时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必像现在这样明明很想却要拼着命的忍着。再这样的忍下去，他非得忍出病来不可。江明月只觉得脸皮有些发烫，虽然很想吃肉，但他还是虚伪了一下，小小声地说：我又不着急。我急？你急那是你急，快去摘山果吧，我有些饿了呢。这会儿的谢渊倒是不急了，他抬起手来，拇指轻轻地擦去他唇上的水渍。羞死个人了。谢渊安抚的又抱了抱他。以后我小心点，我去摘山果了，马上就会，你乖乖等我。在看什么？在看谢大哥。我发现怎么都看不够呢，这个怎么办？谢渊笑了，凑到小女人面前，轻轻地亲了一下她的额头。等咱们成亲了，你想怎么观看都行。要成亲后才能观看呢？成亲后看着方便，且外人不会说什么。尝尝好不好吃？好吃，谢大哥也吃。两个人简单的垫了垫肚子，谢渊微声道：我带你逛逛上清观如何？好。二人手牵着走原路返回。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殿内上香之人很多，我排在众人的后面等待时，听他们议论今日观内会来一位大人物。谢渊听到江明月的讲述，不由得想起刚才进入殿中的几名男子。为首之人他虽不认识，但是站在那人左侧之人，谢渊曾经有过一面之缘，那是武安侯之子。出门有侯府之子陪同，那个人的身份也就呼之欲出了，就是不知道是哪位皇子。想到这儿，他扭头看向了身旁的少女。明月，咱们下山吧。江明月虽然有些诧异，但是温顺的好脾气让他乖乖地应了声好。二人挑选着买了一些黄桃，在一个小道童的带领下穿过桃林，来到山下时已经是午时了。饿了吧？咱们吃完午饭再会如何？好。在谢渊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一个生意极好的酒楼。掌柜的虽然认识谢渊，看到他们笑容满面的就迎了上来。二人说了几句，掌柜好奇地看向了江明月。这位姑娘是？她是我的未婚妻。恭喜谢举人，二位当真是郎才女貌。大喜之日，别忘请我喝杯喜酒。一定。一会儿过后，二人由伙计领着进了2楼的一个雅间。等伙计离开之后，江明月很好奇地问他：你和掌柜的很熟？掌柜的姓郑，乃是咱们宛平县人。今年我在衙门当幕僚时，他招人算计，背上了一桩人命官司，是我出手救了他。哦，怪不得他刚才面对你时那般恭敬友善。二人说话之间，小二端着饭菜走了进来。尝尝，这3道都是酒楼的招牌菜。江明月嗯了一声。你也吃。半个时辰过后，二人结了账，正准备离开酒楼，郑掌柜叫住了他们，送给他们一坛酒，说是用山上的泉水和山果子酿的，请他们不要嫌弃等等。二人谢过郑掌柜，登上了马车。想喝？江明月重重点头，拉着谢渊的衣袖撒起了娇来。谢大哥，咱们尝尝如何？谢渊只觉得自己的一颗心都要化了，
别说他只是想喝酒，江明月即便想要天上的星星，他恐怕也会踩着梯子想办法给他摘。好。谢渊在小女人的注视下倒了一小杯酒，递给了他。好酒，谢大哥快尝尝。谢渊看着小女人那水润的粉唇，一个用力把江明月拉进怀里，低头轻柔地在她娇嫩欲滴的粉唇上吮吸了2下。的确是好酒，的确是好酒。他的额头抵住他的额头，漆黑的眸子沉迷地看着他，仿佛碎了似的。江明月脸如火烧，害羞地埋于他怀中，再也不肯出来。知道小女人脸皮薄，谢渊并未强迫她，只是抱紧了她，防止颠簸之中滑下去。也许是男人的怀抱太过于舒服安逸，也许是累了，江明月竟慢慢地睡着了。听着小女人呼吸逐渐平稳下来，谢渊低头看她睡着了，拿起了一边的蒲扇，开始轻轻地扇了起来。江明月是被吆喝声吵醒的，他打着哈欠，睁开了双眼。到哪儿了？咱们已进入宛平。江明月闻言瞬间清醒过来，他竟睡了一路。他急忙从男人的怀中下来，看他手中拿着一个蒲扇，怪不得睡着之后只感觉清风徐徐而来，竟没感觉到热。这男人对他真好。江明月轻声过去，奖励地亲了一下谢渊的脸颊。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申时初。江明红闻言挑了下眉，这么快吗？难道他们在上清观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姐从上清观下来，可还开心？于根认真地回忆了一番，开心，笑容满面的。难道是他想多了？从明天晚上开始，你陪我一起去隔壁。咱们救的那人武艺极好，如果你能有幸得到了他的指点，肯定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1等1的好手。我从上清观带回来一些黄桃，可甜了，你快来尝尝。好，今日玩的可开心？开心，上清观可热闹了。江明红听姐姐的讲述，知道他们并未在上清观发生什么事情，彻底的安下了心。你今日在私塾里可还好？挺好的，我的同窗沈瑜明日会来咱家吃饭。我知道了，会叮嘱素姨明晚多准备几个菜的。缸里的水不多了，明日哥哥早起一会儿，打着水回来。于根嗡声嗡气的应了声好，然后说：我和少爷救的那人武功极高，少爷准备让我跟着他学武。哥哥想学吗？想。保护妹妹，保护少爷，姑娘。于杏儿愣了愣，原来不知不觉间，少爷姑娘已经扫进了哥哥的心里。那哥哥一定要好好学。于根嗡声嗡气的嗯了一声。准备去哪儿？驿站。谢大哥呢？你怎这时候回来了？谢渊说着，从怀中掏出了一个油纸包。这是什么？油麻子，私塾的周夫子给我的，他家是以这个起家的，做的油麻子乃是一绝，你尝尝看喜不喜欢。他看到油麻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江明月，想着他应该会喜欢，给学生们布置了作业，就急匆匆地离开了私塾。这种时时刻刻被人惦记的感觉真好呀。江明月低头就着他的手就咬了一口，油麻子有点甜呢。很甜吗？应该不会放那么多糖才是啊。江明月嗯了一声，握着男人的大手，把油麻子递到了男人的嘴边。你尝尝。谢渊低头尝了一小口，和以前一个味道，他并没有感觉到很甜呢。很甜。谢渊询问的同时，开始给他把脉。江明月任由他握着自己命脉，歪头看着他。不甜吗？可我吃着很甜呢，都甜到心里去了。很甜。既然觉得甜，那就再吃一口。我得回去了，中午我回来接你，咱们一起吃午饭。好，中午见。中午见。江明月吃着油麻子，心情愉悦地带着16二人去了驿站。下午下学之后，江明红、沈瑜整理了一番，结伴离开了学堂。正堂内，江明月听到谢渊的讲述，感慨一声：天哪，没想到沈瑜还是位少年天才。听着小女人话中满是惊叹，谢渊挑挑眉，语气很平淡：他也就比一般人聪明些许罢了。这还叫聪明些许啊？和他比起来。江明月感觉到谢渊语气中带着几分傲娇，突然觉得男人应该是吃味了。他适时地咽下了已经到了嘴边的话，仰着小脑袋，笑容甜美地看着面前的人。当然，在我眼里，谁也比不过谢大哥，你才是真正的天才。谢渊无声地勾勾嘴角，
黑眸中的温度瞬间回升，嘴巴里却是风轻云淡。我不算是什么天才，只是比一般人勤奋刻苦罢了。江明月正欲开口，院门突然响了，又是阿弟回来了。我去开门。江明月望着离开的男人，原来一向很沉稳的男人也有这般幼稚的时候。他捂着嘴笑了起来。明日下午你就不用来接我了，忙完我就回去。好。话虽是这样说，但他哪里放心他一个人走夜路嘛。所以第二天他给江明红留好作业，便起身说：我去接你姐姐。会不会太早了？比起错过她，我更愿意站在外面等她。江明红望着离开的人，从怀中掏出一个小本子记录起来。他不会告诉爹娘谢云有多么的适合姐姐，那样的描述太苍白无力。他会把谢云的言行都记录下来，由爹娘去判断他到底适不适合姐姐。虚实半，很晚了，我该回去了。成，那我让丫鬟送你。合作的事情咱们明日再详谈。好。江明月拎着茶走出张家，一眼就看到了对面的男人。他扭过头来看着出来的张珊珊。不用派丫鬟送我了，我未婚夫来了。好，明月姐姐晚安。晚安。和张珊珊分开之后，江明月心情雀跃地提着裙摆朝男人跑了过去。谢大哥。慢点儿。开口的同时，他已经大踏步朝他走了过来。不是不让你来了吗？夜深人静，我哪放心你一个人回家。说着打开了拿了一路的油纸包，递给了江明月，同时顺道将他手中的水囊接了过来。捡凉皮。想着你可能会吃不好，我就给你带了点来。谢大哥真好，我还真有些饿了。什么时候来的？是不是等很久啦？刚来。那几种茶可是煮出来了。这里面装的是绿茶和红茶，谢大哥尝尝看好不好喝。谢言闻言打开水囊，他先喝了口绿茶。加了花茶。味道如何？芳香扑鼻，且去掉了茶的苦涩。如果再放一些冰的话，口感应更好。得到了谢渊的肯定，江明月对他们的茶更有信心了。你再尝尝红茶。加了薄荷。这两种茶，谢大哥更喜欢哪种？红茶。红茶是我和珊珊专门为男客准备的，谢大哥喜欢，那别人应该也会喜欢。珊珊，一夕之间，二人的关系倒是亲近了许多。忙碌中的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7月初3。这日晚间，江明月看着于根和毛子俊过了50招还没有办。于根进步很快呀。毛子俊教他的这套棍法很适合他。这段时间他们来到谢家，阿弟每每都会带上于根。一开始江明月还不知道弟弟的用意，直到有一次他们来时，毛子俊在练剑，弟弟让于根下场陪毛子俊练手，他这才知道了弟弟的目的。那一次于根虽然很快就败了，但是毛子俊却是知道了他力大无穷的事儿，也许是起了爱才之心。从那时开始，二人时常交手，每毛子俊都会指点于根一二。后来也不知弟弟用了什么办法，毛子俊就教了于根一套棍法。于根是很有练武的天赋的，这2天的时间他就学会了，5天就耍得像模像样。一开始对上毛子俊，他10招内必败，而现在他已经和毛子俊对战60招了。姐弟二人观战时，谢渊端着切好的瓜走了出来。不行了，不打了，吃瓜。再这样打下去，在不使用内力的前提下，他就要输了，他可丢不起那个人。毛子俊伸手拿瓜的时候，谢渊拍他一下，拿起甜瓜递给了江明月。谢谢谢大哥。毛子俊望了这一幕，瘪瘪嘴，他也很喜欢吃甜瓜好不好？坛子里不是还有3块呢，真小气。江明红默默地拿起2块西瓜递给了毛子俊1块，他说道：棍法你已教了，不如将心法也一并教了。凭什么？江明红眼珠一转，高声喊道：于根过来。于根收起了棍子，大踏步地走了过来，跪下叩拜师傅。于根闻言砰的一下跪了下来，砰砰砰就是3个响头。他的速度太快了，快到毛子俊根本来不及反应，等他回过神来想躲已经晚了，因为于根早已磕下了2个头。对上双眼炯炯有神的于根，毛子俊好无语呀。他就吃个西瓜的功夫，怎么就突然多了个徒弟呢？看着江明红，又看看谢渊，毛子俊突然想哭，不能因为他读书少就老是欺负他呀。对上这2个人，他感觉自己就跟二傻子似的，稀里糊涂的签了卖身契，又稀里糊涂的答应了江明红传授于根的棍法。现在好了，
连仙法也保不住了。江明月看着一脸悲愤的毛子俊，扭头埋在男人的怀中笑了起来。而谢渊看着小女人肩膀一抖一抖的，轻轻地揉揉她小脑袋，拿起了一块甜瓜塞给了毛子俊。毛子俊发泄似的接过来咬了一口，看着鱼根：“你起来吧。”鱼根却并未听他的，而是望向了江明红：“还不快谢谢你师父。”“多谢师父。”他动作急切而又汹涌，不断的深入勾缠。我毛家的规矩你应该知道一些，我可以将齐眉棍的心法传授给他，但不能收鱼根为徒。茂家的规矩？什么规矩？行。毛子俊走到了鱼根面前：“你随我来。”这一次鱼根并未请示江明红，屁颠屁颠的跟着毛子俊走了。江明红看着二人进了后院，拿起一块甜瓜递给姐姐，然后解释道：“毛家祖训，毛家剑法和心法只传给毛家人。”哦。少顷，书房内，江明月手托着下巴，看着二人绘制的宛平到沅江府的地图。他第一次知道竟有8条路线可以供选择，而现在他们要在这8条路线之中替毛子俊规划出最为安全的一条。谢渊和江明红探讨路线的时候，左手突然就朝着江明月这边伸了过来。他低头疑惑地看着他的手，谢渊张开了修长的手，余光看向他，又瞥了瞥自己的手。男人虽然一句话都没说，可江明月确实已经明白他的意思。他唇角上翘，将自己小手伸了过去，放在了他大手上。男人第一时间就握住了他的手，拇指指腹摩挲他手背，时不时地回上1-2句江明红的话。他抽了2次手都没有抽回来，只能倾斜身体朝着谢渊靠了过去。察觉到他动作，男人身子微微地朝他这边侧了一侧。江明月小脑袋搭在了谢渊肩膀上，小小声地对男人说：“好痒啊。”虽然姐姐声音很小，可是江明红还是听到了。他说话的声音顿了一顿，扫视了一眼二人紧紧握在一起的手，警告地看了眼谢渊。谢渊神色自若：“进入沅江府的这一段路最是危险，毛子俊的敌人一定会在这里设下埋伏。”他沉声和江明红说话的时候，徐徐地松开了小女人的手。感觉到男人不再摩挲他的手背，江明月缓缓地吐出一口气，抬头看了一脸认真的谢渊，眼底闪过了一丝狡黠，低头把玩起他的手来。男人的手骨节分明，手指修长，也许是经常练字的缘故，掌心里有一层茧子。江明月轻轻地将它们捏在一起，松开，然后再捏。如此玩了一会儿之后，男人突然握了一下他小手，示意他乖一些。江明月终于放过他手中的薄茧，注意力转到了他手背上。江明月轻轻地摸摸他指甲，又摸摸他手指，抬头看他喉结耸动一下。江明月的眼中带了些许笑，低头飞快地轻轻咬了一下他手指。谢渊的呼吸瞬间就乱了。先这样，你可以想想我的计划可不可行。他说完，拉起小女人就走了出去。江明红望着离开的二人，挑挑眉，到底没说什么，低头看着他们挑选出来的路线，陷入了沉思之中。而这边，谢渊将小女人拉到外面，俯身就吻了上去。他动作急切而又汹涌，不断的深入勾缠。谢渊把小女人拉到外面，俯身就开始亲吻。江明月只感觉双腿发软，后退一步，可男人好像不满，伸手就搂住了她的腰，薄唇在她粉唇上来回的温柔的吸吮。直到后院传来一阵说话声，他这才气喘吁吁的松开了怀中的人儿。而此时的江明月鼻尖身上都出了一层薄汗，双眼迷离，面泛春色。谢渊捧住她的脸，又轻轻啄了2下，声音沙哑：“乖一点。”再这样下去，他恐怕等不到成亲就会吃了他。男人眼中的深情、渴望和情欲就这样赤裸裸地展露在江明月的面前。江明月害羞地低下头，脸在他胸口上蹭了一蹭。谢渊爱怜地摸摸他小脑袋，看着毛子俊和鱼根走了过来，他松开小女人，上前2步遮住了他。我的伤已恢复了7、7、8、8，决定后天就回沅江府。再不走，他恐怕会被二人吃的骨头都不剩。后天就回。他很怕自己刚才是出现幻听了。毛子俊点点头：“以你的速度，多久能到沅江府？”
半月。那也就是说，半个月后爹娘就能收到他们的信了。江明月高兴激动的都想跳起来了。我回去收拾东西写信。江明红听到二人的对话，从书房里出来，看了一眼一脸欢喜跑回家的姐姐，和谢渊对视一眼之后，领着毛子俊走进了书房，将刚刚规划好的路线递给了毛子俊。在看什么？谢大哥，咱们以后也会很幸福的，对不对？也不知什么事让小女人有感而发，谢渊很坚定地说：对，咱们以后一定会非常幸福。江明月笑容灿烂，握住了男人的大手。咱们回家。中午我从凉面馆特意带回来一些面酱，给你做了些凉皮。快走快走，我正饿着呢。夕阳下，路上行人少了很多，这给江明月勇气。他直接抱住男人的一条胳膊，亲昵地靠在了他肩膀上。地上的两个人的影子交缠在了一起，变成了一道。谢渊看着格外黏他的小女人，低头亲了一下她光洁的额头。二人依偎往前走，直到回到枣林胡同，这才分开。姐夫，回来时我路过军友来，我订了6道菜，晚间咱们一起吃饭，就算是给子俊大哥进行了。你们意下如何？可我回家换衣裳拿信，一会儿再来。好。2刻钟之后，素姨做了3道菜，我一并提了过来。我来。等到饭菜都摆到桌上，毛子俊深深地吸了口气，好丰盛啊！来，咱们碰一个。谢渊、江明红3人纷纷地举起酒杯。谢渊喝酒之前，看着小女人，特意地叮嘱了一句：我们一口干，你随意。4人喝了酒，毛子俊和江明红闲聊时，余光观察起了一番坐在一起的2人。谢渊会很体贴地给江明月加一些菜，而江明月呢，会将不喜欢的都挑出来又加给谢渊。例如牛肉和猪肉，江明月只吃瘦肉，青菜呢也只吃最嫩的那一点点。这些在毛子俊看起来就有些作了，也得亏谢渊能忍，还愿意宠着他。那句话这么说来，还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儿。江明月吃了个6成饱，终于放下筷子，谢渊盛了1小碗的凉皮放在他面前。怎么不放辣椒？你最近要吃清淡点。江明月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他的鬼水就要来了，怪不得男人今日给他准备的是红糖姜水。不曾想，他竟然默默地记住了自己来鬼水的日期。这男人当真是细致体贴呀！被感动的江明月趁着弟弟毛子俊不注意，将左手伸到了桌子下，放到了男人大腿上。他很明显地感觉到男人肌肉瞬间紧绷一下，然后又放松了下来。江明月抬头看了一眼神色自若的男人，在他大腿上轻轻地画了个圈，然后在圈里画了眉毛、鼻子。一个笑脸还没有画完，一只温热的大手突然就握住了他的小手。江明月抬眸对上男人深邃而有些炽热的双眸，那是一点都不怕，反而是笑盈盈地看着他，声音又低又软：谢大哥，我好想亲亲你啊。这话一出，谢渊眸色瞬间转身，不过面上却仍旧是一本正经。他轻轻地捏了捏江明月的手，正欲开口，却听到旁边噗的一声：我什么也没有听到啊！江明红看了一眼慌里慌张的毛子俊，又扭头微眯眼睛望向了姐姐和谢渊。失策了，倒是忘记桌上还有一个武功高手。脸皮发烫的江明月默默地收回手来，低头开始吃凉皮。谢渊神色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吃饭。哎，毛子俊都恨不得将自己耳朵堵上，他真怕2人会杀人灭口。而弟弟江明红呢，从谢渊的脸上没看出什么，夹了个虾包好了，放进了姐姐的碗里，提醒道：好好吃饭。江明月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将虾吃了，接下来都异常的老实。吃过晚饭，江明红将小包袱递给了毛子俊，郑重地向他行了一礼：子俊大哥，拜托你了。毛子俊急忙扶起他：你放心，我一定会亲手将这个小包袱交到你爹娘的手里的。谢渊打开抽屉，将早就准备好的银两递给他：一旦遇到敌人，如果不敌，该跑的时候就跑，不要逞匹夫之勇。我知道了。毛子俊感觉钱袋子沉甸甸的，他乐呵呵地笑了：保重。你也保重。姐弟2人向毛子俊告了别。江明红看着姐姐说：回家吧。江明月扭头求助地望向男人，他还想亲亲呢。谢渊喉结耸动，对江明红说：你先回，我和你姐还有话要说。这一次江明红可没有退让，
已经很晚了，有什么话明日再说也不迟。江明月看看弟弟，又看看男人，最终低下了头。我们回去了，谢大哥晚安。晚安。二人的声音里都带着些许的遗憾。毛子俊在寅时2刻就背着包袱悄悄地离开了谢家。走出胡同的时候，他又回头望下胡同中紧挨着的2户人家，他心中有些不舍。这次从家里偷偷跑出来，虽然险些丢了性命，可是意外的让他结交了2个朋友，哪怕回去会因此受罚，他也觉得很值了。就包子而言，余杏已经出师了。江明月知道，这些时日素娘做饭的时候，余杏和石榴都跟于他身边一起打下手。素娘虽然没有特意的去教导2人，确实也没有藏私。余杏学得很快，石榴就不行了。他在厨艺上并没什么天赋，反而是绢花越做越好看。余杏虽有点小心思，但可以信任，以后厨房上的事情可完全交给他。江明月点点头，又将茶水铺的事情给他说了一番。以后每一季我最少也可分240两，总算不再是入不敷出了。离开元江府时，爹娘虽然给了咱们不少钱，可看着手里的钱在一点点变少，我还挺慌的。江明红闻言这才知道，姐姐这些时日竟一直都在担心入不敷出的事儿。他这个弟弟做得太不称职了，竟一直都没有察觉到。姐姐不必为钱的事情担忧，弟弟有赚钱的法子。我知道，我弟弟这般聪明，赚钱对你来说就像是壁上抓针磨，手到擒来。不过你将来要入仕，就不能再行商贾之事，会被别人诟病，会被读书人排挤的。阿姐放心，我心里有数。开分店的事，阿姐是怎么想的？可以开，但不是现在，最好是明年。看来姐姐看得很透彻嘛，倒不用她再多说什么了。毛子俊什么时候走的？某时初，我起来他已经离开了，我猜他应是寅时走的。哦。今日给小红他们上了课，我要去一趟京都，恐明日下午才能回。我晓得了。谢大哥这时候进京，可是有什么事？姐姐还不知谢恒3人的事，我想让他也欢喜欢喜。如果不是毛子俊的事绊住了脚，他早就进了京。焦明红闻言，想到前世五皇子府未来2个月发生的事情，他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决定提醒谢渊一句话。毕竟他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蚂蚱，谢渊好了，他们才能好。姐夫，五皇子妃恐撑不过这个夏天了。此言一出，江明月顿时一惊，下意识地扭头望向了弟弟，而谢渊眸中暗流涌动。我知道了。江明红点点头，并未再说什么，而是先他们一步离开了胡同。江明月望着离开的弟弟，知道弟弟突然来这么一句，说明了五皇子妃的死对于谢柔的影响应该很大。谢大哥，弟弟不会无故方食的。我知道。二人走到溪水大街时，谢渊突然牵着他来到了一个胡同拐角处。江明月一脸困惑地看着男人。昨晚吃饭的时候你说的话可还记得？我说什么了？江明月装傻充愣。谢渊沉默地看着他。明月，我到明日下午才能回来。江明月的小脸儿微微一红。会不会被人看到？不会，我观察过这条胡同，这个点儿胡同里的人都已出去，再就是咱们站的地方很隐蔽，即便是有几个过路人，即便不走近也看不出来。感情这人蓄谋已久呢。江明月抬眼扫向四周，确定无人，才小小声地说：行吧。谢渊望着他，眸光明亮，却是没动。江明月也没动。谢渊的眸子逐渐变得深，变得烫，声音其实依旧很平稳。不是你想亲我？江明月咬咬嘴唇，对视上男人鼓励渴望的眼神，他小小声地说：那你俯下身子来，不然我够不到。谢渊嗯了一声，然后低头俯身凑于他面前。江明月踮起脚尖，快速地与他唇上亲了一下，转身就走，男人却一把抓住他的手。明月，这样敷衍可不行。话音未落，已经封住他的唇。这一次男人的吻如狂风暴雨。谢大哥，我有点疼。谢渊闻言这才松开他，不过依旧紧紧地搂住他的腰，以鼻尖挨着鼻尖的距离看着他。男人清俊的眼眸中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冷静，开始变得滚烫灼热，像是要将他生吞活剥。
江明月红着脸，软趴趴的趴于他怀中。谢大哥，你还好吧？谢渊控制着呼吸，低头抱着他。不好，他现在一点都不好。无事。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经是7月20。暗暗的在江府外面盯了2天的毛子俊看着二哥说：“你在外头接应我。”毛老二点点头，神色凝重的提醒道：“小心点，那几道气息可不弱。”毛子俊嗯了一声，瞅准机会进了江家。这江家并不算大，毛子俊却是用了1个时辰，这才来到了姜文2人的卧室。实在是盯梢的人太多，他不得不谨慎行事。我是你们儿女派来的，怎么证明？你见过明月明红？他们在哪儿啊？可还好？我包袱里有他们写给你们的书信。毛子俊说着，将怀中的包袱递给了他们。是明月，是明红。姜文闻言接过了玉佩，终于查看，忽听毛子俊说：“有人来了。”姜文、沈冰心第一时间上了床，毛子俊闪身躲在暗处，屏住了呼吸。他看到有人在床前悄无声息地站了一会儿才离开。又过了1炷香，确定那人已经走远，毛子俊低声道：“人走了。”姜文知道外面都是眼线，时间很是紧迫。不知少侠怎么称呼啊？你是在哪儿遇见我那一双儿女的？我是毛家人，名唤毛子俊。前些时候我到京都游玩，被人暗算受了重伤，逃到宛平。是你们儿子江明红救的我。知道我的身份后，他特意托我给你们送一封信。原来他们在宛平。他们可还好啊？他们很好。毛子俊快速地将2人的情况给他们说了一番。毛少侠，明晚可否请你再来一趟，帮我们寄封信？没问题，你们休息，我明晚再来。目送毛子俊跳窗离开之后，夫妻2人默不作声，重新躺在了床上。毛少侠应已平安离开。姜文嗯了一声。夫君，他刚才说咱们的女儿定亲了。小红明月信中应会交代此事，你先看信。你先看信吧。行。姜文打开了密道的入口，床板翻转，他进入到密室之中。沈冰心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好了床，重新躺上去。密室之中，姜文点燃油灯，掏出怀中厚厚的2封信，小心地把女儿的信放于一侧，拆开儿子的1个巴掌大的小册子掉了出来。姜文捡起册子，先放于一边，拿起信看了起来。1封信看完，姜文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一直压在身上的石头突然就落了地。他们有救了。姜文又把儿子的信看了一遍，这才小心地收起来，拿起册子翻看起来。册子上密密麻麻记录了很多谢渊的日常行为，通过这本册子，他对谢渊算是有了一些了解。少顷，姜文放下了册子，他拆开了明月的信。相比儿子，女儿的信就详细很多。信中不但详细讲述了他们一路北上的经历，还很详细地说了一番进入宛平后的事情。看过儿子的手册和女儿的信，这谢渊倒是个良人。冰心，明日你和毛少侠一起离开，我来为你们掩护。出了府后，你带着江安他们去宛平。不行，我不能留你一个人在这儿。你先听我将话说完。我不听。一旦听了，她一定会被丈夫说服，毕竟这些年都是如此。可这次不一样，她怎么可以留着丈夫一个人面对威胁呢？冰心，女儿出嫁，如果没有爹娘操持，会被夫家的人看不起。况且，我不想咱们和女儿都留有遗憾。沈冰心闻言沉默了。明年，也可明年再成亲。如果明年和今年一样，咱们还是脱不了困难。再就是，这门亲事不能拖到明年。为何呀？谢渊并不是普通的寒门之子，他有一个名扬天下的老师，他的师兄们个个都是朝中重臣或者封疆大吏。明年他一旦高中，那就是一块炙手可热的香馍馍。到时会有大批的权贵清流想方设法的和他联姻，那时还轮得到咱们的女儿吗？再就是儿子说，他和谢渊已达成共识，明年。也就是说，咱们能不能脱困，还要倚仗这个女婿了。咱们之所以深受其困，正是因为朝中无人，所以他才敢这样的随意拿捏咱们。可有了这个女婿，那就不一样了。儿子的信看则只是将谢渊的情况和他们说了一番，
其实他隐晦地告诉了他很多很多信息。女儿和谢渊的亲事一旦成了，他们两方可以相互助力，谢渊可以帮他们脱困，他们可利用手中的东西帮谢渊开路。去宛平吧，替我好好的看看谢渊，只有亲眼看一看，咱们才能放心的将明月托付给他。再就是咱们的儿子也需要咱们的帮助。可你这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呀。你放心，东西没到手之前他不会杀我，你走后我会让崔兰易容成你，应可以欺瞒那些人一段时间。沈君心闻言沉思了片刻2月之内我一定赶回来。好。夫妻二人达成共识。宛平，江家。天刚破晓，江明月就醒了。本来今日调休，他可以多睡一会儿，可没想到帐子里飞进来几只蚊子，嗡嗡嗡的吵得他不得安生。他洗漱完，看着16提着食盒走出来，知道16要去给谢渊送饭。给我吧。哎，怎样样的？江明月颇为委屈的撅撅嘴，没有睡好，昨晚帐子里面飞来几只蚊子，飞来飞去的，他们还咬了我好几口呢，都痒死了。咬到哪儿了？手腿和脖梗。谢渊低头看女人脖梗上有一个小红包，伸手轻轻地摸了摸，嗓音温润。我给你擦点药，一会儿就不痒了，没事。我来给你抹药。江明月乖乖地将手递给了他，把药膏点于小红包上，然后他轻轻地按摩起来。江明月舒服地眯起了眼睛。一会儿过后，谢渊问他还痒吗？江明月轻轻地摇了摇头。脖梗这里还有好几处呢。我看看。男人靠得很近，闻到他身上所特有的药香，江明月伸手抱住了他，轻轻地在他怀中蹭了一蹭。谢渊抬手温柔地揉揉他的头发，身子没动，任由他抱着，耐心又细致地为他抹药。也不知为何，这次药膏涂抹在叮咬之处有些刺痛。疼？忍着点，你这里有几道红痕，其中一处还破了皮，不过一会儿就好。讨厌蚊子。的确讨厌。中午我带些驱蚊药回来，你撒在帐子内，应就不会有蚊子了。好。等到谢渊将所有的小红包都涂上药，舒服下来的江明月忍不住地打了个哈欠，他还有些困呢。来，咱们出去吃饭。我不想吃，只想睡。就在我这里睡可好，省得回去又被蚊子咬了。江明月点点头，起身懒洋洋地走到了床边坐下。脚卷高大的男人突然在他面前蹲了下来，脱掉了他的绣花鞋。他神色极其自然，自然到好像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大清早的江明月又被这体贴的男人感动到了。睡吧。你能不能陪陪我，等我睡着了再走？好，睡吧。江明月很听话地闭上了双眼，在男人很有节奏的轻拍下，很快又昏昏欲睡起来。阿锦呢？睡着了。昨日他闺房里进了几只蚊子，一夜都没睡好，我就让他在我这里休息会儿。江明红虽然知道这样不妥，但总不能冲进来将睡着的姐姐再喊起来。只此一次。谢渊只当什么都没有听见，二人一边往外走，谢渊一边说：我观你近日心有些不静，可是在担心毛子俊？也不知他有没有平安抵达远江府。他不是傻子，路上遇到不可敌的敌人，只要不和他们正面交手，跑还是能跑得掉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就不要乱想了。过2日，于夫子会带着你们去衡山书院参观，你准备下。江明红是知道衡山书院的，就在京都，而且还算熟悉，毕竟他前世去过好几次。想到这儿，他突然想起了一桩前世轰动京都的杀人案，那个人就是衡山书院的学生，而且他奶奶……在想什么？没什么。可需要我为你请假？不用。谢渊眯眯眼睛，本以为江明红也会很排斥入京，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被谢渊目不转睛地盯着，江明红只感觉压力甚大。快走吧，别迟了。谢渊望着疾步离开的少年，玩味地笑了笑，抬脚跟了上去。午时初，谢渊将艾草桂皮放入灶房，走进书房，待看清楚江明月手中拿的是什么之后，深邃的眼中飞快地闪过了一抹慌乱，大踏步地冲进了书房。凌乱的脚步声传入耳畔，江明月从小黄画本中回过神来，就只见一只修长的大手从天而降，盖在了画本上。
江明月伸出了一根纤细的手指，轻轻地点了点谢渊的胸膛。你怎懂那么多？除了我，你是不是还喜欢过别人？要不然怎么能写出这般精彩的故事？江明月本欲消除男人的不安和紧张，可这话一出来，他却成功地把自己给气着了。只要想到谢渊还对别的女人那么温柔，那么体贴过，江明月就撅起了嘴巴，有点不能忍。谢渊呆愣了片刻，他看了他写的画本之后，想的就是这个。他哭笑不得的同时，瞬间镇定下来。被我猜中了，讨厌！除了我，你怎么还能喜欢别人呢？回答仅仅慢了几息的谢渊看着少女因为生气而完全涨红的小脸儿，他笑了，抬手轻轻地捏了捏她的脸。我在生气，你还笑？别动手动脚的。二人相识至今，谢渊还是第一次见他生气，只觉得很可爱，感觉也很新奇，所以他并未第一时间开口解释，而是迅速地换上了另外一只手，见缝插针的又捏了捏女人的脸。你欺负我？没有。没有？如果没有，你怎么能写出这般精彩的故事来？他不依不饶，疑神疑鬼。谢渊低头安抚地亲了亲怀中小人儿的额头，然后直视他的眼睛。没有喜欢过别人，除了你，再不会有其他人能让我为之心动。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哄我呢。不是甜言蜜语，都是我的真心话。那时我还只是童生，又没有完全摆脱谢恒二人的控制，光是读书和提防二人的算计，就又花费了我所有的心神，又哪里有时间喜欢别人？哦，那这画本是怎么回事啊？那时我很缺钱，书铺掌柜的给我提了一个建议，让我写这种风花雪月的画本，说是卖得极好。他担心我不会写，特意给了我几本画本让我研究。你是说，你书里的那些描写，都是研究了那几本画本的缘故？谢渊嗯了一声。是哪几本呢？让我看看。谢渊耳朵慢慢的红了，双眼飘忽了一下。没了，早就不卖了。没了？你心虚什么？没有心虚。谢渊试图将这件事情掩盖过去，江明月伸手就捏住了他的耳朵。没有？那你耳朵红什么？啊！有些尴尬的谢渊这次直接不说话了。江明月看男人默认了，双眼亮晶晶的看着他。好看吗？我也想看。谢渊剧烈咳嗽起来，都惊呆了。明月，现在不行，等咱们成亲后。成亲后就可以看了？到时咱们可以好好的研究研究。哦，谢大哥，亲一个呗。你书中就有这样的描写，咱们也试一试如何？掌柜的，你们这里收不收绢花呀？收。那行，我这里有一些绢花，1文钱1朵卖给你了。韩兰兰闻言有些期待地打开了包袱，拿起几朵绢花看过之后，不由得皱起了眉头。这绢花颜色单一，做工粗糙，而且用的乃是最下等的麻布，别说是1文钱1朵了，就是1文钱10朵他也不愿意收。您去别处问问如何，我们这里不收。你这不是拿我开涮吗？刚才还说收呢，现在又说不收，你什么意思啊？锦绣坊开了这么多年，像今日这样的人，韩掌柜不知遇到了多少。江明月几人都相信他能处理。果然一会儿过后，那妇人气势越来越弱，几句话被韩掌柜对得哑口无言。别以为我是乡下妇人就好欺负，掌柜的，当真不买？不要。这一句话彻底激怒了妇人。江明月看他将手伸向了篓子，高声喊了一声小心。韩掌柜，小心！韩兰兰只感觉脖子上一凉。啊！又说！救命啊！哈哈哈哈哈！呸！让你欺负我！我这绢花你买还是不买？买！快将这蛇拿走！江明月赶到了柜台前，一看是一条无毒的蛇，顿时松了口气。瞥了一眼那个嚣张至极的中年妇人，他疾步绕到了柜台后面，伸手将韩兰兰身上的蛇给抓了下来。掌柜的别怕，没事了。此时张珊珊几人已经来到了柜台前，看着被吓坏的韩兰兰，几个人都气得不行。贺婶，将铺门关了。王叔，你去请捕，快过来。你们想干什么？开口的同时，他手脚麻利，就开始往外冲。眼疾手快的张珊珊一把抓住他，贺氏趁机关上了铺门。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江明月就杀了蛇，扶着韩掌柜坐下来，温声的安抚：你看蛇已经被我杀了，别怕，没事了。他刚才好像咬了我一口。
没事，这条是无毒的。听着韩掌柜的声音还是发颤的，江明月赶紧安抚他，同时又抬头看向中年妇人，就见那妇人再次将手伸向了篓子。你们小心点，他手里还有蛇。这中年妇人看冲不过去了，怒火中烧，反而将矛头对准了江明月。刚刚平静下来的韩兰兰望着砸在身上的蛇，身体一颤，昏迷了过去。张珊珊看中年妇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敢行凶，真是气得火冒三丈，拿起尺子不管不顾就朝他打了过去。柜台后面，江明月并没有乱动，他怕惊扰到韩兰兰身上的蛇。这条蛇竟是毒蛇，至于吊在江明月身上的那条蛇，则被他第一时间就抓住了。江明月盯着游走在韩兰兰身上的毒蛇，用空闲的左手拿起了一把尺子，瞅准机会，眼疾手快，把毒蛇给挑了下来。几息之后，江明月看着被自己剪死的2条蛇，他虽然并不怕蛇，却觉得极其恶心。他避开了死蛇，扶起了昏迷的韩兰兰。虽然知道毒蛇并没有咬他，但江明月还是不放心的又检查了一遍，确定韩兰兰无事之后，仰头就见张珊珊、贺氏和中年妇女扭打在了一起。掌柜的没事吧？惊吓过度，晚上可能会发烧。我开个方子，吃上几天应就无事了。不过他最好好好休息几天。谢大哥，你开方吧。好。江明月并没有打扰谢元写方子，他回到了张珊珊身边，将这一情况小声地告诉她：明月姐姐，今日你也受惊了，回去之后好好休息。锦绣坊暂关门3天，3日之后再开工，这3日工钱照付。好，咱们回家吧。等我片刻。谢元和栾毅说了一声，牵着江明月来到了药堂，抓了一些药，带着他离开了药铺。枣林胡同，谢渊拉着江明月回到家里，拉着他的手坐于水井边，一边为他清洗双手，一边问他：他们都没事了，你呢？江明月没想到谢渊会这么说，仰头看着他，神情正然。怕不怕？江明月的眼中瞬间升起了一层水雾，身体前倾靠在了男人的怀中。他又怎么可能不怕呢？他怕得要死，更何况其中还有一条毒蛇。可是怕又有什么用？当时根本无人能帮他，如果他不出手，韩兰兰可能会死。没人知道，他杀蛇的时候那手都是抖的。怕，都吓死我了。而这一瞬间，谢渊只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被人用力的揪住似的，抱紧了怀中的人儿。没事了，都过去了。江明月闭着双眼靠在他怀里，并没有说话，闻着男人身上所特有的药香，他的情绪慢慢的稳定了下来。谢大哥，我没事了。谢渊轻轻地了一声，抱着他直接站了起来，身体突然腾空，江明月吓了一跳，慌乱之中他攀上了男人宽阔的肩膀。虽说老人之间更亲密的事情他们都做过，但江明月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公主抱呢？他的怀抱比自己想象的要结实有力，给人一种很安全的感觉。没想到他一个文弱书生，竟就这样轻轻松松地将他抱了起来。想到这儿，江明月忍不住地往他胸膛上摸了一下，他只感觉男人身体微微一僵，紧接着又放松下来，然后无奈又宠溺地叫了一声明月。江明月的小手慢慢地变成了拳头，不敢乱摸了。谢渊将怀中的人儿稳稳地抱进了正堂，动作温柔地将他放在了椅子上，然后在他面前蹲了下来。明月，以后别这样了，是我自私也好，冷血也罢，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一定要先保护好自己，知道吗？别人的死活我不在乎，也不关心，但你绝对不能有事。谢渊声音很轻，可是每一个字都重重地砸在了江明月的心里。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谢渊神色松动了一些，再次将他抱进了怀里，二人静静地相拥了片刻。阿姐，怎么了？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睡着了。咱们先吃吧，让他再睡一会儿。现在睡，晚间恐怕该睡不着了，还是将他唤起来吧。不急，他刚睡着，再等等。今日之行可有收获？收获极大。结交了赵静，还知道他那位好姨父现在过得并不好，可不就是收获极大吗？不过想到婵娟的婚事，姐夫，你觉得林夫子3年后可能中举？林寒山刻苦又好学，努力3年有望中举。想办法毁了这门亲事。江明虎想了一下，随即打消了这一想法。代价太大，再就是来不及了，还真是便宜他了。你这表情实在不像是高兴的样子，
怎么，他得罪你了？他并未得罪我。谢渊点点头。这话就很有意思了，得罪他的难道是林寒山的亲人或朋友？男人要心胸宽广一些，大气一些。你将来是要进官场的人，凡事不要太过计较。红知道了。你觉得衡山书院如何？挺好的，沈瑜希望我明年能同他一起考进衡山书院。觉得有压力了？我自己的情况我自己清楚，努力个1年考中秀才并不难，但是考进衡山书院我还真没有把握。你倒还挺有自知之明，不过不试一试又怎么知道能不能考进去？时间不等人，如果你不能努力追上沈瑜的脚步，你们终将会渐行渐远。我知道了。也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尽力而为即可。焦明红轻轻点头。我去换姐姐。好。焦明红来到书房，看着睡得很香的姐姐，虽然有点于心不忍，但还是将她叫了起来。小红，你回来了。吃完饭再睡如何？好。焦明月起来时只感觉浑身软绵绵的，差点摔倒，幸好弟弟及时扶住了他。姐夫，阿姐越发热了。我身体一向都很好的，你们别担心。谢渊替小女人把了脉。风邪入体倒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就说我没事吗？我先给你施2针，这样你会舒服一些。谢渊施针的确不痛，有了上一次的经验，焦明月并不排斥。而施过针之后，谢渊又给他按摩了一番。回去早些睡，明日清晨我再帮你把脉。不想走路。谢渊、焦明红不约而同的在他面前蹲了下来。焦明月看了看谢渊，又看了看弟弟，他笑了，最终趴在了谢渊的背上，主要是怕弟弟背不动他。焦明红看着姐姐病恹恹的，心中虽然有些不高兴，但却并未说什么，紧跟在二人身后就出了门。谢谢谢大哥，我回屋睡了。好，去吧。二人目送他进了屋子，谢渊扭头看向了焦明红，叮嘱了一句：让石榴或鱼性守夜，夜里他只要不烧起来就没事了。好好的，姐姐怎么会突然生病呢？锦绣芳那边可是出了什么事？明日里你问问明月就知道了。累了一天，早些睡吧。哈姐，将锦绣芳的活计辞了吧。小红，我知你是为我好，但我不能在这时离开锦绣坊。那我就再给姐姐一些时间，年前你一定要离开锦绣坊。你即便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姐夫想一想。他是举人，你是他的未婚妻，现在你们还未成亲倒还好，别人即便议论也不会说得太难听，可你们一旦成了亲，这会是政敌攻击姐夫的最好理由。焦明月闻言望向了灶房内忙碌的人影。阿爹，我知道了。姐姐如果觉得待在家里无聊，咱们可自己开铺子。之前咱们手里是无人可用，但过段时间爹娘应会派一些人过来帮助我们。爹娘能派人过来，不会被敌人察觉吗？他小小声地问向弟弟。爹娘虽不异动，但是毛子俊可以，有他帮忙传递消息，问题应该不大。你觉得爹娘会派谁过来啊？安叔肯定会来，再就是姐姐的贴身丫鬟苹果应该也会来。焦明月的双眼倏地亮了，这对于他来说是个再好不过的消息。其他的还有谁，我就不确定了。你这次去京都可有什么收获？咱们那位大表姐马上就要成亲了。你去拜访姨父和小姨了？我只是偷偷去看了看。没有被人发现吧？我很谨慎，没有。我记得大表姐名唤陈娟，比我大半年呢，这时出嫁倒也正常，就是不知表姐的夫家是何人了。她的夫家姐姐也认识，她的夫家正是林家。林家？他认识的林家只有一位？林寒山林家？听着弟弟嗯了一声，焦明月咕咚一声咽了口口水。这也太巧了吧，前些时候林婶还邀请我8月初6去他家喝喜酒呢。是啊，真巧，真是让我吃了一惊。焦明月闻言，那漂亮的桃花眼中眸光一闪，难道前世陈娟的良人并非是林寒山？小红，新娘是陈娟的话，那8月初6我还去林家吗？姐为何这么问？你想去的话就去，不想去的话就待在家里，既无任何意见。因为我感觉得出来，你很排斥厌恶小姨一家。姐，你什么也不用说，我相信你这么厌恶他们呀，一定有你的原因。哈姐，谢谢你，谢谢你这么理解我，这么愿意相信我。傻瓜，咱们姐弟之间说这些做甚呢？
厌恶归厌恶，但姐姐不希望这种情绪影响到你。你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好好的读书，尽快的考取功名。江明月说到这儿，望了一眼灶房里的男人，和谢大哥一起早些将父母救出来，其他对现在的我们来说都不重要。我知道了，阿姐，你放心，我不会乱来的。我信你。8月初6，你可以去林家，但千万不要告诉陈娟你的身份。我晓得了。谢大哥，8月初6是林公子的大喜之日，他可邀请你去喝喜酒了。谢渊点点头。那你去吗？去，林寒山此人可以结交。他母亲也邀请我了，到时咱们一起去可哈？这就是他们刚才提起林寒山的原因吗？谢渊的心里瞬间舒畅了。韩掌柜、贺氏他们可还好？看韩掌柜的情况，恐要休息很久，也不知东家会不会派一个新掌柜来。不会，最大的可能应是张珊珊暂管锦绣坊。倒也有可能。明日小侯他们月考，监考人是于夫子，我正好空闲了下，咱们去郊游如何？好啊，咱们去哪郊游？我知道一处地方，那里风景极好，且还有一条河，咱们带上鱼竿，到时候还可垂钓。江明月很爽快就答应了下来。翌日，谢大哥，咱们走吧。好。说起来，我都有1年没有骑马了。几街后，爹娘说我要养养性子，说我再这般跳脱，以后不好招婿，就再也不许我骑马了。江明月转过头来，望向那张让人十分惊艳的脸。我现在才知，真正喜欢我的人，不论我是怎样的，他都会喜欢。在他的面前，我只需要做真正的自己即可。谢大哥，遇到你，我3生有幸。遇到你也是我3生有幸，希望咱们余生执手共度，星月朝暮，深情不负。江明月笑了笑，看看吧，这读书人就是会说话。谢大哥，咱们比比如何？可。二人一甩马鞭，马儿嘶鸣一声冲了出去。1个时辰过后，江明月随着谢渊总算到达了目的地。我去河边玩玩。慢点儿。我晓得啦。谢渊拴好马，将背篓从马背上提下来，转身望向在河边踩水的少女，下意识地紧蹙眉头。但当他的视线落在江明月笑得如同阳光一般灿烂的脸上时，眉头又缓缓地舒展开来，心想他难得带他出来一趟，之前去上清观就没有让他玩尽兴，今日且让他好好的玩一玩吧。他今天有带姜，一会儿给他煮上一些姜水，应该不会受寒。谢大哥，快来玩！快上来，我帮你拧。江明月看着面前的手，漂亮的桃花眼中飞快地闪过了一抹狡黠，小手放在他手掌心的那一刻，用力地拉他一下。快下来吧。好玩吗？谢渊倒是一点都没生气，反而是一脸宠溺地看着他。可好玩了，你下来陪我一起玩啊。谢渊温和应了声好，他陪着江明月一起踩水，一起追逐浪花，一起用石头堆砌城墙。对他而言，这些年从未像今日这般的放松，玩得一般尽兴过。明月。江明月看到谢渊双眼倏地亮了。慢些，可是出了什么事儿？是好事，我见到你师傅了。你在哪儿见到的师傅？锦绣坊。江明月当即将上午的事情和谢渊说了一番。谢渊闻言很心疼地握住了他的手。累不累？老师应该是接到他信后，心中多少有不满，这才会刁难明月。当然应该也是想趁机看看明月的品性。累，不过一切都是值得的。你老师说他日咱们成亲，他给咱们主婚呢。看来老师对明月还算满意，当然也很有可能是因为觉得欺负了明月，心里过意不去。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老师愿意为他们主婚，这是好事儿。我晓得了，下午还去锦绣坊吗？去，我只请了半个时辰的假呢。我送你回去。我要先回家换身衣裳。好，咱们先回家，然后我再送你去锦绣坊。也不知沈先生有没有离开宛平，一会儿你要不要去寻寻他？师父既然回来了，短时间内不会离开宛平。这里有一位他的知己，师父应会在他那里待上一段时间。哦。将你送到锦绣坊，我就会去拜见师父。15之前我会赶回来，到时咱们一起过中秋节。江明月笑容灿烂，点点头。谢渊亲自将未婚妻送到锦绣坊，这才离开。他先是回于氏私塾请了假，之后径直去了马市。少顷，他牵着马就来到了东市，大肆采买一番之后，就骑马出了城。谢公子请进，我家主子已经等候多时。谢渊点点头，
迈步走进阁楼，走进正堂，冲坐于上方的老妇人恭敬地行了个晚辈礼。子敬见过婉仪。起来吧。一段时间不见，婉仪风华依旧不减当年呢。宋婉闻言脸上露出一丝笑，抬手摸了摸自己秀发。你的那个方子很有用的，我吃了一段时间，头发已经渐渐转黑。我现在这个样子，他可会喜欢？无论婉仪什么样，老师都喜欢。不过看到现在的你，老师回头恐又要用一段时间的面汁了。你这张嘴啊，就会哄我开心。子敬说的都是事实。还记得上次师傅从你这里离开，被打击得不得了，用了大半年的面纸，赖老还嘲笑他一身胭脂水粉味儿。那老东西还活着呢。我观赖老身体挺好的，再过个10年8年，应是不成问题。那不成老王八了，他可真够能活的。这话谢渊可不敢接，所以转移了话题。看来看去，还是婉仪养的菊花最有灵性，不知能否送子敬2株。谢渊来他这儿这么多次，这还是头一次开口索要东西，宋婉只觉得甚是奇怪。你何时喜欢上了菊花呀？我未婚妻喜欢，子敬爱屋及乌，就也开始喜欢上了菊花。未婚妻？小子前些时候定了亲。哪家的闺秀啊？他乃是沅江府人士，婉仪因不认识。阮江府？游历的时候看上的？是游历时认识的，他对小子有救命之恩。谢渊缓声将他和江明月的事情给宋婉讲述了一番。宋婉看提起未婚妻，唇角含笑，眼中满是柔情的谢渊，暗道了一声可惜呀。婉仪，晚间尝尝我的手艺可好？甚好，我让子怡帮你。子怡姑娘是婉仪深情为得用之人，还是让子怡姑娘随身侍候着婉仪身边吧，让雅叔搭把手即可。这小子是在避嫌？成。多谢婉仪。宋婉望着离开的人，忽然有些好奇，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姑娘，竟让谢渊动了心。有时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又特意换了身衣裳的沈墨进了竹林。小楼中的宋婉得知沈墨来了，下意识地站了起来。她飞快地往外走了几步，然后又停了下来，这样巴巴地去迎接他，好像自己多想他似的。不去。他走到哪儿了？已到了迷阵。那么快了？这一刻的时间对宋婉来说有些度日如年。一盏茶过后，他就有些坐不住了，他怎么还没来呢？该不会是半路走了吧？想到这儿，宋婉倏地站了起来，大踏步往外走。好吧，他必须得承认，他的确是想他了。毕竟1年多没见，到了他们这个岁数，以后也是见一面少一面，以后不知还能再见几面，出去迎迎他也无妨。宋婉先避女们一步打开了院门，看着门外的人，脸上瞬间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随即又收了起来，故作高冷。你来了？我来了。进来吧。子敬何时来的？申时初就来了。今晚怎么有口福了？宋婉听了这话，脸上露出了一丝笑。谢渊厨艺极好，他不得不承认，即便是宫中的御厨做的饭菜都没有谢渊做的合他胃口。托你的福了，你不来，这小子可不会来我这里的。我不来，他来干什么？讨人嫌吗？他才不讨嫌呢，你这弟子嘴巴甜着呢。可惜呀。可惜什么？可惜花落外家了。我本还想着将蕊蕊下嫁给他呢。唉，可不是，我本也为他物色了2个合适的人选，谁知他竟已有了心悦之人。不过那丫头也不错。你见过了？沈墨嗯了一声。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很温柔，性子也好，就是单纯了点，是个让人一眼就能看穿所有想法的人。那是挺单纯的。黄昏，随着一盘又一盘的菜摆上桌子，宋婉一脸狐疑地望向了沈墨。这般丰盛啊！为了他，我辛辛苦苦的从朝阳观下来，千里迢迢的回到宛平，他不应该为我多做几个菜？不是为了我？刚才这臭男人还说太想他，宋婉瞬间炸了毛。沈墨脸上表情微微一僵，这个说了嘴了。好在他机灵，眼神失意的望了眼外头。配合我一下，不然子敬不会老老实实的给咱们做饭的。说完，他握住了宋婉的手。在我的心里，
任何人也比不过你。宋婉脸上的表情瞬间由阴转晴，一副算你会说话的样子。他挑逗的在男人的手掌心划了一下。晚上来我屋。被宋婉死死的盯着，沈墨最终屈服了。好，见过师傅。沈墨虚扶他一下，很有长者风范。起来吧。谢渊站了起来，拿起筷子，先是恭敬地递给了宋婉一双，紧接着才是师傅。坐下吧。谢渊坐下来，盛了一碗鸡汤，递给了沈墨。老师这一路辛苦了，多补补。谢渊可谓是一语双关呐。知道我辛苦，晚上就不要再请教我学问了，我需要好好休息。沈墨看着弟子意味深长，谢渊只当什么都没听出来，很是恭敬。是，师傅好好休息，弟子绝不敢打扰。沈墨听到这话顿时着急了。不行，1年没见了，我得好好的考教你，毕竟你明年就要会试了。谢渊温和一笑。考校的事不急，我会陪师傅在这里待上几日，明日再考校也不迟。沈墨闻言瞪了一眼和他唱反调的弟子，正欲开口，就听宋婉道：我看子敬说的对，考教的事儿留到明日就好了。宋婉握住了沈墨的一只手。晚上咱们好好休息。我能拒绝吗？再和去年那样，他的身体真吃不消啊。晚饭过后，谢渊很识趣地回到屋子里，并未再打扰二人。宋婉拉着不情愿的沈墨，笑容满面地进了卧室。再说枣林胡同，姐，今日不去姐夫那里了？不去了，你姐夫今日不在。江明红心想，怪不得姐姐坐着没动，往日里啊，他可是比谁都积极。姐夫不在，去哪儿了？去见他恩师了，至于他们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恩师？沈墨先生？江明月笑着点点头。沈墨先生来宛平了？姐姐可有见到沈墨先生？对于这位传奇人物，他一直都是敬佩的不得了。只可惜前世的他身份太低，一直无缘得见老先生，也不知今生他一定可以，毕竟谢渊乃是他的姐夫。见到了。沈墨先生是个怎样的人？江明月想到沈墨，思忖了片刻，这才开口：是一个很睿智的老人，让我想到了老族人。再就是就在姐弟二人说话之时，距离宛平100多里地的一个小码头，沈冰心等船停稳之后，随着几位船客上了船。即便他身体极好，从沅江马不停蹄的赶路，他也是有些吃不消的。好在往后几日，他待在船舱里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休息了。以现在的船速，中秋节应该可以赶到宛平。想到再过上3、4天就能见到自己一双儿女，沈冰心心中欢喜啊，期盼的同时也带着一抹担忧，也不知夫君那里现在如何了。我这套剑法如何？很是精湛。想不想学？师傅愿意教，子敬自然求之不得。想得美。谢渊看着抬脚就准备走的老师，很是平静。近来我也学了一套新的拳法，甚是不凡。练练。谢渊平复了一番呼吸，当着师傅的面就打起了太极拳。他刚打2式，沈墨就皱起了眉头，怎么慢吞吞的？可是很快的，他就舒展开了眉头。等到谢渊打完，他第一时间就开了口：教我。明月说了，这套拳法是祖传，不外传。明月，这拳是他教你的？谢渊点点头。真看不出来，他还会如此精妙的拳法。明月是内秀，不像弟子，不懂得藏拙，学了点什么，立刻就想显摆显摆的。内涵谁呢？他看着弟子笑了笑，转身就走。谢渊并没有动，因为他知道老师一定会回头的。果然几息过后，沈墨走于他面前。交换，我用刚学到的剑法和你交换。成交。阿姐今日怎下宫这么早？可是放假了？少东家给我们放了3天假呢。私塾这边呢？也是3天。未来3天好好的休息休息。近来我观你都瘦了。不是瘦了，是我又长高了。之前我只到姐姐的耳朵，现在我很快就能超过姐姐了。这一点江明月早就发现了。这段时间他一直在为弟弟做新衣裳。这大半年你长得可真快。快一点好，这样才能保护好姐姐。
近来学业很繁重吗？我管你现在的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的。夫子们留的作业并不多，弟弟只是想逼自己一把罢了。明年我想和沈云一起考衡山书院。我记得考衡山学院的首要条件必须是秀才吧？江明红点点头。那也就是说，弟弟明年不仅要成为童生，还要紧接着参加院试成为秀才，然后和大楚各地的学子们一起考衡山书院。江明月光是想想就感觉压力倍增。有一个目标是好事，不过在阿姐看来，什么都没有你的身体重要，凡事只需尽力，无愧于自己即可。阿姐不必担忧，弟弟心中有数。谢大哥回来了呢。谢大哥，我在。江明月看着男人，笑着朝他就扑了过来。谢渊伸手稳稳接住他，二人抱了个满怀。想死我了。江明月在他怀中蹭了一蹭，谢渊唇角含笑，低头亲了亲少女的额头。我也很想你。如果不是如此，他也不会在师傅和婉仪的挽留下，今日就急匆匆地赶回来。而江明红走进来，就看到了相拥在一起的二人，尴尬地咳嗽一声。你能不能当做什么都没看见啊？谢渊微眯的眼睛略带威胁地望向了江明红。我又不瞎。江明红直接无视了谢渊。你们先进正堂吧，随便坐，我一会儿就来。谢大哥在忙什么？我帮你啊。江明红看姐姐跟着谢渊进了灶房，抬脚正准备往灶房走，谢渊回了头，二人对视一眼，无声交锋一番之后，江明红败下阵来，转身进了正堂。灶房内，你这几日陪着沈先生进山了？谢渊嗯了一声。小红现在不在。聪明如江明月立马就明白了男的意思，笑嘻嘻的重新投入他怀中。谢渊抱着少女，整颗心瞬间填满。这几日可好？挺好的，就是有些想你。下次我带你一起去。合适吗？合适。师傅和婉仪都是很好相处之人。婉仪？原来沈先生的这位知己是魏红颜啊。他的表情太过于丰富，只看一眼谢渊就知道他在想什么。师傅和婉仪的事，我以后再跟你说。江明月虽然好奇的不得了，但男人不愿意说，他也没有纠缠，只是将话题转到了弟弟身上。小红想考衡山书院，这是好事，但路总是要一步步走的，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怕他压力太大了，会吃不消，你帮我劝劝他。科举就像走独木桥，小红已优于大楚70%的考生，她现在要做的就是刻苦努力的去读书。我知你心疼小红，但我们应该相信她才是。她现在有这样的上进心很好，我们要做的就是站在背后默默的支持她。然后在他耳边低语了一句。江明月是又惊又喜。那也就是说，弟弟有2年的时间了。这2年他只需像现在这般刻苦，在我和于夫子的指导下，2年后和沈瑜一起考入衡山书院是不成问题的。这事儿你不要告诉小红，免得她有所松懈。知道了。哇，哪来的菊花呀？想着您喜欢，特意向婉仪讨的。我的确很喜欢呢，谢谢谢大哥。这都是婉仪给你的，你看喜不喜欢？江明月只认识其中的2种，这都是很名贵的布料。回头可以做几身新衣服穿。江明月嗯了一声，收起了匹布。看看里面的东西喜不喜欢？谢渊将锦盒递给他，这可是他舍着脸向宋婉讨的。江明月闻言很好奇地打开了2个锦盒。我很喜欢，不过这份礼是不是太贵重了些？婉仪手里有很多好东西，给你的这些对她来说连9牛1毛都不算，你只管安心收下。再则长者赐不可辞。明日咱们一起过中秋节可好？好。听珊珊说明日京都会有灯会呢，也不知咱们县有没有。在我们江源府，每年的中秋节都是十分热闹的，不仅会举办大型的灯会，湖畔还会游湖，当日城中灯火通明，路边会有各种各样的摊位，卖什么的都有，也不知京都是怎么样的。江明红听姐姐软糯的声音里透着几分对京都的向往，心中有些不是滋味。他们晚上过去玩，应该没事吧？阿姐，明日咱们可去京都过中秋节，后日回，你意下如何？谢渊闻言诧异地看了一眼江明红，一直以来他对明月入京的事都十分排斥，没想到今日他竟松了口。可以去吗？会不会有危险呢？咱们只是晚上出去游玩，后天就回来了，想来不会有什么危险。阿弟真好，明日咱们一起去京都好不好？好。明日去京都游玩的人一定非常多，咱们是不是提前过去，到客栈订3间房？不然我担心会没有地方住呢。不用，
你忘了前些时候我在京城买了一宅院，明日过去，我正好带着你们参观参观。谢渊看着姐弟二人说：“以后那里就是咱们3人在京都的家了。如果需要改动的地方，你们就与我说，我请人改。”不管谢渊是真希望他过去住还是假的，他能这样说，江明红已经很开心。住，他肯定是不会过去住的。不过，他会在谢渊宅院附近再买上一个宅院。不就近看着姐姐，他实在是不放心。江明月听说是他们3个人的家，忍不住地抱住了谢渊的胳膊，于他肩膀的地方蹭了一蹭。谢大哥，你可真好。15这天，申时，江明月提着事先准备好的小包袱，随着弟弟出门前，他给了素娘16鱼杏10两银子。晚上你们可在家吃，也可以在外面吃。今日县里应是十分热闹的，好好玩。子时之前回来就行。多谢姑娘。江明月、江明红走出院门，和谢渊会合之后，径直去了马市。他们准备租马去京都。彼时的素娘将16鱼杏叫到了跟前。家里就交给你们了，我要出去办点私事，明早清晨回来。苏婶婶，可需要我们陪你一起吗？不用了，放心，我不会有什么事的。鱼杏看他走了，对16道：“我有些不放心，跟上去瞧一瞧，一会儿就回。成，当心一点。我晓得啦。”一会儿过后，一棵大树后面，他望着随着一群妇人坐车离开的素娘。素娘竟去了京都，她竟是京都人，或者说她有亲戚在京都。余杏双眼闪烁，沉思片刻，这才回到了枣莲胡同。再说同一时间，沈冰心走出了船舱。他本以为今日就能赶到宛平，陪着孩子们过中秋节，谁知前天河面上突然起了风，此时耽搁了1日，要到明天早上才能到。平日里京都也这般热闹吗？平日人虽不多，但远不像今日这般热闹。我觉得一双眼睛都不够看了。今晚我一定好好逛一逛这儿。谢渊宠溺地看着他。只要你不怕累，咱们可逛到子时。我先带你们去看看宅院，安置好马，咱们就出去逛，如何？好。谢渊领着2人一边往青石胡同走，一边和他俩大致说了一番沿路的繁华。等到了青石胡同，江明红环视了一圈四周。姐夫当初在这里买的宅院花了不少钱吧？谢渊笑了笑，并没有说话，只是牵着江明月的手进了胡同。买这所宅院的开销可是他迄今为止花的最多的一笔钱。咱们到家了。江明月望着庭院，突然想起谢渊之前曾经问过他，如果在京都买一所宅院的话，他想买个什么样的。原来你是蓄谋已久啊。可喜欢？江明月重重点头。当然喜欢了，这所宅院谢渊完全是按照他的喜好买的。江明月的心中是又欢喜又感动。蓄谋已久。江明红听在耳朵里，眯起眼睛看向了谢渊，这是什么意思啊？进屋看看。谢渊直接忽视了江明红，看着江明月问他：“这些是谢大哥置办的，还是卖家送的？”这些都是卖家送的。如此说来，这所宅院比他想的还要贵一些呢。你们对这所宅院可还满意？有没有需要改动的地方？正房连接灶台房这儿最好修一条长廊，这样无论是下雨还是下雪，进进出出的也不用担心打湿衣裳。好，我记下了。还有吗？江明月看向了弟弟，江明红摇了摇头。既然如此，那就休息一会儿。少请我带着你们出去好好的逛一逛，咱们晚间在外面吃。你刚才对着河灯悄悄许了什么愿？既是悄悄许愿，当然不能随便说出来啦。你即便不说，我也能猜得到，肯定是求菩萨保佑小红平平安安，心想事成。正放河灯的江明红听到自己的名字，扭头看向了2人。没有完全猜对哦，我还求菩萨保佑你平安顺遂，万事如意。江明月说着说着，突然看到男人双眼中透着几分戏谑，知道自己上当了。哼，谢大哥，你欺负人！知道少女许的是什么愿后，谢渊心满意足，心中一片柔情蜜意。是我不对，明月，大人有大量，就不和我一般计较了。你有没有求菩萨保佑咱们能顺利成亲？一句话就把江明月瞬间脸红，他还真的这样求菩萨了。不仅如此，他还求……谢渊看着少女小脸瞬间红扑扑的，心中突然升起了一股君心似我心的欢喜。
脸上露出一个明亮的笑容，正欲再问，远处的河面上隐隐约约传来了丝竹之声。看那边，舞娘们翩翩起舞，四周热闹起来，高喊声、喝彩声、口哨声不断。江明月看着，有些男人双眼热切地盯着舞娘，哈喇子都流了出来，然后扭头看向了身边的两个男人。弟弟的注意力并没有在舞娘身上，江明月心中甚是满意。再扭头，对视上的是谢渊那双明亮的双眸。知道男人的注意力一直都在自己身上，江明月心里柔软的厉害，就这样与男人静静地对视了片刻。一会儿过后，谢渊扶手凑于江明月的耳边。怎么了？江明月笑着摇了摇头，再次望向了舞娘们。梨水，卖梨水啦！谢大哥，我想喝梨水。照看好明月，我去买梨水，很快就会。好，我的姐姐，我自会照顾好她。谢渊从人群中穿过来，来到了卖水的小摊位前，发现不仅有梨水，还有山楂水，一并买了一杯。付款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催促声：“哥，你快点，我都渴死了！”宋蕊先众人一步冲到了摊位前：“老板，给我来2杯梨水。”嘿嘿。谢渊从摊主的手中接过了竹杯，并不愿意在这里多浪费时间。不用找了。咦？宋蕊看了看男人，眼中飞快地闪过了一抹惊艳。这再寻常不过的长衫，穿在这个男人的身上，却是有种说不出的好看。公子，稍等！这里的人那么多，谁知道他喊的是谁呀？谢渊可并未停下脚步，已经快速在人群之中穿过，朝着江明月二人走了过去。宋蕊看男子并未停留，抬步往男子方向走了几步，可惜男子速度太快，眨眼的功夫就消失在了人群之中。宋蕊柳眉微挑，停下了脚步。宋真走于妹妹身边。在看什么？没什么。走吧，我带你去看烟火。谢谢二哥。说着，先宋真一步朝谢渊离开的方向走去。谢谢谢大哥。好甜呐。这时耳边突然响起了一声巨响，夜空中突然绽放出了一朵姹紫嫣红的烟花，五颜六色，绚丽夺目。四周的人纷纷被烟花所吸引，驻足仰望。谢渊转头看向了身旁的人，烟火映亮了明月的眼睛。这一刻，谢渊觉得他的眼睛比烟火还要美，美到让人移不开视线。对江明月来说，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他都没有少看过烟花。他并没有觉得现在的烟花有多么的好看。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朝河边走来，他轻轻地拉了拉男人的衣袖。怎么了？江明月本欲告诉男人他们可以回去了，免得一会儿拥挤，可是看着男人在烟花的照映下俊美无比的脸，心中有些蠢蠢欲动起来。这一瞬间的江明月十分大胆飞快地亲了一下谢渊的薄唇，那柔软的触感落于唇上，谢渊顿时一惊，为江明月的胆大包天。他扭头飞快地扫视了眼四周，见大家都在看烟火，这才放下了心来，望着面前捂着嘴笑得像只透了心的猫的少女。咱们现在就回家。听谢渊说要回去，江明月啊了一声，又没有反应过来，有一脸的迟钝，显得有些呆。可是看在谢渊的眼中，却是可爱的紧。回去了，你想怎么亲都可以。江明月只觉得心中仿佛有只土拨鼠在叫，好兴奋呐！他一把握住了男人的大手。走，回家。另一边的宋蕊在边走边看护城河河边的人群，可惜始终没有见到那个人。在找什么？没有，我在看烟火呢。宋真并没有戳穿妹妹的谎言，只是往人群中多看了几眼。谢大哥，咱们以后都不要吵架了，好不好？那是不可能的。江明月撅了撅嘴。不过我会永远都让着你的。一句话让江明月笑靥如花。江明红老老实实看着二人在旁边秀恩爱，往自己怀中摸了一摸。哎，小册子忘带了。距离青石胡同还有一段距离，咱们租辆马车回去。谢渊带着二人走到一个宽阔的十字路口，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马车。谢渊看江明月又打了几个哈欠，见四周人已经少了很多。上来，我背你，你可在我的背上睡会儿。不用了，咱快些走吧，等会我累了再跟你说。三人就这样说着话，不知不觉到了青石胡同。江明月望着近在咫尺的宅院，长长的松了口气，他是真的有些累了。我背你。这一次江明月并未拒绝，
乖乖地趴在了谢渊的背上。亥时末，宋真把妹妹宋蕊送到了宫门口。快回去吧，别让贤妃娘娘担心。二哥，今日谢谢你了，我玩得很开心呢。宋真嗯了一声，目送宋蕊进了宫，这才离开。皇宫对面的一角，素娘望着离开的人，双眼微红地从暗处走了出来。她别过脸，擦掉眼角的泪水，重新戴上面纱，转身就走。可睡好了？刚刚起来的江明月整个人都是呆呆的。谢渊看他嗯了一声，可是半天没动，便拿出帕子放进水盆，拧干水叠成小方块，给江明月擦起脸来。江明月就仰着小脸儿，闭着眼睛，配合着男人给他擦脸。一直以来，谢渊都特别会照顾人，就像此刻给他擦脸的时候，也不是随意的擦几下就完事儿，他是先擦脸颊，然后用边角处擦拭鼻翼和耳朵。而江明红正好此时从书房出来，望到这一幕，只觉得一会儿都不用吃早饭了，已经吃饱了。看着他们两个，一个犯懒，一个愿意照顾，自己作为弟弟能说啥？只好先二一步进了前院。谢大哥，你可真好。我在想，回头你要是有个不舒服的，我来照顾你的话，恐怕不会像你这般细致。突然觉得好丢人啊。谢渊清洗干净帕子，一面给他擦手，一面说：为了不让你丢人，我以后尽量不生病。生病的事儿又怎么可能受咱们自己控制呢？谢渊笑了笑，并未多言。替江明月擦完手，谢渊看着近在咫尺的如花笑脸，又想起了昨天晚上那个蜻蜓点水一般的吻。亲一个。这话题转得有点快。明月下意识往前院看了一眼。小红一时半会儿你不会进来，所以亲一个。昨日里那个吻太短暂了。你能不能别询问？如果答应你，会显得我很不矜持；那拒绝你，我又不愿意，这会让我左右为难的。抱歉，以后都不会了，怕你不乐意。今日这个吻特别轻柔，没有索取，也不强势，只不过二人并未亲吻太久，因为江明月很清晰地能感觉到谢渊的传家宝在蠢蠢欲动。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很担心他会刺伤自己，所以他倏的一下就睁开了眼睛，双手推开了男人。谢渊沉沉地喘了口气：你先去前院，我很快就来。江明月嗯了一声。看男人疾步去了茅房，他脑海之中想的是，这男人大清早的呀，果然很容易动情。少不了要做一次手艺人喽。应该是姑娘少爷回来了，我去开门。从小到大，这还是他和哥哥第一次分开这么久，也不知道哥哥昨天晚上有没有睡着，有没有做噩梦。这位夫人可是有什么事啊？终于回来了，好困呐，一会儿我要再补一个觉。三人迈步走进了小院子。谢渊、江明红第一时间就察觉到家里过分的安静了一些，二人对视一眼，不约而同的把江明月护在了身后，开始慢慢的往后退。江明月看着瞬间戒备起来的两个男人，扫视了一眼庭院四周，没有看到石榴三人。江明红朝着于根打了个手势：石榴、素姨，我们回来了。话音未落，一个黑影突然从众堂里跳了出来，他身轻如燕，挥剑就朝他们杀了过来。而早有所准备的江明红和谢渊拉起江明月就跑，于根则是手握长棍越过三人迎了上去。沈君心并未和他缠斗，轻盈一跃腾空而起，绕开了于根就朝谢渊三人杀了过去。听到身后的声音，谢渊扭头看向朝他们杀过来的人，身体动作快过大脑，一把将江明月姐弟推于外面，随手抄起门栓朝黑衣人迎了上去。谢渊和黑衣人一个照面，就被黑衣人甩了出去。江明月看着朝他们杀过来的黑衣人，本能地把弟弟护在了怀里。姐，你放开我！不可以，姐姐前世就是为了保护他而死，今生绝不可以，哪怕是他死，也不要姐姐出事。沈冰心余光瞥见谢渊爬了起来，于是故意的放慢了速度。谢渊跑上前，一把抓住黑衣人，跑！江明月抬头望着紧紧抓着黑衣人的谢渊，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出来。他用力的把弟弟推于门外，反手关上院门，朝黑衣人扑了过去。如果非要死，还要陪着谢渊一起。谢渊看江明月并没有跑，心中是五味杂陈，最后化作了一声轻叹：这个傻女人呐。沈冰心看着扑过来的女儿，眼中露出了一抹慈爱，正欲给她一个拥抱，于根赶了过来，一把抓住她，大喝一声就把她给甩了出去。而这边的江明月则是一把抱住了谢渊。你怎么这么傻？
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看着鱼竿再次拦下了真人，谢元拉起江明月就跑。而此时的沈冰心顺着鱼竿的力道一跃落到了树上，避开鱼竿的长棍，取下了脸上的面纱。明月，阿娘，娘？谢元惊讶地望着树上的人，这岳母的武功竟如此之高。谢元有些震惊，不过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大脑开始飞快运转起来。娘？正准备呼救的江明红也微微一怔，抬头，视线越过院墙，望向了树上的人。娘！沈冰心一跃落到地上，一脸慈爱地把女儿拥入怀中，怜爱地摸了摸她的后脑勺。而彼时，16于杏三人也快步从正堂里走了出来。于杏跑到哥哥身边，轻声安抚起来，而江明红脚步踉跄地跑到院门前，望着院中的人，眼泪瞬间模糊了视线。真的是母亲。娘。沈冰心望着眼泪不停往下流的儿子，暗暗反思自己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不仅吓到了女儿，还吓到了一向坚强的儿子。不过她并不后悔，女人嫁人就是第2次投胎，马虎不得。虽读了儿子的手册，知道谢元是个很好的人，不过她总得再考验考验他，才能安心。娘，来。江明红脚步踉跄，重重地扑入母亲的怀抱，紧紧地抱住了母亲。21年了呀，他终于再次见到了母亲，他再也压抑不住那喷涌的情绪，哇哇地哭了起来。你就是小谢吧？小婿谢渊，拜见岳母。而这么一会儿的时间，足够谢渊想明白一切了。听着沈冰心话语中透着的亲热，他知道他只是通过了岳母的考验，只是好像吓到了明月。而至于受惊的江明红，则直接被他忽视掉了。谢大哥，你不要不高兴好不好？那种情况下，无论如何我都做不到舍弃弟弟，舍弃你，独自逃跑的。我没有不高兴，只觉得自己有些无能。发生了这样的事，我竟束手无策。今日幸好是岳母，如果真是敌人，后果不堪设想。谢大哥，你不要将什么事情都揽在自己的身上，是怪不得你的。我知，只是今日的事给我提了个醒，家里要请2个护卫了。谢渊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毛子俊，不过他也知道毛子俊暂时来不了，只能另想他法。护卫的事情还可以往后推一推，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讨得岳母欢心，让他同意将明月嫁给他。岳母欢心了，那他和明月的亲事也就成了。毕竟千里迢迢，在这种形势下，岳母不可能只是来宛平看一眼明月和小舅子。明月，可否给我说说岳母的事？岳母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听谢渊问的这般具体，江明月想了想，才回答：阿娘别担心，我没事，只是见到你太高兴了。沈冰心看得出来，儿子是有事瞒着他，不过孩子们大了，自然也有了秘密。儿子不愿说，沈冰心也只当什么都不知道，并未询问。江明月看弟弟恢复了过来，牵着谢渊的手走了出来，知道他们母子刚相见，肯定有很多话要说。谢渊和沈冰心说了几句之后，很识趣的离了去。娘，你是怎么从府里出来的？我爹可好？除了挂念你们阿爹一切都好。收到你们小姨的信，知你们没有去京都，我和你爹一直都提心吊胆的，就怕你们会出什么事。大半个月前，从茂少侠的手里收到你们的信，知道你们定居在了宛平，过得很好。你爹一直提着的心呐，总算是落了地了。我能从府里悄悄的出来，还多亏了茂少侠呢。这一路上可还顺利？还可记得你们给茂少侠规划的路线图吗？来宛平前，茂少侠将它给了我，所以这一路啊都极其的顺利。阿娘，咱家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得罪的又是什么人呢？之前他是没机会问，而阿弟又为了保护他不肯告诉他。娘，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而且我现在已经成熟稳重了很多，能担得起事了。你就告诉我吧，这样日后如有一天面对敌人，我也知该怎么应对啊。沈冰心闻言沉默了。娘，好。阿姐，娘一路奔波也累了，让母亲休息吧，我来给你说。咱们江家以瓷器起家，这些年阿爹为了寻找到适合烧制瓷器的土，陆陆续续的买了许多岛河山，而祸根就出现在这些岛河山上。前些年咱家的下人挖土时，挖到了别的东西。是什么？金矿，一座很大的金矿。消息泄露出去了？弟弟御下的手段，这种消息又是怎么泄露出去的？姐姐应该还记得，
咱家以前曾发现过2个铁矿。记得，不过铁矿的事情不是第一时间就上报朝廷了吗？江明红轻哼了一声。2座铁矿的事根本就没有传入朝堂。怎么可能？谁有这么大权力可以一手遮天拦下这样的事情呢？张大将军。不错，这是手里握着15万水师，镇守在咱们远江的张大将军。这2座铁矿最终也落到了他的手里，且这几年他一直在暗中开采。他怎么敢？他想干什么？咱们远江大大小小的官员就任由他这么胡来吗？如果只有张大将军一人，知府巡抚自不会像现在这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张大将军有一个好女婿，大皇子。不错，铁矿的事，大皇子向远江府的知府、巡抚打了招呼。他们为了自己的官位、前途、家人的平安，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没有一个官员不畏强权将此事上报给朝廷吗？有，只不过这些人都死了，且他们的奏折半路就消失不见了。他怎敢藐视律法，滥杀官员？律法又怎能束缚住一个敢于争夺皇位的皇子？江明月心里不舒服起来。那些官员难道就这么白白死了吗？就没有人调查这件事情了？看着如此天真的姐姐，江明红很平静地说：姐，阳光也有照不到的地方。这句话让江明月彻底的沉默了。因为这2座铁矿山，张大将军注意到了咱爹。在他的眼里，咱阿爹不仅是一只肥羊，还是他的福将，有1有2，说不定还会有3，所以他一直都派人监视咱们，企图渗透到咱家。咱家突然消失了一批仆人的事，他很快就知道了，立马推断出咱家可能又发现了什么东西，第一时间就派人来到了咱们家，试探威胁咱爹，将发现的东西交给他。如果是别人，为了咱们，为了江氏族人，咱爹也就交了，但那是一座金矿，大到能让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生出占为己有的贪念，所以金矿山绝不能交，交出去的话，咱们一家甚至江氏族人都会被张仲岳灭口。而不交，张仲岳虽不会放过咱们，但咱爹却可以和他斡旋许久，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咱爹不能受制于人。所以为了咱们的安全，丁阳这才在张仲岳动手之前，第一时间将咱们送出远江。张重岳还不知情况的事？咱爹为了麻痹他，放出了消息，是寻到了一盐矿。盐矿虽会让他生出贪婪之心，但还不至于让他完全丧失理智杀人。再就是他霸占铁矿山的事，相当于是让咱们握住了他的把柄。这些年咱爹帮助了很多人，也资助了很多人，他并不确定咱们朝中是否还有人，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不会和咱爹撕破脸皮。那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金矿的事谢大哥可知？我原本的打算是考取功名，进入仕途后寻找面圣的机会，将金矿山的事情告诉圣上。但自从知道姐和谢大哥的事情后，我改变了主意。我自己的情况我自己知道，想要科举入仕，最起码也得4年，爹娘不一定能等4年。再就是张仲岳的人这些时日一直都在秘密调查咱们家的产业，他的人也一直都在寻找咱们，4年中的变数太多了。所以你将金矿的事情告诉谢大哥了？江明红点点头。江明月想到谢元之前给他说的那些话，这就是谢大哥准备去咱们那上任的原因。姐夫上任期间，如治下发现了一座金矿，不光有了政绩，也可顺势救出爹娘，可谓是一举两得。至于再多的事儿，江明红并不打算再告诉姐姐。会不会有危险？如果是别人会，但姐夫不一样，他不是普通的寒门子弟。江明月闻言也就懂了，谢大哥有一个闻名天下的老师，如果谢元死了，沈墨绝对会调查此事。大皇子张仲岳只要不蠢，就不会去得罪沈墨。得罪了沈墨，大皇子即便再出众，也与皇位无缘了。读书人是绝不会支持他上位的。想通了这一点，江明月也就安心了不少。哈姐，家里的事有我和姐夫呢，你不必忧虑。姐弟二人说话之时，西元来到了码头附近的一个早点铺子。花奶奶，您近来可好？多谢你挂念，我身体好着呢。你今日怎有空过来了？来许你和赖爷爷帮个忙。不帮。语气有些冲啊，看来师傅来宛平后又将人给得罪了。赖花是瞪了老半一眼。好好说话。赖老汉立刻换了一副语气。老头，我都是半截身体埋黄土的人了，恐怕帮不上你什么忙。西元笑了笑，准备先攻下赖花氏。他很小心地把他和明月的羹帖从怀中掏出来，递给他。花奶奶，还劳您帮我算个最近的好日子，越近越好。
你准备成亲了？如果可以的话，希望奶奶将梳头、上轿、拜堂的吉时一并算出来。没问题，全都交给我好了，我一定给你好好算。他拿着羹铁往屋里走的时候，扭头对老伴儿喊道：小谢是个有分寸的人，不会为难你。再说他又不是外人，能帮你就帮帮他。多谢花奶奶。而等赖花氏离开之后，谢渊又在赖老汉的身边坐了下来。他先是替师傅赔罪，紧接着又把赖老汉夸奖了一番，说的他是眉开眼笑。最后从怀中掏出了1两银子，偷偷的塞给他。并不是他不愿意多给他一点，他很清楚再多了这赖老汉就藏不住了。赖老汉偷偷的往屋里看了一眼，确定媳妇儿没发现，快速把银子藏了起来。他心情好了，也就变得极好说话。说吧，什么事儿啊？赖爷爷，我打算请2个护卫。人，我可以给你寻摸2个，我没别的要求，只一点，一定要善待他们。他们每一个都是有功于社稷的好汉，值得我尊敬和善待。如果他们没有后人，我谢家会为他们养老送终。回去等着消息吧。多谢赖爷爷。最近的好日子一共有2个，一个是9月初2，一个是11月初6。梳头、上轿、拜堂的吉时我也都写在上头了，你可看看。谢渊双手恭敬地接过来。多谢花奶奶。花奶奶，咱们县没有比您更有福气的人了。小子成亲那日也想沾一沾您的福气，后言想邀您当我未婚妻那边的全夫人。不知9月初2这天，奶奶能不能抽出来1天的时间？别人不知赖花氏底细，可是谢渊是知道的。赖花氏很爽快就答应了下来。不过你未婚妻这边你能全权做主，不需回去和他商量商量婚期的事儿。我有把握说服岳母。谢渊知道沈冰心这次之所以千里迢迢来到宛平，就是因为他和明月的婚事，所以他在宛平恐怕待不了多久。明月这丫头，我和她爹养的有点娇了，跟没长大的孩子一样，让你多费心了。没有，她率真善良，为人开朗又热忱，这样很好。这些都是他没有的，也是他终其一生想要去守护的东西。谢渊将了一只虾包好了，放进了江明月的碗里。抬头看沈冰心的茶杯空了，谢渊主动给他续茶。沈冰心先是问了一番他会试的事情，谢渊侃侃而谈，把自己规划告诉了他。越聊沈冰心越觉得谢渊不错，如果丈夫看到了谢渊，肯定也会喜欢。而且他是真的很喜欢自己女儿，通过细节就能看得出来，谢渊对女儿的感情比他想的要深厚。饭后，岳母，我名谢渊，年21岁，出生宛平谢家村，爹娘早死，除了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再无直系亲人。中举后，我陆续置办了一些产业，虽不丰，但还算有些资产。我爹从始至终只有我娘义气，2人伉俪情深，从小我就立誓，要像爹爹一样，弱水3千只许1瓢，绝不纳2色。我很喜欢明月，还请岳母答应将明月下嫁给我，余生我必将视她为珍宝，守护她，爱护她。快起来吧，这可使不得。沈冰心语气很真诚，但人却坐在那儿并未动。谢渊神色平静，并没有动，而是将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然后将揣了大半天的红纸给掏了出来，递给了沈冰心。等到沈冰心接过红纸，再次让他起身，他这才起身。沈冰心看着红纸上的2个日期，眼中飞快地闪过了一抹惊讶。你已经猜到了？明月和小红都曾跟我说过，岳父岳母感情极好，现在正值家中危难之际。我想岳母应不会常待宛平。我和他爹膝下就只有明月这么一个女儿，从小金尊玉贵的捧在手里长大的。成亲的日子虽然很赶，但是不能委屈了明月。3媒6聘，一样都不会少。我会风风光光的将明月娶回家。等日后我和他爹脱困了，肯定会经常来看望女儿的，说不定还会常住呢。这点你可能接受？小婿求之不得，家中如有岳父岳母坐镇陪伴明月，我即便出去上差也能安心些。2人就这样聊了1刻钟之后，沈冰心说出了谢渊最想听的一句话：我看9月初2这个日子挺不错的。谢渊闻言大喜，起身再次叩拜。多谢岳母。而沈冰心这次并没有摆什么架子，笑着把他扶了起来。谢大哥娘，喝茶。
沈冰心喝了口茶，看着谢渊说：“根据习俗，未来半个月还是避一避的好。”是，小婿知道了。避一避，避什么？时间不早，我就不打扰岳母了，岳母早些休息。你去送送小谢。哎，江明月并未多想，随着谢渊走了出去。谢渊拉着江明月回到家中，一把将她抱进了怀里。明月，再有半月，咱们就要成亲了，你可欢喜？半月成亲？你说什么啊？虽只有半月，但3媒6聘一样都不会少。我不会让你受任何的委屈，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将你娶回家。这是受委屈不受委屈的事情吗？我们刚认识半年就成亲，是不是有点太快了？怎么，不愿意？谢渊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江明月的回答，他抬起他下巴，神色严肃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少女。你会永远都对我这么好的，是不是？谢渊听到他语气里透着几分不安，他有些理解为何他久久不答应。我会一直会。明月，我希望将来等咱们都老了，你可以很自豪地和所有人说，嫁给我是你此生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明月，你可愿与我闲时立黄昏，灶前笑问粥可温？天哪，原来男人说起情话竟这般的让人雀跃。我还想听。看着少女很喜欢，谢渊一双眼睛宠溺地看着她。愿有岁月可回首，且以深情共白头。继续一人一偏爱，愿尽余生之慷慨。谢渊俯手看着笑容灿烂的少女，轻轻地亲了一下她额头。还想听吗？江明月嗯了2声，谢渊嗓音低沉，充满了诱惑。嫁给我，以后我天天说给你听，如何？好呀好呀，我愿意嫁给谢大哥呢。终于听到了想听的，谢渊脸上也露出了一抹清晰的笑，不过他很快收敛起来，额头对着他的额头，低声地问他：“你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我说我愿意嫁给谢大哥，愿意做谢大哥的妻。江明月的话没说完就被男人吻住，他的唇贴着他的，细密的甜吻，极具耐心，动作也是悄然无息，生出了柔情似水的意味。只一会儿，江明月就被男人亲得晕晕乎乎，直喘不上气来。他抗议地哼哼2声，可就哼了2声，那揽于腰间的手却是紧了又紧。娘，半个月是不是太赶了些？我也知有些赶，不过娘会尽力将你姐姐的婚事办得风风光光的，绝对不能让她受任何的委屈。娘，你知道的，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知，我自然知道，只是明红啊，我实在放心不下你爹爹，只有守在他的身边，我才能够安心呢。江明红听到这话，心中顿时一酸。前世，母亲是可以保住性命的，可最后他却选择和父亲一同赴死，说是怕父亲在黄泉路上会孤单。好在今生一切都改变了，前世的悲剧，今生他绝不会让他上演。想要在半个月内将你姐姐的事情办妥，我恐怕忙不过来，所以我准备写封信给你小姨，让她过来帮我，你意下如何啊？娘，咱们不能联系小姨和姨父，一是张中岳的人可能还在监视姨父，这二，娘，你可了解姨父？我对你姨父并不了解。姨父这个人极善经营，而且很有野心，这些年他一直都在努力地往上爬，只可惜手中无钱，又无人帮衬，只能原地挣扎。他苦苦挣扎了这么多年，所需的是什么？乃是机会。他不会在乎咱们的死活，他所能看到的乃是利用咱们可以和大皇子搭上线，这样他就能出人头地，步步高升。红儿，虽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毕竟咱们是姻亲，况且中间还夹着你小姨呢。娘，你和小姨有10几年没见了吧？人都是会变的，以前你们姊妹情深，感情极好，但是现在小姨有了自己的家庭，有她爱的丈夫，有女有儿，你说如果让她做选择的话，她是会选择咱们，还是选择她的丈夫儿女？前世他们初入京都时，小姨对他们的确很好，一开始还因为他们和程富贵吵了几架，可后来小姨就妥协了，先是默许程富贵算计他们，后来更是帮着他一起算计他们。如果不是如此，姐姐又怎么会惹上二皇子？如果不是如此，自己又怎么会断腿，彻底断了科举之路，只能被迫经商，为二皇子揽财呢？你们当初之所以没有入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那倒不是，当时我和姐姐一是怕拖累小姨，二就是不想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不过，他们毕竟都是我们的亲人。定居宛平后，我曾私下请人调查过姨父。现在我只庆幸，我和姐姐没有去投奔他，不然我和姐姐恐怕被他吃的连骨头都不剩了。沈冰心闻言，眉头紧蹙地看向了儿子。不过他总感觉儿子对妹妹他们好像有什么偏见，这是为何呢？沈冰心虽然有些不解，但是为了儿女的安全，他还是听从了儿子的话，打消了联系妹妹的打算。成亲的事儿，小谢可都跟你说了。江明月羞涩地嗯了一声，虽有些赶，但是你放心，娘一定会让你风风光光的出嫁。娘，我并不在意这些，我只希望你们都能好好的。放心吧，我和你爹不会有事的。将锦绣坊的活计辞了吧。好。江明月知道未来半个月都会非常的忙，他恐怕没有时间去锦绣坊上工了。再就是成亲之后，为了谢大哥的名声着想，他也不能再去上工。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时来可是有什么事？我是来请辞的。于夫子挑挑眉，谢渊又解释了一句：我要成亲了。恭喜啊，听说他对你有救命之恩。谢渊点点头，又是一段佳话。大喜之日是哪一天呢？下月初2。到时我一定会去讨杯喜酒喝，有需要我帮忙的，子敬只管开口。还真有一件事需您老帮忙。哦，我这是何事啊？我下聘还需2只大雁。嘿，原来是你看上了我家的大雁，难得你张一回口，回头我就将大雁送到你府上去。多谢。以前你们到女婿那里吃饭也是这样的吗？哪样啊？你离灶房远远的，都是女婿在做饭。江明月点点头，颇有一些不好意思。我不是不会啦，再就是之前天太热了，谢大哥怕我热着，就一直不让我进灶房。难得他有这样的好厨艺。对啊，当初知他厨艺那么好，我都惊呆了。我就是知他厨艺那么好，才慢慢开始喜欢上他的。动不动就将喜欢挂在嘴边，羞不羞啊你？母亲又不是外人。有事。老师，弟子要成亲了，今日是特来邀请你和婉仪的，希望下月初2你们能来参加弟子的婚宴。成，我知道了，9月初2之前会赶到你那儿的。谢渊起身，恭敬地朝沈墨行了一礼，然后看向了宋婉。婉仪，小子想厚颜请你当我这边的全夫人，那日客人繁多，只有您才能镇得住场子。你未婚妻那边请的谁当的全夫人呢？花奶奶。哟，没想到你竟然连她都请动了。说来，我也有好几年都没有见过她了。你的事儿我答应了，那日我会早些过去的。多谢婉仪，那小子就不打扰您和师傅了。谢渊起身看了眼沈墨，什么都没说，转身离开了竹楼。叫我出来，可是有什么事？师傅，您老人家懂得多，弟子第一次成亲什么也不懂，希望您能指点弟子一二。凡事可多与你的族人商量商量。多谢师傅。我岳父名唤姜文，原江府有名的富商。6年前我朝于外蛮大战，国库亏损，我岳父带着原江府的富商们主动捐款，这才让将士们不至于饿着肚子打仗。沈墨并不明白弟子为什么突然向他说这些，但他却听得很认真，因为他明白谢渊不会无缘无故地提起此事。我岳父是位深明大义之人，知朝廷艰难，这6年除了钱，他还主动向朝廷捐了2座铁矿山。沈墨闻言皱起了眉头。奇怪的是，这2座铁矿山却并未到朝廷的手中，朝中诸公甚至不知此事，而我岳父却被一群自称为朝廷的人监视了起来。沈墨双眼微微的一眯，现在这个宅院太小，等阿平他们来后根本就没有地方住。我打算呢，再买一座2进2出的，现在这个给你姐姐当做陪嫁，再就是在宛平这里买6间铺子，你姐姐4间，你2间，等阿平来之后都交给他们打理，这样日后啊，你们在这里也就不用为赢钱的事情费心了。这些年我和你爹虽然陆陆续续的为你阿姐准备了不少的嫁妆，但那些嫁妆都在阮江府呢，所以我打算在这里给你姐姐买100亩地，打一全套的家具，该有的都要有。
再就是料子、衣裳、被子、面帐子、首饰之类的，怎么着也得凑个32台，你意下如何啊？32台有些委屈姐姐了。我知啊，可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等我和你爹脱困了，日后再来补。江明红点点头，打开了抽屉，拿出了4万两的银票递给了母亲。当初离开元江府的时候，爹娘一共给了他们10万两的银票，为了安全起见，姐弟2人一人拿了5万两。平叔他们来后，他有许多事情要做，手里不能没钱，多少他要留下一点。娘，这些你拿去给阿姐置办嫁妆。沈冰心并没有推辞，接了过来。来时我还带了2万呢，再加上你这4万，足够给你姐置办嫁妆了。8月19，江明月正式开始在家里备嫁。3天的时间，母亲陆陆续续给她准备了不少嫁妆，而这些东西里有些是需要自己动手的，比如说帐子、枕套、被面上的绣花、单子、被套等等。好在她只需要稍稍做几针，其余的交给16余杏儿就好。只有她自己穿的嫁衣和盖头需要她自己全力而为。就在江明月着手做嫁衣的时候，母亲突然说他们要搬家了，毕竟平叔他们就要来了，现在的小院子太小，嫁妆之类的根本就摆不下。好在母亲置办的宅院就在对面，和枣林胡同离得很近，是一所2进2出的宅院，他们只用了1天的时间就搬完了家。在他们搬到新家的第4天，也就是8月27，苹果、平叔、康叔6人终于来了。姑娘，我好想你啊。我也很想你，家里可好？来时可顺利？自从姑娘少爷离开之后，咱家就来了很多新人。这些人虽然都是奴仆，实则一直在暗中暗暗地监视我们，特别是我和江淮，我们这些贴身侍候姑娘和少爷的人。不过他们还算是守礼，府中的众人都很好，就是担心你和少爷。夫人的事情还未事发，为了掩护崔姐姐，夫人离开之后，老爷就带着钟叔他们离开了府。这些时日一直在外面查账，那些监视我们的人陆陆续续的离开了许多，他们都将监视的重心放在了老爷的身上。奴婢趁着府中宽松之际，在崔大娘江叔的帮助下，避开了那些人，悄悄的离开了府。来的路上，我们发现张中岳的人正在向各大镖头码头打听姑娘少爷的消息，我和阿康都有些担心正阳镖局的人会将姑娘少爷的信息泄露出去。这点我早就想到了，我和姐姐在宛平的事，张中岳肯定会查到，只是或早或晚的区别罢了。针对此事，我和姐夫已有了应对的办法。不知少爷姑爷打算怎么做？阿娘，你联系正阳镖局的人，让他们尽力多为我们隐瞒一段时间。母亲对正阳镖局有恩，而且正阳镖局的人大部分都是沈家后人或者是沈家的姻亲，由母亲这个沈家人出面再合适不过。沈冰心点了点头。姐姐出嫁后，姐夫会把我们的户籍迁到谢家村，而且会和衙门管理户籍的官吏打声招呼，让他们隐藏住我的户籍，这样张中岳的人即便查，一时半会儿也查不到我们的下落。况且他围困爹爹的事情，大皇子并不知。我和姐夫料定，即便他的人到了京都，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到衙门查户籍。大皇子不知这事儿？人都有贪心，况且事情没有调查出来之前，他又怎么会将此事告诉大皇子？等张中岳的人来到宛平后，我和姐夫会将此事想法透露给大皇子，来一个敲山震虎，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到时候应该可以再拖延一段时间，等明年我有了功名，姐夫高中，咱们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这个主意的确不错，不过你姐夫认识大皇子跟前的人？不认识，但他认识宫里的人。沈冰心飞快地与江平2人对视一眼，他这个女婿不简单呢。明月近来可好？挺好的，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家中绣嫁衣。看谢渊一脸疲惫，江明红起身。姐夫，你早些休息吧。我就不送你了，回去告诉明月别累着了，无论做什么都要劳逸结合。好。江明红回到家中，看着姐姐和苹果还在绣嫁衣。阿姐，姐夫说让你劳逸结合，别累着了。你们见到谢大哥了？江明红坐到姐姐身边，将谢渊的情况和她说了一番。谢大哥看起来很疲惫。想想也是啊，谢大哥无亲人可以依靠，凡事都得亲力亲为，近来一定是累坏了，要给他补补才行。想到这儿，江明月凑到苹果耳边和他低语起来。
第二天一大清早，天刚蒙蒙亮，苹果提着食盒来到了谢家。奴婢见过姑爷。起来吧。谢姑爷。姑娘知道姑爷近日来甚是辛苦，特命我送来一碗红枣山药乌鸡汤给姑爷补补身体。苹果说着将食盒中的早饭端了出来，然后又拿出了一封信递给了谢渊。姑娘让我转交给姑爷的。谢渊拆开信，眸光逐渐温和，唇角慢慢地勾起了一抹弧度。少顷，他回了一封信递给了苹果。替我转交给你家姑娘。是。从这天开始，谢渊每日都会给江明月写一封信，先是告诉他今日都做了什么，紧接着呢，则是向他讲述做这些事情时发生的一些趣事。这一封封的信成了江明月近日里的生活调剂。8月29，谢氏族人吹吹打打将准备好的聘礼送到了江家。女婿出身寒门，能一步步走到今日，十分的不易。况且沈冰心知道他这些年攒的私房钱都给了女儿，这聘礼只要过得去即可，他并不会太过于去计较。只不过出乎他预料的是，光是金银首饰就有8套，再就是一些古董字画摆件。这些年她跟着丈夫一同打理生意，眼力不凡，一看就知道是一些好东西，加起来恐怕值万两呢。更不用说这其中还有2张沈墨先生的墨宝，这可是能当传家宝传下去的好东西啊，即便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光是这2幅字画已经胜过了所有的聘礼，况且女婿还十分贴心地准备了2只大雁、许多的料子等等。可以说沈冰心对这份聘礼极其的满意。到了下午，江明月听了苹果的话，知道前院没了人，这才放下了绣花针，穿过长廊来到了前院。女婿有心了，你看这8套首饰都很精美呢。江明月知道这8套首饰是谢渊在京都买的，当时还有人跟他竞争呢，后来知道他是用来下聘的，这才退让。的确很漂亮。这些啊，一会儿我都会交给苹果，让他帮你收着。再就是这些古董字画了，都是好东西。你和女婿成了亲之后，要时不时的打开箱子看一看，免得受潮或者是被老鼠啃了。这2只大雁呢？等你们成亲了放生。阿娘，我好不好看？好看，我女儿最好看了。阮江府的人哪个不知道咱们江家养了一个美人呢？你气质温柔，皮肤白，鼻头小巧圆润，桃花眼大又灵动，唯一不足的就是还未完全长开，不过这个倒也无妨，等再过2年也就好了。沈冰心爱不释手地抚摸了一番女儿的秀发，然后从怀中掏出了一本《春宫图》。第一次会有些疼，想要让自己舒服啊。沈冰心指着《春宫图》在女儿耳边絮絮叨叨说了一堆男女人伦之道，听得江明月是连连点头。娘，我都晓得了。沈冰心见女儿脸一点都不红，而且还津津有味地看着《春宫图》，哭笑不得。他直接把《春宫图》塞给了女儿，然后叮嘱道：圆房的时候注意着点儿，你才17岁，如果谢渊不着急要孩子，你就等到18或19的时候再要孩子。年纪小，身体还未长开，生孩子受罪不说，生下来的孩子也容易夭折。阿娘，我听你的，生孩子太疼了，等我做好心理准备再生。明月啊，你嫁过去不用伺候公婆，这是好事儿，但也正是如此，凡事都需要你去打理。以后要是遇到拿不定主意的事儿，你可和小红女婿商量着解决。外出和别人交际的时候，有孩子的你就夸他们的孩子，没孩子的就夸他们的丈夫。如果是长你1、2辈的人，你要真诚以待。面对谢氏的族人，你要尊重他们，该帮衬的时候就要帮衬，不要小气。女婿将来要入仕，就要有一个好名声，花点钱能够换来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呢？再就是同气连枝了，谢氏族人好了，你们才能好。赖奶奶，你手艺可真好。你喜欢就好。姑娘，你脖子酸不酸？有点酸，不过还能接受。二人正说着话，沈冰心走了进来，端来了一碗莲子百合粥。不喝点汤也不成，好在已经是申时了，咱们2家又离得近，想来不会有什么事儿的。江明月被母亲喂着喝了一碗粥，刚放下碗，外面突然传来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应该是接亲的来了，我去看看。这丫头啊，今日倒是活泼了许多。
江明月嗯了一声，沈立新不慌不忙地拿起盖头盖在了女儿头上。我出去看看。好。一会儿过后，于杏跑了回来。公子和他的几位同窗将谢先生堵在了外面，说是让他们做催妆师。这会儿谢先生正在做催妆师呢。于杏说完又跑了出去，少顷他又跑了回来。公子的同窗叫谢先生隔着门对你说几句话。谢先生说：“既汝相知，定不负卿。”谢渊走进后院，心情突然有些激动。马上他就能接明月回家了。闺房内，于杏守着门，按照沈立新事先交代的，让谢渊说了一箩筐的好话，得了几个小红包，这才打开了房门。谢渊一眼就看到了端坐在床上身穿嫁衣的江明月，满怀欣喜地走过去。明月，我来了。江明月虽然羞涩，但是听到谢渊的话，还是回应了一声。于杏捂着嘴在一边偷笑。谢渊伸手轻轻地握住她小手，柔声道：“我牵你走。”一路上谢渊都极其细心，提醒他跨门槛儿，哪里路不平等等的。而江明月呢，就这样由他牵着来到了正堂。主位上，沈立新看着跪下去的两个人。虽然谢渊和他闺女很相配，虽然谢渊长得好看，性子也好，所以他把谢渊的优点全都想了一遍，但心里还是充满了不舍，恨不得悔婚，不让闺女出嫁。他强忍着冲动，简单的说了几句。江明月听母亲声音里透着几分不舍和沙哑，心里顿时有些不是滋味。娘，女儿会跟着谢大哥好好过日子的，你都保重。我有时间了就回来看你们。去吧。谢渊冲着双眼微红的岳母心甘情愿地磕了个头。岳母放心，我会好好对明月的，此生此世定不相负。去吧，好好过日子。江明红看看姐姐姐夫都站了起来，走到姐姐面前俯下了身子。姐姐，我背你出去。谢渊看着江明红稳稳地将明月背了起来，缓缓地松了口气，不过还是忍不住地提醒了一句：“小心点，别摔着我娘子。”江明红没好气地白了谢渊一眼，这是他亲姐姐，亲的，即便是摔着他自个儿，也不可能摔着姐姐。更何况立秋之后他一直都有锻炼，瞧不起谁呢？江明红背着姐姐出门，一步一步走得极慢极稳，心中充斥着一股心酸和不舍。此时此刻他总算明白了情至真实不信也信的含义。倘若这世间真的有神仙，请保佑他的姐姐一世平安顺遂。江家离谢家太近，如果就这样直接的迎回去，未免太没有意思，所以谢渊带着迎亲队伍沿着宛平县绕了一圈，走了许多大街小巷，撒出去了无数的喜糖喜果，而路边的道喜声则是络绎不绝的。还是小谢有面子啊，还以为你余生都待在你那破竹楼内，不愿意下山了呢。什么破竹楼？那是我的清雅小院。小谢的确有面子，连你这位一向都不喜欢礼俗事的人都请来了。谁让他招人喜呢？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媳妇儿也很招人疼呐。他媳妇儿是个怎样的人呢？和素素一样，是个很温柔坚韧的人。素素二字一出，宋婉双眼中的光彩瞬间暗淡了下去，而自知说错话的赖花氏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已经7年了，你也该放下了。她是我唯一的女儿，我怎能说放下就放下了？今日是大喜的日子，就不提这些悲伤的事儿了。她长得如何啊？新娘子到了，举人老爷踢花轿，快踢花轿啊！谢渊并未理会众人，抬手轻轻地敲了2下花轿。看热闹的人顿时疑了起来，说他以后会是个妻管严。谢渊并不在乎，心里反而很高兴。花轿里面，江明月也随之敲了敲花轿的门框，这是本地的习俗。昨日里的韩兰兰贺氏特意提醒过他，夫妻相敬，大吉大利啊！喜婆扶着他走了出去，旁边立刻有人拿出一条红绸，新人一人拽一头，跨前盆凉盆进大门。拜天地了。余姓石榴护着素娘挤到了人群之中，低声道：开始拜天地了呢。素娘就像没有听到似的，怔怔地望向了沈墨。沈墨竟是谢渊的老师。看着谢渊二人拜完了天地，
素娘看着石榴余杏道：“咱们走吧。”好。三人往外走的时候，素娘眼角余光突然瞥到了个人影，她猛地停下了脚步，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身体更是轻轻地颤抖起来。苏婶婶，你怎么了？素娘急忙别过脸，擦掉了眼角的泪。我没事，咱们再看看，一会儿再走。哦。余杏顺她刚才望过去的方向看了一眼，视线在宋婉的身上多停留了几息。与此同时，江明月由谢元牵着走进了喜房，请新郎官挑盖头。紧接着眼前忽然一亮，江明月仰头就对视上了男人那如星辰一般明亮的双眼。二人对视，耳边突然传来痴痴的笑声，江明月立刻低下了头，脸慢慢的红了。谢大哥今日可真好看呐！新人喝交杯酒。二人喝了交杯酒，江明月就听喜婆道：“喝了交杯酒，举案齐眉到白头。”快来帮我将这些花生坚果都收拾了，硌死我了。是我考虑不周了，我给你揉揉如何？江明月听到男人的声音，倏地转身，一脸惊喜地看着已经走到自己面前的人。你怎进来了？不是还要招待敬酒吗？我进来看看你，顺便给你带点吃食。谢渊绝不会告诉他，留他一个人在屋里，他很不放心，很想回来陪陪他。你给我带的什么？你可吃了？刚才敬酒时稍微垫了垫肚子。趁这会有空，你陪我再吃点。吃饭的时候，江明月察觉到男人并没有怎么动筷子，一直都在看他。好看吗？好看。今日明月是天底下最好看的新娘子。谢大哥也很好看啊，好看的让人移不开眼睛。有个词叫秀色可餐，看着谢大哥，我不用吃饭就饱了。谢渊嘴角微微的勾了勾，心情大好，只觉得多日的疲劳一扫而空。方才我派人往岳母那里送了一桌席面。谢谢谢大哥。明月，咱们已成了亲，你该改口了。看着男人那双明亮的眼睛，江明月的脸慢慢的红了，他咽了一口唾沫，装傻充愣。你该换相公了，当然叫夫君也行。熟悉的气息喷洒在脸上，江明月只觉得整个人如同火烧，快不好意思的有点叫不出来。谢渊并没有催他，只是微笑的看着他。二人对视一会儿，江明月率先败下阵来，唇瓣动了动，小小声的叫了2个字：“娘子叫得很好听，以后都这么叫。”谢渊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愉悦，而江明月看着心情愉悦的男人，突然觉得那2个字也并不是那么难以喊出口，况且他们已经成亲了。老爷，外面的人都在寻你呢。你不用等我，卸了妆吃点东西就早点睡吧，我应酬完自会回屋。你少喝点酒。好。说到这儿，谢渊又凑到他耳边：“你放心，我不会喝醉的。”江明月的脸瞬间红得像是煮熟的虾子，醉不醉的和他有什么关系？苹果等着谢渊离开之后关上门。老爷对太太可真好。一声太太把江明月听得骇然了，他就已是太太了。如何？可有找到我说的那个人？不过奴婢按照姑娘说的找到了他的相公。也就是说，只是林寒山一个人来了。想想倒是也在情理之中。林家在县里并没有恒产，而他和谢大哥的吉时又是在晚上。林寒山是私塾里的先生，喝完喜酒可以去私塾凑合一夜。陈娟如果来的话，他们就要在客栈过夜了。想来陈娟并不舍得掏这个钱。除了那位姓林的秀才，奴婢还看到了素娘、石榴3人。至于素娘情绪有些不对劲儿，苹果暂时并不打算告诉江明月。今日毕竟是他家姑娘大喜的日子。江明月迷迷糊糊地睁开双眼，看着近在咫尺的男人，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谢渊含着头，开始轻轻明月，今日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江明月立刻清醒过来，随即酥酥麻麻的感觉立刻传遍全身，他忍不住的打了个颤。帐子里虽然有些暗，但是男人的瞳眸却如同染了光。
明月醒来的时候还是有点懵的，睁开双眼就看到了谢渊。彼时他那深邃的眸子正在安静的温柔的注视自己，也不知看了多久。四目相对，二人谁没有开口说话。这一刻的气氛分外的温馨。醒了吗？江明月看着近在咫尺的男人，眨了眨眼睛，脸上慢慢的露出了一个甜甜的笑，轻轻的嗯了一声。谢渊看着笑容甜美的人儿，抬手轻轻的揉了揉他细嫩的脸颊，那脸颊嫣红，因为紧贴在袖枕上的缘故，上面印出了一些花纹，甚是好看。感觉到他手中的温热以及那种很宠的包容感，江明月舒服的如同一只泛懒的猫，轻轻的蹭了蹭他掌心。而谢渊看着他这可爱的模样，又怜惜的亲了亲他额头。乐伯，要不要起来吃点东西？什么时辰了？想到昨天晚上的事情，看着面前的罪魁祸首，他忍不住的瞪他一眼。他算是明白，这个刚刚开了红头自己绝不能小瞧。谢渊虽是个书生，但他平日里都有锻炼，身体格外强健，完全不知疲惫，肌肉好面结实，自己稍微有汗牙了，那马上能放他。谢渊看江明月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自认有错的他，声音更是温柔了。先喝杯茶吧，润润嗓子。昨夜他应该收敛一些，可他实在是控制不住。他的身子是那样的娇嫩光滑，而且柔弱无骨。想起昨夜的事情，他的身体又瞬间亢奋起来。果真是10岁之味呀！谢渊强压下了心底的骚动，随意的披了件衣裳下了床，暗暗提醒自己不能再那么梦了，怎么着也要让他歇上1天、半天的吧。已经4时了吗？咱们快起来吧。这些都是我弄的。江明月低头看了一眼身上的斑斑痕痕。疼不疼？谢渊明明记得他很温柔，可没想到还是伤到了他。疼，好疼！你未来3天都不许再碰我了。谢渊看他明亮的双眸中透着些许狡黠，将收在枕头下的药膏拿了出来。我给你抹药，3天不碰你的事儿就不要想了。江明月只觉得有些奇怪，他怎么会随手背了一个药膏呢？那就2天。1天。江明月闻言嘟起了嘴来。谢渊顺势低头亲了亲他粉唇。明月，我忍不住了。已经吃到了肉，谁还愿意喝汤啊？江明月的脸红了一红，看他手越来越往下，他再次擦枪走火，直接握住他大手。不用抹了，我皮肤娇嫩，只要碰一下就会留印子的，看着吓人，其实不怎么疼，过1天也就消了。我的小衣呢？不能穿了。江明月闻言突然就明白了，昨日里他用衣裳擦。明月红起了脸来。你将苹果换进来，让他服侍我梳洗吧。妻子这般美丽的一面，谢渊可不想有外人看到，哪怕苹果是江明月的贴身婢女都不行。我来，柜子里应该有小衣吧？衣裳顺道帮我拿一下。好，我帮你穿。不用，我自个来就行。二人虽然坦诚相待过，但江明月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在男人面前穿衣服。他夺过小衣，还有衣裳，躲在被子里悉悉嗦嗦地穿了起来。谢渊欣赏了一会儿他这含羞带娇的妩媚，这才转身穿衣。江明月穿好衣裳，爬到床边坐下来，正准备穿绣花鞋，男人走了过来，蹲在他面前为他穿鞋。咱们今日是不是要回村一趟？谢渊嗯了一声。那要快些才行了。不急，即便去晚一点，爹娘也会体谅咱们，不会怪罪咱们的。反正都是你的错，要是怪罪也是怪罪你，他们只会梦里找你，绝对不会找我的。下午我给爹娘说说，让他们都来找我，省得吓着你。江明月再也忍不住地笑起来，看男人为她穿好了绣花鞋，她扶着男人的胳膊，尝试着慢慢站起来。竟然不疼。她松开男人走了几步，除了有一点点的酸，再也没有其他不适。然后想到被他放在枕头下的药，江明月后知后觉。你帮我上药了？还疼吗？江明月摇了摇头。太太老爷，你们起了吗？起来，你快出去吧，我换苹果进来服侍我洗漱。好。谢渊说着伸开了手。什么？衣带。江明月撅撅嘴，还是伸手帮他系好了。你以前不都是自己系的吗？以前没有妻子，自然是自己系，但现在我成亲了，我就想你帮我系。谢渊凑到他耳边又补充了一句。当然比起系，
我更希望你天天解他。娘和弟弟搬回来了。昨天晚上搬回来的。江明月知道，肯定是娘和弟弟不放心他，这才搬了回来。搬个梯子来。太太，这样是不是有些不妥呀？去搬没什么不妥的，这个家我最大。苹果看着一脸神气的太太，笑着去搬梯子。小弟，你是怎么上来的？踩着梯子呀。快下去！新婚第一天，你这样成何体统啊？快下去，让人看见了该笑话了。江明月柔顺地哦了一声。我让素娘给你炖了老参老鸡汤，一会儿让16给你送过去。还是母亲心疼我，晚上做香辣虾吧，我想吃。中午我会随着谢大哥回村祭祖，阿娘就不必为我们准备午饭了。母女二人说话之时，谢渊来到了后院，望着扒在墙头上的妻子，他哭笑不得。苹果看到谢渊有些慌了，正准备提醒太太，谢渊冲他摇摇头，而是伸手扶住了梯子。知道了，你快下去吧，啊，小心一点啊。江明月嗯了一声，一转身就看到了扶着梯子站在下面的男人，又扫视了一眼冲他挤眼睛的苹果。江明月神色如常地踩着梯子，看着男人理直气壮地说：“连个门都没有，害得我爬梯子才能和娘弟弟说话，太不方便了。回头我就让人开个门。”谢渊的话语中却充满了宠溺和无限的包容。谢谢相公。说着又笑嘻嘻地亲了亲他的薄唇。我相公真好。谢渊稳稳地抱住他，回亲他一下。现在这声相公叫的倒是挺顺口的呀。苹果望到这一幕，顿时松了口气。刚才谢渊过来的时候，他还真怕他会生气呢。咱们是不是被2份礼送到赖奶奶和婉仪那儿啊？昨日里他帮了咱们不少。再就是师傅那里，咱们是不是亲自磕头去啊？这些事我也安排陈荣去做了。他就是你外出游历时救的那个小厮？除了他，再就是周斌和赵山了。他们虽都有残缺，却是很好的人，你别怕。江明月嗯了一声。师傅那里，咱们明日再去拜见他老人家。好。相公呢？爷在书房。江明月点点头，端着一盘山果来到了书房，看着谢渊手里的东西，不确定地问道：“族谱？”自从我考中举人后，老族长做主将咱们这一支单独分了出来，作为谢氏的嫡支。江明月走到男人的身旁，看着并排挨着的2个名字，伸手轻轻地摸了摸。以后她就是谢渊的妻子了，真好呀。谢渊抱着媳妇儿坐下来。和岳母聊完了？没有，被阿娘赶了下来。听他声音里透着一丝委屈，谢渊安抚地亲了亲他额头。明日我就让陈荣请人过来开一个小门。我相公可真好。谢公子谢夫人，里面请。江明月随着谢渊先向沈墨见礼，得了一个红包之后，转向了老夫人。明月，这位是婉仪。见过婉仪。起来吧，走近些，让我瞧瞧。江明月倒是并不怯场，往苏婉的面前走了几步，落落大方的任他打量。谢渊本以为妻子会紧张，见他竟然大方得体，自豪的同时心里又略微的松了口气。坐吧。多谢婉仪。听小谢说
他游历的时候，你曾救过他。当时我和几位闺中好友在沅江府游玩，碰巧看到有人落水。你成了亲，我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今日我就会离开京都。师傅，这次你准备去哪儿游玩？沅江府。谢渊眼中快速闪过了一抹暗光，躬身朝师傅拜了下去。多谢师傅。起来吧，我并不是因为你，我曾经答应过先皇，会替他守好大楚的江山。说虽是这样说，但是谢渊知道，如果不是为了他，师傅要怎么会趟这趟浑水呢？师傅，婉仪这边，如果他愿意，我会带他一起去沅江府。果然，姜还是老的辣。有婉仪跟着，师傅的安全不仅有保证，还不会被圣上猜忌。无论做什么都是极其方便。最为重要的是，两个人也有了伴。如此，弟子也就放心了。师傅如需要弟子做什么，只管吩咐。这几日，我家里那边应该会有人来，我就不见他们了。具体该怎么给他们说，你掂量着来。好。温柔乡，英雄冢，下半年不可懈怠，好好读书，为明年的会试做准备。是。小谢，你这媳妇儿甚是有趣，以后有时间了，常带她来竹林玩儿。谢渊闻言，忍不住又看了眼妻子，他知道明月这是入了宋婉的眼了。是，只要婉仪不嫌我们烦，我和明月一定常常去。看来师傅近日打算离开宛平之事，还没有和宋婉商量。而这一日，谢渊带着江明月在百鸟胡同待了大半天。申时末，当二人离开的时候，宋婉又给了他们许多礼物，说是他们的新婚贺礼。咱们去四味楼吃了晚饭再回去如何？我前天听说他们刚引进了2道菜，其中松鼠桂鱼做的是最好吃，咱们去尝尝如何？好啊好啊，他家的杂烩菜三鲜丸子也很好吃的。你喜欢的话，日后我也可以做给你吃。你怎么会做这么多菜？专门学过吗？在我看来，厨艺小道而已，只要多吃几次就知是怎么做的了。如果你不读书的话，倒是很适合当厨子。即便是读了书，我也可以当厨子，只当你一人的厨子。我觉得我真是上天的宠儿啊，所以他才会将这么优秀、这么好的人赐给我。真是巧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明日等你姐姐回了门，后日清晨我就动身回阮江府。好，儿子知道了。听儿子同意了，沈冰溪心里是既高兴又有点难过。你姐夫在后院开了个小门，日后你们往来会方便许多。我准备让素娘余姓搬到你姐夫那边，16余根留下来照顾你。平日里你可去小渊那里吃饭，你意下如何啊？我听母亲的。那就这样定了。明日我和明月、小渊说一说，这样往后你们生活都方便。母子二人说话之时，隔壁没想到婚礼还结余了50两银子，明日陈荣会将银子交给苹果，你收着留着家用。你留着傍身吧，我这里有钱的。成。困了？2夜都没睡好呢，你不困？谢渊精神抖擞地看着江明月，要知道这2夜出力的都是男人，他怎么一点都不困呢？相公，婉仪是什么人啊？怎想起问这个了？今日他给的礼物中有一块暖玉做的玉坠，所以我有些好奇。谢渊知道妻子应该是猜到了什么，只是在向他求证呢。婉仪乃是大长公主。沈先生和婉仪就是你看到的那样，只不过当初圣上为了收回兵权，稳定朝纲，将大长公主下嫁给了镇国大将军。后来镇国大将军战死，婉仪带着女儿回了京。那时二人都极为克制，毕竟他们的身份对他们的约制太多。7年前，婉仪的女儿突然病逝，她承受不住打击，生了一场大病，眼看已是命悬一线。师父冲破重重阻碍，走到了婉仪的身边，陪伴她，照顾她。后来婉仪康复后，就搬到了宛平县。从那以后，师父只要回来，都会去看看她。哦，那师父因婉仪终生未娶。没想到沈先生也是一位长情之人。谢渊嗯了一声，察觉到男人一双大手不老实起来，江明月抓住他的手，在他怀中寻了个非常舒服的位置，闭上了双眼。睡觉。
而看着妻子这般的困，谢渊极致的克制下蠢蠢欲动的传家宝，没舍得再折腾他。这一觉，江明月睡得极香。啊，是不是变天了？睡好了吗？睡好了。明月，明月，明月，明月。素娘应该认识婉仪，于信跟我说，当时他看到婉仪激动的泪流满面，仿佛见到了亲人一般，几度想要上前。晚见婉仪离开时，他还曾偷偷的跟上去，追了很远。他说他是江淮人。素仪说他出生在江淮，但并未在江淮待多久就离开了。谢渊闻言陷入了沉思之中。中秋节时，他去了京都。我怀疑京都应有他的亲人。江明红将自己猜测说了出来，谢渊的眼中暗芒一闪，不由得坐直了身体。难道……姐夫，你是不是猜到什么了？不过是不是如我猜的那样，还需要验证。你打算如何验证？明日我要去一趟京都，托人调查一些事，等结果出来，我就知是不是如我猜测的那样了。哦。三人用过晚饭之后，一同进了书房。谢渊、江明红坐在一起读书写文章，而江明月坐在二人的对面，继续画设计图、设计冬装。这期间，男人要是空闲了呢，就会坐在江明月的旁边看他画画。江明红全神贯注地写完一篇文章，本想着请姐夫帮忙看一看，一抬头，见姐夫不知何时坐到了姐姐身边。江明红忍不住地瘪瘪嘴，经过这几天的相处啊，他第一次知道谢渊竟这般粘人。他收拾了文章，想着江婷也该来了，并没有打扰二人卿卿我我，悄悄地走了出去。谢渊抬头望了一眼离开的人，低头继续画。江明月看男人画得很认真，悄悄地将怀中的小册子拿了出来，再有4页他就能看完了。谢渊用妻子教的方法画了个苹果，低头本想问他画得好不好看，谁知看到的竟是一幅让人面红耳赤的插图。你是怎么找到的？就是在书架上找的呀。什么时候找到的？昨天。看了多少？男人开口之时，快速将妻子怀中的小册子拿了出来。2页，再有4页我就看完了。你说过咱们成了亲，我就可以看的。谢渊嗯了一声，然后将册子丢到了一边。光看有什么意思？书桌好硬，我不要在这儿。你先去洗澡，我要歇会儿。一起？不要。他现在对男人一点都不信任，再来一次，他的腰非得断了不可。成吗？谢渊也担心自己会再次把持不住，穿好了衣裳，先一步离开了书房。谢渊洗了澡回来，就见到头发凌乱、小脸粉红的妻子正在看画本子。此时的明月浑身都透着一股慵懒和贪足，目光从他脸上缓缓下移，看到他那精致的锁骨上都是斑斑点点，谢渊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感觉衣服里又有了一些动静。他闭了闭眼睛，默默地念了一遍静心咒，觉得自己早晚得用上补肾的药。看完了吗？还剩1页。江明月翻到了最后1页，感觉男人落于他身上的目光逐渐灼热起来。他挑挑眉，仰头，对视上的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双眼。流氓！谢渊低笑出声，与媳妇身边坐下来。是不是很好看？当时是不是卖得很好啊？因这本书我大赚了一笔，往后2年都没有为钱财的事发过愁。当年书铺的掌柜还和我商量是不是再加印一些，不过被我拒绝了。
怕影响到名声。主要我也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别看了，苹果春杏你已经准备好了洗澡水，我帮你去扫线。我马上就看完了。谢渊看着重新看着画本的妻子，替他理了理有些凌乱的头发，动作轻柔地帮他梳好，为他简单的挽了个发髻。一会儿过后，江明月心满意足地合上画本，转身笑意盈盈地朝男人伸开了双手。抱。谢渊笑着轻轻松松把妻子抱了起来。相公，以后有时间了再写一本入画，我想看。这对谢渊来说并不算什么难事儿，所以他很干脆的就答应了下来。什么事？京都来了一封信。谢渊闻言也就知道他托那个人调查的事情应该已经有了结果。谢渊拆开了信，坐了下来。事情果然和他猜的一样，素娘应该就是程素素，是婉仪和郑国大将军的女儿，是那个已经暴毙了7年的人。已经暴毙7年的人不仅还活着，还被人毁了容，下了大寒之物，还囚禁了好几年。这当真是有意思呀。谢渊几乎没有费脑子就已经想通了其中的爱恨情仇。程素素还活着的事情他并不打算告诉婉仪，甚至只要程素素不主动和他坦白，他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不过明月和弟弟那里倒是可以和他们说上一说。铁叔，你这时候回来，可是京都那边有什么事情？进入京都后，我花钱请了2个丐帮的人，守在流港胡同的附近，帮我监视陈家。今日我从他们的嘴里知道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什么事啊？前些时候，陈家来了一位表姑娘，说是来自于元江府。巧的是，那位表姑娘也姓江。少爷，要不要查一查这位姓江的表姑娘啊？哼，不用查了，我已想明白了其中的关窍。这次我的那位好姨父还真是帮了咱们的一个大忙。江平不解地看向了江明红。你们没来之前，张仲岳的心腹孙良曾经来过一次京都，他特意见了陈富贵2人，向他们打听我们姐弟的事。这就是爹娘收到陈富贵传信的原因。后来陈富贵夫妻不知何故得罪了一位姓田的同僚，偏偏那位同僚的侄女前些时候被2皇子收入了府中。据我所知，那位同僚近来一直都在针对陈富贵。江明红将前因后果和江平讲述了一遍。他胆子还真不小。哼，他为了往上爬，什么都做得出来。如果有了这位假的江明月在明，我和阿姐反倒安全了。这次还真是连老天爷都在帮他们。陈富贵这是自作孽不可活。铁叔，稍后我写封信，你想法子传到阿爹的手里，有爹配合陈富贵，应该能牵制住张仲岳的人。我有件事要和你们说。巧了，我也有件事要和你们说。你先说。前些时候，我将平叔派到了京都，他刚才回来告诉了我一件事。咱们的那位好姨父家前些时候来了一位表姑娘，巧的是那女子也来自远江府，也唤江明月。陈富贵是个很有野心的人，前些时候张仲岳的心腹孙良曾找到过他，而他知孙良是大皇子的人，因陈军出嫁，他和一姓田的同僚结了怨。据我所知，这位姓田的同僚近日一直都在针对他，陈富贵的处境很是艰难。咱们这位姨夫还真是位人物，反倒是帮了咱们一个大忙。是啊，有这个假的江明月在明，未来我和姐姐就安全了许多。此事你可告诉岳父了？我已和阿爹写了信。你们是说这位假江明月的事情是仪仗自导自演的？而谢渊、江明红对视一眼，同时朝他点头。只是为了解困？不，是为了往上爬。他不要命了？阿姐，富贵险中求，再则对于他这种极具野心之人，命又算得了什么呢？真是疯了。这算什么？我这里还有几个疯得很厉害的。我之前曾跟你说过，大长公主下嫁给郑国大将军后生有一女。你曾提到过一句，她几年前病死了。她可能没死。没死？江明月还是有些不太明白。姐夫，你是说？谢渊看弟弟已经猜到，轻轻点点头。你们在打什么谜语呢？素娘应就是大长公主和郑国大将军的女儿。相公，没有搞错吗？应该没有。大长公主的女儿名唤程素素，今年31。素娘名字中也带一个素字，且30出头。素娘说她是江淮人。巧的是，大长公主下嫁给郑国大将军后，曾随着她到江淮生活了3年。她就是在那3年出生的。之后郑国大将军战死，大长公主带着还年幼的她回到了京都。所以程素素是在京都长大的？不错。如果素娘是程素素的话，
也就能解释得通他当初为何进京了。根据我调查的信息，程素素和沈瑜的娘李月婷乃是闺蜜，这也就是她为何看到沈瑜时会恍惚的原因。如果素娘是大长公主和郑国大将军的女儿，那她的身份是何等尊贵，怎会沦落到这般田地？再就是咱们成亲那日，她明明已经见到大长公主了，为何没有上前相认，诉说自己的冤屈呢？你们成亲的时候，大长公主来了，谁？就是婉仪。原来她是长公主啊！这两个问题问得好。她之所以会沦落到如今这般田地，应该和她的丈夫武威将军有关。武威？程素素的丈夫是武威将军？你知道？江明红嗯了一声，陷入了沉思。你是说素仪变成今日是武威将军害的？宠妾灭妻，8九不离10。他怎么敢呢？所以我才说他是疯子，一家人都是疯子。咱们不告诉婉仪吗？他自个儿都没想过要和婉仪相认，咱们还是不要多此一举了，免得好心办坏事。再就是他没有几年好活了，婉仪好不容易才从悲伤中走出来，我不想她再经历一次丧女之痛。她都这样了，却从未想过报仇，我只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咱们就当什么也不知好了。娘3天前已进入元江府的地界，以她的速度，现在应是和爹会合了。娘信上提到了一事，那些追查我们下落的人已相继离开，想来是贾明月的事情已经起到了作用，接下来就看爹爹的了。以咱们爹爹本事，和张仲岳斡旋个3、4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他的小妻子倒是很信任岳父大人，也很崇拜岳父大人呢。之前我还有一些担心，张崇岳的人找过来后该怎么办？现在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咱们都安全了。即便是找过来，我也能保护你们。哼，我当然知道你能保护我们啦。在我的心里，你和阿弟都是最厉害的人了，没有什么事能难得过你们。那还担心？担心啊，万一你因保护我们受了伤，我还不得心疼死啊！他轻轻地在男人怀中蹭了一蹭，用他最软糯的声音说了一句最为霸道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能伤害你，别人我都不许。谢渊黑沉的眸中逐渐露出了一抹笑，那比糖还甜的滋味与他心头扩散，他忍不住地低头亲了亲怀中人儿。在这个世上，我只给你这个权利。阿姐，这是你的弟妹江明月。姐姐。哎，冷不冷啊？不冷，我和相公是坐马车来的，相公怕我冻着，还特意放了个小火炉。姐姐进来可好？本来成亲后我们就该来拜见姐姐的，谁知竟拖到现在，还望姐姐勿怪。只要你们都好好的，阿姐也就放心了。小渊落水的事情我已知道，明月，谢谢你救了我弟弟。我那次救人可救得不亏，竟救出一个相公来。谢渊逗着宋兰玩的同时竖起了耳朵，看得出来姐姐很喜欢明月。江明月二人聊了会儿天儿，隔阂生疏感逐渐消失，江明月也慢慢的放松下来。不过二人都知道他们的时间不多，所以克制的聊了一会儿之后，江明月就把宋兰抱进了怀里，让谢渊和谢柔说话。你眼光不错，明月是个好姑娘，以后好好的对她，可不许欺负人，知道吗？谨遵阿姐的教诲。年后好好温习，为了明月你也要高中啊。好。天气冷，带着明月早些回去吧。我和兰儿都很好，不必为我们担心呢。姐，新年快乐。姐姐，提前祝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要不要在京都逛一逛？这2日方氏那边应会很热闹。江明月闻言有些异动。咱们逛完，中午可到方氏附近的如意楼吃饭，下午再回。我听相公的。饿了吧？快尝尝这些菜合不合口味。江明月吃小酥肉的时候，陈富贵一家5口，外加那个江明月走进了如意楼。我来点菜，你们先去寻位子。好。沈娇娘的视线第一时间落到了谢渊、江明月的身上，实在是这2人太过于出众，想不注意到他们都难。看到他们对面的座位无人，沈娇娘心思微转，带着孩子们朝他们走了过来。
这位公子夫人，不知能否和你们拼个桌？当然可以，您请坐。多谢公子夫人。我夫家姓陈，平日里大家都唤我陈婶娘子，不知您怎么称呼？陈沈，江明月的呼吸忍不住急促了一下。敏锐如谢渊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妻子异常，同样也猜到他这会儿在想什么。桌子底下，他安抚地握住了妻子的小手。我夫家姓谢，这几位都是你的孩子吗？大的乃是我的外甥女，姓江，其余3个才是我的孩子。沈娇娘想要结交他们，而江明月呢，想从他嘴中套出更多的消息。二人就这样聊了起来。相公，这位是谢公子，旁边的乃是他的夫人，二人都是良善之人，愿意与咱们拼桌，不然咱们这么多人还真没地方坐。多谢公子了。不客气，出门在外谁都有不方便的时候，你请坐。程富贵坐下之后，主动和谢渊攀谈了起来。谢渊则是四两拨千斤，看似说了很多，但仔细咂摸却又没什么透露，甚至还举一反三地问陈富贵是不是衙门中人。谢公子是怎么看出来的？刚才点菜时，他就已经注意到了谢渊二人。这谢渊应该家境殷实，但是和谢渊聊了一会儿之后，陈富贵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了一股压力。要知道，即便是在孙良的面前，他也从未觉得有这么大的压力，这让他推翻了之前的推测，态度也悄悄地改变了一些。今日他们还真有可能遇到大人物了。看鞋，你脚上穿的乃是宫靴，且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你应是礼部的官员吧？听谢渊这么淡淡的说完，陈富贵微微的一惊，更加肯定谢渊是衙门中人，而且应该已经混迹在衙门好几年，要不然不会那么了解各衙门宫靴的区别。谢公子当真是慧眼独具。礼部姓陈的官员并不多，且我大都认识，你看起来有些眼生，不知道如何称呼你。陈富贵听了这话，眼中快速闪过了一抹金光，今儿真的遇到贵人了。我叫陈富贵，不知公子怎么称呼？我在家排行7，你叫我谢七即可。原来是谢七公子。说来真是奇怪，虽是第一次见谢娘子，我却觉得谢娘子很是面善。江明月看着面前的小姨，心中却是五味杂陈，没想到今日进京竟会巧遇他们。是啊，我也觉得婶子很亲切呢。是吗？那咱们还真是有缘。我家住北罗胡同第3户，日后无事咱们可以常联系。程富贵听着二人的对话，如果不是不合时宜，他都想冲着妻子竖个大拇指了。很明显的，想要结交谢妻很难，但他妻子不一样。可平静下来了？真没有想到今日竟遇到他们了。是啊，还真是巧。小红是对的，陈富贵不简单，你们之前的确不能和他联系。谢渊说的没错，通过这短暂的交流，他感觉得出来，陈富贵这个人圆滑，而且城府极深，单纯的明月根本就不是他对手。如果当初姐弟二人真的上京投奔了他，最终恐怕会沦为陈富贵手中的棋子儿，被他吃得连渣儿都不剩。你今日做得很好，谢七妻子看起来是位很单纯的人，你可慢慢结交她。我刚才并未说谎，谢娘子的确有些面善，我很喜欢她呢。那就更好了，结交时真诚最能打动人了。走吧，我带你们好好的逛一逛。到了未时，江明月二人回到了家中。谢渊看妻子急匆匆地进了书房，知道他定是要和弟弟说陈富贵的事儿。他们可有认出你来？江明月轻轻地摇了摇头。你们是怎么遇到他们的？江明月当即将他们遇到陈富贵一家的过程给弟弟说了一番。还真是巧。是啊，我当时吃惊的不得了，如果不是相公在我身边，我恐怕很难保持冷静的。你们没有露出破绽吧？谢渊摇摇头。经过我还看到了那位冒充我的人。如何？只能说陈富贵很会找人，那少女呢，小家碧玉的，一看就是南方姑娘，虽不算顶顶好看吧，却十分耐看。再就是一口的原江府口音，想来他为了找这么一个人费了不少功夫呢。他既然敢让人冒充姐姐，那肯定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轻易不会露出破绽，要不然也骗不过孙良。说来也是奇怪，孙良就没有想过去远江府查证此事。陈富贵说那少女是江明月，他就信了。人都是盲目自信的，况且并不是每个人都像陈富贵胆子那么大。
再加上岳父的配合，他自不会对贾江明月的身份起疑。过完年，还未出15呢，今年宛平县的县试时间就出来了。谢渊是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时间也很紧，所以我为你制定了一课业表。接下来的时间，我会为你再串一遍45经，这次只讲重点以及考点，然后就是温习一下文章写法。作诗这是你最擅长的方面，可以适当放松一些。你意下如何？我听姐夫的。成，我这里有历年来的县试卷子，我会根据这些卷子出一些跟县试试题相似的试卷，让你提前熟悉一下考试的感觉。好，多谢姐夫。二人学习期间，江明月会进来给他们送些吃的、茶水等等。每一次呢，他都是悄悄的来，再悄悄的走。看着弟弟每日那么辛苦，他虽然心疼的不得了，却什么都没说。付出才会有收获嘛。就这样，大半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阿姐，我进来长得很快，这衣服虽合身，恐怕很快就不能穿了，为何不做得大一点？你姐夫说考场的环境很差，且四面漏风的，衣服要做得贴身一些，这样呀，也不至于松松垮垮的跑风。姐夫呢？实在是他回来有一会儿了，却没见到姐夫，只是觉得有些奇怪。要知道，自从和姐姐成亲之后，姐夫就甚少出门。去衙门了。你姐夫说这2天就要排出位了，他去和衙门里的人说一说，即便不能给你排一个好位置，那也不能太差了。姐夫有心了。咱们是一家人嘛。不过等你考中了童生，别忘了请你姐夫喝一杯。这段时间为了你的事儿啊，他没少费心呢。江明红点点头。谢渊回来的并不算晚，彼时江明月刚刚洗漱完。10点半妥，你先休息，我马上就来。相公辛苦了。时间过得很快，2月16，寅时还未过半，江明月3人已经起了床，只因为今天是县试的日子。有些人雨伞撑得较低，小心一点，别被伞伤到了点。我会小心的。天冷，姐姐姐夫，你们快回去吧。不急，等你进了考场之后我们再回。好像有人晕倒了。这时候晕倒恐怕很难再参加县试了，之前的努力算是白费了，又要苦熬1年。想到这儿，江明月看着身边的人，咱们去看看如何？谢渊闻言立刻猜出了妻子心中所想。可。二人叮嘱了小红2句，撑着伞走到前面。谢渊一看是一寒门子弟，动了恻隐之心。再就是少年郎前后之人较为心善，第一时间就为他遮住了雨。总的来说，他并没有淋多少雨，应该很容易就能救醒。你在这等我，我去看看。好。江明月看着谢渊走到少年郎面前蹲下，也不知按了什么穴位。一会儿过后，少年郎缓缓地睁开了双眼。你可还好？少年郎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谢渊问他的问题，先是快速扫视了眼四周，发现自己还在队伍之中，顿时放松了下来，对谢渊道起了谢。多谢这位先生。你寒气入体发了烧，需要尽快医治。多谢先生提醒，小子晓得了。谢渊看少年郎并没有弃考的打算，不再多言。驱寒的，希望能帮到你。多谢先生。少年郎接过药，想都没想就吃了下去。他望着离开的2个人，将谢渊的容貌记在心里，朝前后2人道了谢，强忍不适，继续排队。担心小弟？我还有些紧张。不用担心，也不必紧张。以小弟现在的才学，童子试对他来说是10拿9准的事。我知道，可还是止不住的忐忑。谢渊收起了药膏，伸手将媳妇儿揽于怀中，温声道：“我给你读书吧。”好啊。
谢渊拿着书读了一会儿，听着怀中的人儿呼吸逐渐平稳下来。看他睡着了，他招来苹果，示意他将毯子拿过来。谢渊接过毯子，紧紧地包裹住了媳妇儿，确定她不会冷，这才开始读书。再说林家村，陈娟看着丈夫，心情有些不静。夫君可是在担心私塾里的学子们？今日天不好，雨落个不停，也不知他们从家里出来有没有带伞，有没有穿的厚实一点。你放心，这几日天一直都不好，大家家中长辈都有成算，怎可能不带伞呢？我倒是不担心住在县里的人，我是担心那些像我一样出身寒门的人。我比谁都清楚，他们能走到今日有多不容易。如果因为天气的缘故，他们受了寒而无法参加县试，那实在太令人惋惜了。甲班里贫苦人家的孩子很多吗？不多，只有6人。林寒山将6人的情况和妻子说了一番。他们可能考中，运气好的话6战1吧。他们基础不好，今年只是先提前让他们下场适应一下，等明年后年应就8、9不离10了。这几日我随娘进县城，听大家都在猜各个私塾今年能够中多少人。相公，于氏私塾今年是什么情况啊？一半是不成问题的，其中于纯、江明宏、李安、赵翔等13人必中。啊，江明宏？哎，怎么了？陈娟快速稳定住了心神。啊，没什么。向来是同名同姓之人，况且他表弟已经病逝了。想虽是这样想，但陈娟还是多问了一句：姓江的那位学子可是咱们宛平人？我真是傻了，怎会问这种蠢问题呢？相公看书吧，我就不打扰你了。林寒山望着离开的妻子，微微地挑了挑眉。他好像对江明宏的事情很好奇。别人不知江明宏姐弟2人的底细，可他是知道一些的。这妻子难道认识江明宏？可看他刚才的样子，又有点不太像。林寒山想不明白，暂时将这事压于脑后。他收回心神，开始专心看书。第3日，江明月、谢渊、江明宏一大早的就来到了衙门。人可真多呢，咱们来晚了。无妨。谢渊扭头示意的看了一眼陈荣，陈荣点点头，很快的就挤进了人群之中。上榜了！2人正说着话，陈荣挤了出来，一脸喜色。我在小圈第3名，找到了明宏少爷的座位号。不错。第3名吗？没想到沈瑜都走了，他还是没能拿到第1名。不过宛平这般大，有几个才学比他好的也正常。都是姐夫教的好。咱们该出发了。今日小红应早早的就交卷了。为何？朱父一般比正常的难度要小一点，且不会再考贴诗。以明红的速度，这会儿应已做完，所以我猜这次他应早早的就交卷了。哦。谢渊帮妻子梳好头，询问道：带哪个发钗？臧明月望了一眼镜中的自己，男人梳的真是越来越好了。咱定亲的时候，你送我的那根。姐夫姐姐，这位是齐思勇，齐兄。谢渊、江明宏只是一个眼神的接触，谢渊早已明白小舅子在想什么。见过先生，多谢先生前几日的搭救之恩，永嗣现在身无长物，囊空如洗，只能日后再报答先生了。医者父母心，既碰到了，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再就是举手之劳的事罢了，你不必放在心上。齐兄，咱们也算是有缘。再就是刚才你说的，红还有很多不解之处，想再向齐兄讨教一番。如果齐兄不嫌弃的话，可愿来我家中做客？哟，看来弟弟很喜欢这位齐永思呢。难道他和沈瑜一样，日后成就不凡？不过还真看不出来。齐永思犹豫几息之后，还是答应了下来。他受了谢渊天大的恩惠，自然想报答一二。2月底，春意渐浓。中了，少爷中了，第2名。弟弟恭喜啦，第2名呢。不错。谢谢姐夫阿姐。江明宏真的被惊喜到了，他以为自己会是第3名，没想到最终结果出来竟是第2名。第1名可是齐永思。对，第1名正是齐公子。第3名呢？徐湛。和他想的一样，我的同窗方寒可中了。方少爷在中上游之位，除了方少爷，奴才还看到了于少爷、李少爷。姐夫，看来大家都考得很不错呢。江明宏这一天过得可极其充实，先是和齐永思一起吃早饭庆祝，紧接着是回了私塾。
中午和大家一起来庆祝。到了晚间，姐夫亲自下厨为他做了2道菜，虽然大部分都被姐姐吃了，但江明红依旧是很开心。用过了晚饭，他又抓紧时间给爹娘写了一封信，随姐姐的信放在一起寄了出去。可以为4月份的府试做准备了。好。接下来的1个月你是怎么打算的？沈玉昨日已派人传来音讯，要我去京都。未来一段时间，我会和他一起温习。我已说服齐永思，他会随我一起，到时我们3人一起温习。谢渊颇为诧异地看了一眼江明红，天才都是骄傲的，齐永思也是如此。他竟能说服齐永思和他一起去京都，他只能夸句好本事啊！真不想逛逛。我可不想再出什么事儿。上一次碰到小姨一家的事情还历历在目，还是早些回家的好。年后仪仗可有派人来打听我们？京都姓谢的人不少，他排查一番后，将注意力放在了谢侯府。他以为你是谢侯府的人，他注定要失望了。谢渊点点头。要不要买只烤鸭带回去？好呀，如果能再买一点芝麻酱就更好了。而就在2人去买烤鸭之时，北罗胡同。阿娘，表姐和小菊也都已经大了，你和爹是怎么打算的？先不急，再等1-2年看。沈娇娘很清楚丈夫打的是什么主意，可以说这个贾江明月和小菊的事儿，她现在是都做不了主的。陈娟闻言很识趣地转移了话题。说来也巧，相公的私塾里有个和表弟同名同姓之人，这次参加县试。陈娟看着地上摔碎的茶杯，微微挑眉，不解地望向了母亲。同名同姓？对呀，对方也叫江明红。沈娇娘心猛地一跳，不由得抓紧了手中的帕子。宛平人？自然是宛平人，不然他也无法在宛平参加县试啊。沈娇娘闻言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松开了手中的帕子。哦，考得如何？甚是不错，县试第2名呢。那是不错。回去了，你向女婿多打听打听那位江明红的事儿，回头讲给我听。说到这儿，他顿了顿，又叮嘱一句：这事就不要告诉你爹了。陈娟闻言不由得紧蹙双眉，表弟已经死了，只是一位同名同姓的人罢了，母亲好像有点太过于伤心了。她总觉得爹娘近来好像有事在瞒着她。不过陈娟知道她已经是出嫁女，所以她很聪明的没有问。怎么了？没什么，就是突然不想吃了。也不知是什么缘故，江明月只是觉得今日的鸭腿有些油腻。不想吃就不吃了。谢渊说着，将搅拌好的炸酱面递给了江明月。还是相公做的好吃。谢渊看江明月食欲甚好，以为他只是挑食，并没有多想。哟，稀客呀，今日哪阵风将你给吹来了？最近一直都在温习，再加上明红参加县试有点忙。难道不是娶了媳妇的缘故？近来药堂生意可好？难为你还能想得起药堂。明日我准备进山采药，你可要随我一起？行，我将明月也带上，顺道进山玩玩。栾毅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然后好奇地问他：你媳妇肚子还没动静呢？动静？谢渊反应了一息，这才明白栾毅是什么意思。他轻轻地摇了摇头。来，我给你把脉。谢渊的脸瞬间就黑了。我身体好着呢，暂时我们还不打算要孩子，明月怕疼。就你深情，我对面开早食铺的老张的孙子今年也入了私塾了，他儿子比你还小2岁呢。你不急？不急，孩子早晚都会有的。我日后无论怎样都比你这个孤寡老头好。正想将人赶走，伙计跑了进来，低声道：周居士来了。周居士是谁呀？你帮我应付一下，就说我不在啊。谢渊看着一溜烟躲起来的栾毅，微微挑挑眉。有意思啊，这个栾毅竟没有干净利索的处理干净，而是躲起来了。你应是谢举人吧？不知居士是？我姓周，自年轻时就守了望门寡，当时不愿再嫁人，就在自家修了一个小祠堂，所以人称周居士。一会儿栾大夫要是来了，还劳烦你帮我转告一声，让他不用躲了。往后我不来了，但我不会放弃的。哟，这妇人不简单呀。不过也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让栾毅动心吧。出来吧，人已走了。刚才人家的话你可听到了？被谢渊一脸戏谑的盯着，栾毅脸上罕见的露出了一抹尴尬。说说这位周居士是怎么回事？也没什么。没什么，人家都找上门来了。我看这位周居士甚是执着，和以前那些人不同。唉，半个月前我上山采药，偶遇这位进山游玩的周居士。那时他被毒蛇咬伤，眼看再不施救就有性命之危。当时我并未想那么多，想着救人要紧。他伤到哪儿了？栾毅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指了指肩膀。周居士和之前的那些人可不同，你虽是救人心切，却毁了人家多年清修。不是我说你，你既然做了，就要把责任担起来，躲起来算是怎么回事？还是男人吗你？再说你多大，人家多大，你心里没点数？人家都不嫌弃你老牛吃嫩草，你反倒还扭扭捏捏推三阻四的，真是矫情。其实栾毅也知道谢渊这个狗东西平日里装模作样的时候看着挺像那么回事，但其实一旦情绪暴露，用词就不那么文雅了。你是知道我底细的。你什么底细？你姓栾名义，是谢家村人，底细清清白白的。这成吧，就算我底细清白，你刚才也说了，我都一把年纪了，娶一个比我年轻10几岁的算是怎么回事啊？别告诉我你会在意别人的流言蜚语。再则大10几岁咋了？旁边开酒楼的不比你大，人家前年不是照样纳小。再说有嫩草吃，谁吃老啊？只要俩人觉得好就行，什么嫩啊老的，人家嫩草愿意让你啃就行。你真不觉得我年岁有点大？现在还不明显，再过个10年20年的，我已7老80，他还年轻，我不想耽误他。你想的可真够长远的，活好当下即可。人生无常，谁也无法保证我们就一定能寿终正寝。难得遇到一个和自己眼缘的，别让自己的人生留有遗憾。不得不说，谢渊这一席话让栾毅豁然开朗。谢谢了。谢渊看他想开了，微微一笑。不客气，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到时候尽管说。放心，我是不会给你客气的。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儿，没想到栾伯父老了，还有这样的缘分。是啊，他前半生过得太苦，我希望他后半生能幸福。能不能和我说说栾伯父的事？栾伯父本不姓栾，而是姓伯，出生在医学世家。怪不得栾伯父医术这么好呢。到了他父亲那一代，伯家出了2位医学天才，一位是他的父亲，还有一位是他的大伯。2人常常以奇招怪法治病救人，很快就成为了当地赫赫有名的存在，被人誉为神医。因为这响亮的名头，引来很多求医之人，这其中不乏一些权贵。当年楚侯爷的小儿子得了一种怪病，楚侯爷接连请了好几位太医，都声称楚小公子得的乃是一种绝症，治不好。楚侯爷自不愿意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时他的亲信告诉他，闽州有2位郎中被当地人视为神医，说不定可以救小公子的命。楚侯爷半信半疑地将栾伯父的大伯请到了京都。然后呢？伯神医可治好了楚小公子的病了？治好了，因此他得到了楚侯爷的赏识，被楚侯爷留在了京都，甚至还在京都为他开了一家医馆。一时间他的名声大噪，登门求医的人络绎不绝的，甚至还被先皇召见过几次。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京都的人只知伯神医，而不识其他大夫。久负盛名可不是什么好事。他这样说可以说是断了别人的活路了。是啊，那时候太医院的人已对伯神医有了看法。当时性格温和的郑太医曾特意找过伯神医，大意就是让他给其他大夫一条活路，达成共识，这样对大家都好。这倒是实话。伯神医没有同意吗？谢渊点点头，继续给他讲。伯神医自命清高，将郑太医臭骂了一顿，说太医院的人都是庸医，不配当个大夫等等。他这一行为算是彻底惹怒了太医院的人。从那开始，两方是时常赌斗医术。闽南这边，栾伯父的父亲看哥哥久居京都，一直没回，放心不下，从闽南来到京都，知道了哥哥和太医院的事情后，劝伯神医和太医院的人道歉，并和他回闽南，说他再这样下去，早晚会给伯家招祸。只可惜那时的伯大伯早已被功名利禄迷住了眼睛，并未听弟弟的劝告。兄弟2人为此还大吵了一架。栾伯父的父亲一气之下回到闽南，立刻给栾伯父改姓，将他逐出了家门，同时就遣散了伯家的大部分人。栾伯父的父亲还真有先见之明。是啊，栾伯父的父亲是个很睿智的人，
他希望能用这样的方式为薄家留下一点血脉。所以薄家最后出事了。将栾伯父逐出薄家的第5年，薄神医和太医院的人再次斗医术时，因自持过高，间接害死了端王爷的女儿。端王爷，他是婉仪和圣上的弟弟，虽不是一母同胎，但因自幼养在先太后膝下的缘故，3人感情甚好。先皇登基那年，曾遇到过一次自杀，当时站在他身边的端王舍身救下了先皇，最后他虽活了下来，但身体却垮了，一生只有这么一个女儿，自是疼爱。可现在唯一的女儿却因为薄神医死了，端王爷大怒之下，将薄神医打入了天牢，随后撑着病体进了宫。端王本想请旨诛薄家9族，恰逢那时我师父在宫中，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拦下了端王。诛9族的圣旨改为了薄家所有男丁发配到边疆苦寒之地服役，且3代不得行医，薄神医秋后问斩，这才平息住端王的怒火。后来呢？栾伯父怎会来京都的？薄神医在牢里的那段时间，不忍自己一生所学就这样随着自己长埋地下，临死之前写了一本医书，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并留下一封信，说是愧对薄家列祖列宗，希望日后薄家后人能够进京取走医书。哦，原来这就是栾伯父进京的原因。那他拿到医书了吗？拿到了，不过医书的事却因此泄露了出去，栾伯父差点为此丢掉了性命。机缘巧合之下，是我救了他。原来你们是这么认识的啊！当初为了帮他摆脱追凶，我将他落户到了我们村。那时村中正好有一姓栾的孤寡老人，我们答应会帮他养老送终，他就这样认下了栾伯父，说栾伯父是他失散多年的弟弟，如此我帮着栾伯父重新上了户籍。此事可有隐患？没有，那位姓栾的孤寡老人前些年已死了，栾伯父现在的底细再清白不过。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西渊笑着亲了亲媳妇儿，这点你不早就知道了？你是江明宏？正是小子。这封信是你写的？是小子。我平生最不喜别人骗我。信中句句属实。他当真还活着？还请道长稍等片刻。他回屋拿出了从素娘那里要来的帕子，重新回到正堂递给了长生。长生接过帕子仔细瞧了一番之后收了起来。他在哪儿？没有征得他的同意之前，我不能告诉你。长生闻言，双眼中的神采慢慢的暗淡下来，过了片刻这才问：他现在可好？素姨很好，天天开开心心的，你不必为他担心。还希望道长不要做傻事。活着的长生比死了的长生对他更有用，他很清楚长生在上清观的地位有多么的高。你知道我想做什么？猜到了，道长在沧州待了2年，不就是想弄清楚素姨到底是病逝还是被人所害？他怎么知道自己这2年都在沧州，又怎么知道自己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再就是我知道你和素姨的过往，不知道她的死讯也就罢了，知道了你是一定会前往沧州祭拜的。即便他那么伤他都不愿意报仇。听长生语气里透着一股愤怒悲伤，江明宏心中悠悠地叹了口气。也许这就是姐夫不喜欢素娘的原因。不过为了避免长生气愤之下做傻事，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时间飞逝，转眼就是半个月。3月21，枣莲胡同。怎么了？来，我给你把把脉。谢渊压下了心中翻涌的情绪，声音低沉而又温和，唯恐惊到他。夫人，你癸水是不是没有来？听过这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江明月掰着手指头算了算，倏地一下睁开双眼，猛地站起来，几步往男人身前走。别急，慢点走，小心不要摔着。相公，我癸水1个半月没来了，我是不是有了？你快帮我把把脉吧。好好。谢渊小心翼翼地扶着妻子进了正堂，院中的苹果几人对视一眼，欢喜地笑了起来。正堂内，江明月看1炷香过去了，男人还在为他把脉，不由得眉头紧蹙。不是，我把不出来，咱们去医馆。现在栾伯父说不定已经休息了，明日再去也不晚呢。他还没有休息。即便休息了，他也会将他叫醒。马车内，江明月坐在男人的怀里，低头看着自己平坦的小腹，他有些愣，
又有些迷茫，还有点莫名的期待和开心。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我还没有吃饱。谢渊这才后知后觉，晚饭他们刚吃了一半就跑了出来，确实是他考虑不周了。等栾伯父把了脉，我带你下馆子，想吃什么？酸辣面，再配上一盘糯米莲藕就更好了。好。说起来，妻子这段时间食欲比之前确实好了很多，一副总是吃不饱的样子。他还真是蠢呢，竟直到现在才反应过来。在想什么？在想你近来很容易疲劳，闻不得刺鼻的味道，不爱吃油腻的，喜欢吃清淡一点的饭菜。这一切的种种，明明已表现得很明显，我竟一直都没有观察到。听到丈夫语气里带着些许自责，我癸水没来，我都没反应过来呢，更何况是你了。我们都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没有经验，下次就好了。谢渊轻轻地了一声，大手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妻子肚子上。虽然还没有让栾毅把脉，但他已经可以肯定，这里面正孕育着一个小生命，是他和明月的骨肉。这种感觉甚是奇妙。前3个月要多休息，不能累着，往后都不许做衣裳了，知道吗？你还得禁欲。突然觉得孩子也没那么香了。秀爷，哎，快进来吧。周秀娘主动拉住了江明月的手，二人之前已经见过3次，对彼此都不陌生。因为栾毅的缘故，她是完全把江明月当成小辈在看。周秀娘虽然守寡多年，但性格开朗又乐观，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她和栾毅的亲事已经定了下来，5月初6的正日子。二人到了这个岁数，自是怎么舒服怎么来，所以周秀娘现在都是天天做好了饭，提到医馆，随着栾毅一起吃。你们这时候来，可是出了什么事儿啊？来请你给明月把把脉。栾毅闻言瞬间慎重了起来。你媳妇咋了？她今儿个害喜，吃不得油腻的东西，想让你看看是不是需要开点药调一调。确定这不是来臭显摆的？谢渊跟我学了那么久的医术，还不知这种情况根本无需吃药。不过想到他这么大年纪才做爹，也怪不容易的，栾毅还是没有说其他的。身体挺健康的，平日要多休息，不要劳累即可，不用吃药。江明月闻言欢喜地望向了谢渊。相公，咱们要做爹娘了呢。此时的谢渊已经完全冷静了下来，想到他和妻子的孩子很快就会出生，只觉得身上的担子瞬间重了许多。确诊了也就没有待下去的必要了，毕竟妻子还饿着肚子呢。伯父伯母，我们改日再来看你们。成，改日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谢渊点点头，扶着妻子离开医馆，带着妻子去吃了酸辣面和糯米莲藕，这才回家。相公，我们有孩子了，你开心吗？开心，我很开心。明月，谢谢你。谢谢你让我这般的开心。我也很开心呢。你猜是男娃子还是女娃子？你喜欢男娃还是女娃？只要是咱们的孩子我都喜欢。我希望这一胎是个女儿。都说女儿是爹娘的小棉袄，到时候我教她穿衣打扮，女工之类的，你来教她读书，为人处事的道理，可好？谢渊轻轻地嗯了一声。这一晚上，夫妻二人天马行空聊了许久，将他们孩子的一生都安排好了。直到江明月犯困，这二人才止住了话题休息。第二天，二人原本去京都的行程，因为有喜的事情就这样取消了。而从这天开始，江明月开始了磨人的孕吐生活，不吃饭，吃了就吐，而且对吃的特别挑剔，饭菜不合口也吐，然后就是整餐都吃不下。谢渊看他这样，又是心疼又是担忧，但他也知道孕吐是正常不过的反应，还没有办法调。他能做的就是和素娘商量，今日做什么菜，明日吃什么，就是为了能让他尽可能的吃进去一些东西。谢渊照顾妻子之余，还不忘记给岳父岳母写信，将这一好消息传递给他们。他相信，等他们收到信时，一定会像他一样的开心。
爹，你今日休沐啊？快进来。女婿怎没随你一起来呀？四叔那边走不开，他就没有过来。屋内听到动静的沈娇娘走了出来，陈富贵留着母女二人说话，出门买肉去了。而沈娇娘和女儿说了一会儿闲话之后，她问道：“你可向女婿打听那位江明红的事了？”买完肉回来的陈富贵听到这话，突然就停下了脚步，悄悄地往床边走了过来。打听了，说来还真巧，江明红也有一位姐姐，和表姐的名字一模一样。陈富贵脸色微微一变，提着肉就进了屋子。沈娇娘望着推门而进的人，眼中飞快地闪过了一抹慌乱，双手紧握手帕，然后又松开。娟儿，你刚才说什么？沈娇娘一把抓住了女儿的手，冲她小幅度地摇了摇头。陈娟看看母亲，又看看父亲，不由得紧蹙眉头。而妻子的小动作，陈富贵尽收眼底。他深吸了一口气，压下了翻涌的情绪，看着女儿，用自己最温和的声音道：“告诉阿爹，到底是怎回事？这关乎着咱们一家的存亡。”陈娟一听这么严重，哪里还敢隐瞒呢？当即将自己打听到的事情给阿爹说了一番。世间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陈富贵可以肯定地说，落户在宛平的江明月姐弟就是姜文的一双儿女。可既然他们已经来到了宛平，为何不来投奔他，也从未和他传过音信呢？娟儿，不要忘记你的身份，你现在是林氏，你爹爹的话你不可全信。当初虽艰难，但也没有到他说的那一步。你可明白我的意思？家里的事你只当不知，往后跟着女婿好好的过日子，无事就不要过来了。娘，别担心，我们不会有事的。时候不早了，快回去吧，省得女婿担心。沈娇娘望着离开的女儿，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这才回家。娟儿走了。娟儿怀着身孕，你不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她。娟儿万一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向女婿交代？咱们的女儿不是傻子，即便咱们不说，你以为能瞒得住她？江明红的事，你之前为何不告诉我？之前我还不敢确定，只以为是同名同姓之人。再则，他们现在是宛平人，对咱们没有任何的妨碍。咱们的日子刚太平一些，我不想你再忧思多虑。如果他默默无闻，自然不会妨碍到咱们。可是他现在参加了科举，一旦榜上有名，京都皆知，咱们就危险了。沈娇娘闻言，心头猛地一跳，双眼死死地盯着陈富贵。你想做什么？什么时辰了？辰时出。少顷，帮妻子梳头的时候，他温声道：“早饭过后，我需要回一趟宛平。可是有什么事情？再带一些书来。再就是齐永思的身体有些弱，需要调理。之前给素娘配的药，他也快吃完了，去抓一些药来。哦，需不需要我陪你一同回？不用，我中午就回来了，倒是陪你们一起吃午饭。江明月轻轻地点了点头。四人用过了早饭，江明红、齐永思回到了书房。胡同外面，谢渊看着妻子温声道：“既出来了，不妨逛逛再回去。”他天天这样待在家里，谢渊很担心他会无聊会闷。江明月双眼先是一亮，紧接着又摸向了自己肚子，问道：“可以吗？”谢渊从怀中掏出了药囊：“可以带上这个。”“谢谢相公。”“别逛太久哦。”“相公快走吧，我等你回来吃午饭。”谢渊点点头，上了马车。江明月看人走远了，然后就带着苹果在街上闲逛起来。轩叔，这时候来可是有什么事？按照少爷的吩咐，我一直都在派人暗中监视陈富贵。昨日里监视他的小乞丐告诉我，清晨陈富贵偷偷跑去了贡院。他在榜单前站了许久，巧的是这段时间陈娟已回京3次。江明红的眼中暗芒一闪，看来他也知道了我和姐姐的存在。少爷，咱们要早做防范才行啊。江明红沉思片刻之后，对江平低语了起来：“少爷，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咱们可能被人跟踪了。”江明月闻言，心中微微一凛：“确定吗？”“8九不离10。夫人，你先走，我去引开他。”“好，你小心点。”江明月很清楚，以他现在的情况，留下来只会拖累苹果。慢点儿。
你怎么来了？咱们先回家。路上，他将被人跟踪的事情告诉了弟弟。闲逛期间，你们可有遇到什么人？我也不知。江明红扶着姐姐走进了正堂。苹果应对这种事也有经验，姐姐放宽心，他们想必一会儿就回来了。我感觉京都这地方有点克我，只要出门了，总会遇到不好的事情。你就不要自个吓自个了。不过姐姐近来害气严重，的确不适合出门，这段时间就好好待在家中养胎，等胎位坐稳了，不害喜了，我和姐夫再陪你好好的逛逛。就在江明月等得有点着急之时，院门突然响了，紧接着赵山苹果走了进来。没事吧？如果不是想调查是谁跟踪咱们的，我早就回来了。可调查出来了，跟踪咱们的是天仙楼的伙计。江明红是知道天仙楼的，这是京都很有名的首饰铺子，也知道天仙楼的东家名唤梁光，乃是二皇子的人，是个很懂得琢磨上意之人。难道二皇子见过了姐姐？想到这种可能，江明红心中猛地一跳。你们怎么会去天仙楼？我和苹果逛街的时候，有一小孩。江明红知道有一小孩撞到了姐姐，吓了一跳，关切地看着她。身体可有不适的地方？无事。一会儿姐夫回来了，让他给你把把脉。江明也知道不把脉弟弟是不会安心的，他答应了下来。你们在天仙楼中可有遇到什么人？我们买了首饰就出来了，并没有遇到什么特殊的人。难道是我想多了？想来也是，二皇子可是个大忙人，见他现在和大皇子斗得不可开交，想来不会去天仙楼。在这世上怎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姐姐出门一趟就能遇到二皇子。我知道了，安全起见，后天你们就不要去天仙楼了，到时我和姐夫去取金钗。好。到中午的时候，谢渊带着2箱书外加一些药草回到了青石胡同。我回来了。抱抱。正合他意，谢渊伸手就把媳妇抱进怀里，抱着她香鲜软软的身体，闻着那清新淡雅的幽香，他心中无比的满足。谢渊抱着妻子走到床榻边坐下，温声道：我给你把把脉。怎突然想给我把脉了？可是小红跟你说了些什么？清晨逛街都发生了何事啊？其实江明红什么都没说，只是让他给明月把把脉。相公，我把你送我的金钗弄坏了。没有关系，回头我再给你买。相公，你真好。谢渊看他缩在怀中，像没骨头似的人，低头轻轻地亲亲他的薄唇。还有吗？江明月像倒豆子似的，将天仙楼的伙计跟踪他们的事情仔细给谢渊说了一番。无缘无故，天仙楼的伙计怎么会跟踪妻子呢？我以后都不出门了，即便出去，要跟你们一起了，太不安全了。别怕，有我们呢。不过近来你孕吐得厉害，待在家里好好养胎也可。等胎位坐稳了，我再带你出去逛。江明月乖乖地嗯了一声，他发现他真是越来越喜欢黏着谢渊了。上午的事你可都知道了？姐姐也给我说了，咱们要不要查一查天仙楼？是要查一查。你好好温习，这事儿你就不必插手，我心中已有计较。天仙楼的东家姓梁名光，是二皇子的人，很得他的器重。听江明红这么说，谢渊有些诧异，这些消息他是从何得知？江明红虽然觉得不可能是因为二皇子，但是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提醒了姐夫一句。这些年梁光为二皇子献了不少美人，他深知二皇子的喜爱。谢渊眯起了双眼。我知道了。早上姐夫离开不久，平叔就来了。可是有什么事？陈富贵已知道了我和姐姐的存在。从何处得知？陈娟，因为假江明月的事，他或许会找上门来，或许会对我出手。我将周斌派到你身边保护你。江明红并没有推辞，于根的武艺虽好，但脑子没有周斌活，有周斌跟着他出门会更安全一些。姐夫这里，我还有赵山呢。二人商量妥当，一并进了书房。怎么不认识了？是谁家风神去朗的儒雅小相公？说着就对男人的薄唇亲了亲。好看。江明月额头抵住他的额头，鼻子轻轻地蹭了蹭他。好看，好看到我都不想放你出门了，太不安全了。那我就不出门了。江明月闻言笑得眉眼弯弯。二人在卧室里腻歪了一会儿，差点擦枪走火。江明月看天都快黑了，这才松开了谢渊。快去吧，我等你回来吃饭。好。谢渊说着亲了亲媳妇儿，这才离开。贵客临门，我天仙楼真是蓬荜生辉呀。你是？我是天仙楼的东家。哦，
原来是梁东家。梁光微微的一惊，这人是什么来头？竟知道？贱名竟入了公子之耳，实在是小民的荣幸啊！不知公子如何称呼？我姓谢，在家排行7。梁光回想了一番京都有头有脸的权贵，难道是谢侯府的人？原来是谢七爷呀！不知谢七爷今日来天仙楼想买点什么？前天我夫人的钗坏了，我准备再给她买一支钗。哦，谢七爷请随我来。谢渊看着梁光拿出来的几个钗子，就知道他又在试探他。他伸手在梁光的注视下选了一根最贵的。七爷眼光真好，这支钗是师傅刚做出来的，只此一个，贵价240两。我给七爷打个折，七爷只需给100两即可。希望您往后能多光顾一下小子的店。我还需取一根钗，这是票据。本来我夫人准备今日来取，顺便再逛一逛。不过近来京都实在不太平，我怕她再受到惊吓，就没让她出来。我看这里的治安真的要管一管了。梁东家以为呢？谢渊话语虽然依旧温和，甚至连脸色都没变，但梁光的背上却是沁出了一层冷汗。这谢七应该是知道自己派人跟踪他夫人的事了，此事一个处理不好，恐怕会招惹祸端的。我看这里的治安真的要管一管了。梁东家以为呢？您说的不错，这治安的确要管一管了。我想往后这条街上应会太平许多。他亲自从掌柜的手中接过已经补好的金钗，将2根钗子双手递给了谢渊道：令夫人在我们这条街上受了惊，实在是我天仙楼的罪过。这钗就当是我天仙楼的一点心意，送给夫人压压惊。谢渊看着递过来的钗子，故意等了一会儿，看梁光逐渐忐忑起来，这才接过来。怪不得大家都说梁东家会做生意，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天仙楼这份心意，我就代我夫人收下了，替我给你主子带声好。一句话让梁光脸色大变，他抬头望着离开的人，心中是又惊又怕。此时的他只觉得有些庆幸之前的事情了结了，要不然即便主子想保下他，恐怕往后也不会再重用他。至于宋美人巩固富贵的想法，瞬间被他掐灭了。拿回来了吗？谢渊掏出锦盒递给了妻子。你给我买的？天仙楼的人送的。你还真将他们吓唬住了？怎么能说是吓唬？我这个样子不像是贵人吗？不是像，我相信相公以后一定会成为贵人的。为了你这句话，我也要努力才行。5月初，陈富贵随着同僚走进了一家酒馆。半个时辰之后，江平看着醉醺醺走出来的2人，对身边的人说：去吧。那妇人点点头，朝陈富贵走了过去。第2天，陈富贵头痛欲裂的醒来。爷，你醒了？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想喝果茶了。谢渊抬手温柔地理理妻子的乌发。一会儿回家了就给你做。2人说话之时，谢渊看着栾毅忙完了。后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这2日正是忙的时候，你怎还没有关铺门？我原本的打算呢是下午关门，之前我和秀娘商量过了，并不打算大办，所以倒也不算太忙。客人咱们可以少请一点，但又热热闹闹的办喜事儿。栾伯父，就按照相公说的做吧，人生大事不要让自己留遗憾。再则，秀婶婶身份特殊，必须要大办。栾毅想到周秀娘，犹豫了片刻之后还是同意了。他不想让她受委屈。喜服、花轿、喜事班子、做菜师傅这些你可都找好了？喜服、花轿、做菜师傅我都已经找到了，喜事班子呢原先并不打算请，所以就没找。再就是我还没有想好邀请哪些客人，迎亲之人也还没找。谢渊闻言和栾毅商讨起来。江明月喝着茶听2人商讨完，知道接下来谢渊、栾毅都有的忙。我先回家了，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栾伯父这边你多上点心啊，将事情帮着他办好。好，我恐会很晚才能回，你不必等我，累了就早些休息。谢渊亲自将媳妇儿送出了药铺，扶着她上了马车，叮嘱了周斌几句。看着马车行远了，他转回身来：咱们分头行动吧，我先回村请几个人来。成。再说枣林胡同，陈娟不知不觉就走到了这里，望着谢家，他停下了脚步。夫人，小心点儿。苹果轻轻地拍了拍主子后背。夫人，可舒服一些了。
咱们回家吧。陈娟望着离开的二人，想到了父亲的叮嘱，最终还是开了口：“谢夫人，原来是林夫人呢。你认识我？”“嗯，我曾参加过你和林秀才的喜宴，也曾和闹洞房的人一起进过新房。”原来表姐早就见过他了。那他们姐弟既然已经来到了宛平，为何一直没有去他家拜访呢？想到爹爹做的事情以及母亲的提醒，陈娟再次陷入两难的境地。陈娟有太多的话想要问江明月，可是话到了嘴边，她又咽了回去。林夫人是途经这里，还是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呢？我是来拜见谢夫人的。相公时常在我面前提起谢举人，说举人老爷帮助他良多，我们夫妻二人都十分的感激你们。我早些时候就想来拜见谢夫人了，只不过之前家里忙，我身体又有些不适，一直都没能抽出时间来，也就拖到了今日。一个人有没有在说谎，江明月还是能看得出来的。如果陈娟是专程来拜见他的，出于最基本的礼数，又怎么可能会空手而来呢？江明月猜他来扫林胡同应该是临时做的决定。林夫人不必如此客气，相公与林秀才同是寒门子弟，又在同一个私塾共事那么久，理应相互帮助。林夫人，咱们家里说话。林婶，小菊近来可好？劳你记挂，我婆婆小妹都很好。陈娟放下茶，想起背篓里卖剩下的还有一些豌豆糕，拿出来递给了江明月。自家做的，还望你不要嫌弃啊。林婶做的豌豆糕乃是一绝，我最是喜欢，又怎会嫌弃？林婶近来可有摆摊？婆婆眼神不好，我和相公都不愿意她再操劳，就没有再让她摆摊了。不过早前我已经跟着婆婆学会怎么做豌豆糕了，近来都是我一直在摆摊。二人闲谈的时候，陈娟细细打量了一番表姐，她自认为自己长得不算差，在柳岗胡同附近也是数得着的标致人，可是与表姐比起来，她是自愧不如的。恐怕也只有像表姐这样的人才能得到举人老爷的垂爱。敏感如江明月第一时间就察觉到陈娟在打量她，她只当不知道。听我婆婆说，谢夫人是江南人士，因家里落了难，特来宛平投奔亲人呢。如果说江明月之前还只是猜测，那她现在已经可以确定，陈娟应该已经知道她身份了。江明月轻轻地点点头。那你可有找到亲人？我婆婆相公都是土生土长的宛平人，这乡里乡亲的就没有他们不认识的。也许我们可以帮助夫人找到亲人。林夫人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不用了。为何啊？我爹娘犯的事情有些大，我并不想拖累他们。陈娟闻言微微的一愣，竟是这种原因，所以表姐才没有投奔他们吗？一刻钟之后，陈娟告别了江明月，离开了枣林胡同。他就是已经知道了夫人和少爷的身份了吗？8九不离10。那咱们是不是尽快将这个消息告诉爷和少爷呢？晚间相公回来了，我给他说说，看他怎么说。可是吵醒你了？没有，今日姨丈的女儿陈娟来了，她应已知道了我的身份。此事我和明慧已经知道了。你已经知道了？喜渊将事情简单给妻子说了一番。江平进京后一直都在监视陈富贵，他可会对咱们不利？我和小弟也有对应之法，别怕。很晚了，睡吧，一切都有我们的。明月闻言，整个人放松下来，乖乖地闭上了眼睛。一会儿过后，喜渊看妻子睡着了，轻轻地亲了一下她额头，陷入了沉思之中。解决陈富贵对他们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现在留着他比解决他对他们更加有用，就看他识不识趣了。林家村，饿了吧？给你留了包子。辛苦娘子了。今日我去县里碰到谢夫人了，还和她闲聊了一会儿。谢夫人人真好，一点架子也没有。不知谢举人是不是也是如此啊？谢举人外冷心热，他还在私塾教书时指点了我许多，那段时间我受益良多。只可惜要参加今年的会试，他已不在私塾教学了，不然有他的指点，3年后乡试我必将榜上有名。谢举人才学那么好啊？谢渊是我此生最为敬仰之人，也是我辈寒门学子的楷模。林寒生简单的把谢渊的事情给妻子说了一番。如此说来，谢举人还是位天才。不错，他不仅天赋出众，还极刻苦。那岂不是说今年的会试他一定会中榜？别人我不敢肯定，但他一定是10拿9准的事。
陈娟听了丈夫的一席话，心思瞬间活络起来。第二天，谢渊陪着媳妇一同用过早饭，亲自给她熬了一些果茶，这才出门。与此同时，陈娟离开了宛平，回到了京都。不是说让你跟着女婿好好的过日子，以后都不要来了吗？娘，昨日里我见到表姐了。啊，她可知道你的身份？陈娟轻轻地摇了摇头。你表姐是个什么样的人？表姐是一个很温柔、很漂亮的人，我们相谈甚欢。期间我还试探性地问她可有找到亲人。她是怎么说的？她说她不愿意找，说大姨他们犯的事情有点大，怕连累咱们。沈娇娘闻言，心里只觉得很是好笑，真是难为了丈夫想了那么多理由，自己心思多，就把别人想的和她一样多。娘，你要不要见一见表姐啊？沈娇娘虽然很想见一见这位从未蒙面的外甥女，但是犹豫片刻之后还是拒绝了，她没脸见他们。娘，我想认下表姐，和父亲无关，是因为……她当即将谢渊的事情给母亲说了一番。臂膀上有名，相公是这样说的。你和女婿单独认下这门亲事，如果你表姐问起我们，你就说我和你爹都被人监视了，不便和他相认。再就是你不要主动跑去相认，让女婿先试探一下他们的态度。等着急了吧？客人都走了，还有几个都是栾叔的朋友，他足以应付。江明月看男人摩挲自己脸，眼中都是深情，双眼环视了一眼四周，看四下无人，小小声地说：“要不要亲亲啊？”谢渊目光瞬间幽深了一些，头低头吻了下来。可有熏到你？谢渊虽是早有准备，但是也喝了不少酒。江明月轻轻地摇摇头，看着男人近在咫尺的薄唇，主动踮起脚尖又亲了亲他。谢渊的呼吸瞬间急促了一下。咱们先回家吧，回家再好好的亲。谢渊伸手牵媳妇的手时，这才发现他手里还拿着一个油纸包。是什么？是南瓜糕，我特意给你带的。想着你要陪客，应该没有吃多少东西的，要不要尝尝？谢渊心中慢慢的涌起了一股暖流。是不是很好吃？你可喜欢？喜欢啊，我席间吃了3块呢。还吃了些什么？周末鸡蛋豆腐和银耳南瓜小圆子。可吃好了？谢渊将这2道菜记在了心间。吃好了，而且今天宝宝特别的乖，都没有闹腾我。谢渊闻言，将手轻轻地放在了妻子小腹上，温声夸奖了孩子几句。相公，你以后一定会是个很好的父亲的。你也是，你会是个温柔又耐心十足的母亲。翌日，天刚灰蒙蒙的亮，谢渊已经起了床，正欲去洗澡，陈荣走了过来，低声对他耳语几句。林寒山来了。想到陈娟之前来扫灵胡同的事，谢渊微微地挑了挑眉。他们是想认下这门亲事。这陈家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只可惜了林寒山呢。我知道了，暂不用理会。陈大人，咱们聊聊。陈富贵看着面前的人，心虚的同时又有些头疼。不过人已经找上门来，再躲是躲不过去了。可陈某玷污了娘子清白，罪该万死，还望娘子恕罪。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愿意为娘子办2件事。了解之前的事，娘子意下如何？我不需要陈大人为我做什么事，我只需陈大人不是了就多来陪陪我。陈某已有家室，且和夫人伉俪情深，还望娘子不要为难陈某。伉俪情深？陈大人那日的表现可不是这样告诉我的哦。那是因为陈某喝酒了。你要是真喝醉了，就不会那般凶猛了。奴家直到今日才养好身体，不过我喜欢。我观娘子是个聪明人，应该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娘子若再纠缠，对咱们都不好。哎呀，我好怕呀！陈大人，这是在威胁我吗？此时的他有些后悔了，应该调查清楚他底细再来的。怎么能是威胁呢？而是劝告。我这个人呢，最不喜欢听的就是劝告。当然我也不是吓唬大的，陈大人如果是6品5品，奴家说不定真的会怕。听说陈大人近来和大皇子的人来往甚是频繁，不知你们平日里都聊了些什么呢？我家二皇子甚是感兴趣呢。他竟是二皇子的人。
江明红听了江平的禀告，心情颇好，夸奖了一句：“不错。”今世他要让陈富贵家破人亡。都是少爷指点有方的缘故。江平也没想到陈富贵看着那么精明的一个人，竟就这样上钩了。接下来就让柳如花多去见见小安子，绝对不能让陈富贵起疑心。是。江明红送走江平，唇角轻勾进了书房。袭人抬头瞥了一眼心情很不错的小舅子，看来他背着他们做的事儿有了进展呢。看江明红在齐永思身边坐了下来，袭人随之看了一眼齐永思。之前他以为齐永思祖上应该是出过读书人，只不过现在落魄了。可是这一次回宛平询问过老族长，知道了齐家村的事情，这位少年郎的身世恐怕不简单呐。袭人收回了视线，抬头就见素娘挎着篮子又出了门。他家里的这些人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呀。怎么了？你是我林家父，以后无事就不要回京都了。林寒山并不是优柔寡断之人，做出决定之后第一时间就将自己态度摆了出来。这好好的，你怎么这么说呀？可是发生了什么事吗？林寒山看妻子这样，就知道他应该早已知道，说不失望那是假的。我都知道了，岳父做的那些事我都知道了。你如果还认自己是林家父，还愿做我的妻子，就听我的，以后不可再回京。林寒山看着泪流满面的妻子，叹息了一声，起身将她抱进了怀里。虚实半，当谢渊回到他的卧室的时候，看了一眼斜靠在床榻上的小妻子。怎还未睡啊？咱们的孩子说爹爹没回来，睡不着。爹爹回来了，宝宝早些睡吧。宝宝睡着了，还跟爹爹说了晚安呢。谢渊脑海之中突然浮现出一个奶娃娃，奶声奶气和他说晚安。这个场景让他眼神里慢慢的多出了些许的慈爱的光芒。相公，素衣近来频频出门，我有些不放心，咱们是不是派个人暗中保护他呢？不用，在京都他只要不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不会有危险。江明月听了这话也知道了，这个家里恐怕没有谢渊不知道的事情。今日素衣请假，特意去了一趟上清关，不知是故地重游还是见什么人去了。这媳妇儿是套他话呢？都有。看着妻子睁着一双大的桃花眼，一副你快说的表情，谢渊指了指自己嘴唇。江明月心领神会，仰头亲了亲他的薄唇。谢渊满意了，这才开口。上清观中有一位名唤长生的道长，他和素娘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感情极深厚。素娘今日去上清观，应该就是为了见他。哦，也不知他见到没有？没有。你怎知？长生道长可不是普通的道长，他乃是观主的小师弟，在上清观的地位极高，且平日深居简出的，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见到的。明日就进入6月了，这段时间明红、齐永思也辛苦了，我打算明日让他们休息一天歇一歇，你觉得如何？可以啊。他双手捧住两人的脸，吧唧一下亲了一口。不光他们辛苦，相公也辛苦了。明日我带你去大相国寺游玩可好？好呀，相公真好。北罗胡同，沈娇娘进来则是有些不安了。娟儿已经大半个月没来了，按理说无论她有没有和明月相认，都该过来和她说一声才是啊。现在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沈娇娘越想越有点坐不住。宛平距离京都并不远，她打算去林家村看一看女儿，只有亲眼瞧过她才能安心。黄昏，怎么了？我听小菊说你不舒服，可找大夫看过了。他们都知道了。什么都知道了？你做的事他们都知道了。陈富贵的心中咯噔一声。谁都知道了？女婿明月、明红他们都知道了。陈富贵有了片刻的慌乱。江明月二人既然已经知道，那姜文应该也知道了，可他为何还要配合自己呢？江明月二人为何没有拆穿他呢？这一瞬间他想了很多很多。知道就知道了。你就不觉得羞愧？你可知女婿再也不许娟儿登门，而明红和明月的夫婿都是极有前途之人。趁着现在还没有酿成大错，我们去见明月、明红，将事情的始末告诉他们，他们都是好孩子，一定会原谅咱们的。你罢手吧。娇娘，你可知上船容易下船难？我走到今日这一步，
已无法再回头罢手，只能将错就错下去，不然咱们一家人都得死。这些他又岂会不知，只是抱着一丝侥幸罢了。娟儿那边你不必担心，我会和女婿聊聊，绝对不会让他欺负娟儿。明月明红那边呢？我不会伤害他们，且会抽空和他们见上一面。为了他们和咱们的安全，江明红以后不可再入京。如果明红不同意呢？他们会同意的。沈娇娘看着一脸冷漠的丈夫，第一次觉得他是如此的陌生。你变了。人都是会变的，况且我也是为了我们的这个小家。你当真是为了我们？沈娇娘双眼死死地盯着陈富贵。你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你应该心知肚明。这一晚，二人再次闹得不欢而散。和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次的陈富贵摔门而出，彻夜未归。夫人，生辰快乐！我希望以后的每一年，我都能为你庆祝生辰，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谢谢相公。姐，生日快乐！姐姐，祝你生日快乐！江明红二人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递给他。谢谢弟弟，谢谢永嗣弟弟。江明月收好了礼物，举起果茶，看着三人。咱们碰一杯，谢谢你们让我如此的幸福。我感觉胃口似乎好了很多，可能明天就不会再害血了。今天不说明天的话，明天再看。你就不能盼我好呀？谢渊低头亲了亲妻子的嘴唇。如果我盼你好有用，我肯定天天盼你好。那样的话，他也不至于难受到现在。以前的衣裳越穿越宽松，两只手腕也是越来越细，他看在眼里，心里不知有多么的心疼。我要是不害喜，你也就不用像现在这样天天费心了。为了能让他多吃一口饭，希渊这些日子没少费心思，这些江明月都看在眼里。你怎么会这么想？我费心思也不光是因为你和孩子要吃，我也要吃呀。别想那么多，知道吗？很晚了，洗漱休息吧。好。你给我准备什么啦？明月很是好奇，谢渊顺手把锦盒塞进了枕头底下，抬起妻子的下巴，轻轻地亲了一下她粉唇。你讨好讨好我，我就告诉你。相公想让我怎么讨好你啊？说完也不等谢渊回答，凑在他嘴唇上亲了一口。相公，这样可以吗？谢渊可没有忍住，回吻了过去。他的吻温柔而又缠绵，情动之时，江明月恨不得将自己嵌入他怀里，贪婪地吸取着属于他的气息。妻子这样的主动对谢渊来说简直是无法抵抗的诱惑，情丝逐渐交缠在了一起，二人的气息也逐渐急促而渐重。相公，明月，3个月后就可以了。明月，明月，相公。醒来天已大亮，谢渊已经不在身旁了。知道他应该是陪着弟弟和戚永嗣在读书，江明月在床上又躺了好一会儿，这才起床。我交代你的事有进展了。青年点点头，与他身边低语了几句。不错，院士是初8，今日已是初3，他们紧绷了那么久，再过2天肯定会出来放松放松，到时你的机会也就来了。陈爷放心，我保证将事情办得漂漂亮亮的。6月初5，谢渊收了江明红、戚永嗣的书，让他们出去放松放松。目送二人离开之后，咱们也出去转转，中午在外面吃。好啊。过了生辰之后，江明月就像度过了孕吐期，这几日食欲大好，吃嘛嘛香。也正是因为如此，谢渊二人也不拘着他了，只要有空呢，就会带着他出去走一走。 3位小爷是出来喝茶的，这儿的茶没什么好喝的，
我倒是知道个好去处，那里不仅有说书的，还有唱曲儿的，读书人去那儿消遣再合适不过了。不如我带3位爷过去一赏。自从来到京都，江明红平日里忙着读书，极少出门，却连着2次遇到了这位白二爷，而且他回回都贴着他们上前献殷勤。第1次还能说是巧合，这第2次就有些刻意了。不用，我们就喜欢喝这里的茶。白二爷闻言脸上笑容不变，在3人身边坐下来，自来熟的和他们聊了起来，说的大都是京都一些极其稀奇的事儿，很容易呢就能勾起2人的好奇心。沈瑜看着神色越来越冷的江明红2人，太吵了。沈瑜看着人被带了出去，终于安静了。这人是怎么回事？江明红齐永思对视一眼，将第1次遇到他的事情给沈瑜说了一番。看来他是冲着你们来的。准确来说，这人应该是冲着我来的。可许我帮你查查这位白二的底细。好，那就麻烦二哥了。挑4道招牌在上。2位稍等，马上就来。我观他家生意那么好，饭菜一定好吃。江明月话音刚落，外头突然响起了一声无比熟悉的声音，他瞬间竖起了耳朵，确定没有听错，他站了起来，一边往外走一边说：我好像听到了珊珊的声音。别急，我随你一起。珊珊，明月姐姐，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见了你。是呀，我刚才看到你也惊喜得不得了呢。2人说话之时，穿着随意的宋敏被几个人拥护着进了天香楼。几个人往5楼走时，宋敏随意的扫了眼3楼，他的脚步微微一顿。宋敏没想到短短1段时间内竟遇到了他2次，还真是有缘呢。江明月和张珊珊聊天的时候，只觉得有一道让人很不舒服的视线落于了自己身上，他柳眉微挑，顺着视线望过去，对上了一双幽深攻击性十足的眼眸。宋敏的目光肆无忌惮地在看着他，看他抿嘴，又看他侧身，背对自己的同时，将自己的不悦表现的是明明白白。角落处，谢渊虽是在和张子静说话，可他注意力一直放在妻子身上。看妻子眉头紧蹙，突然转了身，脸上满是不悦。他微微的挑挑眉，向张子静说了声抱歉，朝妻子走了过去。谢渊走了几步之后，也就发现了楼梯处的一群人，也看到了站在中间的宋敏。看他望向妻子，目光攻略性十足，谢渊眼中寒光一闪，几步走到江明月的面前，挡在他身前的同时直视宋敏。菜已上来，咱们回雅间吧。江明月看着身边的人，心安定了不少。你刚才在和张姑娘聊什么？我观你们聊得甚是开心啊。江明月慢声细语地给他讲述了起来。谢渊看他慢慢地放松下来，也就安了心，想到之前良心派人跟踪妻子的事情，二皇子之前应该见过明月，是在天仙楼吗？那如此的话，一切也都解释得通了。宋敏望着步入雅间的2人，微微地挑了挑眉。谢渊的出现让他打消了召见那名女子的打算。那个谢渊容貌出众，气质不俗，哪怕不是显贵，恐怕也不是一般人。现在这个时候，他并不想给自己树敌，免得被他那位好大哥抓到把柄。你觉得少东家如何？是个人物，张家在他手里必将更上一层楼。那岂不是说日后我分的钱可能会越来越多了？日后我说不定还需要你养。没问题。今日那位男子，我见过他。前些时候我从天仙楼出来的时候，他骑马从我身边路过，我当时只觉得他一身贵气，而且看起来还有些面熟，只不过当时我并未想起在哪见过他。今日再见，我就想起来了。想起什么了？我们去上清观游玩的时候，我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他是二皇子。你到正殿上香那会儿？相公，会不会给你招来祸患啊？他看得出来，二皇子对他很感兴趣。不会，他虽是二皇子，但我也不是普通的寒门子弟。况且这里是京都，天子脚下，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看着，所以他不会故意针对我站不住脚。再就是获利也不大。江明月闻言放心了不少。待得2人回到青石胡同不久，江明红、戚永思也返回了胡同。你们怎不在外多玩一会儿？我和大哥有些累，就回来了。白二的事情，江明红并不打算告诉姐姐姐夫，他自己可以处理。姐姐姐夫玩得可开心？开心。你姐夫带我去了天香楼，那里的饭菜可好吃了，改天你也去试试。
弟弟马上就要院试了，二皇子的事江明月并不打算告诉他。少顷，卧室内，谢渊看着妻子睡着了，低头亲了亲她额头，然后起身轻手轻脚地出了门。魏时末，一个小茶馆内，帮我一个忙。什么忙？谢渊沾了茶水，飞快地在桌子上写下了几个字。中年男子眼中闪过了一丝惊愕，随即眉头紧蹙。有点难度。谢渊将怀中的东西递给了他。下午，沈瑜离开之后，陈富贵一气不成，必然会再次出手，而未来2天我都会待在家里。那也就是说，院试之前他都没了对付我的机会，想要阻止我参加院试，唯有当天了。知道了陈富贵做的事，江平眼中飞快地露出了一抹凶光。少爷安心，初8那天我会想办法拖住陈富贵，绝不让他出现在贡院附近。将陈富贵在外养小的事情想办法透露给我那位小姨。沈娇娘可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么温和，一旦知道此事，她一定会有所动作。是。小红，永思呢？他们已先我们一步去贡院。先走一步了，为何？安全。江明月闻言若有所思。陈富贵吗？不要胡思乱想，没事的。江明月在男人的安抚下还没有完全放松下来，忽然听到前面好像在喊什么，他立刻坐直了身体，掀开车帘，就见前头街上火光点点，好似在搜查捉拿什么人。陈荣，你去前面看看是什么情况。是。好像堵了，马车恐怕是过不去了。谢渊嗯了一声。一会儿过后，10几个捕快在捉拿一个杀人犯，说京都之内事关重大，就封锁了这一条街，要挨个搜查。赶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又是他们去贡院的必经之路上，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为之呢？谢渊轻哼了一声，陈富贵真是好本事好算计啊！捉拿杀人犯只是个幌子，其目的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如果能够阻止江明红进入考场自然好，如果不能，也能扰乱江明红的心绪。只可惜了，陈富贵的计谋还是落空了，反倒是让他看清楚了一些陈富贵的实力。没想到一个工部的7品小吏竟能调动这么多捕快为他所用。你现在去京兆府。等到陈荣离开之后，江明月小小声地问：是陈富贵吗？谢渊轻轻地点了点头。怕小弟高中功名后会对付他。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时赵山朝他们走了过来。和爷猜的一样，明红少爷他们离开没一会儿，咱们就被人监视了。爷和夫人的马车离开青石胡同后，那人立刻就离开了。而江明月听了赵山的话，仰头崇拜地看向了自己男人。原来这一切都在他预料之中啊！人家演了这么一出戏给咱们看，咱们好歹也要配合配合。马车再次缓缓前行，一会儿过后，他们就被2个捕快拦了下来。2位捕快大人，这是发生了何事啊？我家少爷要去参加院试，时间紧，不知可否通融一二？不行，有一杀人犯逃到了这里，我们正在搜查捉拿杀人犯，这会儿谁也不能过。这可如何是好？赵山着急的原地打转，暗处的陈富贵望到这一幕笑了。陈富贵阻止弟弟参加院试，可是害怕他找人冒充我的事情败露。不错，宁月真聪明。院试到底不如乡试和会试，陈富贵未免也太谨慎了些。大皇子和一众位高权重的朝臣也许不会关注这件事，但为大皇子举荐人才的孙良一定会。陈富贵真正怕的是小弟的名声会传到孙良的耳中，孙良只要起了疑心追查这件事，陈富贵就会有败露的风险，他自然要谨慎些。那岂不是说小弟未来会很危险？安心，陈富贵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是绝不会让弟弟的名字传到孙良耳中的。再就是真传到了他耳中也不怕，那时弟弟已是秀才，再加上沈家的这一层关系，孙良绝不敢轻易对弟弟出手。更何况咱们的手里还握着张重月的把柄，到时孙良只会投鼠忌器。谢渊没说的是，孙良如果真敢这么做，他们还可以先发制人除了他。这孙良虽是张重月的心腹，却只是一介白衣，死了也就死了，除了张重月，恐怕没有人会在乎他的死活。况且张重月人在沅江府，很多事情都是鞭长莫及的。再就是江明红即便考中了秀才，名次恐怕也不会太好。孙良或许会关注是前10、前5的秀才，却不会关注后面的秀才。你在看什么？没什么。京兆府的人到了呢，别人不知京兆府尹的为人，他是知道的，正直而且刚正不阿，只忠于圣上。最关键的是还和大皇子有点私人恩怨。
别人会看在大皇子的面子上，或许会网开一面，但他绝不会。哼，那10几个捕快没救了。北罗胡同，沈娇娘看看已经是酉时末，丈夫还没有回来，她带着儿女还有贾江明月一起吃过晚饭，叮嘱他们好好休息，就悄悄地出了门。柳叶胡同旁边的大树上，沈娇娘看着陈富贵儿从她面前走过去，看他敲响了院门，看着他被那个娇俏的年轻妇人迎了进去，直到再也看不到两个人的身影，他这才平静地收回了视线。卧室内，柳如花看陈富贵半天都没反应，挑了挑眉。怎么了？只是突然想起我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改日再来看你。陈富贵说完，快速穿上了衣裳，几步就走。陈富贵直到走出柳叶胡同，那压抑的情绪才暴露了出来。我怎么就突然不行了？而树上，沈娇娘望着离开的人，她笑了，只不过她笑容有些疯癫，又有些瘆人。少顷，陈富贵回到家中，望着背对他而躺已经睡着的妻子，他想了想，脱掉了衣裳，朝妻子踢了过去。一会儿过后，陈富贵脸色发黑地看着毫无反应的传家宝，他松开了妻子。怎么了？没什么，估计是你这几天太累了，快些睡吧，好好休息几天也就好了。是太累的缘故吗？陈富贵决定明日抽空去药堂看上一看。姐夫，明日我准备见一见姨丈，月事已过，我准备和他聊一聊。也好，如果他能像之前那样不作妖，咱们倒也不是不能容他。若他再私下里耍手段，咱们也无需再顾念那一点亲戚之情。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江明月看二人已经做了决定，张了张嘴，却什么也没说。第二天，江明红将江平招了过来，他本想是和他说一说见陈富贵的事情，可听了他禀告之后，江明红瞬间改变了主意。他这位小姨当真是好样的，小姨既然下了这么重的手，说明心里对陈富贵也是失望之极。小子江明红见过夫人。夫人？沈娇娘张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可是话到了嘴边，她却一句话都没能说出来。夫人请坐。你爹娘他们可还好？劳夫人记挂，他们暂时都很好。那就好。他们出了何事？夫人应该知道，我家是以瓷器起家。为了寻找便于烧瓷器的泥土，我阿爹买了很多山道，在那些山上，我爹发现了2座铁矿，并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上报给了朝廷，想要将铁矿无偿献给朝廷。可最后朝廷就并未收到我阿爹上报的消息，而那2个铁矿最终却落到了张仲岳的手中。张仲岳是与陈大人来往的孙良，乃是他的亲父，他便是朝廷亲封的正3品大将军，同时也是大皇子的岳父。见到人了，如何？见到了，不过我并未见陈富贵，而是见的沈娇娘，也就是咱们的小姨。江明红将陈富贵养外事被沈娇娘知道，夫妻2人已有隔阂的事情给姐夫姐姐说了一番。谢渊瞬间就明白了江明红的用意，离间2人，或是想保沈娇娘一命。江明月听了这话，望向了弟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他有多么的恨陈富贵2人。前世他们惨死，很有可能就是和2人有关。如果弟弟愿意放沈娇娘一马，这也就意味着弟弟对前世的事情已经慢慢的释怀，这是好事。江明月并不希望弟弟一直活在仇恨之中。都有，她是阿娘唯一的妹妹，如果她死了，阿娘应该会很难过，所以我愿意保她一命。和离？如果她愿意和带着孩子和离。此事应该不容易吧？我觉得陈富贵并不是那般好说话的人。哼，这就由不得他了。他们小姨可不是个善茬呀。我已托小姨转告她几句话，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她应该都不会再对我出手。你和江明红见过了？沈娇娘点点头。你们都聊了些什么？他不愿你找人冒充他们，甚至为了保护咱们，还主动给姐夫写信，让他配合咱们。只一点，他准备科举入仕，希望你不要再阻拦他。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放弃。陈富贵闻言倏地站起来，有了片刻的慌乱。那也就是说，他做的那些事情他都已经知道了。陈富贵回想了一番院士当天的事情，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这让他又怒又臊，有种自己就是跳梁小丑的感觉。
姐夫犯了何事？沈娇娘犹豫了片刻，还是告诉了丈夫，这是她给丈夫的最后一次机会。毕竟曾经他们是那么的相爱，他还是他孩子的父亲，如果他肯就此收手和大皇子撇清关系，哪怕是跪着求，他也会让明红救救他的。陈富贵听了妻子的话，心思瞬间活络起来，双眼也是越来越亮。之前和孙良交往，他都是弱势的那一方，但是现在抓住了张仲岳的把柄，那就不一样。他能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利益，而且他还可以通过如花将这个消息卖给二皇子，说不定还能借此得到二皇子的看重。一时间，陈富贵仿佛看到了一条通天大道。沈娇娘和陈富贵夫妻20多年，对他了解甚深。看着陈富贵的表情，沈娇娘已经猜出了他心中想法，一时间他心里甚是悲凉。娇娘，明红的手里可有证据？不知道。说完，她背对丈夫躺了下来。陈富贵看着妻子，心思微转，在他身侧躺下来，抱着妻子说起了从前。而等他觉得时机成熟了，他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最终目的。最近这段时间，你私下里见明红，打探一下他手里可有证据。沈娇娘睁开了双眼，脸上满是讥讽，声音却很平静。知道了。6月下旬，放榜这一天，贺宛平县江明红老爷高中秀才。在座5人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儿。阿弟，恭喜你！快下去吧。江明红嗯了一声，看着沈鱼和戚永思2人。我先下去了。2人笑着点点头。在江明月几人的注视下，江明红快步走下了楼，将喜钱递给了衙役。恭喜秀才老爷！多谢。茶楼外面，陈富贵望着江明红，心情多少有些复杂。他果然中了秀才，好在名次并不靠前，倒是省了他费心思遮掩。除了前10名，孙良应该不会关注后面的人。明红是多少名啊？42名。中游以上，这个名次对弟弟来说已经很不错了。1刻钟之后，江明红和周围的人寒暄了一番之后，回到了2楼。大哥二哥，衙役们已报到了15名，想来你们2人应在前10之列。沈与戚永思对视一眼，他们表现得异常平静，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实力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江明月几人继续耐心等待。一会儿过后，衙役先报的是戚永思第6名，而沈鱼则是第1名。恭喜了。大哥二哥，恭喜。江明红由衷地为2人感到高兴。等到戚永思2人给了喜钱回来，江明月看已是中午，和喜媛商量道：今日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咱们去天香楼好好庆祝一番，如何？今日恐有许多人都会到天香楼吃饭，咱们现在去不一定能订到雅间。姐姐姐夫，我沈家在天香楼预留的有雅间。江明月闻言站了起来，看着几人兴致勃勃。那还等什么呢？咱们出发吧。哎，没想到王大人说罢官就被罢官了。自古金浪营司啊，没有好下场的。他投靠二皇子也就罢了，竟还将手伸到了宫里，这就犯了圣上的忌讳了。二皇子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日子恐怕都不太好过了。可不是吗？3天，圣上已训斥了他2回了，这在以前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儿啊。再接下来2人又说了什么，江明月已经听不清楚了。直到二皇子触怒了圣上，江明月不知有多高兴，正准备和谢渊分享这一消息，就瞥见了谢渊眼中那一闪而逝的暗芒。难道此事是谢渊做的？谢渊扭头询问似的看他一眼：是不是你做的？谢渊一副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的样子，牵着他就进了雅间。本来江明月还只是怀疑，但现在他已经可以肯定二皇子的事情就是谢渊做的，也不知他是怎么办到的。不过他这腹黑蔫儿坏的样子，他真的好喜欢。江明月决定晚上要好好的奖励他一番。相公，我好喜欢你啊。谢渊轻轻地环着妻子的腰，脸上露出了清晰的笑，任由他亲自己。江明月亲了谢渊一会儿，然后这才老老实实的趴于他怀中，声音软软糯糯：相公，谢谢你。不客气。
夫人，嬷嬷，终于将你盼来了。这不就是我时常给你提起的桂嬷嬷？嬷嬷好，一路辛苦了，外面热，咱们进屋吧。哎，桂嬷嬷对谢渊的第一印象很是不错。谢渊和桂嬷嬷聊了几句，便寻了个借口离开，留下二人单独说话。书房内，元江府现在是什么情况？和爹之前信上所说的大差不差，不过因为盐矿的事，张仲岳已经恨上了阿爹，这些日子一直都在暗地里给咱爹使绊子，家里的产业已经缩水了一半了。这一切咱们之前就已经预料到了，只要瓷器产业没丢，就不算伤到根本。张仲岳拿到盐矿后并未满足，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向爹爹施压，希望他能拿出更多的钱或粮草。应该不只是向岳父大人一人施压吧？正像咱们计划的那样，张仲岳已找上了杨家。不够，给岳父写信，让他加快进程，尽快将所有的富商全都拖下水。8月底9月初，这些镇守在外的大将就该上书押粮饷了。这对咱们来说乃是一次机会。江明红瞬间明白了姐夫的打算。我这就给父亲写信，姐夫可还有其他要交代的事情。谢渊沉思片刻之后，又对着江明红低语了几句：“夫人，听说你之前孕吐的厉害，现在可还有不适的地方？姑爷待你可好啊？”江明月未语先笑，温声向桂嬷嬷讲述了起来：“恭喜啦！”谢渊知道他说的是江明红考中秀才之事。同喜，想来今年咱们于氏私塾能招到不少的学生。一个班出了3个秀才，12个童生。于氏私塾今年在县里可是名声大噪，希望能招到几个像明红、沈瑜这样的好苗子。我听明红说，他明年准备和沈瑜一起考衡山书院。如果您愿意亲自教导他一二，想来他会更有把握一些。你为何不亲自教导他？我们要走的路不一样。于夫子闻言也就没了任何的顾虑。明日让明红来一趟。谢渊闻言也就知道于夫子这是打算收下明红了。好，今年咱们县还杀出来一匹黑马。我知名唤齐永思，是齐家村人，我特意打听了一番。他虽是咱们县人，却并未上过私塾，想来他的恩师是个不简单的人物。齐永思和明红关系极好，也算是我的晚辈，我愿将他引荐到咱们私塾教书，您意下如何？好啊，求之不得。我正准备再招2个老师呢，你还真是帮了我大忙啊。如果可以，让他这2天来私塾一趟，我要当面和他聊聊。可52刻，谢渊离开私塾的时候，遇到了吃饭归来的林寒山。谢举人，恭喜！咱们同喜，毕竟明红也是你的学生，况且按理说他还要唤你一声表姐夫。没想到他竟然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来，他愿意认下他这个亲戚了。咱们聊聊如何？聊一聊，他才能知道以后该用何种态度来对待。你和于夫子聊得如何？我们聊得很好，夫子说7月初2会在县里大摆宴席，邀请亲朋好友前来见证，正式收我为徒，到时你和姐夫都可前来观礼。真的决定好了？师父，师如父，在这个时代可不是说着玩的。大摆宴席代表着今后弟弟和于夫子就彻底的捆绑在一起了，可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姐姐，我早就决定好了。于夫子可给你赐字了？像弟弟这样身居功名之人，一般都是老师赐表字，就像西渊的表字乃叫子敬，那是沈墨先生收他为徒时赐给他的。师父给我赐了2个字，文杰。文杰真好听。一会儿呢，咱们给爹娘写封信，将这个好消息告诉2郎，让他们也欢喜欢喜。好。晚间，3人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江明红将师父打算7月初2大摆宴席的事情给谢渊说了一番。到时我会和你姐姐一起去观礼，你不妨给沈云、永思他们说一说，那日对你来说是个大日子，抓住机会多结交一些人，对你日后有好处。好，我听姐夫的。还有一点，于夫子虽是一介白身，但于家不可小瞧，再加上于跟姐弟的缘故，于家人会天然的偏向你。于家风气极好，你可多和于家人走动。对待于夫子，你要像对待岳父那样敬重。谢渊看着江明红提点道：“多谢姐夫教诲，文杰知道了。”文杰，于夫子赐的表字。谢渊问他，江明红嗯了一声。今日有何感想？师父的人脉极广，准确来说是于家人脉极广。今日
我不仅见到了师傅的大哥那位侍郎大人，还见到了几位在其他几部任职的大人，品级最低的就是咱们县的县令，除了他们，就是几个其他私塾的山长和于家沾亲带故的举人，除了姐夫，竟有11位。今日于家只是向你展现了一部分人脉罢了，可有收获？其他人不知，但我3位师兄以及于氏族人都对我抱有很大的好感。于氏族人应该是因为于根兄妹的缘故。还有呢？还有就是2楼的那些人中，有2个人极有意思，可以结交一番。谢渊并未多问，江明红有江明红的路要走，以后呢，他也会有自己的圈子，他无需干预，只需要在他需要的时候帮帮忙即可。这期间你可向凌寒山敬酒了？江明红点点头。你是怎么打算的？林先生是位可结交之人，我那位表姐应该很快就会上门，姐姐那里还希望姐夫给她说一说。姐夫，今日这些礼该如何处置？今日那些人可不只来观礼那么简单，还送给他许多礼物。江明红这还是头一次体会到收礼收到手抽筋是什么感觉。这些礼物虽是五花八门，但是每一种都是珍品，当然也有直接送银票的，那都是千两起。收着吧，就算是你师父送你的礼物了，以后好好孝敬你师父，当然他也值得你孝敬。是。可是我脸上有什么东西？的确是多了点东西。还不等他询问呢，就听他说，多了些福气。江丫头，你是个有福之人。我也觉得我很有福呢，出生在殷实之家，从小被爹娘捧在手心长大，后来家里虽出了事情，但我又运气极好的遇到相公，遇到你们，可不就是有福之人吗？你这丫头真会说话。他说的有福啊，是后福。要知道江明月和谢渊成亲之时，面相还没有现在这么好，但现在他却是大富大贵，福源深厚之相，这应该和他肚子里的孩子有关。而且赖花氏看了一眼江明月的肚子，想到他这是第1胎，而且谢渊马上就要参加会试，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御书房内，可找到人了。赖安从一旁走了出来。启禀圣上，人找到了，在沅江府。他们倒是会找地方，沅江府可是个好地方。他们在沅江府都做了些什么？沈先生斗鸟、下棋、钓鱼，大长公主听戏，四处游玩。他们过得倒是惬意。宋明评价了一句，正准备重新批示奏折，看到赖安欲言又止。还有什么事一并说了吧。下面的人这次去沅江府还调查到了2件事。4年前沅江府上，也就是圣上亲封的五品将军姜文，曾向朝廷进献过2座铁矿。宋明闻言，眉头瞬间蹙到了一起。这第2件事呢？今年他又进献了1座盐矿。好，当真是好得很。这2件事情可谓真。沅江府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宋明闻言，眼中的怒火已经转化为了实质的杀意。不过他只用了几息的时间就恢复了平静，端坐在龙椅上，陷入了沉思之中。回去吧，不必担心我，我会照顾好自己，9天后就回了。他扭头看着苹果叮嘱道：替我照顾好夫人。是。加油，我和孩子会乖乖待在家里，等你考完了回家。谢渊嗯了一声，然后视线从江明红3人身上扫过，转身大步朝着南门走去。天伸手不见五指，即便公园周围挂了许多灯笼，光线依旧是十分的朦胧。江明月悄悄地跟在丈夫身后，走了10几步之后，已看不到丈夫的身影。姐，咱们回吧。明月伸长了脖子，往谢渊离开的方向张望了几眼，然后这才随着弟弟和永思3人离开。你什么时候回啊？我再多陪姐姐2天。别耽误你的学业，这里我有桂嬷嬷和苹果呢。再就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你姐夫没有出考场之前，我并不打算出门，所以你可以放心。也不光是为了陪姐姐，我还准备见一见小姨。姐姐可要随我一起？江明月想，他也和陈娟开始走动，的确该见一见沈娇娘了。好，你来安排吧。那明日我将小姨请过来，咱们坐在一起吃个饭如何？是你？没想到你竟是我小姨。没想到姐姐演技还挺好，她故作不解地看着2人。你们之前见过？见过，
去年年前，我和你姐夫来京都采买东西，中午在附近的如意酒馆吃饭的时候，碰巧遇到了小姨表弟他们。当时我就觉得你很亲切，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没想到你就是明月。沈娇娘心中满是感慨，没想到他们之前就已经见过了，当真是缘分呢。是呀，当时我只觉得和小姨很投缘，和小姨分开时，我还和相公说小姨长得很像阿娘呢。小姨，现在冬日里，你的腿可还会疼？你娘跟你说了？阿娘给我说过很多小姨的事情，说你小时候特别活泼，是个闲不住的。之所以会落下腿疼的毛病，就是因为有一年的冬天你在冰上玩耍，不小心掉到水里落下的病根。沈娇娘闻言，不由得想起了那年冬天的事情，以及救她的那个人。当时幸好有个会水的好心人救了我，还将我送回了家中。小姨可还记得那人？他姓武，我和阿弟都叫他小武叔呢。江明月顺理成章地提起了武行。他可还好？除了没成亲，有些孤苦，其他都还好。没成亲？沈娇娘一脸震惊地看着江明月。江明月点点头。阿娘说小武叔的心里装着一个人，因为忘不掉，所以这些年他始终不愿娶妻。沈娇娘闻言，不由得握紧了手中的帕子，缓缓地低下了头。啊，难道小武叔心里装的那个人是他？看着有所触动的沈娇娘，目的已经达到的江明月立即转移了话题。小姨，这些年你可还有制毒？沈娇娘轻轻地摇了摇头。上次阿娘来宛平时，曾私下里跟我说，当初她太武断了，不应该逼迫你学武，也许应该顺着你的性子来，让你学制毒，说小姨在这方面很有天赋。沈娇娘听了这话，呆愣了片刻。小姨，阿娘当时这样说时，我能感觉到她很想你，对你也充满了愧疚。沈家早已名存实亡，当初她不应该因想要振兴沈家就逼你学武，希望你能原谅她。再就是我成亲那时候因种种的原因，她不能来看你，还希望你不要怪她。我知道，我都知道，是我对不起姐姐。小姨，亲姐妹之间哪有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阿娘只盼你能平安幸福呢。这句话让沈娇娘瞬间红了眼眶，她急忙别过头来擦掉了眼角的泪。在外甥二的面前，她并不想失态，让他们担忧。而接下来三个人又聊了很多。阿姐，小武叔就是你想的那样。江明红为武叔不值的同时，看着江明月问道：阿娘告诉你的？阿娘只告诉了我一点，其他的则是阿爹私下里悄悄给我说的。其实当初阿娘本想将小姨许配给武叔，小姨不愿意。咱们阿娘和小姨因为练武学制毒的事，那些年时常争吵，姐妹两个人的关系一直很僵的。阿娘给她选的夫婿，她自本能的就不喜欢。后来小姨也不知道怎么的，认识了从沅江路过的陈富贵。虽然阿娘一直不同意小姨远嫁，但最后还是没有拗过她。所以小姨一开始嫁给陈富贵，很可能是因为赌气。赌气只是其中一个原因。阿爹曾给我说，陈富贵很会哄人开心，我想小姨应该也是喜欢他的。姐姐是故意提起武叔的？想让小姨和陈富贵彻底一刀两断，可有些难。我总要帮你一把才行吗？这人幸福的时候呢，自不会想从前的事情，可一旦不幸福了，又知这世界上还有一个人对你深情不悔，那他就会后悔了，就会频频想起从前。再告诉他阿娘很想他，他就会开始后悔，后悔当初远嫁，后悔当初没有听母亲的话。江明月笑着点点头。今日他相当于在沈娇娘的心中埋下了一根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根刺会越扎越深，越来越疼。江明红上下扫视了一眼面前的人，这还是他那个善良柔弱的姐姐吗？阿姐，你变了。我这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好吧，姐姐跟着谢渊都变坏了。别忘了还有你。明月看着表情凝固的弟弟，忍不住就笑了。他身边的这些人呐，一个比一个聪明，如果他不学着精一点，会显得他很傻，他才不要做傻子呢。相公。江明月很热情地给他一个拥抱。我身上脏，别把你衣裳弄脏了。咱们回家吧。走，咱们回家。不用想也知道，这9天他肯定吃没有吃好，睡也没睡好，要不然也不会这般狼狈了。我帮你洗可好？明月，明日如何？今日不行。反应过来的江明月知道男人在说什么，脸唰的一下红了。你想哪儿去了？
我只是想帮你洗头。你不想，我想。男人这样说，江明月反而不好意思进澡间了。不理你了。谢元一把拉住妻子，调戏了几句之后，心头燥意稍解，温声哄道：“帮我洗头吧，你洗得舒服。”最后，江明月还是随着男人进了澡间。姑爷，这会儿可有时间啊？有，嬷嬷请坐。我今日来，主要是想告诉姑爷一件事的。谢渊看着一脸严肃的桂嬷嬷，心不受控制的快速跳动起来，他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夫人怀的应是双胎。谢渊听了这话，倏地站了起来，一脸严肃认真的看着桂嬷嬷：“你确定？”“也有6个月了。老奴昨日里上手摸了摸夫人的肚子，的确是双胎。据老奴所知，老爷老夫人这边并无双胎的例子啊。”“是我这边，我娘和早已去世的舅舅就是双胞胎。”“原来如此。按理说夫人怀了双胎这是好事儿，但夫人这是第1胎，又这般年轻，生产时恐怕会艰难许多呀。”谢渊也算是半个大夫，他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夫人生孩子是有多危险，一个不好就会一尸两命。这就是嬷嬷让明月多动的原因。不光要多动，还要少吃。孩子小一些，生的时候自然就会好生一些。双胎的事就不要告诉明月了，省得她有心理负担。老奴也是这样想的。已经辰时了，保单想必已经贴出来，都坐下喝杯茶吧。估计陈荣他们很快就该回来了。话音刚落，就见陈荣跑了进来。也是会员。谢姐夫，恭喜会试第1。姐夫，恭喜你。沈瑜、戚永思先后开了口，他们由衷的为谢渊感到高兴。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他们虽然坚信谢渊一定会榜陈有名，但是会员他们并没有想过。谢姐夫还真是给了他们一个惊喜啊！喜报传回来的那一刻，江明红整个人瞬间放松了下来，有了一种尘埃落定的感觉。他为姐夫开心的同时，脑子里想的最多的就是爹娘有救了，今生他们一家4口肯定都能平平安安。多谢。相公，你真棒。顿了顿，他又小小声的道：“要不要抱抱？”谢渊笑着将妻子抱进怀中。江明红3人望着相拥在一起的2人，很识趣的走了出去。相公，第1名呢？你咋这么优秀呢？被妻子一脸崇拜的看着，谢渊觉得他这极其朴实的短短的2句话，比自己高中还要让他开心。近朱者赤，正是因为你这般优秀，所以我才这般优秀。这句话说的江明月是心花怒放，主动踮起了脚尖，亲了亲男人。谢渊眼眸中情绪翻涌，正想加深这个吻，妻子却突然松开了他。苹果，我让你准备的铜钱，你可准备了？准备了1篮子，除了铜钱，奴婢还准备了一些散碎的银子。好，做得不错。同一时间，那些之前已经积累了一些名声，或者被人热门押宝之人，却是有些失忆了。会试正榜的名单第一时间就到了宋成、宋敏的手里，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将视线落到了会员的名字上。谢渊，这于2人来说乃是一个极其陌生的名字。2人放下了名单，招来心腹，让他们赶快派人去打听谢渊的事情，能拉拢自然好，不能的话也不能让他为敌人所用。再说北罗胡同，沈娇娘瞥了眼自从回来就盯着她发呆的丈夫，知道他肯定又在谋划什么。谢渊是会员的事，他想必已经知道，难道他谋划的事儿和谢渊有关？不得不说，沈娇娘很是了解陈富贵，将他心思猜了一些七七八八。大皇子将打探谢渊的事情交代了下来，陈富贵第一时间就收到了音信，甚至还主动提供了一些信息。如果不是知道谢渊不可能为大皇子所用，他完全可以凭借这个在大皇子那边露个脸。谢渊有了大皇子的帮助，也可以平步青云。不过大皇子不行，不代表着二皇子也不行。我知道你这些时日私下里和外甥女他们都有来往。沈娇娘嗯了一声。外甥女婿高中会员，这是喜事，咱们作为长辈理应去为他庆祝一二。你要见他？我现在还不能见他，不过我却可以帮他走一条晴云路。沈娇娘听了丈夫的话，眼中满是诧异，没想到他竟还巴结上了二皇子。此事我会跟他说，但能不能成功，我不敢保证。外甥女婿是个聪明人，我相信他知道该如何选择。沈娇娘淡淡的看了眼丈夫，恐怕他注定要失望了。
你清晨去看望姐姐了？我现在不方便出门，派周兵去的。哦，五皇子的批言。谢渊点点头。江明月顿时认真看了起来，看五皇子的评语就知道他的才学绝不在谢渊之下，这倒是难为他了。装平庸装了这么多年，而且往后恐怕还要继续装很长的一段时间。卷子上除了这些评语，五皇子还向他们说了一些圣上的事，虽说的都是一些小事，但通过这些小事，他们更加了解了圣上。相公高中之后，五皇子对丈夫的事情倒是上心了许多。看完了吗？江明月点点头，然后他就看到谢渊点燃了卷子，他下意识地伸手想去阻止，谢渊一把握住了他的手，轻轻地摇了摇头。太可惜了，我还准备留着以后让咱们孩子拜读你写的文章呢。我可以重新再默写一份。我帮你磨磨。而就在二人闭门不出，在过自己小日子的时候，谢渊的信息呈送到了宋成、宋敏的面前。知道谢渊拒绝了他们的拉拢，二人心里都有些不舒服，不过也就是仅此而已罢了。他们都没有将谢渊放在心上，毕竟每3年都会出一个会员，这时他是会员，殿试的时候他不一定是状元，况且即便是状元那又如何呢？进入官场没有人扶持，他照样是走不远的。等到他以后处处碰了壁，到时或许不用他们再拉拢，谢渊就会主动的投奔他们。就是因为二人的这种心态，让谢渊和江明月过了一段极为舒心的日子。9月初2，礼部贴出了公告，按照天子日程安排，殿试定在了9月16。进士服是不是发早了？毕竟你们还没有殿试呢。不早，我们这些新进贡士再不济也有同进士的功名，所以历年都是殿试前1-2天发。那如果高中状元了，是不是也会赏赐衣裳？到时天子会特意再赏赐一套状元服。听说状元服可好看了，也不知是真是假。我只能说我会尽力而为。你也不要太有压力，探花榜眼也是可以的。来试试衣裳吧。9月16，天还未亮。我相公今日可真好看，加油！谢渊目光柔和地抱着妻子回了一吻。时间还早，你可再睡会儿，我走了。谢渊走在最前面，虽没有刻意去观看，但皇城的样子已经映入了眼帘。红墙绿瓦，几步一个侍卫，很是庄严。就在众人跟着赵侍郎往承前殿走的时候，6公主宋真拉着5公主宋蕊躲在暗处，好奇地打量起来走过来的一众贡士。吴姐，哎呀，吴姐，你快看那个为首的那个新进的贡士，仪表堂堂，貌比潘安，比大哥二哥还要好看呢。是他，竟是之前遇见的那位男子。看到谢渊一众人走了过去，他想都没想，拉着妹妹就追了上去。吴姐，是不是很好看呀？宋蕊目光灼灼地盯着谢渊。的确好看。没想到他竟然是新进贡士，看样子应该是会员。他眼珠微动，扭头对身后的贴身宫女低语了几句。饿了吧？先垫垫肚子，回家再好好吃。什么时候来的申时半。等着急了吧？那倒没有，我认识了一位孙姐姐，她丈夫和你是一届的，名次应该很靠前，我们聊得很投缘。谢渊闻言仔细回想了一番。可是换孙景啊，对，就叫孙景。相公和她熟不熟？还可以。孙姐姐家离咱家挺近的，以后咱们可以走动吗？当然可以。难得妻子交到一个能聊到一块的朋友，他自然是要大力支持他了。今日殿试你见到皇帝了吗？那皇上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圣上40出头，看起来平易近人的，不过身上隐约透着一股天子威慑，让人不敢直视。哦，殿试难不难？可谢渊并未直面回答妻子难或不难，而是将测问题给他讲了一遍。江明月听完丈夫的复述，朝丈夫竖起了大拇指。我觉得我现在可以期待一下了。期待什么？期待是状元夫人、探花，或者是榜眼夫人。谢渊闻言笑了。以今年殿试的情况来看，前3的确是没有任何的悬念，就看圣上最后该如何选择了。可打听到那位贡士的信息了，他名唤谢渊，年方24，宛平县人，是今年会试的第1名。果然是会员，谢渊，谢渊，这名字可真好听。公主，他已年方24了。宋蕊愣了愣，
随即就明白了福乐的意思。他已成亲？奴婢没有打听出来，不过谢贡是这般大了，家中恐已有妻室。那还不快去打听？是。刚才你可见到小姨了？见到了，陈夫人知道夫人有苦衷，很体谅夫人，还要奴婢转告夫人，让你不要胡思乱想，等以后时间合适了再聚。陈夫人还告诉了奴婢一件事。什么事？陈大人想拉拢爷为二皇子所用。这陈富贵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呢。不过沈娇娘既然把消息主动的透露给了他，这也说明他对陈富贵已是极其的不满，距离离心已经不远了。二哥，你没有人唤我过来，可是有什么事？没事，我就不能找二哥了吗？你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二哥，你知近来母妃一直都在为我选驸马。这件事情宋敏是知道的。母妃给我选的那些人倒也不是不好，但我就是不喜欢。我想选个像二哥一样好看又博学之人。宋敏听了这话，心中还是很高兴的，同时他也猜到了妹妹将他请过来的目的。这一届新进贡士中，倒是有几个博学又好看之人。哦，都是谁？看妹妹很感兴趣，宋敏就知道她猜对了。她仔仔细细地和妹妹说了起来。宋蕊听她一连说了5个人，一直没有提到谢渊，不由得有些着急。他们的名次如何？一个会是第7名，一个11，还有一个是第4名。哦，那第2名是谁？第2名好像是一位姓孙的贡士，年30多，已有家室。那第1名和第3名呢？第1名名唤谢渊，出身寒门，身份太低，也已有家室。事情办完了。谢渊点点头。是什么事啊？是件好事，回去了我再跟你细说。书房内，谢渊抱着媳妇儿，将这几个月发生在元江府的事情给妻子说了一遍。也就是说，这段时间张仲岳陆陆续续在向大家施压要钱吗？谢渊点点头。他胆子可真够大的，就不怕此事被朝廷所知。我江家是因为根基浅，在朝廷无人，所以只能任由他拿捏。但杨家、商家、罗家和钱家可不同呢。所以此事朝廷一定会知道。他和岳父算计了那么久，甚至是不惜将所有人都拉下水，就是希望能将这件事情闹大。即便商家、杨家他们不出手，他也会想办法让朝廷知道这件事。你和爹都计划好了？张仲岳向朝廷索要粮草的奏折已到达兵部，相信商家、杨家他们的姻亲这几日会陆陆续续收到元江府的来信，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好好看出好戏了。江明月闻言瞬间期待起来。午饭过后，谢渊看着妻子睡着了，悄悄地走出卧室，来到了书房。他将怀中的纸条拿了出来，这上面不仅写了张仲岳向朝廷索要粮草之事，还写了很多事，包括2位适龄的公主要招驸马，兵部有一人暗中投靠了2皇子，以及铁心庵进京述职之事。再说内阁中，谢渊的卷子由一批卷官推荐上去之后，最终到达了沈阁老的手中。沈阁老读完一遍，忍不住又读了一遍。哎，怪不得弟弟会这般看重他这个弟子，这谢渊果然不凡呢。想到殿试时的情况以及沈家和谢渊的关系，沈阁老玩了个小心眼儿，将谢渊的试卷放到了1甲第3。爱卿为何将谢渊的试卷排在第3？此子虽答得好，但言辞过直了。他卷中所提的救民先救官，以反驳曹文清的话甚好，只要是对国对民好的，直率一些又有何妨呢？圣上言之有理，老臣瞩目，请圣上恕罪。此文见解精辟，当选1甲之首。沈阁老见此，心中顿时一喜。二哥要是知道他弟子高中状元，想必一定会十分的高兴的。选新科贡士入宫觐见。起来吧。谢陛下。早在5年前，谢渊就为今日做好了准备。他语气平缓，礼节周到，镇定自若。可婚配了？小子去年秋已成亲，今年就要做爹了。说来我能遇到我的妻子，还是托了圣上的福。哦，我的福。13年前，圣上出游路过元江，曾写过一首有关于元江的诗。你知道哪首诗？小子知道，这首诗广为流传，凡是读书人没有不知道的。正是因为这首诗，小子外出游历之时，曾暗暗发誓，一定要遵循圣上的足迹去元江看看，
当然。谢渊以极其幽默风趣的语言，将他和妻子相遇时的场景给圣上说了一番。还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趁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还在我的身上，吩咐江平尽快将我和明月的传出去，省得别人动什么歪心思。江明红眼中金光一闪，这谢渊还真是将方方面面的都考虑到了。成。说完了最为重要的事情，谢渊紧接着将张仲岳上书讨要粮饷，以及派人盯着杨商几家姻亲的事情给江明红说了一番。这几日大家的焦点都在电视传录大典上，现在传录大典已过，想来近日这几家就该行动了。这还真是个好消息。姐夫，圣上可会因此处置张仲岳？不会，张仲岳是老臣，且还手握10万水军，即便是要处置他，圣上也会先将水师掌握在手里。不过虽不会处置他，但这一次也不会就这样轻轻放过他。朝廷会怎么做？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张重岳私吞铁矿盐矿的事，圣上应该已经知道了。江明红顿时一惊，大长公主是圣上的亲妹妹，她突然离开了婉平，圣上又怎会不关注？前些时候，谢渊将自己推论和他说了一番之后，又道：如果我的猜测为真，圣上应会借着这次机会命他回京自证清白。接下来半年或1年的时间，他应都不会再敢有什么动作。如此，爹娘也就能得以喘息了。江明红闻言笑了，真的太好了。进宫谢恩后的第2天，礼部拟定了探亲假，因为谢渊是宛平县人，回乡假是30天，而因他是新科状元，赐翰林修撰从6品官，主要的日常工作就是负责修国史、记录天子言行等等。第4天，进士牌匾由礼部官员送入到青石胡同的同时，杨家、商家姻亲那边终于有了动静。谢渊接到消息之后，第一时间就告诉了妻子，他们行动了。这2家倒还算聪明，时机把握得很好。怎么说？张仲岳的奏折10天前就已到兵部，但因为电视的缘故，兵部的人并未呈给圣上，直到3天前，在大皇子的运作下，他的奏折才送到圣上的面前。圣上看过奏折后，直接给了户部，让他们商量决定最终给多少粮草。
这2天兵部和户部每天都在打口水战，现在满朝文武都在关注这件事，而杨家、商家的姻亲选择此时上书，必然会第一时间引起朝堂上诸公的重视。张仲岳一共从阿爹他们手中要走了多少钱？谢渊比划了一个数字，400万两。不光是钱，他的手下还陆陆续续抢了几家几船的货，又勒索了几船的粮食。他胆子还真大呢。张重岳真以为元江府是他的元江府了？他是不是这样认为的我不知，但他的手下一定是这样认为的。商伯、杨伯他们和阿爹一样，虽为富商，但账面上可以随意取出的钱并不多，400万两足够让几家伤筋动骨的了。所以他们才会疼，才会冒着生命危险上书朝廷。谢渊没有说的是，他和岳父设的是连环计，除了逼迫商杨姻亲上书外，今年的夏税元江府比着往年少缴了30%，理由就是干旱作物受到影响。一旦这400万两的事情被爆出来，那户部和圣上就会知道，元江府并不是没钱，而是这些钱都流入了张仲岳的口袋里。户部会如何他不知道，但是圣上绝对会震动。京都这边暂时已无多少事，明日下午咱们回宛平如何？我有1个月的归乡假，咱们可以在宛平待1个月。好啊，我早就想回去了呢。明日回宛平，咱们是不是要给姐姐说一声啊？现在盯着咱们的人太多了，近来咱们都不适合去见姐姐。倒也是。谢渊是新科状元，现在正是热度最大的时候，大皇子、二皇子的人近来都在拉拢他，他不能在这时候和扮猪吃老虎的宋人扯上关系，这样会对他们很不利，也会给宋人制造一些困扰。近来你让苹果多关注些素娘。为何啊？可是出了什么事了？素娘的丈夫铁心安昨日里携家小进了宫。这事素娘知道吗？应该还不知道，咱们马上就要回宛平，我不想因为他的事耽误了咱们的行程。这个家小？铁心安的继室，以及他的继室所生的2个儿子。那也就是说，铁心安和素娘并无孩子了。以素娘的身体状况，也生不出孩子来。铁心安和素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铁心安是素娘为自己选的夫婿，为了嫁给他，当年她甚至不惜和大长公主断绝了母女关系。至于她嫁给铁心安后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过看她现在这个样子，也算是自食其果了。江明月闻言，瞬间脑补了300回合的爱恨情仇，大概就是一个你爱我，我不爱你，真心错付的故事。要不然素娘恐怕早就报仇了。睡吧，不要想那么多。明月嗯了一声，将素娘的事情暂压心底，重新闭上了双眼。第2日朝堂之上，臣有事启奏。宋明看着走出来的言官，还没听他说什么，头就先疼了起来。准，臣参镇南大将军张仲岳滥用私权，搜刮民脂民膏400万两。散朝后，皇帝宋明连续走了4圈，心中的怒火才渐渐消散。赖安，臣在。给我彻查远江府之事。是。如何？和我猜的一样，圣上召张仲岳回京自辩清白。走，咱们现在就回宛平。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弟弟了。不急，离开京都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做。谢渊凑到妻子耳边低语了几句。我在家等你。好。江明月目送丈夫离开之后，将苹果招到了跟前。未来一段时间，你分出一些心神来，帮我多留意一下素娘。啊，可是出什么事了？江明月点点头，于苹果耳边低语几句。奴婢知道该怎么做了。你现在替我去一趟北罗胡同，主要办2件事。第一，告诉小姨，我和爷今日回宛平，未来1个月不会再进京了。第二，告诉小姨，张仲岳滥用私权，搜刮民脂膏，引得圣上大怒，移调他回京，姨父可趁这个机会脱离大皇子。奴婢这就去办。陈富贵是个很精明的人，江明月可以肯定的是，他绝不会这时候脱离大皇子。而今日他让苹果传的这番话，只是为了加深陈富贵2人之间的矛盾。张仲岳回京自辩清白，咱们爹娘也能喘一口气了。如果能将他就此留在京都就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倒也不是不可能，但需要好好的谋划一番。这事我会和姐夫、阿爹再做商量。如果能就此将他留在京都，自然再好不过了。你姐夫给我说，素娘的丈夫铁心安进京了。前世这个时候，铁心安已经死了，自然没有进京这件事情。今生他拦下了长生道长，相当于是变相的救了铁心安一命，还真是讽刺啊。
姐夫还说什么了？让我多关注一下素娘。他说铁心庵的事情，素娘或早或晚恐都会知道的。将这个消息透露给他，到时候可以这样说。明月听了弟弟的一番话，微微挑眉。你希望他报仇？素娘有一青梅竹马，名唤长生，乃是上清观主的小师弟。他对素娘用情至深，素娘的死讯传回京都后，他一直都不相信她会病死。为了调查出真相，他在铁心庵所在的常州蛰伏了几年。虽然手里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长生可以肯定的是铁心庵和他的继室害死了素娘。既然律法治不了他们的罪，长生原本是打算亲自动手，但他又不想连累了上清观，所以他前夕回了京，本欲脱离上清观，再为素娘报仇。是我拦下了他。当时我告诉他，程素素还活着，会自己报仇，他暂且信了。而现在铁心庵到了京都，我想一直都在关注他的长生应该已经知道了消息。如果素娘这里迟迟都不动手的话，你怕长生会出手？你想要保下长生？那是上清观被誉为皇家道观，保住长生对咱们将来极为有用。弟弟虽没有细说，但是江明月已经明白了他意思。此事我打算和你姐夫商量商量，你意下如何？江明红毫不犹豫就同意了，即便姐姐不说，他也会将长生的事情告诉姐夫。1刻钟后，江明月靠在丈夫的怀里，将长生和素娘的事情告诉了他。原来这就是小舅子之前刻意隐瞒的事情，真是没瞧出来，素娘还有这么一位肯为他赴死的青梅竹马。此事先不急，咱们现在在宛平，铁心庵在京都。如果咱们的人此时告诉他铁心庵的事，显得有点刻意了。再就是小弟说的那些事还未发生。你是说小弟说的那些事情一定会发生？在我看来，铁心庵这人平庸至极，他也就是运气好，少时得了镇国大将军的青睐，到了成亲的年纪，又有素娘这样的傻子上赶着不顾一切的嫁给他，这才官至威武将军。这次回京都述职，他少不了会打着素娘名头四处打点走动，要不然他恐就回不了常州了。这人将素娘害成这样，还利用她在京都走动，也忒不要脸了。不气，一个眼盲心也瞎，一个愚不可及，两人都不值得咱们为他们生气。江明月知道丈夫说的眼盲心瞎指的是素娘，她现在有些明白素娘为何不报仇，而是隐忍到了现在。她应该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咎由自取，在自我惩罚自己。果然，可怜之人都有可恨之处。如果咱们生了一个女儿，以后一定要好好教她，不能咱们教养长大后被一个男人3言2语就哄骗走了，那我得呕死。放心吧，咱们的女儿绝不会如此。真的生了女儿，以后我亲自来教。怎喝这么多呀？上次就想这么亲你了，那次把我吓坏了。对不起，当时我有点控制不住。袭人顿了顿，埋进他脖颈之间的声音有些沙哑。我当时挺怕的。怕什么？怕你会因此疏远我，再也不理我。明月嘴角微微上扬，没想到一向稳操胜券的袭人也有怕的时候。不过，我是绝对不会让你离开我的。原来那时候他对自己的感情就已经那么深了。不会，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不搭理你。
见到林夫人了？见到了，奴婢去得很巧，我到时林夫人正在生产。可生了？陈氏生的，是一位千金，有7斤6两呢。我看到林秀才还有李老夫人都欢喜得不得了。真好。表妹可还好？下午奴婢到屋里跟她说了会儿话，她虽然疲惫，但是精神头还好。咱们送的那些东西正好派上了用场。林夫人向咱们道谢的同时，还说出了月子就来看您。3日后你还去带我跑一趟，我说的这些对你可有帮助？很有用，帮了我很大的忙。明日我要和三爷爷他们聊一聊，这次应该很快就能成功了。希望三爷爷他们能早些成功，倒是亩产增收50斤应不是问题。谢渊眼中暗芒一闪，如果这种肥真的能亩产增收50斤，那大楚的国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能再上一层楼。到时候一定要为他妻子讨个诰命，有诰命在身，妻子也就多了一重保护。10月12，进来忙不忙啊？还好，要不要再喝杯水呀？我已喝3杯。啊，那饿不饿呀？不饿。很好。那还不快掏钱？焦明月脚步微顿，停了下来，不知道的还以为遇到了劫匪呢。但那男人竟还是从怀中掏出了几张银票，递给了赖爷爷。赖爷爷，进来可好？嘿呦，状元公来了，随便坐。你们赖奶奶在灶房里做饭呢。赖安闻言，抬头看向了谢渊，原来他就是今年的状元，长得，又是一个小白脸。他很是手里的看了一眼江明月，然后就收回了视线。赖爷爷好，我去帮赖奶奶。赖奶奶，我帮你洗菜吧。快坐下，用不到你。你们今日怎过来了？我和夏梦想你们了，就过来了。啊，那位长相英俊的大哥是谁啊？英俊大哥？就外面那位。你觉得他很英俊？啊，相貌堂堂，威风凛凛的，给人一种很安全的感觉。也不知那位大哥成亲了没有？他这样的人，要是在我们那儿啊，给他说媒的人肯定能从城南排到城西去。外头的赖安又看了眼谢渊，这小伙子虽然是小白脸，可他媳妇眼光不错。他活了31年，还是头一次听别人说他长得好看，心里那叫一个得劲儿啊！真的？我们那边和别处不同，江湖儿女比较多，他们就喜欢那位大哥那样的。好，还是你们那边的人有眼光。我之前还担心我儿子就这样砸在手里了。他是你儿子？我最小的儿子今年31岁。他要是去了你那儿，真有姑娘会喜欢。31正值壮年，只要大哥武功好，那肯定会有很多人上赶着给大哥做媳妇的。听到没有？回头你去趟沅江府。赖安闻言，扭头再次看向了谢渊。你夫人是沅江府人？正是。沅江府哪里人士？看来圣上近来十分关注沅江府的事啊。沅江府人士。我可否问你夫人几句话？问什么问呢？你是来吃饭的，不是来办公的。他顿了顿，看向谢渊。他是我最小的儿子，名唤赖安，不是外人。果然是赖安，暗卫统领，圣上的贴身侍卫，也是圣上最为器重之人。不知安大哥想问些什么事？我只是想向弟妹打听一些沅江府本地的事，并无其他目的。谢渊最终还是点了点头。赖安看谢渊进灶房换人去了，于是坐到父亲的身边，低声地问：你和娘是怎么认识的这位状元郎啊？他是沈墨那老东西的关门弟子，可以信任。他怎么都没想到这谢渊还有这么一层身份，要知道这事连圣上都不知道。他可知道你们的身份？沈墨曾与我说过，他从未给谢渊说过。那他可有猜出来？他应该猜出我在军中有些关系，去年成亲时向我讨了2个人。赖安看二人出来了，不再多言。安大哥对江源府本地的事很感兴趣，想向你了解一二。谢渊开口的同时，隔着衣裳在妻子手背上写了几个字：我知道了。赖安看着柔柔弱弱一脸温婉的小妇人，开口的时候声音都温和了许多，很怕吓到她，毕竟这可是第一个夸她好看的人。弟妹是沅江府城人士。面对赖安的问题，江明月轻轻地嗯了一声。赖安紧接着询问了一些沅江府的风土人情，
感觉到明月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他这才打听起了自己最为关心的事情。弟妹可知张大将军？知道。你们元江府本地人都是怎么评价他的？一开始是好坏参半，但这几年他的风评是越来越不好了。哦，这是为何？别的我不知真假，我只说几件我知道的事情。我们元江府有一很大的盐矿，开采出来的盐虽大部分都运到了京都，但本地每年都会留一些。往年这些盐足够元江府百姓日常所用，可从4年前开始，我们吃盐就只能跑到隔壁的越城去买了。应留下的这些盐都被张大将军以各种的名义从知府的手里要走了。而且我听一个盐矿的老人说，这2年张大将军还派人进入盐矿偷偷开采呢。此事为真？那些挖矿的老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一问就知。我们元江府因河水比较多，大多数的人都是以打鱼为生，所以大小的渔船也比较多一些。而据我所知，所有进江河打鱼的人都要向张大将军交2成的税，我们本地人又称为打鱼税。赖老汉闻一言，眉头微皱。赖安也没想到张仲岳竟敢私自向百姓征税，他真是好大的胆子。不过朝廷从未征过什么打鱼税，此事，而且元江府那边的官员从未上报过此事。我嫁给相公后才知朝廷从未征过什么打鱼税。元江府的百姓一直都以为这税是朝廷征收的，至于那些向朝廷上书禀告此事的官员，要么被突然罢了官，要么就是稀里糊涂的死了。此事安大哥回去后查一查便知。赖安点点头，看向江明月。还有吗？3年前张大将军征过一次兵。赖安父子听闻这话，脸色瞬间一变。征了多少？最少应有2万吧，具体的我就不知道了。张仲岳竟敢私下里养兵，他想干什么？造反不成？坐下，你娘马上就做好饭了，吃完晚饭再走。他回来了。礼部那边传来消息，状元公清晨已经销假，明日就会到翰林院上任呢。走，咱们出宫。宫外，高兴劲儿过去了，恢复了理智的宋蕊有些苦恼了。公主怎么了？咱们就这样跑过去见他，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直接召见状元公的确有些不合适，但是咱们可以先见见他的夫人啊。先见他的夫人？不错，公主可还记得那些传闻？说是那妇人对谢渊有救命之恩。不错。此事一个处理不好，状元公、公主的名声都会受到影响。可如果那夫人愿意主动离开状元宫，那就不一样了。宋蕊双眼瞬间就亮了。不枉我往日里这般器重你，那咱们就先见一见那妇人。可是出了什么事情？夫人，公主传唤。公主传唤？她应该不是出现幻听了吧？苹果神色凝重的点点头。服侍我穿衣吧。江明月并不认识那公主，这好好的怎么会有公主来传唤她呢？想来想去，问题应该出现在相公的身上。联想到之前弟弟和自己说的那些话，江明月的心中有了数。夫人，要不要派人将爷给唤回来啊？别担心，我能应付。谢渊这般优秀，江明月可以预见的是，以后这事儿肯定不会少。他不能每一次都让谢渊出面帮自己解决吧？嬷嬷，别担心，我去就回。老奴陪夫人一起，待在家里我实在是无法安心呢。公主召见，这是好事儿，你们不要胡思乱想。再则，皇家教养出来的贵女，肯定是知书达理、德貌兼备，应该不会刻意为难我一个小妇人的。夫人，我陪你一起。嬷嬷，你年纪大了，就不要随我来回奔波了。有素衣苹果随我一起呢，你安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来。桂嬷嬷自是想到素娘的身份了，郑重道：“夫人，我就交给你了，替我照顾好她。”臣妇谢江氏，见过公主殿下。大胆！你这妇人好不知礼啊！见到公主就应该跪下行叩拜大礼。江明月身后的苹果脸色微微一变，正欲上前，素娘拦下了苹果，轻轻地摇了摇头：“小夫人不知礼数，还望公主恕罪。”宋蕊看着低头准备行跪拜大礼的人，视线落于他圆滚滚的肚子上。罢了，坐吧。多谢公主殿下。等到宫女搬来小凳子，江明月动作优雅地半坐于小凳子上，微微抬头看到宋蕊时，又是一惊，竟是她。那日谢渊打马游街时，他曾和这位公主殿下有过一面之缘。你认出我来了？公主殿下气质出众，长得又这般漂亮，
只要看一眼就很难让人忘记。江明月有一种很神奇的能力，就是当他看着你说话时，总是温润软约，而且很真诚，很轻易的便令人觉得他说的都是真的。比如此刻的宋蕊。宋蕊今日本来是来发难抢他相公的，可是江明月这般夸他，他反而不知该如何开口了。你在看什么？我在看公主。之前常听说书的人讲，公主就如天上仙，国色天香，浑身贵气。之前我还不信，今日一瞧，果真是如此。等回去了，我能向身边的人吹嘘很久了。我见到公主了呢。别以为这般的夸他，他就会心软了。状元公貌比潘安，才华横溢，所以我想看看他的夫人是怎样的。但看到你，我很失望。公主是不是也觉得我配不上相公？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是只癞蛤蟆，竟吃到了天鹅肉，所以我时常在家里自观反思，相公眼睛是不是瞎了，竟会娶我？不瞒公主说，有时候站在相公的身边，我都有些自惭形秽，长得没有他好看，心也没有他多。才学就更别说了，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压力好大呀。宋蕊不知不觉就被江明月带偏了。是啊，她身份不显，长得也一般，样样拿不出手，却偏偏有一个极其出众的丈夫。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贵女们随便一个人都能欺负折辱她，这日子过得确实挺压抑挺憋屈的。宋蕊竟突然有些同情起她来。既如此，谢夫人可有想过和离？早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江明月正欲开口，下官谢渊求见公主。听到相公的声音，江明月瞬间放松了下来。她看着面前神情中透着几分雀跃的少女，想自己丈夫魅力可真是大呀。进来吧。开口之时又看了一眼低眉顺眼的江明月，突然有点不好意思和心虚，是怎么回事啊？谢渊走进了雅间，目光第一时间就落到了妻子身上，确定他和孩子都是平安无事，这才放心下来，朝着宋蕊施了一礼。下官是来接夫人回府的，如有失礼之处，还望公主莫怪。谢渊直接起身走到江明月的面前，伸手扶起了她。谢状元和令夫人当真是伉俪情深，能娶到夫人是我三生有幸，自然要爱之敬之。素娘看着双眼中泛起水花的表妹，忍不住地叹了口气。时候不早了，想必公主也该回宫了，我们夫妇就不打扰了。我夫人从未学过什么礼数，再加上马上就要生产，为了避免冲撞到公主，未来一段时间就安心在家中养胎，再不外出。话外意思就是，你就不要再召见我媳妇儿了。马车内，谢渊紧紧地握着妻子的手，再三确认。真没事。这位公主还挺好相处的。好相处？明月嗯了一声。你们都聊了些什么？你当初打马游街的时候，我与这位公主殿下有过一面之缘。她见我认出她来，有些惊讶，没想到我竟还认得她。我借这个话题不停地夸她，这人就没有不喜欢听好话的。我想，无论她召见我有何目的，应该都不好再为难我的。你做得很好。我也觉得我做得很好呢。公主殿下被我夸的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脸都红了。后来果然如我想的一样，她并未为难我，只是说我配不上相公。哦，你是怎么回答的？这时候顺着她的话肯定是没错的啊。她说我配不上，那我就配不上呗。我当着她的面狠狠地夸了你一番，然后将自己踩到泥土里，显得极为卑微。结果就是公主殿下成功被我带偏，同情起我来了。后来你就来了。你很好，在我的眼里心里，这世上没有哪一个女子有你这么好。不是你配不上我，是我配不上你。不是你配不上我，是我配不上你。今日妻子虽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躲了过去，但下一次呢？如果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你一定要第一时间派人通知我。你装病拖延时间，等我回来处理。还有下次啊？看来相公在外面惹的桃花债不少呢。听着妻子说话酸溜溜的，西园低头安抚的又亲他一口。我只是说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交给我处理，知道吗？明月点点头，一脸的乖巧温婉。二皇子府，宋敏听着贴身公公的禀告，多少有些诧异了。没想到五妹喜欢的竟是谢渊，他真不知是该说他有眼光，还是眼光不好。京都关于谢渊和他夫人的事情，他也是略有耳闻。先是救命之恩，紧接着是父皇金口预言的千里姻缘一线牵。宋敏觉得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谢渊故意宣扬出现的，其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保护他的夫人。由此可见，他和他夫人的感情应该很好。五妹这一片深情，恐怕注定要错付了。
不过谢渊既然惹得妹妹如此伤心，他少不了要替妹妹出口气。想到明日他就会去翰林院入职，宋敏当即将自己心腹召到跟前，言语了起来。小姨，我观你神色有些憔悴，可是近来家里发生什么事了？沈娇娘点点头。近来一直都在找房子，没有休息好的缘故，你别担心。小姨准备搬出北罗胡同。这2日就搬。近来孩子乖不乖？沈娇娘目光温和地看向江明月的肚子。江明月看她并不愿多言家中之事，就配合道：孩子近来乖得很，都没有闹我。江明月说的乃是事实，自从8个月以后，孩子突然就老实了起来，只需要每天晚间和他互动一会儿即可。平日里他都是老老实实的，不像之前时不时的就会动一下。这是好事，孩子很心疼你这个母亲呐。你再有1个多月就要生了，产婆可找到了？找到了。昨日里你姨丈回来跟我提了一句小渊的事，说他在琼林院上因为开罪2皇子，现在进入翰林院后坐了冷板凳，此事你可知？其实陈富贵还说，如果谢渊愿意的话，他可以给2皇子递话，话里话外就是只要投奔了2皇子，立刻就可以解了眼下的困局。而这话沈娇娘并不打算和外甥女说，因为她看得出来谢渊是不会投靠2皇子的。江明月虽然一无所知，可是脸上的表情并不变。我知，小姨不必担心，相公能应付的。黄昏，当谢渊回来后，江明月将看望了沈娇娘以及从她这里得到的消息给丈夫说了一番。陈富贵现在以不足为患，他蹦跶的越厉害，死得越快。你不必为他的事费心思。相公，你在翰林院这边可好？我很好，现在所遇到的事对我来说都不是事儿，所以不必为我担心。江明月笑着点点头。一日黄昏的时候，谢渊走出翰林院，一个小太监突然拦住了他去路。谢大人，我家公主有请。谢渊挑了下眉，本欲拒绝，但想到公主的事情之后，说不定他会为难妻子。劳烦公公带路。见过公主殿下。谢状元请起。不知公主殿下唤在下前来所为何事？谢状元可愿娶我？臣家中已有贤妻。你可休了她，一个商户女罢了，她配不上你，也给不了你什么。我不同，我乃是一国公主，只要你娶了我，财富、地位、权势，这些通通唾手可得。我相信谢状元是聪明人，应知道该如何选择。公主既这般优秀，又何必挖空心思抢别人的男人？商户女又如何？只要臣喜欢就可。在我看来，公主也就比我妻子会投胎而已。谢渊明明可以用更加委婉的方式拒绝公主，但这一刻却采用了激进的方式。没有人可以当着他的面折辱他妻子，哪怕这个人贵为公主。大胆，竟敢对公主如此说话！谢渊瞬间气势大变，咄咄逼人。你小小的宫女，竟敢对朝廷命官大呼小叫，才是好大的胆子！对上谢渊冰冷的双眸，福乐心中微微一凛，气势瞬间弱了下来。谢渊，你当真不愿娶我？公主金枝玉叶，值得更好的。臣和臣的妻子伉俪情深，恩爱两不疑，再容不下他人。很晚了，臣还要回去陪臣的妻子吃饭，就不打扰公主了。谢渊。可惜谢渊就像没有听到似的，一步都未停，头也没回，大踏步的离开。宋蕊望着离开的谢渊，身体微微的摇晃，崩溃的瘫坐在地上，想着出宫时母妃对他说的那些话，他缓缓的闭上了双眼。公主，算了吧，谢渊他配不上公主的，公主值得更好的。没有人比他更好了。等着急了吧？想到这段时间你食欲不振，我绕路去买了一些果脯，就耽误了一些时间。公主召见他的事情，他并不想告诉妻子，免得他担心和忧虑。只要你无事就好。不要胡思乱想，这里是京都，我又是官绅，只要不犯错，无人能把我怎么样。饿了吧？咱们吃饭。就在二人用晚饭之时，宋蕊回到了宫中。贤妃娘娘看着双眼通红、一脸伤心的女儿，就已经知道结果了。这次可死心了。母妃，我不甘心，我不甘心的。我是公主，身份尊贵，容貌出众，无论是礼仪还是学识，哪点比不上那个商户女？为何她宁愿选她，都不愿意选我？这不是比得上比不上的缘故。
也并不是你不够好，而是喜不喜欢。这世间最不能勉强的就是感情。蕊儿，放下吧。西渊就那么好，值得你这般为他伤心？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我就是控制不住。你就那么喜欢他？很喜欢。非他不可？哥，你帮帮我。我来想想办法，但是能不能成，我无法向你保证。我相信哥哥，有你出手，肯定能成功。好了，那就打起精神来，别让姨母为你担心了。宋敏安抚好妹妹，出了皇宫。西园这里走不通，那就从江明月的身上下手。宋敏回到府中，将事情交代下去之后，就暂时把这件事情放于脑后。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扳倒张仲月。夫人，田夫人来了。江明月微微的有些惊讶，没想到婉言拒绝了田夫人几次之后，他竟直接找上门来，现在倒不好再拒绝了。将田夫人请到正堂来。这位就是谢夫人吧？冒昧来访，如有打扰之处，还请你见谅。田夫人哪里话，快请坐。我很快就要生产，身体笨重，也很久没有出门了。听说近来京都十分热闹，也不知是真是假。的确热闹，前些时候我和老爷出门，正巧碰到了谢大人的车驾。我家老爷本想和庄园公打声招呼，没想到谢大人却被公主请了过去，当时我们都吃惊得不得了呢。江明月脸上表情不变，没想到朝阳公主还召见过丈夫，看来那个公主还并未死心。那田氏今日来是什么目的，就一清二楚了，就是不知道她和朝阳公主是何等关系。田夫人看她并不接话，眼底闪过了一丝讪讪，但毕竟是二皇子交代的事情，即便是硬着头皮，她也要完成。也不知二人聊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公主一脸伤心地离开了。谢夫人恐不知，二皇子最是疼爱这个妹妹，现在看到妹妹这般伤心，心里自是不舒服。谢大人在翰林院的日子本就艰难，这日后恐就更加艰难了。这可如何是好？这事倒也不是不能解决，只要让公主达成所愿即可，那二皇子自不会再为难谢大人。谢大人对夫人有情有义的，我相信夫人肯定也不希望因为自个儿的原因，让谢大人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田夫人真是个心善的人，在我们无任何私交的前提下，愿意跑到我家来专门提点我，这个情我领了。不过我家的事情就不劳你费心了，这马上就中午了，我就不留你了。苹果看人走了，有些担忧的看着江明月问他：夫人，你没事吧？你家夫人我心宽着呢，可不会轻易就让人影响了心情。爷爷那里应该不会有什么事情吧？不会，二皇子只是皇子，还阻碍不了相公的前程。他担心的是宋蕊、宋敏二人这次不成，恐怕还会有什么后招。晚间要和谢元说一说了。赵山受伤了。夫人别担心，他伤得不重的。怎么受的伤？素娘可还好？谁受伤了？你回来了。家里谁受伤了？是赵山。近来素娘一直都在暗中打探铁心庵的事，我担心他会出事情，就派赵山暗中保护他。这事儿谢元是知道的。素娘被发现了？幸好赵山出现的及时，将素娘救了下来。铁心庵可有发现素娘？赵山说没有，发现素娘的是他身边的护卫。谢元点点头，重新将注意力放在妻子身上。他一面轻轻地抚摸妻子肚子，一面柔声和肚子里的孩子说话：今日乖不乖？有没有折腾你们阿娘呀？这是谢元每天回来都要做的事情。江明月将田夫人的事情给丈夫说了一番。可有气着？我心宽着呢，日后谁来我都不见，也不会出门，即便他们还有后招，我也不怕的。我只是有些担心你。安心，除了圣上，谁也奈何不了我。明月笑着嗯了一声。宋蕊、宋敏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主意打到他妻子身上，要给他们一个教训了。一大清早的，你去哪儿了？出去办了点事。办坏事去了？我表现得很明显吗？江明月摇了摇头。是因为我了解你的缘故。你去做什么坏事啦？给二皇子、公主找点事做，省得他们老是盯着咱们。江明月哦了一声，并没有再追问。素爷，陪我走走如何？素娘点点头。素爷，
近来可有什么心事？素娘犹豫片刻之后，轻轻地了一声：“能和我说说吗？我会是最好的听客，说出来你说不定会舒服些。”我最近有些迷茫。迷茫什么？夫人，是不是已猜到我为何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应和你的丈夫有关吧？是，我之所以会变成这样，皆是因为他。不过这也是我咎由自取，只怪我识人不清，不顾娘亲友的阻拦，非要嫁给他。所以哪怕他将你害成这样，你依旧没想过报复，只是为了惩罚自己。我之所以苟活到现在，一是夫人当时的话点醒了我，二就是我想再见一见母亲亲朋。我原本想着我余后几年这样过也挺好，但是我没想到他来到了京都。他来到京都后，住着母亲留给我的宅院，心安理得地用着母亲留给我的仆人，甚至拿我的死做文章，利用母亲在京都的一些人脉为他奔走谋差事，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不能接受，那就不要接受。素爷，你已经因为昔日的错付出了应有的代价，现在也是该让伤害过你的人百倍千倍的偿还了。他冷冷地看向了江明月。素爷，我这人虽然性子软弱，但最起码我知道一点，谁让我不高兴了，我就让他不高兴，因为我要让自己高兴，我要取悦我自己。我娘常常教导我，不要息事宁人，如果别人伤害了你，你不要既往不咎，而是有仇必报。暂时的息事宁人，只不过是在养精蓄锐，保存实力，就算是自损800，摇换敌人1000。都是第一次做人，凭什么咱们就要为别人受那么多委屈？谁还不是爹娘宝贝了？这句话让素娘瞬间破防，抱住江明月哭了起来。下午，你今日怎么回来的这么早？衙门无事就回来了。停职的事情，陈富贵并不打算告诉妻子。通过如花，他已经和二皇子那边的人搭上了线，而要想要获得二皇子的青睐，还需要功劳。这个功劳就在谢渊和江明红的身上。谢渊在翰林院的事，你可给咱们外甥女说了？你已决定投靠二皇子？我一开始就不看好大皇子，只是当时形势所迫，没有办法。但是现在不同，我已和二皇子的人搭上了关系，且知道二皇子最近正在查张仲岳的事情，这对咱们外甥来说可是扳倒张仲岳的天赐良机。如果他愿意将张仲岳在远江府的所作所为告诉二皇子，如果他手里掌握着一些张仲岳的罪证，你就别做梦了，我不会充当你的说客，同样的，他们也不会投靠二皇子。我这可是两全其美之计，成了对咱们大家都有好处。况且我费心费力的做这么多，还不是为了咱们的这个小家？你是为咱们这个小家，还是为了你的野心？朝堂之上的事儿很快就传到了江明月的耳中。真的？不仅进了二皇子3个月的族，就连贤妃娘娘也受到了影响。那个公主殿下短时间内应该是出不了宫了。江明月知道宋敏的生母乃是贵妃，只不过在她5岁时，贵妃娘娘就病逝了。后来她的姨母进了宫，也就是现在的贤妃娘娘。贤妃受了处罚，作为她女儿的宋蕊，未来一段时间自是要低调行事。丈夫这一手还真是高啊，可以说是一箭双雕。大佬就是大佬。身体可好些了？对不起，让夫人担心了。现在我很好，夫人比我通透。昨日里听了夫人一席话，我只觉得豁然开朗。能帮到你就好。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我要报仇，他们2人欠我的，我要一笔笔的讨回来。你打算怎么做呢？素娘沉思了片刻。我需要爷的帮忙。行，我大相公答应你了。等晚间相公回来了，你们可好好的聊聊。正堂内，爷，我本姓程，名唤素素。这些我也知道，现在你还是说些我不知道的吧。比如当年你和威武将军的事，可是轰动了整个京都，你们矢志不渝的爱情直到现在还广为流传，而这才过了几年，你怎就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了？程素素先是一惊，紧接着则是羞愧。西渊的最后几句话像是一巴掌狠狠地扇在了自己脸上。程素素深吸了一口气，这才压下了心中翻涌的情绪，向西渊讲述起来。你打算如何报仇？我这一生最愧对的就是我的母亲，她为我伤透了心，现在好不容易才走出来，我不想再让她为我难过。你想悄悄报仇？
你可能直接面圣。能，不过我要先取回一样东西，那东西在母亲给我的宅院中，而现在这个宅院被铁心安二人霸占了。我可帮你取出那件东西。报完仇后，你有何打算？应该会离开京都。你的身体需要一处风景适宜的地方静养，且药不能停。我倒知道一个好去处，就是不知你愿不愿意。哪里？上清观。上清观有一天然的温泉，长泡虚寒，再就是长生道长的医术极好，有他照顾你，圣上我们都会很放心。在我妻子是个念旧之人，她肯定舍不得你离开京都。你要是去了上清观，往后她还能带着余姓他们常去看你。我和长生的事，爷爷知道了。知道的远比你想象的还要多。你的死讯传回京都后，谢恩将长生为他做的那些事情仔细地给程素素说了一番。如果不是小红阻拦，长生现在已经死了。我现在这副模样，实在没脸见他。你不该如此看低长生道长，他和世俗中的男子不一样，他所看重的并不是你这副皮囊。且我可以肯定的是，看到现在的你，他非但不会嫌弃你，反而会更加心疼你。过了许久，他声音有些嘶哑的应了一声好。明日我会将长生道长请过来，东西拿到手后，晚间有他陪你一起悄悄进宫，你意下如何？我听爷的，长生来了就无需再去取那件东西了。程素素看谢恩双眼中闪过了一丝惊讶，心中顿时舒坦了许多，最起码他并不知道长生的身份。进宫后，我需你帮我做件事。何事？去见见朝阳公主，把你的经历好好跟她说一说，希望她能引以为戒。冷不冷？这会起风了呢。你可冷？不冷，反而有些热呢。长生是5时出过来的。没出什么事儿吧？知道了素娘现在的情况，她有些承受不住，怒气冲冲就要去杀人呢。好在我和素娘拦住了她。辛苦了。明月轻轻地摇摇头。夫妻二人吃完晚饭，长生扶着素娘走了出来。素素已经这段时间的事都告诉了我，谢谢你们救了她，并给了她一个安身之所。此情我铭记于心，日后如有需要我的地方，你们只管说。长生道长不必如此，这是我夫人与程姑娘之间的缘分。一句程姑娘瞬间愉悦到了长生，他并没有再说什么，而是将这份恩情放于了心里。我们该走了。外面起风了，很有可能会下雨，小心着凉了。加油，我们永远都是你的后盾。夫人，谢谢你。道长，素素姐我就交给你了。长生点点头，扶着程素素在二人注视下走了出去。回屋吧。不知为何，我突然有些紧张。安心，程素素一定会达成所愿。再怎么说，她也是圣上的外甥女，而且还是唯一一个外甥女，圣上绝不会让人如此欺凌她。听了丈夫的一番话，焦明月倒是淡定了下来。今日还是在使馆里整理卷宗吗？没有。谢渊将翰林院的事情简单和妻子说了一番。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你就要在沈世讲的手底下做事了。谢渊嗯了一声。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不早些告诉我？刚才晚饭时，咱们应该庆祝一下的。这算什么？等我得见圣颜后，咱们再庆祝也不迟。皇宫御书房内，你说谁来了？旭公子，快让他进来。一会儿过后，长生走了进来。自家人就不必拜了。几年不见，倒是结实了不少。何时回来的？还早吗？刚回来不久，以后我会在上清观清修，没必要的话，不会再离开京都了。好，不走好。以后三叔想你了，就能去上清观里看你了。三叔，我还带了一人来看你。哦，谁？皇帝宋明看着戴着面纱缓缓走进来的妇人，只觉得有点眼熟。这是……程素素恭恭敬敬地跪下，朝着皇帝宋明行了个大礼，抬头时双眼已是通红。舅舅。舅舅二字让皇帝宋明如遭雷击，身体不受控制地后退了一步。长生急忙扶住他。你叫我什么？舅舅，我是素素。素素，你是素素？你没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还要从8年前说起。前半夜无人知御书房内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圣上勃然大怒，愤怒声甚至传出了御书房。而后半夜，一队禁卫军离开了皇宫。旭哥哥，我在。
我想去见见朝阳。小时候二人关系极好，长生并未怀疑什么。如何？威武将军连带家小，昨天晚上都被抓了。素娘成功了呢，就是不知圣上用的什么名义抓的铁心庵。江明月心中好奇，就问了出来：欺君罔上，贪赃枉法，草菅人命。辛苦了，你下去吧。素姐姐，长生道长。长生冲江明月和善点点头，对素素道：我在外面等你。然后将时间留给了他们。铁心庵被抓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现在感觉如何啊？是不是很高兴？高兴又爽快。出宫后我特意去了一趟天牢。你去见他们了？他们看到我惊恐害怕又绝望，那一刻我整个人瞬间就轻松了下来，心里也是前所未有的畅快。现在这种结果很好，我不会杀他们，我要让他们余生都生活在我的恐惧之中。如果不是你当初出手相助，我看不到今日。这段时间我过得很开心，如果可以，我真的想就这么一直待在谢府。我可不敢再收留你了，不然长生道长心里还不知会如何怨我呢。一句话冲淡了悲伤的气氛。他敢？上清观距离京都并不远，你只管随他去。回头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余杏去看你的。好，你生产后一定要第一时间给我报个信。明月轻轻地嗯了一声。余杏跟着我的时间虽然不久，但是她聪明，手也巧，已尽得我的真传。造房的事你可放心交给她。再就是这丫头心思有些深，你要是有时间了，可多跟她聊聊。我看得出来，除了你跟小红，她其实并不太在意其他人。你安心，我和阿弟相公会照顾好他们兄妹的。夫人，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明月嗯了一声。朝阳往后应都不会再寻夫人的不是。江明月没想到丈夫竟背着自己做了那么多，心中满满的都是感动。黄昏，走了也好，他在咱们家总归不是个事儿，所以现在管造房的是余杏。余杏已经出师，不过他毕竟还小，我怕他累着，将荷花划给了他。等咱们孩子出生了，如果忙不过来的话，就请2个浆洗的婆子可好？谢渊点点头。今天孩子乖不乖？很乖的，今天都没怎么闹我。咱们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还真不同，别人都是越节节生产，孩子越活泼，他们反倒是越老实。这说明咱们孩子知道心疼人。嬷嬷也这么说的，近来我比这之前轻松了很多呢。相公，谢谢你。谢渊不解嗯了一声。素娘都告诉我了，保护好你和孩子是为夫的责任。明月闻言靠在男人的怀中，心中满满都是幸福。听说陈富贵近来可老实，前些时候跟随着张中岳出事，大皇子示弱，他也受到了波及。只见他已有目的的远离孙良，想借助咱们巴结上二皇子。为得到二皇子的青睐，他还将主意打到了姑爷和少爷的身上。不过前2天二皇子突然被圣上禁足，陈富贵又改变了想法，频繁的和孙良走动了起来。听说陈富贵是留不得了。之前留着他是因为他对他们还有点用，现在到了他为自己所作所为偿命的时候了。将他做的那些事告诉孙良，再就是张中岳事发的事也可以推到他的身上。少爷准备借刀杀人吗？免得脏了咱们自己的手。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小心一些，不要引起了孙良的怀疑。是。你说的是真的？假江明月的事儿是暗街的王老板和侄儿喝酒时无意说出来的。侄儿听到这事儿的时候也不信，那陈富贵胆子那么大，连咱们都敢诓骗。后来我特意去打听了一下，没想到竟是真的。而且侄儿还查到陈富贵在外养了一个外室，那外室是二皇子的人。侄儿怀疑陈富贵应该早就投靠了二皇子。二皇子知道了元江府的事后，再授意周言官状告主子，就说这段时间咱们对陈富贵可不薄，不曾想他竟敢这样对待咱们，绝不能轻饶了他。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陈富贵望着官兵，心中突然有种不好的预感，面上其实丝毫不显。这时，孙成从众人的身后走了出来。陈富贵看到孙成，心中突然咯噔一下，难道他做的那些事儿被孙良发现了？程贤侄，你这是做什么？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陈富贵，你真是好大的狗胆，连我们都敢诓骗。爷的事儿是不是你告诉二皇子的？冤枉！我和二皇子一点关系都没有。都到什么时候了，你竟还敢狡辩？你那个外室是二皇子的人，你敢说你不知道？孙良果然都知道了，他是怎么知道的？程贤侄，你听我解释。去牢里解释吧，都给我抓起来，一个也不要放过。放了他们，他们什么都不知道。爹，我怕。程贤侄，放了他们，要抓就抓我好了，他们都是无辜的。你说无辜就无辜了，都给我带走。慢着，我们和陈富贵也没有关系，他早就将我休了，孩子们也丢给了我。他绝对不能让官兵们将他们都抓走，特别是女儿。他已到了收亲的年纪，一旦进了大牢，以后亲事就艰难了。大人明鉴，我们早已经和陈富贵没有任何关系，无论他做了什么，都和我们无关。孙成看着手中的东西，还真的是休书，而且陈富贵还将儿女都给了沈娇娘，真的是好深的算计啊！原来他早就打算好了。大人，我已和王言官的夫人约好，一会儿要到他家里做客，可否行个方便？这妇人在威胁我。衣袖下的沈娇娘双手已经慢慢的变成了拳头，不过脸上却没有任何惧色，任由孙成打量。好在最后他赌赢了，孙成终归是放过了他们。别说，可是计划有变。咱们的计划很成功，孙良的动作很快，今早江平将事情给江明红讲述了一遍。也就是说，小姨他们已经到了宛平。他本还想让他们受点牢狱之苦，再将他们救出来，没想到沈娇娘几人竟躲了过去，看来他是早就有准备。应该是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去了林家村。除了陈娟那里，他们也没地方可去了，也怪不得林寒山会突然请假，想来是接到消息了。少爷，陈富贵那里咱们可还要继续盯着？不必了，他活不长了。以孙良的性子，他是绝对不会放过陈富贵的。张中岳很快就会回京，到时京都应会十分的热闹。你着重帮我盯着几个人。江明红凑到江平耳边低语了起来。爹，他们怎么可以对你用刑呢？怎么可以呢？阿爹没事，你们别担心。这几日你们可还好？你出事后，我就带着小菊他们去了女婿那里暂住，所以我们都还好。这几日你恐都没有吃好饭，吃点吧。来，给你们阿爹说说话。只来了你们几个吗？沈娇娘知道丈夫真正想问的是谁，她知道没有听懂，很平淡。女婿在和牢头说话，自从你被关起来后，女婿一直都在为你的事奔波，可惜我们却无法将你救出去。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为了能进来见你一面，前后我们已经花了60两。严哥他们还小，我手里积蓄已经不多，往后恐是来不得了。陈富贵听了这话，盯着妻子沉默了许久。严哥、叔哥，你们来。以后阿爹不在你们的身边，你们要听娘的话，知道吗？严哥，你是长子，往后要帮着阿爹照顾好你们阿娘，保护好姐姐和弟弟。陈岩声音发颤地了一声。陈富贵和2个儿子说完话，又将2个女儿叫到跟前，叮嘱他们一番之后，你们先出去吧，我和你们阿娘说说话。陈娟擦了擦眼角的泪，领着泪眼汪汪的弟弟妹妹离开了天牢。你可是在怪我？休书是什么时候准备的？知道你在外面养了外室后，不是你想的那样。无论是什么原因，你养小是事实。看在几个孩子的面上，我曾给过你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劝过你一次又一次，我拦不住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保全几个孩子。沈娇娘将酒坛推于他面前。如果熬不下去了，你就喝了它。对不起。沈娇娘深吸了口气，压下了心中翻涌的情绪，抬脚走了出去。陈富贵直到看不见妻子身影，这才收回了视线。他眼眶通红地打开了酒坛，酒混合着泪，一口又一口地咽了下去。
明月，你怎么了？怎浑身都在抖啊？哪里不舒服吗？我要生了。啊，别怕，我这就去换桂嬷嬷。穿上衣裳再出去。夫人要生了，快将桂嬷嬷请来。啊，这我就去换嬷嬷。是不是很疼？桂嬷嬷怎么还没有来？嬷嬷总要穿了衣裳才能过来。你别担心，我不疼的。好，我知道了，你别说话了。席渊看着这样的妻子，眼中闪过了一丝恐惧，再也没有平日里的镇定。他想出去看看桂嬷嬷怎么还没有来，但是又不敢将妻子一个人丢在这里。嬷嬷，明月疼得很厉害。我来看看。爷，在外面等会儿如何？别怕，我就在外面。陈荣，你现在就回宛平将栾叔请来，顺道告诉少爷，夫人要生了。嬷嬷，明月怎么样了？爷，请来吧。你怎起来了？走走，生得快。嬷嬷怎么说？没那么快生，恐还有1个多时辰呢。席渊闻言，脸色微微的一僵，他的明月怎么受得住呢？他不是一直都疼的，而是一阵一阵的，所以你别担心，我觉得还好。席渊看到这时候还在安慰自己的妻子，忍不住将她抱进了怀里。他的明月很坚强，也很懂事，可他越是这样，自己就越是心疼。你放心，我和孩子一定会无事的。该去翰林院了呢。我请了假就回来陪你。好，我和孩子都等你回来。明月，我就先交给你了。爷，你只管放心去吧，我会照顾好夫人的。夫人先吃点荷包蛋，有什么想吃的也可以告诉我。我想吃3鲜饺子。宛平，枣林胡同中，可收拾妥当了。咱们现在就能出发。那快走吧。夫人要生了！沈冰心、江明红闻言那还了得，抬脚就开始往外冲。夫人现在如何了？嬷嬷让奴婢准备水，说是要生了。痛苦的呻吟声从屋里传出来时，席渊突然有些不安起来。他来回的走动，时不时的往屋内看一眼。席渊看到岳母，眼睛微微的亮了一亮，扭头冲屋里喊道：“明月娘，小弟来了，你别怕，我们都在这里，一会儿就好了。”好，孩子马上就要出来了，我都已经看到头了。江明月听了桂嬷嬷的话，再次用力的同时，暗暗告诉自己，只要生下来就好了，只要生下来就不疼了。夫人，加把劲儿，还有一个呢。夫人，加把劲儿，还有一个呢。他大脑还未完全反应过来，一阵阵痛再次席卷了他。江明月忍不住的叫出了声。她怀的是双胎，她怀的竟是双胎。谢渊竟瞒她瞒到了现在，虽这男人是好心，可江明月的心里却生起了些许的小脾气。谢渊，我疼，我好疼啊！姐姐一直以来都很怕疼，现在该有多疼，她会才叫得这般的凄厉呢？屋外的谢渊浑身一哆嗦，趴在了门上。明月，对不起，你再忍忍，马上就好了。可我好疼，我不要生了。谢渊整颗心都揪在了一起，心疼得不得了，都恨不得替他受过了。阿姐，你最坚强，再忍一会儿就好了。栾毅看着紧张着急的二人，忍不住的笑出了声。江明月这会儿还有力气喊，说明力气还很足。爹，我不生了，我想回家。谢渊是个大混蛋，他欺负我。我混蛋，都是我不好。明月，咱们不生了，咱们以后都不生了。你最好说到做到，这种罪，我不想姐姐再受一次。好，咱们不生了，我一会儿就带你回家。再加把劲儿，孩子马上就要出来了。江明月闻言，阵痛的时候用尽浑身力气，大叫了一声。屋外的谢渊身体一僵，听屋内突然没了动静，着急的喊了起来：“明月，明月！”而江明红听到这一声惨叫，双腿一软，紧紧的抓着门，这才勉强站住。
缓了几息，正想叫姐姐，可是一声婴儿的啼哭声突然从屋内传来。没有了吧？没有了，恭喜夫人是龙凤胎呢，姑娘是姐姐，哥是弟弟。江明月虽然很想看一看两个孩子，但他实在是睁不开眼睛，一下子就昏睡了过去。去报喜吧。好，爷少爷，夫人生的是龙凤胎，姑娘是姐姐，哥是弟弟。好，真好，今生姐姐不仅有爱她的丈夫，还有孩子了。而屋内，桂嬷嬷替江明月处理污秽的时候，脸色顿时一变。苹果，快请栾大夫进来。明月，怎么了？快拦住爷，小心他带了冷风进来，惊了大人和孩子。谢元硬生生地止住了脚步。明月怎么了？桂嬷嬷，我姐姐怎么了？出血了。一句话让两个男人脸色大变。别担心，我进去看看。谢渊用最大的毅力稳住了心神，双腿发软，紧跟其后。栾毅坐下来替江明月把脉。谢渊看着脸色煞白、昏迷不醒的人，心如刀绞，闭上了双眼。此时他很乱，心中更是万般的滋味一同涌上了心头。我姐姐如何了？栾叔，明月绝不能有事。别担心，明月没事。谢渊闻言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整个人晃动了几下，这才站稳。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醒了，要不要喝点水？谢渊起身沏了一杯红糖水。我喂你喝。江明月将红糖水一饮而下，在男人的服侍下漱了口，又重新躺下，这才问道：孩子呢？奶娘们正在喂奶，等吃完奶，岳母就会将他们推回来了。原来并不是我幻听，阿娘真的来了。岳母大人昨天晚上到的宛平，因太晚就没有过来。明月，对不起。哼，也不早点告诉我。是我不对，以后都不会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这一回可好？他昏睡了一整天，即便是有再大的气也消了。况且他之前已经吓唬过男人，而且他认错态度这般良好。行吧，谁让我是个大毒之人，这次就原谅你了。明月，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做了父亲。明月嘴角不受控制，微微向上勾了一勾。灶上煮了莲子银耳红枣粥，要不要来一碗？好。阿娘，辛苦您了。当初生我和弟弟的时候，你一定很疼吧？江明月自己做了母亲，才知道怀孕时的辛苦，生产时的疼。不辛苦，看着你们平平安安、快快乐乐的长大，看着你出嫁、为人妻、为人母，娘只有开心和欣慰，一点也不觉得苦。娘，宝宝，都是做母亲的人了，怎还跟小孩似的呀？在娘面前，我永远都是小孩。阿爹可还好？你们阿爹很好，知道女婿高中之后，这些年呐，从未像现在这样好过，连着咱们老江家也是扬眉吐气了。那段时间，许立新温声给女儿讲述袁江府的事情，姐儿突然又哇哇哭了起来。可有奶啊，你这闺女嘴巴和你一样刁，刚才奶娘喂奶，她小嘴巴紧紧抿着，一口也不喝。没有办法，我就只能先给她喂了一点水。将她给我吧，我试试。小时候她也是不吃奶娘的奶的。晚间我再来看你。江明月看丈夫端着粥走了进来，小小声的将女儿不吃奶娘的奶的事情给丈夫说了一番。她已开始认人了吗？我小时候也这样的。咱们女儿像你，给咱们女儿儿子起个小名吧。咱们女儿的眼睛像你，又大又圆，明亮清澈，很像葡萄，叫葡萄如何？挺好的。哥儿呢？从生下来就一直在睡，叫猪猪吧。你是认真的？贱名好养活。不好听，你看那小小一团，叫团子好了。那也行。放窑厂里吧。我先练习一下。江明月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直到见他动作粗鲁地将儿子从窑厂里抱出来，他这才知道他要练习什么。将葡萄给我吧。江明月看丈夫像个机器人似的，缓缓地转身，又缓缓俯身，小心翼翼将女儿放到了儿子身边。可刚才对儿子的态度简直是判若两人。你可不能太偏心。我只偏心你。
歌儿姐可醒了？姐刚才醒了一小会儿，又睡着了。抱过来给我。江明月看着闺女，整个人软得一塌糊涂。等闺女吃饱了，他又紧接着喂儿子。娘，你回来啦？江明月知道母亲回宛平看小姨去了，陈富贵的事情谢渊之前已经告诉他了。可是吵到你了？没有，小姨他们可还好？暂时还好。你们小姨已决定明年随我一起回宛平。表弟他们呢？为了不影响你表弟们的前程，表妹的姻缘，你小姨已将他们改为沈姓了。沈岩很有读书的天分，他会留在宛平这边进于氏私塾，有林秀才和你弟弟照看，你小姨很放心的。沈叔、沈局会随着你小姨一起回阮江府。我们的意思是，以后你小姨、沈叔会进沈氏镖局。江明月知道沈氏镖局大部分人都是沈家一些族人，听娘的意思是打算让小姨和沈叔接管镖局。小姨能服众吗？还有你小五叔呢。没想到兜兜转转，小姨还是走了母亲之前给她规划好的路。是啊，当真是天意弄人。小五叔也隐居多年，想让他进镖局恐不容易。那就得看你小姨的了。回来的时候我摸了一下沈叔的根骨，虽不算是百里挑一，但还算是出众，很适合习武的。阿娘准备将沈家枪传给他，我还要再看看呢。气色倒是比昨日好了一些，主要是睡得好。葡萄团子可乖，乖得不得了，除了吃奶，拉尿的时候会哼哼几声，其他时间都在睡觉。谢渊走到摇床前，伸手轻轻地摸了摸女儿，又摸了摸儿子。这玉坠哪来的？姐姐给的，姐姐还给了我一些补品，给了孩子们几套衣裳，还有2个很精致的金锁。这是姐姐给我们的信。谢渊在妻子身边坐下，读了信，又递回给焦明月。他端起桌子上的血燕，一边喂他吃，一边道：一天没见，我觉得葡萄团子好像白净了些。桂嬷嬷和母亲说，小孩一天一个样，长得特别快。爷，你的信。沈师傅这封信来的可真是时候。越城，没想到师傅和婉仪竟在越城。我记得你之前给我说过，江尚书就是越城人。师傅和婉仪应是很喜欢越城的，要不然也不会选择在越城过年了。相公，你游历时可去过越城？去过，一个很适合定居的地方，那里的人生活富足且过得十分的安逸。以后有机会了，我带你去越城看一看。好。夕颜明月继续往下看。谢灵歇，谢灵墨，葡萄，团子，你们有名字啦。灵溪，灵木，是不是很好听？回头见了师公，你们一定要好好感谢他老人家。我几个同僚都说咱们孩子的生辰好，还说咱们的福气都在后头呢。今日冯夫人也这么说呢，还偷偷告诉我他娘会看这些。他跟着他娘也了解一些，说15出生的孩子一般都是天上的神仙转世，且2人还是出阳世生的，就更是不凡了，狠狠地夸了一番葡萄和团子呢。咱们的孩子性子好，见了他们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自然会夸。像我的上峰沈师讲，平日里不苟言笑，最是严谨，今日见到葡萄团子还夸了几句呢。是吗？沈夫人可是个很好相处的人，说话时都是笑盈盈的。今日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呢，走的时候他还跟我说要下帖子，回头邀请我去他家做客的。原来不止葡萄团子讨喜，就是我妻子也很讨喜。正是因为我这么讨喜，所以才能生出这么一对讨喜的儿女啊。夕颜看着笑容明媚的妻子，伸手将她抱进怀里，漆黑的眼底一片柔和。说的有道理。我是不是胖了很多？是恰到好处的油肉。怀中的人软绵绵的，摸到哪里都像是刚剥壳的鸡蛋一样，手感特别好。谢渊的双手就像是自己有意识一般，缓缓地往下移，轻轻地就捏住了2个孩子的粮仓。明月惊呼一声，脸瞬间就红了。他一把抓住男人的大手，正想催他回去休息，却突然感觉他肌肉逐渐紧绷起来，然后传家宝就出了窍。你快去休息吧。我睡不着。相公，前面3个月不行，后面3个月不能，你又坐了1个月的月子，
芈月，咱们满打满算才成亲16个月。出了正月，进入2月，天气比之前暖和了许多。江明月受邀来到了冯府。自从办完葡萄团子的满月酒之后，江明月也算是结交了几位合得来的夫人，冯夫人就是其中一位。谢夫人，听说谢边修近来天天进宫啊？外头的事情，夫君从未与我说过，所以我也不知。哼，自是什么也不会说，何以商贾之女，有什么好说的？说这些他能懂吗？江明月八方不动，脸上始终挂着得体的微笑，只当什么都没听见。冯夫人则是有些不高兴了。我相公也从来不与我说翰林院的事，说我一妇道人家，管理好内宅即可。我夫君也是，外头的事儿自有爷们儿去管，咱们要做的呀，就是替他们照看好后宅。谢夫人快尝尝这道开水白菜，恐怕你以前都没有吃过这道菜。我品这高汤里除了老母鸡外，应该还有排骨、火腿。谢夫人可品尝出来了？不知姑娘如何称呼？我姓何。李三奶奶凑于她耳边耳语了2句。何姑娘少说了几样，我尝着烟有川贝、老鸭和猪蹄。之前怀有身孕时口味偏淡，相公当时经常做给我吃。哎呦，状元公还会做菜呀？冯氏立刻接话，如果不是害怕得罪人，他都想将何姑娘赶出去，这不是砸他台吗？会，无论是什么菜系，我相公都很精通。天哪，谢夫人当真是好口福。谢状元如此的优秀，着实委屈了。说着还特意的瞥了眼江明月，唯恐别人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似的。我天天和相公待在一起，竟不知他受了委屈。何姑娘消息可真是灵通啊。这一句话让何大姑娘脸色微微一僵，没想到江明月看着是好欺负的样子，竟免里带真是个笑面虎。接下来的宴席上并没有再出什么事儿，江明月通过李氏孙氏闲聊，这才得知西园不知不觉竟成了宠臣，怪不得这几日他收到了那么多拜帖。晚间，怎么了？没什么，只是想看一看天子宠臣长什么样子。看清了吗？看清楚啦，原来天子宠臣是我相公啊。听江明月软而糯的话语中满满都是自豪，谢渊心情不错的直接抱起他进了屋子。江明月等男人落座之后，直接跨坐于他身上。相公，你真优秀，优秀到我嗷一下想将你吞进肚子里。女人都是感性动物，被那些妇人羡慕嫉妒的盯着，江明月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知道谢渊短短时间内已经混成了圣上面前的红人儿，他心中升起了一股冲动，将他吃干抹净的冲动。阿娘，今晚你好好休息，明日在外面吃早饭。
好。谢渊等岳母离开之后，将妻子抱进了怀里。去哪儿？江明月将准备去上清观的事给丈夫说了一遍。上次咱们走得太过匆忙，这次咱们可好好的转一转。我去洗澡。我随你一起。帮我去。好。翌日，昨日里参加宴会可还好玩？好玩。因为相公的缘故，他们没少恭维我。我竟头一次知你还这么喜欢听好话。好话谁不爱听啊？我也不例外。托冯夫人的福，我还吃了2道名菜呢，开水白菜和东坡肉。下次木修我做给你吃。这下我就不算说谎了。什么说谎？我跟那些夫人们说，你之前也给我做过开水白菜，可是显摆了一番。回头就给你做，以后想吃什么了就给我说。明月嗯了一声，靠在了丈夫的怀里。今日爹爹木修带着咱们和姥姥来了上清观，你们要是不困的话，一会儿可以看看。这上清观可是京中最有名的异景呢。江明月知道他们听不懂，但还是给他们讲述了一遍。将孩子给我吧。明月，这就是葡萄和团子，你将它们养得真好，白白嫩嫩的，就像是小白面馒头。知道你生了龙凤胎，我欢喜的不得了。如果不是那几日身体不适，我就去看你们了。你叫什么？云汉，我叫赵云汉，谢谢姨姨。不客气。你是和谁来的上清观？我阿娘和姥姥。哦，那你可知他们在哪儿？
大殿里。我已派人去寻你娘和姥姥了，你先陪爷爷在这待一会儿，可好？你去哪儿了？随着长生道长去见了观主，在他那里待了一会儿。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2刻钟了，我刚才出去寻你呢。江明月将赵云汉的事给丈夫说了一番，可真是瞌睡都会有人递枕头啊。夫人，赵夫人求见。将赵夫人请到外室来。谢夫人，谢谢你救了我儿子。不用谢，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赵夫人回去后，不妨请个大夫为令郎看看，以防发热。多谢夫人提醒。人走了。明月点点头。那咱们也走吧。好，素姐姐因还没有醒，咱们就不要打扰她了。只给长生道长道个别，如何？可。上山的时候，他们用了大半个时辰；下山时，他们速度快了许多。什么时辰了？还不到卯时。你今日要进宫？今日要和圣上讲史书，要不要喝点水？明月嗯了一声，不过他还犯着懒，并不想动。谢渊倒了水，坐于他旁边，伸手将妻子扶了起来。如果赵家下了帖子，你就回复他们，我明天晚上有时间，回头我再向你解释。哦，近来有些频繁了，我要不要喝点避孕的药？不用担心，你不会再患上，此生有葡萄团子足矣。明月闻言愣了愣，还不等他问个清楚，男人也扶着他重新躺了下来，替他盖好了被子。睡吧，2个小家伙都要醒了，会叫醒你的。明月望着离开的丈夫，是他想的那个意思吗？她不由得想起了生产时谢渊冲她说的那话，所以他是认真的。照顾好葡萄团子，等婉萍那里的事情安排妥当了，我再来。阿娘就不要来回跑了，未来3天好好陪陪弟弟，省得他受你偏心。初5的时候，我和相公会带着孩子回婉萍为你送行。那也行，让桂嬷嬷在这里再住3天，初5再让她随你们一起回。好。夫人，赵家给老爷下了拜帖，拿来我看。江明月看过帖子之后，神色透着些许古怪之色。赵云汉的爹竟是个武将，他还以为是个文臣呢。他收下帖子，对苹果言语了几句。皇宫内，方才爱卿也听到了，水蛮年年进犯我国领土，朕甚是头疼。爱卿可有什么良策？
他只是个小小的从六品编修，像这种问题，皇帝问沈阁老他们更合适吧。皇帝好像也察觉到有些为难人了，开口道：此时就咱们君臣二人，只当是闲聊，你只需说说你的看法即可。君臣二人很快就讨论了起来，皇帝一个接一个的问，谢渊答得也很快，而且一针见血。黄昏，江明月看丈夫提回来6包的糕点，她问道：都是什么糕点？圣上赏的，我也不知，你可都拆开看看。圣上怎会突然赏你糕点？谢渊将发生在御书房的事情给妻子说了一番。这哪里是什么赏嘛，明明是讨要的。不过他胆子还真是大，跟皇上下棋竟还要讨彩头。你不怕圣上生气吗？圣上可不是小气的人，我今日故意只赢了2子，反而激住了他的好胜心。如果我所料不差，他明日或后日应还会找我下棋。还准备赢？且这次我会再多赢几次，这样圣上会觉得是自己的心态出了问题，下次我再让他赢。江明月突然觉得圣上有西渊这么一臣子也真是够倒霉的。悠着点吧，把握好那个度。西渊点点头。怎么了，岳母？娘回宛平了，那边的事情还需要他安排呢。本来他准备明天就回来的，我没同意，让他待在宛平好好陪弟弟2天。初5晚上我带着儿女们回去给他送行。舍得？自然是舍不得，但咱们已经霸占母亲那么久，总得分出几天给弟弟的。初5我随你们一起回。初6你能请假吗？请半天应该没问题。谢谢相公。西渊笑了笑，在妻子耳边低语几句。明月的脸微微一红。你怎么想的都是这种事情？之前节食太久了，现在自然是有些贪，以后赢就好了。你半个月前也这么说的。妻子有点不好糊弄了。他想了想，又在江明月的耳边低语了一句。明月只觉得脸皮有些发烧，可是丈夫的提议又太过于诱人，她还真的想尝试一下。谢渊看妻子没有拒绝，就知道她是同意了。赶快吃饭吧，都饿了。这可以说是一语双关。还没有睡醒？我昨晚子时才睡。听着妻子话语中透了一丝埋怨，精神奕奕的谢渊轻轻笑了一声。以后每天可都早起2刻钟，陪着我一起打拳。就是说他体力不好。明月睁开眼睛瞪他。不要胡思乱想，只是想让你陪我一起打拳健身罢了。不要，我起不来。成吧，我将葡萄团子推出去给奶娘照看，你可好好的再睡一会儿。元江府屋内，江三娘看着一脸严肃、双手微颤解开衣裳的人。男女授受不亲。赖安看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是很坚定地解开他衣裳，露出了肩膀的伤口。忍着点，我要将剑拔出来。轻点，我怕疼。怕疼就不应该替我挡这一剑。但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受伤啊。二人说话之时，赖安一个用力就把剑给拔了出来。江三娘闷哼一声，只觉眼前发黑，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缓过来，而彼时赖安已经手脚麻利地替他包扎好了伤口。东西可拿到了？拿到了。还查吗？赖安摇了摇头。元江府的水比他想的还要深，这段时间如果不是面前这个人鼎力相助，哪怕他这个暗卫统领恐怕也要折在这里。再查下去，二人恐怕都会死。那我睡一会儿，好累啊。睡吧，我就在这里陪你。回来了，怎聊这么长时间啊？年前江明宏给我举荐了2位武将，希望我能想法将他们调到沅江，说是以他们的本事，只要给他们机会，将来2人可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将。这位赵明礼就是其中一位。喜渊嗯了一声。明宏说完之后，我就调查了一番2人的情况。正如明宏说的那样，他们的确是将才，而缺少的只是一施展才华的机会。年后我一直都在思索如何才能结识他们，没想到事情竟那么巧，我竟在上清观救了他的儿子。这说明老天爷都在帮你呢。前天到底怎么回事？那几个小孩为何要欺负云汉？赵明礼的处境很艰难，空有一身的本事，却没有施展的机会，再加上去京都大不易，就想走走关系，谋一个外放的差事。那几个孩子的爹，要么是赵明礼的上峰，要么是兵部管理武将升迁的官员。
他们自然看不起巴结他们家的赵明礼一家人，而偏偏赵云汉又处处比他们优秀。这位赵明礼人品如何？比我想的还要好，可以用有勇有谋来形容。相公打算帮他？帮他也是帮咱们自己。真不容易吧？相公打算怎么帮他？以前或许很难，但现在就容易多了。现在谢渊可是时常能见到皇上。赵明礼的祖上和开国皇乃是一个村的人，我打算从这个方向做文章。小渊呐，明月被我们宠坏了，虽已身为人母，但这性子还跟小孩似的。往后家里的事儿，你就多上心了。娘，你放心，我会照顾好明月，也会照顾好孩子们。他顿了顿，又低声提醒了岳母几句。你放心，往后我和你爹会韬光养晦，绝不惹事的。照顾好自己，帮我和你爹多看顾些明月和2个孩子。学业虽然重要，但是平日里啊，也别太累了。娘，不必为儿子担心，师父师娘都待我极好。女婿你婆婆都很好，往后和他们好好的过日子。我们这边你不用担心，往后只要有时间，我就来看你们。上船啦！沈立新抱了下闺女，又看了一眼谢渊几人，背着包袱和妹妹3人上了船。船渐行渐远，江明月直到再也看不到母亲的身影，这才收回视线。他心中虽然不舍，但更多的却是希冀下一次的重逢。而且他也知道，距离下一次重逢不远了。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就是2月15。夫人，赵夫人和赵少爷来了。将他们请到客厅吧，我一会儿就过来。这位赵夫人是？她丈夫是赵明礼。这段时间赵氏隔3差5的就会来他家拜访，江明月和他已经很是熟悉。姐夫何时结识的赵明礼？这事就说来话长了，等会我再跟你细说。现在你陪我出去见见赵夫人和云汉吧。云汉这孩子呀，是个读书的好苗子，你姐夫起了惜才之心，想介绍他到于氏私塾读书呢。你今日正好可见见他。好。 2人走进了客厅。谢姨，乖，赵姐姐快坐。这是我弟弟，名唤江明宏，去年中的秀才，他和我相公一样，也是于氏私塾走出来的。江公子年纪轻轻就已经是秀才了，假以时日，肯定能和谢状元一样高中3鼎。借赵姐姐吉言了，你带着云汉出去玩会儿，我和赵姐姐说些贴己话。好。我阿弟还是于氏私塾于山长的弟子，云汉如果这时候入私塾，只需我弟弟引荐一下即可。江妹妹，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赵姐姐不必客气，我很喜欢云汉这孩子，也不想他这样一直虚度光阴。 2人说好了赵云汉进入私塾的事，他今日主要是来给江明月送一些野味和羽毛，所以并未多待。云汉如何？的确是个读书的好苗子，最关键的是，他待人很是赤诚。你姐夫也这么说的。永思近来可好？前几天受了点凉，我让他去找栾叔抓点药，他非要自己给自己看，并没治好，反而将自己折腾得更加严重了。没事吧？我带他去栾叔那里。 栾叔为他开了3天的药，还未吃完就好了。近来他痴迷上了医术，一有空就往栾叔那里跑。表弟呢？小姨刚走的那几日，他还有些不适应，现已完全适应了现在的生活。早上跟着我一起去于氏私塾，下午随我一起回。私塾放假，他就跟着林姐夫一起回林家村。今日赵氏来了，清晨过来的，送来一些野味和各种颜色的羽毛。之前我们闲聊时，我曾偶尔的提过一句。 说是想用各种颜色的羽毛给葡萄团子做个彩球，不曾想他竟记下来了，也不知他用了多久才收集到这些羽毛的，还写得干干净净的。他们有心了，明日晚间你不必等我，我准备去赵家一趟。明月知道，应该是要和赵明礼说元江府的事，他轻轻地嗯了一声。不瞒赵哥，我今日登门是有件事要跟你说。哦，什么事？赵哥也知我时常出入皇宫，近来。 谢渊将圣上准备往水军指派几位武将的事情给赵明礼说了一番。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知赵哥是个有本事的人，缺的就是一个机会。我觉得这次对赵哥来说就是一次机会，只要你在水军站稳脚跟，帮着朝廷掌握水军，往后便可平步青云。当然，风险也极大。兵部下属武将极多，朝廷不一定会选择我呀。我可以帮赵大哥。
赵明礼闻言，心脏砰砰的加速跳动起来。谢老弟，我想好了，我去。谢渊异常的平静，毕竟这一结果早就在他预料之中。赵大哥回去等消息吧，这2天应就会有结果了。今日提携之情，明礼将会永记于心。我既唤你一声赵大哥，在我力所能及的前提下，自然会帮你实现报复。赵大哥不必如此见外。谢渊回到家中，夫妻2人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江明月把到孙家做客遇到田夫人的事情给丈夫说了一说。他可是惹你不快。我相公现在可是圣人面前的红人，他们只有巴结我的份，哪敢惹我不快呀？很好，也不枉我挖空心思讨圣上的喜欢了。辛苦辛苦，吃点肉补补。多谢夫人。别动。这一次江明月终于可以确定自己并未看错。你的脸怎么回事啊？受伤了？不过无大碍，而且是我自个儿打的。好好的干嘛要打自己呢？谢渊握住妻子的手，向他解释了一番。明月惊到小嘴微张。你的胆子也忒大了，这可是欺君之罪。没关系，圣上不会查的。不怕1万就怕万一，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明月一脸严肃地看着丈夫，妻子鲜少这样过。谢渊认真回道：你说的有理，我以后都不会了。明月看丈夫将她话听了进去，也就放了心。相公，你要好好的，你好了，我和孩子们才会好。对不起，让你担心了。江明月轻轻地摇了摇头。2天后，兵部的调令传来的时候，赵明礼又是高兴又是激动。真的成了，谢老弟当真好本事啊！翰林院中一直都在关注这件事情的谢渊很快就知道了此事，和他之前猜的差不多，并没有太大的出入。确定不会有人进来提笔给岳父写信，一是告诉他几位武将的情况，2是给他说一说赵明礼的事情。到时候2人如果能相互帮衬，无论是对赵明礼还是岳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你们谈完了？我将岳父介绍给了他，等他进入元江府后，你会第一时间拜访岳父。未来几个月，他们相互照顾，我也安心些。相公费心了。江明月亲了亲丈夫的薄唇，可以说，无论是张仲岳的事情事发，还是元江府能有今日的局面，都是丈夫谋划的结果。这是我作为女婿应该做的。况且赵明礼如果能站稳脚跟，对我以后去元江府赴任也有帮助。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青城绿娥来了，姐姐有喜了呢，已经有2个月了。这还真是个好消息。姐姐怀香很好，不晕吐也不挑嘴，只有一些嗜睡，且爱吃酸的。我将你去年泡的梅子给了绿娥。你做得很好，辛苦了。这有什么？我一点也不辛苦呢。而且今日绿娥的到来，让我知以后咱们能常常和姐姐联系。是呀，绿娥的到来足以说明了宋人现在对他们的态度。2月19，赵姐姐，你来就来了，怎么又带了这么多野味啊？主要是除了野味，其他的什么东西我都拿不出手。你们帮了我们那么多，如果什么都不带，以后我可不好意思再登门了。只要姐姐不愿，我让你们夫妻别开了即可。怎么会呢？我和相公的心里就只有感激，绝再无其他的。我相公等一个这样的机会已等了7年了，以后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云汉怎么没有来啊？他前天已入了于氏私塾，昨日里还跟我说交到了2个好朋友，大家对他都很好呢。于氏私塾虽不是宛平最好的私塾，但风气很好。云汉应该很快就能适应那里的环境。我相公也是这样跟我说的。我今日来主要是跟你拜别的。我和相公已在宛平县租了一个小院子，打算今天下午我们就搬过去，后日相公直接从宛平出发也方便一些。姐姐可别忘了妹妹，往后咱们呀一定要多走动走动。只要你不嫌我烦，往后啊我肯定经常来拜访你的。我求之不得。元江府，赖安将家常的玉佩递给了江三娘。愿不愿随我一起去京都？无名无分的，你休想将我拐走。等我。江三娘反手抱住了赖安，扭头与他耳边低语：吻我，吻我，要像那天一样。赖安看着比花还要娇美的人儿，双臂微微用力将她抱了起来，
一个转身，压在墙上，重重地吻了下去。1个时辰之后，姜文听了管家的话，知道赖安将家常的玉佩给了三娘，心情颇为不错地坐了下来。2人的这桩姻缘，他并没有怎么插手，只是根据女儿的信以及赖安进入沅江府后，暗中观察她几天，根据她性格分析了一番，她可能会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姑娘，然后不动声色地让他们出现在他的面前。没想到最后他却和三娘看对了眼，接下来2人之间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他并没有再插手。而这段时间，三娘虽然遇到了几次危险，但好在结果是好的。回来啦。明日我木修，你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明月轻轻地摇了摇头。那就去上清观吧，你和孩子们也可泡泡温泉。行啊，现在上清观的风景比之前还要好呢，一些野花樱都开了。明日咱们早些出发，在山脚下吃早饭。清晨赵姐姐来了。可是有来拜别的。他们今日就搬去了宛平，后天赵大哥会直接在宛平和大家会合出发。我想着他们近来开销大，就赠了他们50两银子。你做得很好。光口头夸奖不行。谢渊低头亲亲他的薄唇。如此可好。当然，如果你还不满意，咱们就可以再由浅入深的交流一下。我在跟你说正事呢。我也在和你聊正事呢。谢渊抱着妻子，双眼温柔而又专注地看着他。明日我木修，可以晚起来一会儿。这种事怎么能这样搬到台面上来说呢？江明月都替男人臊得慌，他的理智告诉他应该抬腿就走，不要再听这些污言秽语。可他脚底下就像生了根似的，实在是男人顶着这张清冷俊美的脸说这种话，有种极大的反差，勾人的很。这一日，谢渊江明月在观中待了大半天，走的时候程素素林林总总给他们备了许多东西，有给他的，也有给谢渊的，甚至他还为葡萄团子做了2身衣裳，让他们有空常来玩。当谢渊江明月回到京都，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到了第2天，也是今日，二皇子宋敏重新踏入朝堂。从这天开始，朝堂之上就变得热闹起来，而水军那边每隔10天就会有一道折子送到皇帝宋明的面前，请大将军尽快回去主持大局。皇帝宋明虽不想放人，但是3月初4随着张仲岳认罪，朝廷诸公都知道留不下他了。圣上可是有什么心思？真舍不得大将军呐，这次分别还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那就不妨再多留大将军一段时间。大将军可是2朝老臣，这处罚之事要慎之又慎，怎么着也不能伤了老臣的心，要给沈阁老他们一点商量的时间。爱卿说的有理。因为谢渊这番话，朝廷诸公又强留了张仲岳12天，3月16处罚才下来，官降2级，罚俸禄5年。之前10万水军的兵权都在张仲岳的手里，到现在变成他和李治一同掌管。张仲岳离开京都的事情，江明月很快就知道了。虽然结果他早就知道，不过听到这一消息时，他还是有些失望。你现在回一趟宛平，告诉少爷张仲岳离京了。是。张仲岳离京了，很好，该是他出手的时候。江明红飞快写了几封信，递给于根，冲他低语了几句。相公，栾叔有儿子了。今日生的。来报喜的人说早上发动的，孩子是未时末出来的，有7斤多重呢。好，栾叔终于有后了。可惜他现在无法回去，不然呢，一定要好好的陪他喝上一杯。相公，月底回去了，你好好的陪陪栾叔，我想他肯定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呢。西渊轻轻的点了一下头。今日朝堂之上，圣上可宣布设总司农司的事了？宣布了，且和我之前预想的一样，朝堂诸公无一人争夺这个位置，最后5皇子领了这个职位。这也算是双喜临门吧。可惜不能小酌一杯。明月瘪瘪嘴，不过为了孩子，他忍了。西渊看着灵动而又娇俏的妻子，直起身子亲了一下她红唇。这时啊啊的声音传了过来。
二人扭头就看见团子仰着小脑袋，正乐呵呵地看他们啊啊个不停，好像在说羞羞羞似的。真是羞死个人了。谢渊唇角上勾，伸手将媳妇抱进了怀里，看着儿子。非礼勿视，没看到你娘都不好意思了吗？团子还以为爹爹是和他在说话，叫得更大声。这是想让你抱呢，你陪孩子们吧，我去灶房看看。谢渊看着妻子离开了，走于摇床前，将儿子和闺女都抱了起来。你就不能跟你姐姐学学，当什么也没有看到？皇宫中，皇帝宋明拿着棋子久久没有落下，他瞥了一眼老神在在的谢渊。明明局势对他来说是一片大好，他却有种不太妙的感觉，因为面前的谢渊太会布局了。那启禀陛下，赖统领回来了。快去，这棋一时半会儿也分不出胜负，咱们明日再下。看谢渊脸色出现了片刻的僵硬，然后又不可置信地看他一眼，好像在说原来你是这样的陛下。谢渊这丰富的面部表情成功地把皇帝给逗笑了。你放心，朕绝不会耍赖，更不会背着你私下里研究这盘棋。微臣相信陛下，微臣告退。臣见过圣上。这几个月你辛苦了，能为陛下做事是微臣的荣幸，微臣并未觉得辛苦。赖安从怀中拿出自己收集来的证据，递给了皇帝。微臣深入水军探查过，除了明面上的15万大军，张仲岳手里还有3万私军，而这些私军并不在咱们大楚境内，在水蛮境内。陛下圣明，微臣查到最近5年，张仲岳一直都在秘密的和水蛮做着交易，所以这几年水蛮并未犯境。不错，张仲岳纵容手下从商贾那里抢夺的物资，大都和水蛮进行交易了。交易的什么？各种类型的珍珠、宝石、盐。他交换的这些东西呢？盐卖给了盐贩，这些钱大部分都给了大皇子妃。至于珍珠和宝石，微臣无能，没有查到。不是你无能，是他藏得太深了。你能查到这些，朕心甚慰啊。这次你深入远江府，祭祀九死一生，带回来这么多的铁证，立下了大功，可有想要的奖赏？微臣想向陛下讨一张赐婚的圣旨。今天玩的可开心？开心。上午我们赏了桃花，中午在桃林吃的饭，下午泡完温泉后，我陪着素素姐摘了火花，不知不觉的也就到了黄昏了。素素姐一再挽留我们，说让我们明日再来。不过我可舍不得相公独守空房，葡萄团子也会想他们爹爹的，所以我们就回来啦。谢渊闻言，奖励性的亲了一下媳妇。馆主和长生道长根据古方调配出了一种新的祛斑药膏，素素姐擦了一段时间之后，效果极其，她脸上的疤痕比之前浅了很多。素素姐很高兴，还特意送了我一点呢。一会儿我看看。今天下午我在宫内见到了归来的赖安。未来几天你多关注一下赖安。他和三娘的事情，爹爹曾在信上隐晦地提起过1-2句。好。月底，谢渊和江明月收拾妥当，早早的就回了宛平县。你们终于来了，李妹，今日女眷这边就有劳你替我们招待了。栾叔放心交给我即可，你们说话吧，我去看看栾婶。明月离开之后，栾衣乐呵呵地看着谢渊，忍不住地显摆道：“我有儿子了。”恭喜了，重10斤呢。听说你生了，我和相公高兴的同时都松了口气。如果不是相公还要当差，京都那边走不开的话，我们早就过来了。当差要紧，况且你们要是提前回来，我恐怕还没有精力招待你们呢。现在呢？近来你栾叔一直都在为我调理身体，再加上你派人送回来的那些滋养品，我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了。二人说了会儿话，周巡娘低声告诉他，今日他们都邀请了哪些人，哪些人需要他亲自招待，以及这些人的身份性格等等。再说前院正堂内，谢渊得知栾毅老年得子高兴，所以哪怕他将一个奶娃娃夸上了天，他神色也没有任何的不耐。可等到他想说和他定个娃娃亲的时候，谢渊不愿意了。
我女儿以后招婿，再就是他们2人插着背呢。招婿？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可舍不得将她嫁出去吃苦，往后肯定是要招婿的。不打算再要一个？我不愿明月再受10月怀胎之苦，生产之痛，有葡萄团子我已知足。今日你都请了哪些人？来了这么久，谢元终于将话题拉到了正事上。到了4时末，明月、谢渊、栾毅3人去了4味楼，因为周秀娘还要坐月子，并未随他们一起出门。齐永寺的拜师礼呢，今日是在这里举行。就在皇亲国戚种斗之时，张仲岳遇刺身受重伤的事情传回了京都。如果是以前，这样的消息肯定会引起轩然大波，但是这一次京都却是异常的平静。只有大皇子一人拖着病体入宫了一趟，请求圣上严惩刺客，派兵护送张仲岳回到元江府。皇帝宋明呵呵笑了一声，随便的寻了个借口，就将宋城打发走了。种斗之后发高烧的宋敏听到这一消息，只感觉病都好像减轻了几分。谢渊虽然身在黄庄，却是很快得知这一消息，而且比大多数人知道的还要详细一些。遇刺了。张仲岳伤得很重，已弃船进入朗州府。接下来不养好伤或接应他的人不到，他应不会再出发了。那也就是说，短时间内他无法回元江府了。夏收之前，他恐都回不去。不光是小弟和二皇子，他相信，就是岳父李治将军，朝廷派过去的那几个人等，恐怕也不会就这样让张仲岳回去。太好了，如此就为爹赵大哥他们多争取了一点时间。明日你可写信将此事告诉岳父大人，也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好。第二天，江明月送走丈夫之后，来到了书房，不仅给爹娘写了封信，也给弟弟写了封信，将张仲岳遇刺这一消息告诉了他们。江明红接到信时，只觉得有些奇怪，姐夫竟知道这么多，难道他也对张仲岳出手了？这个念头只是在脑海中过了一过，就被他压了下去。5月下旬，你们在聊什么？这么开心？一大两小听到谢渊的声音，同时朝他望了过来。团子说我想爹爹了，他怎么还不回啊？孩子们想我了，他们的娘有没有想我？想了呢，相公今日怎回得这么早？我们第3次沤的肥成功了，五皇子高兴，就让我提前回来了。五皇子已经掌握了沤肥的法子，那往后你是不是就不用再往黄庄跑了？明日里禀明了圣上，应就不用了。一会儿咱们就小酌一杯，庆祝一下。这么高兴？这段时间你都瘦了，也黑了许多，手也比之前粗糙了很多，我都心疼死了。说着，她仰头亲了亲丈夫的薄唇，正欲离开，袭人突然就罩住了她后脑勺。哎呀，别，孩子们都在呢。袭人直接抱着她来到了内室，亲了个够，这才松开她。讨厌！晚上你就该喜欢了。这句话的暗示意味太过于明显，让江明月瞬间红了脸。不理你了。明月逃也似的回到了卧室，而谢渊平复了一番呼吸，压下了蠢蠢欲动的传家宝，告诉自己现在还不是时候，再等等。可怜啊，这段时间一直忙于沤肥，他的传家宝许久没有入鞘了。谢兄恭喜啊，圣上已在朝堂之上公布了农家肥之事，指示了农家肥后亩产可达230斤，朝廷诸公都惊了呀。有了这一功劳，谢兄必可以达成所愿。孙兄呢？承蒙谢兄看得起，我愿陪你去元江府闯一闯。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绝不会为今天之决定后悔。我相信谢兄。二人以茶代酒，喝了一杯。卧室内，你们达成共识了？他会随我一起去元江府赴任，投桃报李。我准备将他安排到清河县。明月顿时一惊，清河县？相公呢？按照他们之前的打算，谢渊到了元江府赴任，谋求的正是清河县的县令。他为县令，我自然要为知府，如此一来，我们才能相互照应。知府可是正五品呢，而且手握实权，这目标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不过他是了解谢渊的，知道他并不是个口吐狂言之人。相公，有多大把握？以前只有3成，但现在农家肥之事，我现在有7成把握。可需要我做些什么？你只需要帮我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咱们的女儿，你们都平平安安的，我才能心无旁骛的去做事。明月轻轻地嗯了一声。6月初1，御书房内，谢渊恭敬地向天子行礼。爱卿平身，农家肥之事是国之柱石，
关乎大楚千秋万代。你也就是农家肥，功在社稷，理当加赏。说说吧，你想要什么？启禀圣上，微臣听说今年元江府有很多空缺，臣想去元江府。皇帝宋明闻言，微微地眯了些眼睛。爱卿何意选此？不若去兵部，兵部尚书有一个侍郎的空缺。谢渊知道圣上应该是在试探他，即便是让他入了6部，也不可能一入6部就让他当侍郎。他如果真的按照圣上说的去了兵部，那就是沽名钓誉，是个想当官的人了。谢渊开口之时，越发的恭敬。微臣去元江府不为求官，只希望能做圣上手里的刀，帮圣上整顿元江府，使其重新归心朝廷。元江府之事，爱卿知多少？比起别人应多一些，因微臣的妻子就是元江府人。谢渊的情况，圣上自是知道的一清二楚。他沉思片刻，问道：“你应该清楚，去元江府意味着什么？”臣一清二楚。不怕危险？谢渊摇了摇头。宋明看着一脸无畏的谢渊，脸上重新出现了些许的笑意。你退下吧，此事容朕想想。是。还未洗澡吗？洗了，不过又出了一身汗呢。可需要我帮忙？不用。江明月说着进了浴室，谁知男人也跟了进来。天气燥热，哪怕是男人在动，江明月还是出了一身薄汗。反观谢渊是清清爽爽，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怎么看书了？书没你好看。看够了。江明月轻轻地摇头，捧着男人的脸是亲了又亲。看不够，当然看不够了，我要看一辈子呢。他往奏折上看了一眼。你写好了吗？我能看看吗？毕竟这还是丈夫第一次写奏折。当然可以。明月看完奏折，一脸惊讶地看着丈夫。你给圣上说了？这奏折上写的是谢渊申请调任之事。今天早上圣上问我想要什么奖赏，我就趁势告诉了他，想去元江府。圣上同意了吗？说是要考虑考虑，不过我才8、9不离10，因我们都知道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那岂不是说咱们很快就能去元江府了？谢渊并不打算带妻子去元江府，最起码今年不行，会很危险。不过现在他并不打算告诉妻子，省得妻子难过。很晚了，咱们回屋休息吧。相公杯，我走不动路了，腿酸。再说同一时间，元江府。别担心，我们回来了。大家伙可还好？毛少侠、小五都受了点伤。其他人呢？其他人无事，不过商家、卢家、钱家死伤了不少人呢。姜文点点头。既是去行刺的，自然就会死人。他没有说的是，只要他的人没事就好。可得手了？毛叔在我们的掩护之下靠近了张重月，虽没有当场杀了他，却再次刺伤了他，且剑上苗姑娘还涂抹了秘药，够他吃一壶了。不过我们并未拦下张重月，这次即便是他拖着病体也不曾停留，只是速度稍微慢了一点。按我们估算，再过5天他就会进入元江府的。这一结果已经很好了，毕竟咱们又拖了他2个月。再说第2天，散朝过后，皇帝宋明单独召见了沈阁老。爱卿，你觉得谢编修如何？沈阁老闻言也就知道陛下已将谢渊派到元江府。他很好，且和旁人不一样。他这个人呐，很像小牛犊。沈阁老的心快速跳动一下。爱卿，昨日里谢爱卿大胆直言，告诉我他想去元江府。他将昨日里君臣2人的对话给沈阁老复述了一遍。专欲将远江知府曹忠调回京都。陛下欲让谢渊任元江府知府一职。他是个可造之才，也是一把未开刃的好刀。借元江府之事，正好磨一磨他。圣上英明，不过谢编修到底年轻了些，出入元江府恐很难服众啊。爱卿说的不错，还需要一人为他坐镇。你觉得朕的小五如何？沈阁老心猛地一跳，五皇子当真是好本事，
短短一段时间就入了圣上的眼，让圣上甘心为他谋划。说是用元江府之事磨一磨谢渊，可圣上真正想谋的人，应该是宋仁吧？为的什么？果泥，今日没有应酬啦。谢渊嗯了一声。他们现在就可以吃东西了吗？可以吃一些容易消化的果泥、蛋羹、米糊糊之类的，不过还不能多吃，1天1餐。经过赵姐姐来了，赵大哥传来消息，在咱爹的帮助下，他已掌握了1000水军，并且占据了一个小岛，以那个小岛为中心，练兵的同时往水蛮那边探查。很好，有了这1000水军，他也算是有了依仗。张仲岳即便是回到水军，他应也已有了自保的能力。朝廷派过去的另外几个人也很有意思，他们要么与商卢几家取得联系达成合作，获得他们的支持，要么投靠了李治将军。哪位投靠了李治将军？好像是一位名唤李虎的副将。李虎，竟是他。他为了儿女吃完了果泥，将葡萄团子交给了奶娘，拉着妻子往外走。啊，去哪？给爹写信，让他想法通知赵明礼，必要的时候可以和李虎合作。你知道了李虎的跟脚？这位李虎应是宋仁的人。五皇子当真是深藏不露。夫妻2人来到书房，给姜文写了封信之后，这才吃晚饭。再说晚饭过后，姜明月带着儿女进了浴室，给2个小家伙洗完澡，换上干爽的肚兜，将他们哄睡后，他往躺椅上一瘫，就不想起来了，真是又累又热。明日里我帮团子洗澡。明月嗯了一声。去洗个澡吧，洗完早些睡。不想动。头发都汗湿了，还是要洗个澡。我现在一点也不想动，一动就又是一身汗呢。他才刚刚凉快下来呢。谢渊闻言望了他一眼，什么都没说，转身出去了。江明月望着谢渊的背影，翻身斜靠在了躺椅上。啊，干嘛？你不是不想动吗？我抱你去洗。江明月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那倒也不必，不过很明显的是，他心口不一，嘴上虽是这样说，却并没有下去的意思。谢渊一路抱着他来到了浴室，放下了妻子，伸手就要帮他脱衣服。啊，我自己来，你可以出去了。我刚才关只剩这么多水了，咱们一起洗吧。那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明月的耳畔，让他浑身都有些软了。相公，你可真好，没有你我可咋办呢？懂懂男人为她擦干了秀发，江明月揽住了她的腰，她笑容明媚，桃花眼乌黑发亮，甚是勾人。谢渊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大手遮住了她眼睛。别这么看我。我怎么看你了？你不累吗？我不累，我只是怕你热。说着又轻轻地亲了一下他额头。睡吧。江明月悄咪咪地看了一眼克制隐忍的男人，可不敢再说什么，乖乖地躺了下来。圣上动作很快，前脚招元江知府回京复职，后脚谢渊任元江府知府的调令就下来了。圣上给了他1个半月的时间走马上任，也就是说他7月底必须抵达元江府。调令下来之后，瞬间引起轩然大波。要知道谢渊之前只是从6品，即便是外放为官，最多也就是6品，在地方上慢慢熬，慢慢的往上升。而现在他一上任就是5品，简直是不可思议。皇宫内，皇帝宋明算是和谢渊交了个底儿。这就是暗卫伸出元江府调查出来的结果。你入元江府后，一是收集张仲岳的罪证，2就是压制牵制他，给几位将军争取一些时间，3就是查清楚他将那些交易回来的金银珠宝藏在了哪儿。这最后一点，如果可以和那些蛮夷使者接触接触，如果能正式和他们建议贸易往来，自然最好。微臣领旨。相公，圣上给了你多久时间走马上任？1个半月。这么赶？如此说来，咱们是不能看着小红他们进书院了。
西渊知道有些事情必须要和妻子说清楚了。明月，我有一事要跟你说。什么事？今年你不能跟我一起去远江府。江明月闻言撅起了嘴巴，双眼瞬间红了。西渊心疼地将她抱进了怀里。如果可以，我也不想和你们分开，但今年不行，太危险。你和孩子们就是我的软肋，我不能给张中月威胁我的机会。江明月听了丈夫的话，慢慢地冷静了下来。其实之前明红就隐晦地提醒过她，今年她恐怕无法跟着西渊回远江府，只不过那时自己还抱着侥幸的心。现在她虽很难过，但还算是理智。相公，咱们要分开多久啊？给我1年的时间，等解决完张仲月，咱们一家就可以团聚了。什么都没有你的安全重要。张重月并不好对付，即便是2年3年也无妨。我和孩子们都会好好待在京都，等你回来。西渊闻言心中五味杂陈。明月，谢谢你。江明月轻轻地摇了摇头。夫妻2人就这样相互温存了一会儿之后，他将大皇子、二皇子的人向他下了帖子的事情告诉了西渊。都聚了吧，咱们时间宝贵，无需在这些人身上浪费时间。孙大哥那边什么情况？他的调令是中午下来的。甚好，他们搭伴一起去沅江的，路上也有个说话的。未来2天，我拜别了神将士他们后，带你去一趟上清观。往后我不在的日子，如果发生了你无法解决的事，你可去上清观寻长生的庇护。长生？西渊嗯了一声，将长生的身份告知了妻子。长生是端王的儿子。长生和端王一样生来体弱，端王怕养不活他，就将他放在了道观。端王虽死好几年，但圣上特别疼爱这个侄儿，所以只要不是天塌了下来，长生应都可以解决。姐姐那里你打算怎么办？我准备明日晚间将姐姐约出来聚一聚，你意下如何？自然好，只不过会不会给姐惹来麻烦？你别担心，我会将事情都安排妥当。西渊抱着妻子，事无巨细交代了他很多很多事。江明月听得很认真，神色并无任何的不耐烦，2人都无比珍惜仅剩的这几天的时间。上清观后面的小院中，也去沅江府夫人的事我都听说了，你是怎么打算的？我会留在京都。甚好，孩子们还小，我也不建议你带着他们出远门。再就是长生说沅江府现在有点乱，你若带着孩子们过去，恐会不安全。当然我也有私心，你在京都咱们也能时常聚聚，不然平日里除了长生，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你要是不嫌我烦呢，日后我肯定会时常带葡萄和团子来你这玩的。我求之不得。2人说话之时，正堂内，我不日就会到沅江府赴任，别的我倒是不担心，只担心留在京都的妻儿，将他们托付给别人我不放心，希望你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照顾一下他们。你们对素素有救命之恩，只要我还活着，他们就不会有事。这句话胜过千言万语。西渊向他道了谢。谢施主，老道有一事想托。观主但说无妨。我有一师侄，名唤西文，前些年途经沅江府，突然就没了音信。谢施主闲暇之时，还请你找找我这师侄。不过我不确定能否找到。老观主点点头，从怀中掏出了一个令牌，递给了西渊。这是凭证，当然谢施主需要人手时，也可拿着这块令牌去道观调2、3人。这可是个好东西啊！多谢观主。江明月和丈夫会合之后，辞别了长生程素素，带着儿女下了山。天完全的黑了下来，江明月将儿女交给了奶娘，随着西渊悄悄地出了门。马车内亲人相聚，西渊、江明月、谢柔都十分的高兴，3人有着说不完的话。姐，府里近来可好？农家肥的事情出来之后，府里很是热闹了2天，不过爷没有回府，就出了京。他不在，渐渐的府里就安静了下来。姐夫走时可给你留人了？我这边你不用担心，他走之前已将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了。你打算何时出发呀？明月这边可都安排妥了。12出发，明月会留在京都。紧接着将他们与长生的事情给姐姐讲述了一遍。如此甚好，京都虽在天子脚下，但是并不意味着绝对的安全，有长生道长在暗中照看，会安全许多的。我和孩子这边姐姐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孩子们，照顾好自己的。反倒是姐姐这边一定要保护好小兰，保护好肚子里的孩子。只要将这段时间熬过去了，咱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明月说的不错，阿姐不必为我们担心。
你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和小兰，如此才不枉姐夫做了那么多。你们安心，我心里有数。我对元江府虽然知道的不多，但也知那里现在局势很复杂。你到了元江府，要一切当心呢。阿姐不必担心，圣上已考虑到了这点，他怕我压不住阵脚，将姐夫也派了过来。未来1-2年内，姐夫都会在元江府，只要他在，张重月就不敢妄动。将爷也派了过去。阿姐，姐夫已入了圣上的眼，元江府将会是我们的磨刀石。谢柔闻言就懂了。为了积攒力量，不提前和大皇子、二皇子对上，姐夫未来3-4年内恐都无法入境。姐姐要有一个心理准备。我知道，现在的咱们还是太弱小了。但我们不会一直这样弱小下去，特别是姐夫。现在的姐夫就像是鱼入大海，只要给我们3-4年的时间，等姐夫重新回京的那一天，我们将不会再畏惧任何人。往后，我们恐怕很长的时间都无法相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葡萄他们。来日我们终会再见，那时候我们会和现在大不一样，比现在好很多很多。我得回去了，我和相公送你。江明月和袭人一起亲自将谢柔送到了五皇子府。到了临别前的这一晚，袭人紧紧地抱着儿女，久久都舍不得放下。下次再见，他们说不定已经会走，会跑了。戌时末，谢渊看他们睡着了，轻轻地放下了儿女，抱着妻子说起了贴计划。其实该交代的之前都已经交代，但谢渊总觉得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再三叮嘱妻子。江明月听得很认真，神色无一丝不耐烦。虽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话，但她却从这些话中听出了丈夫对他们的留恋和不舍。明月，你会不会想我？会，我和葡萄团子都会想你的。谢渊抱着她的力道越发紧了，仿佛要把她揉到身体里似的。我也会想你们。江明月心中有些不是滋味起来。分别这一刻，她只希望时间能慢一点，让他们能多待一会儿。可是慢慢的，天边还是出现了些许亮光。天亮了，码头上，再抱一抱葡萄团子吧，下次见面他们说不定就会走路了。谢渊轻轻地嗯了一声，抱起儿女，看着江明月道：往后我不在家，家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明月重重点头。我不在，往后你们要多陪陪你们阿姐。江明红气勇四对视一眼。姐夫放心，我们会照看好姐姐和2个侄儿的。谢渊最后抱了一下妻子。我走了。自从谢渊、孙景离开之后，孙氏就常来家里串门。他如果来得早呢，江明月就会带他出去逛逛，找房子。次数多了，他们就遇见了在糕点铺里卖糕点的赵氏。江明月介绍二人认识之后，渐渐的他们也就熟悉了起来。得益于孙氏、赵氏的陪伴，现在江明月已经完全从离别愁绪中走了出来。他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葡萄和团子身上。二人吃了一些什么，有了哪些变化，他都写在了信上，想着再过几天就将信寄出去。如此，谢渊到了元江府，正好可以收到他的信。6月底，姜文收到了儿女的信。咱们女婿12就出发了，身边只带了2个随从，女儿和儿子怕他路上会有危险，让咱们接应接应女婿。我去，女婿如果走的是水路的话，按照行程应该很快就会抵达汝州府。我带几个人去汝州府接应他。你不能去，自从张中岳回来，他的人一直都在监视我们。你如果这时候离开，一定会引起他们的注视，到时候说不定会暴露女婿的行踪。让小妹带人去。可，为了保险起见，我再给毛少侠写封信。那将小五也派过去。可。二人商量妥当接应的事情，距离汝州城40里之外，通义县的一个小四合院中。哎，外面现在什么情况？
咱们可能重新出发了。说出去绝对不会有人相信，他们只是到沅江府赴任，可这一路就像是闯龙潭虎穴一样，处处凶险。一开始是他们乘坐的船漏水，等他们走陆路又遇到了黑店，逃出来之后又遇到了亡命之徒的打劫等等。总之各种突发事件频生。一开始他还以为是运气不好，可是很快的就发现这一切都是人为，其目的就是不让他们到沅江府上任。下午咱们就可以重新出发了。这次用什么方法避开暗处的耳目啊？昔日我来这里游历时，曾救过一位姓安的老丈，他的女儿是巡抚大人的妻室，前些时候为巡抚大人生了一个孩子，他正准备去汝州府道喜，咱们可装扮成他的侄儿，搭乘他的马车一同前往。进入汝州府后，咱们的处境恐会比现在还要艰难呐。不，进入汝州府后，咱们就彻底的安全了。怎么讲？一是五皇子很快就会抵达沅江府，只要他到了沅江府，自可以震慑一些宵小。二就是汝州城是有护城军的，我身为沅江府知府，途经汝州城却遇了刺，要求护城军护送我一程，不算过分吧？妙啊！接下来咱们亮明身份，一路光明正大的进入沅江府，反而会让对付咱们那些人投鼠忌器。7月初6，五皇子宋仁先谢渊、孙景一部来到了沅江府。他虽是来推广农家肥的，不过这上上下下的官员他都见了个遍，也包括张仲岳。六横岛上，五皇子宋仁代表父皇慰问了张仲岳之后，就暂时住了下来，寻找可以沤肥的地方。7月13，张仲岳接到死士们传回来的消息，忍不住的蹙紧了眉头。这个谢状元有点东西啊，怪不得短短时间内就能深受皇恩，他竟以这种方式破了他的必杀之局。罢了，先放他一马。现在当务之急是打压李治重新将兵权握在手中这件事情。明日我在4味楼里订一桌，咱们和栾叔、齐大哥聚聚可好？可以，将你师娘、师傅、林姐夫也请上。这次咱们回京，你马上就要参加衡山书院的考试了。考过后在书院读书，1个月才休1天的，到时候还不知要多久才能回来一趟呢。不如趁这个机会好好的聚一聚。我听姐姐的。今个已7月23了，也不知你姐夫有没有到沅江府。按照行程来推算的话，3天前应该就到了。离得远就这点不好，来往书信传递的太慢了，他那边的消息咱们要大半个月才能知晓呢。阿姐别急，我相信姐夫到达沅江府后，肯定会第一时间给你写信的。明月轻轻地嗯了一声，转而询问起了衡山书院之事。今年报考衡山书院的有多少人呢？4000多，不到5000，比去年多了将近1000人呢。江明月可是知道，衡山书院招收的秀才不超过25岁，那也就是说，这几千人都是很年轻的秀才。报考的人这么多，而衡山书院却只招收500人，相当于是90取1。弟弟要在这么多人中杀出重围，江明月光是想想就觉得压力好大呀。尽力而为，无愧自己即可。阿姐，弟弟看得很开，今年能进就进，不能进来年再战就是。明月看弟弟心态这么好，也就放了心。与此同时，沅江府江家，小婿谢渊见过爹娘。姜文没想到谢渊竟会冲他们行大礼，诧异的同时心中极是高兴，这说明他很在乎他的女儿，所以才会这么尊敬他。快起来，咱们书房说话。好。少请。书房内，你来之前明月可有闹啊？葡萄还有团子可还好？明月很是大体，一再叮嘱我，让我替他多在二老身边尽尽孝。葡萄团子长得很快，1天一个样的，我来之前他们也会做了。提起外孙外孙女，姜文心中多少有些不是滋味。他们都会做了，自己竟还未见过他们。这一路可还顺利？极不顺，我12就出发了，按理说7月上旬就能到了，如果不是岳父岳母派人去接应我，直到今日我恐也到不了。接下来你有何打算？接下来我会先接收和理顺衙门这边的事。姜文点点头，将衙门中各官吏的情况和女婿说了一番。多谢爹了，有了爹给的这些信息，我应很快就能完全接收衙门了。五皇子那边是什么情况？他明着是来推广农家肥，实际是来帮衬小婿的。皇上怕小婿初到沅江府会压不住阵脚。原来如此，因为这位五皇子进来沅江倒是太平了很多呀。张仲岳自从回到沅江府后，一直都在针对蚕食、商、卢、钱3家。如果不是五皇子的来临，2家恐撑不了多久。这一点谢渊之前就已经料到了。
他可有针对咱们家？前些时候他倒是派人暗中监视过咱家一段时间，不过咱家已落败，他并未在咱们身上浪费那么多时间。如此我也就放心了。未来1-2年内，咱家要道光养晦，以待时机。忙碌中，时间过得很快。到11月，元江府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张仲岳的心腹爱将惨死在了水蛮的手中。消息传到了张仲岳的耳中，急火攻心的他吐血昏迷了过去。当天晚上，宋人就坐上了船，悄悄地离开了长岛。已经在这里等候了4天的谢渊看到宋人放松下来的同时，脸上露出了一抹笑。宋人的出现代表着他们的计划成功了。现在六横岛上是什么情况？张仲岳昏迷后就乱了起来，水军这边李虎、赵明礼几人已接手了王承文手底下的兵，稳定住了局势，但他们需要时间布局扫尾。张仲岳这次昏迷恐要3-4天才能苏醒，这几天的时间足够他们布局处理干净痕迹了。张仲岳清醒过来后恐不会善罢甘休，那是在他精力充沛的前提下。这次醒来后他会长时间陷入昏睡之中。张仲岳回元江府的途中被毛子军的叔叔刺伤，虽没能杀死他，但他们却在剑上抹了一种毒。谢渊知道这一消息之后，就知道他们的机会来了。他先是在岳父的帮助下见到了那位苗娘子，得知他下的是什么毒后，在岳母的建议下又把沈娇娘请了过来。3人在这种毒的基础上配制出了一种新的药，这种药单独对人体没有任何的损害，但和苗娘子之前下的毒混合在一起，就会让人昏昏沉沉，嗜睡，精力不济。谢渊拿出了这种药，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宋人，将药的作用告诉他之后给了他。除了张仲岳的亲信，现在唯一能见到他的就是宋人了。果然一切都如他计划那样，宋人成功地将药下到了张仲岳的身上。李治虽不是他的对手，但撑2-3个月是不成问题的。这期间我会趁机将水搅浑，将张仲岳、李治的势力全都连根拔起。接下来元江府会很不太平，姐夫，你明日就离开吧。这段时间的张仲岳是最可怕的，我会将我的护卫留给你，小心行事，保护好自己。谢渊嗯了一声。翌日，谢渊送走宋人之后，第一时间来到了江家，将王承文已死的事情告诉了岳父岳母。爹娘，张重岳醒来后恐会大开杀戒，这段时间你们都避避风头，最好离开元江府。我和你娘这边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去火岛。现在我和你娘放心不下的反而是你。爹娘，你们安心，我一切都已安排好。姜文听了这话放心了不少，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知道女婿是有勇有谋，算无一策。他既然都已经安排好了，想来即便是张仲岳醒来也不会有什么事儿。六姐的心事可定下来了。腊月24的好日子，你三叔三婶会随着你六姐一同入京的。接下来的几个月咱们的日子会有些煎熬，六姐三叔他们入了京，和明月明红有个照应，我也就安心了。姜文知道女婿是担心这边的事情会波及到明月和2个孩子，不过为了他们的安全，他们早早的就开始做安排了，甚至说服了三哥提前几个月嫁女。别担心，咱们都会好好的。谢渊轻轻地嗯了一声。到11月21，谢渊送走了岳父岳母之后，转过身来看着毛子君。我接下来的安全就全依仗你了。娘，藏。行，你们去藏，娘找。娘要睁开眼睛了啊，娘要开始找了哦。团子、葡萄，你们藏哪儿去了？阿娘怎么看不到你们呢？看到明月着急的样子，团子高兴的手舞足蹈，咯咯的笑了起来。哟，原来在这儿呢！现在你们要闭上眼睛，阿娘要藏起来了。2个小家伙听话的闭上眼睛，明月转身藏到了柱子后。好啦，阿娘在这里。夫人，爷的信到了。哦，快拿来我看。夫人，可是出什么事了？张仲岳的心腹爱将王承文死了。这不是好事吗？夫人是担心张仲岳会对爷不利吗？
明月嗯了一声。夫人别担心，爷可是元江知府，爷的身边还有武功高强的毛少侠贴身保护，一定会没事的。明月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气，他应该相信谢渊，相信阿爹。收拾一下东西，咱们明日去上清观。谢渊既然说了让他带着葡萄团子去上清观躲一躲，那他就去躲一躲。好，和以前一样，收拾2-3天所需吗？这次多收拾一些衣物，咱们待到6姐来了再回来。江明月将葡萄团子交给了人事田氏，然后就进了书房，他要给弟弟赵氏他们写封信。第二天，除了看宅的赵山，其余的人都随着江明月去了上清观。宫内的赖安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个消息。统领，咱们还需要派人去上清观吗？派一个人守在青石胡同，其他人撤回来吧。他们待在上清观会很安全。是。安慰离开之后，赖安望向了宛平的方向，也不知道三娘他们现在走到哪里了。我和长生昨日里还在念叨着你们，半月不见葡萄团子，我们都有些想他了。团子伸出了胖乎乎的小手，看着长生咬字清晰而且响亮的喊了一声爹。长生哪怕已经听过好几次，表情还是有些片刻的不自然。江明月也头疼的扶着额头。葡萄团子是在上清观学会的说话，因为经常来，二人对长生、程素素都异常的亲近。团子刚学会叫爹的时候，长生正抱着他抓鸟。从那天开始啊，他每次见到长生都是喊爹。团子让你抱呢。长生接过团子，就听团子奶声奶气：爹，飞飞。团子是活泼又调皮，每次见到长生都会玩一会儿空中飞人。长生身体不好，从小在道观长大，这让他的性子有些清冷。因为团子他倒是有了几分人气，这样很好。江明月望了一眼外面的二人，团子太调皮了，我之前还担心长生道长会觉得他闹腾呢。怎会？长生虽然嘴上不说，但我看得出来他很喜欢团子。程素素看长生又抱着团子出去玩了，拿起桌上一块糕点塞进葡萄的手里。这次来多待几天可好？这次你即便不说，我也会多待上几日。昨日里我收到相公的信了，张大将军的心腹王承文死了，虽是被水蛮杀死的，且证据确凿，但张大将军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是李将军的人害死了王承文，为了给王承文报仇，他亲率3000军马，差点和李将军打起来。竟发生了这样的事，他怎么敢这么做？太胆大妄为了。幸好相公接到了消息，去得及时，虽拦下了张大将军，他却因此连相公都恨上了。相公怕大皇子妃会为难我，就让我来你们这边躲躲，等过段时间再回去。你只管住下，张山总不可能跑到上清观要人。我看你干脆别回去了，直接在这里过年，这样也热闹。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回去还是要回去的。24是我6姐大喜的日子，我无论如何也是得回去参加她婚礼的。你要不要随我一起去玩玩？程素素虽然有一点异动，但是想到长生，又摇头拒绝了。长生帮着团子摘了一枝梅花，看团子小脸都冻红了，见这里距离师兄的住所很近，于是抱起团子来到师兄这里暖和暖和。老观主双眼温和而又睿智地端详着团子时，团子突然伸手将手中梅花递给了他。多谢小友。长生听了这话，神色古怪地看了一眼师兄。爹，水。长生看他渴了，倒了杯水，先是感觉了一番温度，这才喂他。长生这孩子与你有一段父子之缘，你不妨收他为义子，也算是全了你们之间的缘分。看着喝水的奶娃娃，他沉默了片刻。我想想，小友，我既收了你的礼，自然要回赠你一二，你喜欢哪个？长生看着师兄手中的东西，微微挑了下眉。一个是他佩戴了60多年从未离身的天珠，另外一个是上清观的玄铁令。拿着这块令牌，可令上清观做一件事情，而且上清观还不能拒绝。这师兄第一次见团子，为何对他这般的偏爱呢？团子看着他手中的东西，在二人注视下伸出小手，一手一个，然后就装进了胸前的口袋里，紧紧地捂住。我愣了一下之后，老观主哈哈笑了起来。天意，都是天意。少顷，小院内，明月听了长生的话，看着长生怀中昏昏欲睡的儿子，哭笑不得。我知道了，是不是退回去一样？不用，我师兄不是小气的人，既然给了，那就是团子的。小滑头。
他将儿子放在女儿身边哄她入睡时，就见儿子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墨绿色天珠，塞进了葡萄的手里。明月望着这一幕，真是又惊讶又欣慰。到了腊月20，赖安接到了青衣的禀告，知道岳父岳母三娘马上就会抵达宛平码头，一向严肃的脸上露出了些许的笑。他向圣上请了假，安排妥当了皇帝这边的事情，就急匆匆地离开了御书房。皇帝宋明望着大踏步离开的人，这赖老二终于要成亲了，奶娘和英国公终于能放下一桩心事了。安哥哥，小婿见过岳父岳母。好孩子，快起来。江舒使虽是第一次见女婿，但心里不知有多么的满意。女婿英武不凡，身体健壮，双眼明亮，一看就是个很正派的人，而且看着比他女儿要稳重，二人的性格正好互补。再说同一时间，上清观中，江明月听了安慰的话，知道三叔他们已经抵达宛平，很快就会入京，对平国道：收拾东西，咱们一会儿就下山。是。素素姐，我要下山了。何不再多住几日？这时候回去安全吗？我三叔六姐他们到了，我必须要回去了。等六姐成了亲，我再带着葡萄团子来看你。好，我给你们准备一些东西，你一并带回去。宛平，江三娘看到爹和未来公公在拼酒，大家都没有注视他，就朝着赖安眨着眼睛，起身悄悄地走了出去。少顷，赖安给二人续满了酒，也就进了后院。安哥哥，多日不见都想死我了，你有没有想我啊？想，做梦都想。三娘闻言欢喜地笑了，心情高兴的她毫不吝啬就吻住了赖安的唇。赖安很快掌握了主动权，回吻了回去。申时2刻，三叔，3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呢。他们江氏风气很好，族人非常的团结，各家各户关系极好。江老三是他亲叔叔，性格虽有些拧巴，喜欢胡闹，但他却极爱他们姐弟。明月，明月，你想死我了。我也好想你们啊，想得不得了。这3年你和三婶可还好？好，你看我的样子就知我过得很好，反倒是你和明红受苦了。不苦，我和弟弟一点也不苦，反倒是三叔一路而来辛苦了。九娘，想死我了。江三娘抱着明月又蹦又跳，赖安望着高兴的如同孩童的未婚妻，唇角向上。多大的人了，还当着孩子的面哭，羞不羞？羞什么？有什么可羞的？再则又没外人。三婶，哎，明月，这3年你变化可真大呀。昔日需要他们保护的那个小九，现在可以独当一面了呢。三婶倒是一点也没变呢，还是那么好看。你这丫头，小嘴还是那么甜。爹和三郎可睡了？睡了。她们姐妹许久未见，自是要睡在一起，好好的说说话。咱们老江家3代才出这么一个读书人。明红高中秀才的消息传回族内，族人们高兴的连摆了3天的流水席呢。我阿爹出门腰板都挺得直直的，好不容易见到了明红，肯定有一大箩筐的话要跟他说呢。向明月脱了衣裳。怎么了？明月，你的小白兔变大了。我听青楼里的姑娘们说，经常揉它就会变大，是不是真的？这都是些什么污言秽语呀？六姐，你怎可单独一人去青楼，多不安全呢？哼，以后姐姐带你一起去，这才对嘛。明月，大家都被你给骗了，你只是看着柔柔弱弱、乖巧可人、人畜无害的，其实骨子里离经叛道的。哼，我就是被你给带坏的。明月眨眨眼睛，一脸的无辜。对，就是这种表情。小时候咱们俩一起闯祸，只要你露出这个表情，挨骂的肯定是我。时间过得真快啊，好在我们都没变。是啊，你好好的，明红好好的，大家都好好的，真好。六姐，这3年大家熬得很辛苦吧？他和弟弟被迫远走他乡，看着好像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但其实真正受苦受累的反倒是他们这些没法离开的人。家里出事，大家知你们被二叔送走之后都气愤得不得了，
如果不是有老一辈的人压着，大家说不定就和张重月拼了。最受打压的那段时间，七妹看族人们步履难艰，二叔二婶随时都会丧命，甚至都动了自荐枕席的想法。后来呢？后来被我拦了下来。六姐是如何拦下七姐的？六姐，你没有做什么傻事吧？她这个妹妹还真是了解她，不过自己所做的那些事情并不打算告诉她。她之所以能拦下七妹，是因为她打算孤注一掷去引诱王承文。她查了王承文所有的事情，甚至还频频去青楼向那些姑娘们学习取悦男人的办法。如果不是他们的信来得及时，大家看到了曙光，自己当时说不定就行动了。没有，事情都过去了，老天对咱们江家挺好的，虽然经过大难，但是咱们大家都好好的，往后肯定也会越来越好的。以前的事情六姐既然不愿意说，江明月就很识趣，并未追问。六姐说的不错，咱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六姐，我一直都以为你会像之前打算的那样，只准备养个孩子，去父留子。六姐夫的魅力还真大呢。你六姐夫的魅力的确挺大的，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就春心荡漾，恨不得扒掉他的衣裳直接扑上去呢。他这个姐姐热情如火，开朗又勇敢，加上受他影响很大，思想是有些前卫的。可扑了。夫人，英国公英国夫人来了。明月愣了一下，然后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赖爷爷赖奶奶。赖爷爷赖奶奶，好久不见呢，近来可好？说完，他轻轻地拍了一下自己红唇。该打，这以后可不能叫爷爷奶奶了，应该叫伯父伯母。真没想到咱们还有这样的缘分。我以前常觉得伯父伯母亲切，原来咱们是一家人。赖老汉笑着点点头，以后啊，他们可不就是一家人了吗？可以说因为江明月的缘故，气氛很好。赖安和赖三娘的婚事很快就基本商量妥当。这边江明月三人前脚刚送走赖华氏二人，后脚沈娇娘、孙武和一众族人就来了。大家的到来让青石胡同瞬间热闹起来。小姨，娟表妹怎么没来？你娟表妹又有了，正害喜，我就没让她过来。这可是一件喜讯，小姨这次来一定要多住一段日子，好好陪陪娟表妹和严表弟。这边的事小娟小严都跟我说了。明月，谢谢你和明红帮了他们那么多。自家人不说这些见外话了，他们是我的表弟表妹，我自是希望他们好的。镖局那边现在是何情况？在你五叔、爹爹、母亲的帮助下，现我也掌控了镖局。恭喜小姨啦！到了腊月22，宋城回到府中，听到太监的禀告，知道谢氏母女已回了青石胡同。行动吧，将他的一双儿女给我带回来。太监恭敬地应了一声是，却并未离开。还有什么事？谢家这2天很是热闹，咱们的人打听一番后，这才得知谢氏的6姐24出嫁，而她的夫婿这是英国公2公子。这江家竟巴结上了英国公府，当真是好运到呀。不过一个没有出息的2公子罢了，还不值得他关注。让他们小心一点，不要露出了马脚。六姐，你可能见到姐夫？能啊，可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明月点点头，将昨天晚上的事情给三娘说了一番。你是怀疑那些人是冲着咱们来的？你别怕，我去问问。有劳六姐了。姐妹2人分开，江三娘立刻出了门。她回来的很快，身后还跟着2个丫鬟。六姐，他们是？你六姐夫给咱们的丫鬟。我刚走出胡同，还未托暗卫传信，就遇到了你六姐夫。他跟我说，昨日里的那些人的确是冲着咱们来的，拦下他们的也的确是暗卫。张中岳派来的还是大皇子？大皇子？目的呢？他们目的是为了掳走团子葡萄，威胁姐夫。明月的脸微微一白，呼吸顿时急促起来。如果大皇子真的成功了，他会疯的。别怕别怕，你六姐夫很早之前就安排了人过来保护你们的安全，大皇子的人是不会得逞的。昨晚你六姐夫特意放回去一个人，让他给大皇子带了几句话，往后大皇子想来也不会轻易对你们出手的。刚才那2个丫鬟都是暗卫出身，武功很好，是你六姐夫专门派来保护团子葡萄的。你放心，没人能把他们从你身边带走。六姐，回头替我好好谢谢六姐夫。自家人谢什么谢啊？再说了，保护好你们也是皇上的命令。明月惊讶地看向了江三娘。你六姐夫跟我说，前些时候谢妹夫给圣上的奏折里写到很担心你们的安全，
希望圣上能够适当的照拂你们，所以皇上就派了暗卫来。江明月想到谢渊，双眼顿时一红，真的好想他呀。小仙，水军出事了。昨夜子时，水军那里突然火光冲天，紧接着就是阵阵厮杀声。我来时，水军驻地附近河水染红了一片，恐死了不少人。张仲岳终于出手了。龙叔，我知道了，这段时间你先不要打鱼了，回江家庄吧。好。江龙离开之后，谢渊缓缓地坐了下来。他并不怕张仲岳杀人，但他担心的是，他杀的会是赵明礼他们。赵齐、莫将军、王将军、李将军都死了。赵钦、王将军是朝廷派过来的官职最高之人，他有想过张仲岳会对李治出手，但是没想到张仲岳竟这么大胆，连圣上派过来的人都敢杀。李虎将军、赵校尉四人没事吧？他们的反应比较快，躲过了一劫。谢渊闻言缓缓地吐了一口气，现在他已经明白了张仲岳的所有打算。昨夜里他应该是想搞突袭，将李治、赵钦这些人全部都杀尽，重新将兵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军中死了多少人？应该有1万多人。你来之前，张仲岳是何情况？杀了几位将军后，他将收尾的事交给了孙典，一回六横岛。李虎几人带军讨要说法，被孙典拦了下来，正在进行对峙。九妹夫，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谢渊沉默了。怎么办？张仲岳的所有的行为让他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能提前几个月解决张仲岳，帮助赵明礼几人掌控整个水军的机会，只不过有点冒险。送走王修之后，谢渊站在原地，他思忖片刻之后就做了决定。回屋打开箱子，把姜文之前送给他的软甲找了出来，穿在了最里面。谢渊穿好衣裳，走出了房门，将毛子俊和大长公主给的护卫全都带上，骑着马就去了沅江码头。再说六横岛上，我的身体还能撑多久？将军，切莫多思多虑，只要好好休养，慢慢会好起来的。张仲岳缓缓地闭上了双眼，等克制住自己杀意之后，他这才睁开了双眼。未来1月我都要保持清醒，你可能做到？老大夫知道，如果他敢说做不到，立马就会人头落地。从张仲岳病重开始，张仲岳已经杀了5个为他治病的大夫，而自己之所以能活到现在，就是因为自己会审时度势。能，不过将军身体亏空的很是厉害，平日里还是要多休息休息。张仲岳淡淡的嗯了一声，少请。等到老大夫退下之后，解元来了，刚接到消息，你在路上。去吧。是。这段时间他一直都在等着京都的消息，不到万不得已，他并不愿意杀了谢渊。昨天晚上雷霆一击，他一旦成功，即便被谢渊握住了把柄，那也无妨。可他却是失败了，趁着谢渊还未来得及向圣上上书杀了他，此时是他唯一可以补救的办法。谢渊是不是出事了？阿姐，可是有什么烦心事？他心里有些不安，和弟弟说一说，说不定会好一些。昨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你姐夫浑身是血，受了很重的伤。梦都是相反的，阿姐不要胡思乱想，自个吓自个儿。自从你姐夫去援江府，我还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梦。小弟，我实在是有些担心，他会不会出事了？江明月软糯的声音里透着些许的沙哑，这一刻的他看起来脆弱又无助。姐夫一定不会有事的，他会长命百岁，你相信我。想到弟弟是重生之人，江明月慢慢的平静了下来。你说的不错，我不该自己吓自己的，你姐夫一定没事的。
江叔，谢元醒了。醒了就好，醒来就好。你这孩子，这次真是吓死我们了。对不起，让爹娘担心了。傻孩子，说这话做甚呢？只要你没事就好。昨天接到族人传来的信息，知道谢渊遭到暗杀受了伤，他吓得魂儿都飞了。如果女婿有个三长两短，他的明月该怎么办呢？这一夜他都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小渊已经醒了，你也该放心了。族里那边你回去和他们说一声，省得大家担心。好。沈立新叮嘱了女婿几句，起身急匆匆地离开。等到屋内只剩下了姜文、谢渊，你这次也太冒险了。我也没想到张仲岳竟真的敢杀我。我以为他应该知大势已去，会主动和我谈谈，没想到他竟还想补救。病虎临死前的反扑最是可怕，他若知你还没有死，恐还会出手。我去请些人过来保护你。岳父不必忧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汝州那边派来的大军应已在路上了，张仲岳活不长了，这次他再无翻身的可能，我也绝不会再给他伤害我的机会。昨日里，谢渊的肩膀上腿上虽然中了箭，但是没有拔剑之前他并没有昏迷。他强撑的先是给圣上写了一封奏折，交给暗卫，叮嘱他们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京都。二呢，就是写信向汝州求援。宋然离开元江府之后并没有远离，而是一直围绕着元江府在打转，在暗中的帮助他。年前张仲岳那般的平静，二人就预感年后他必须有行动。二人甚至没有商量，宋然就很有默契的去了汝州。下次不可再如此莽撞，你现在并不是孑然一身，有妻也有子，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先为他们想一想。谢渊想到妻子，又想到自己的一双儿女，心中柔软了一片。这是第一次，也将会是最后一次，往后我也绝不会再拿自己的生命冒险。你明白就好。阿爹，我已经醒来，且已写奏折将元江府之事上书朝廷，往汝州求援之事，还望你尽快帮我宣扬出去。好，你刚醒来，身体还很虚，休息吧。谢渊嗯了一声，闭上了双眼。这次虽然有些冒险，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如果他不冒这个险，恐怕还要和张仲岳斗上几个月，而这几个月他这边和妻子那边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风险极大，他等不及了。而且他和明月孩子们已经分开了大半年，他想他们了，很想很想。孩子们的童年就那么几年，他想陪他们一起长大，不想让自己成为只是他们记忆里的阿爹。昨日里，谢渊一身血的被抬了回来，许多人都看到了。经过一夜的发酵，此事已经在元江府传来。中午，六横岛上，张仲岳听到张仪的禀告，朝他挥挥手，示意他可以下去了。而等张仪离开，鲜血随着从张仲岳的嘴角慢慢的溢了出来。张仲岳以雷霆手段出其不意杀李知几人，是为了重新将兵权掌握在手里。后面杀谢渊是不想自己做的事情立刻就败露，只要他们死了，即便朝廷会怪罪，他也可以用半辈子的权势去摆平余波。可张仲岳没想到的是，每一次都差那么一点儿。他知道这一次他是真的大势已去，朝廷绝不会放过他，而且还会祸及族人。他有些吃力地坐起来，缓了缓，然后慢慢地站了起来。他气喘吁吁地打开了暗格，将早就写好的请罪的奏折拿了出来。没有想到最后还是用到了他，希望圣上能看在他献上的这东西的份上，饶他们张家一命。你醒了？谢渊嗯了一声。大夫说你失血过多，需要吃些补血的，我让灶房煮了红枣莲子粥，你喝一些吧。好。谢渊喝完粥，看了几次欲言又止的毛子俊，轻轻一笑。你要是觉得愧对于我，咱们就将之前签的契约改改，你再多保护我几年如何？不必改，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你家里人能同意？我爹娘说了，你是个好官，而且是一位大有本事的好官，让我跟着你谋一个正经的出身。你呢？你这人虽喜欢使唤人，但做的菜却是真的好吃，而且你还救了我的命，我认你这个朋友。谢渊如果不是替他挡箭，也就不会受那么重的伤了。你也不必太过感激我，你知我穿的有软甲，且在那种情况下，只有救下你我们才能活，我没得选。如果下次再发生这种事，你不必救我，能跑就跑，你的命比我值钱。你说了我们是朋友，我又怎会丢下朋友独自逃生呢？他顿了顿，看着感动的眼眶微红的毛子俊，以后我的命就交给你了。哎，再帮我端碗粥来，没有吃饱。好。
谢渊望着离开的毛子俊笑了笑，从此以后，他们全是绑在一起了。阿姐，你去哪儿了？我去上清观了，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以后若我出门，一定告诉你。江明红闻言也知道姐姐去上清观做了什么。清晨我去了一趟英国公府，向六姐夫打听远江府的事。江明红将从莱安那里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姐姐，知道大长公主还派了护卫保护谢渊，江明月瞬间安心了不少。阿弟，谢谢你，现在我心里舒坦不少。来，快躺下，别乱动。你我之间不必讲究那么多的虚礼。谢姐夫。来的路上，我也听说了一些元江府的事。李治将军、赵钦他们都死了。谢渊点点头，温声向宋人讲述了起来。少顷，我去一趟六横岛。可，我让我的护卫毛子俊陪你一起去。这种时候，宋人是最适合见张仲岳之人。同样的，他也知道张仲岳要放权了，就是不知他提出来的条件是否如同他想的那样。几分醉，一方舟划破江心月。松枝悬着陈年雨，等风来续300年前的月。冲动要转就画卷，露出心字2、3篇，提拔藏着的诺言，在落款处生出太轻。青山覆云烟，忽近忽远，天接水。你回眸，江声遍体我落笔，一滴墨坠入深渊，荡开千年，万重风在纸碑，若隐若现。晨雾漫过18天，你世界在心事上面，烛影骚乱酒杯添，却描出你前世自恋，守着里的光与尘，成尽线连绵，褪色留白的空缺，泪心血落快有一